大前北境黑风口女囚营，快去前营广场，朝廷发男人了，动作快点，慢了好男人可就被挑走了。广场木台上嘈杂声中，林洛神情茫然地睁开眼，刺眼的阳光让他的视线一阵恍惚，一个个身穿破旧盔甲的女人如狼似虎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身着磨得发亮的残破盔甲，裸露的胳膊上布满刀疤，有的缺了一只耳朵，有的瞎了一只眼，但他们齐刷刷的眼冒金光，饥渴的仿佛要将眼前的男人拆吃入腹。好多女人，这是在哪儿？自己不是为了救队友被小日子的特工炸死了吗？林洛正在疑惑时，脑海里一段陌生记忆瞬间汹涌而出。他穿越了，原身竟是一个流落民间的皇子，本想从军建立军功，认祖归宗，没成想被人构陷犯了军规，送来了女囚营。女囚营，大前边军最特殊的存在，是由一群朝廷流放的罪女所组建，不仅有杀人如麻的女匪王，也有犯官之后的千金小姐，类似于现代的女子监狱。不过区别就在于女囚营的人想要解除罪身，就需获得军功，但军功一路何其漫长，至少女囚营从5000人到现在的1000余人，还没有哪一个积累足够军功换取自由。但随着大前战争不断，北境人口锐减，大前皇帝颁布诏书，女囚营的这些女人看到希望，怀孕生子便能脱离女囚营。可想要怀孕生子又岂是那般容易？这些女人常年厮杀战场，身体早已经出现了问题，想要怀孕难如登天。所以每当朝廷送来男人，面对女囚营狼多肉少的境况，这些被送来的男人都会遭到哄抢，甚至还会出现相互交换共用的场面。肃静！怒吼声如惊雷炸响，是押送他们而来的边军校尉。目光狠厉地环顾四周后，沉声开口：匈奴肆虐，年年与我大前交战，妄图毁我大前人口根基。如今大前有难，男丁紧缺，娘们儿有责，圣上恩赐，尔等女囚营罪女皆可挑选男人，若有身孕生下男丁，便可免除罪责，离开女囚营。话音落地的瞬间，在场的呼吸声明显粗重几分。轰的一声，霎时间现场乱了起来，几十个女囚争先恐后，甚至有人插队急眼打了起来。虽然每次发下来的男人几乎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残废，但有一点是能保证的，那便是生育能力无碍。校尉显然是对这种混乱争抢的场面见怪不怪了，他沉声喊道：本官倒数3个数，倒数结束后队伍排序不可再变。3、2、1。此时林洛看着眼前的混乱的场面，忍不住抽了抽嘴角。他目前这具身体简直跟弱鸡一样，面对这么多体壮如牛的女人，先不说打不打得过，即使顺从配合生育，恐怕也很难活下来啊。听闻女囚营常常抬出来男人尸体，个个眼下乌青，面黄肌瘦，仿佛被榨干了一般，按功绩排名来。乔珊珊，你最先挑选。校尉见场面稳定下来，冲着女人堆高声喊道：咚咚！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宛若千斤重。只见一个身高近2米的女人正走上木台，粗壮的身体简直比林洛前世见过的小日子相扑选手还要庞大。林洛瞳孔放大，有些不可思议，胸前一对车灯比他的头还大，这要是压过来，立马就能把他给闷死，可千万不能被他选上。与此同时，乔珊珊凶悍的目光在台上扫一圈，最后定格在了林洛身上。这一刻，林洛双眼瞳孔紧缩，后背凉气直冒。选谁呢？乔珊珊缓缓抬起的手，就如阎王点卯一般。林洛嘴角一抽，往后撤了撤，将众人护至身前。你跟我走。乔珊珊手指着林洛，眯了眯眼，沉声道：刷。众人闻言急忙向两边走开，让出一条道来。林洛的心顿时咯噔了一下，拒绝又不能拒绝，否则下一刻这个凶女人能一巴掌呼死他。可被这样一个女人给按在身下折磨，还不如拼死一搏。林洛的眼底顿时闪过了一抹杀意，悄然握紧了拳头，突出的指关节随时给出致命一击。然而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道声音传了过来：慢着，这男人沈将军要了。声音的出现也让乔珊珊的动作为之停顿，甚至林洛似乎还在这个可怕的女人脸上看见了一抹畏惧。什么？沈将军选男人了？四周一片哗然，女囚营的所有人的脸上都仿佛写满了不敢置信。沈清宁，大前北境定北侯之女，因定北侯一家涉嫌谋逆，被抄家送入了女囚营。但沈清宁不愧是定北侯之女，仅仅1年便力压整个女囚营，在战场屡建军功。虽然戴罪在身，但没人敢小瞧她这位君侯之女。毕竟连战场女屠夫乔珊珊都是沈清宁的手下败将。可现在他们听见什么了？沈清宁居然要选男人了，那可是宁愿战死也不愿牺牲自己身子苟且偷生的人，现在竟然主动挑选了一个男人。在众多惊疑的目光中，林洛当即便被2名女军卒给强行带走。
此时的林洛也是满脸懵逼，不过心中却松了一口气，至少他不用落在那个身形庞大的女人手里了。女球营中央，一座伫立的小木屋显得十分特殊。此时的林洛正满脸茫然地看着四周，水雾弥漫，空气中飘散着一缕淡淡的花香，随着哗啦的水流声钻进耳中。他陡然睁大了双眼，只见朦胧的水雾中，一道曼妙修长的身影若隐若现。这一刻，林洛也忍不住一阵失神。木桶中的女人，乌黑长发十分随意地挽在脑后，露出了一片细腻的肌肤，晃动的白皙有着十足的冲击力。随着水珠滑落，一道伤疤从后肩延伸到后腰，虽显狰狞破坏了美感，但却彰显出了一种肃杀之气。如此一幕，让林洛的呼吸猛然停滞。若他没猜错，这个女人恐怕就是女球营的主将沈清明。哗啦，女人如美人出浴般从木桶中走出，曼妙的身姿有着无限春光，那一双比直线长的双腿更是有着致命诱惑。眨眼间，女人便已穿上了衣袍，衣襟半敞，露出了精致的锁骨与深深的沟壑，泄露的春光仿佛是在有意无意地挑动着人的心弦。与此同时，林洛也终于看清了女人的容貌，那是一张极为漂亮的脸蛋，清冷的神态，眉眼凌厉，眼尾微微上挑，不笑时自带3分冷意。知道我为何选你？沈清宁缓步朝着林洛走来，淡淡的花香味浓郁的几分，带着一种湿润的水汽，有种格外清新的感觉。林洛屏息凝神，声音微颤：为何？木台上100人，唯有你眼底没有害怕的绝望。沈清宁抬眼凝视，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道，甚至还有一丝杀气。闻言的林洛内心一凛，他以为自己悄然的动作不会被发现，却不曾想都被这个女人给看穿了。刚才你想杀乔珊珊？沈清宁挑眉地盯着林洛，心底不由感叹眼前男人的胆大，居然还想着对乔珊珊那个女屠夫出手，真是不知死活。没错，林洛也不否认，点头沉声说道，与其任人宰割，不如放手一搏。有趣。沈清宁深深地看了一眼林洛，那双漂亮的眼眸中闪动着光芒的说出了一句话：我叫沈清宁，定北侯沈千钧之女。闻言的林洛微微一怔，他从原主的记忆中得知，定北侯沈千钧那可是镇守北境的君侯，麾下的定北军更是杀得匈奴哭爹喊娘的存在。可惜一场莫须有的谋逆罪，让定北侯一门男子尽数被砍头，女眷不是发配教坊司，就是充军流放。只是林洛没想到，沈清宁如此美艳漂亮，居然没被发配教坊司，反而发配在了女球营。林洛，锐字营士卒。林洛也不藏着掖着，主动报上了名号。沈清宁深深地看了林洛一眼，随即露出了一抹别有深意的轻笑，继续说道：按照朝廷规矩，想要离开这里，我需要一个孩子，所以别浪费时间了，办事吧。沈清宁语气平铺直叙，丝毫没有扭捏的羞涩。等等。林洛急忙开口，虽然眼前的沈清宁美貌至极，当一次种马也不亏，可他心里总有着一种别扭感觉。然而沈清宁却并不打算什么循序渐进，直接趁着林洛一个不注意，将其推倒在床，一双柔蹄抓住了他的裤腰。你干什么？林洛瞬间瞪圆了眼睛，仿佛已经猜到了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可他不喜欢被逆推，当即就要挣扎反抗。但沈清宁的一句话立马就让林洛熄火了。敢反抗，我就让整个女球营的人来上你。林洛面色一僵，好狠的女人。随着衣衫纷飞，两道身影从静态逐渐演变为了动态，木屋里更是传出了一阵阵粗重的呼吸声。第二天一早，林洛身体发软，头晕眼花的从床上爬起来，扭头看了一眼还在沉睡中的女人，他胆战心惊地走出了木屋。这个女人的疯狂让他感到害怕，整整一晚13次，真正的将他榨干的一滴都不剩。不过更令他感到错愕的却是，昨晚居然是这个女人的第一次。随着林洛离开，床上沉睡中的女人也睁开了双眼，起身的一瞬间，身体某处的难受让她秀眉紧蹙。沈清宁缓缓抬头，看向屋外林洛离去的身影，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轻笑。林洛还是云洛呢？大前云姓乃皇家姓氏。当沈清宁在看见林洛的第一眼时，他就对林洛的身份有所猜测，因为林洛与京城皇宫里的那位极为相似，所以他若是想要翻身，甚至为整个定北侯府平反昭雪，或许林洛便是他的一条捷径。女球营位于黑风口，是大前北境与匈奴交战的前线。沈清宁能将这里管理得如同正规军营，其手段和能力可想而知，想要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走，绝非易事。林洛故作随意地走在女球营的营地里，入眼的竟是一排排营帐，营帐错落，火光照映着人影，看似破旧和无序，但他却从中看出了一点端倪。营帐的分布极为适合应对突发情况，不管营地任何方向发生敌袭，
都能在最快时间调动全营士卒。而且在林洛的观察下，看似松散的女囚营居然在营地外安排了明暗双重警戒。环顾四周，林洛在脑海里不停地推演着自己逃跑的路线，可每一次的推演却都是以失败告终。林洛伸手揉了揉太阳穴，无奈叹息，戒备森严啊，除非他能够拿到女囚营的布防图。然而就在此时，林洛猛然驻足，抬眼望去，3名面色清白的男子不怀好意地朝着他围了过来。林洛下意识地紧绷了身体，目光扫过围上来的几人，眼底闪烁着一丝警惕。这几人面带皮色，但眼神里却透露着一股不怀好意的阴鸷。小子挺能耐啊！领头走出一个三角眼瘦高个，冷笑说道，身板不怎么样，居然被沈将军给看上了，倒是走了狗屎运。旁边一个矮胖的男人嗤笑道，运气好又怎么样，就他这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怕是撑不过3晚就得被沈将军榨干。说不定啊，沈将军新鲜劲一过，玩腻了就扔出来了，到时候另一个人搓了搓手，露出猥琐的笑容，咱们哥几个也能去伺候这位女将军。几人都是与林洛是同一批被送入女囚营的军卒，对于林洛被女囚营将军给挑选走，他们心里都有浓浓的不爽。凭什么这臭小子能跟美人将军？要不是这小子被沈清宁挑走，他们3个何至于跟着乔珊珊？妈的，昨晚哥3个一起上，那娘们油钱不够，差点被榨干。林洛眯了眯眼，很明显这3人就是故意来找茬的。让开！林洛的声音很低沉，同时他也悄然蓄力，做好了战斗准备。3人皆是一愣，随即领头的瘦高个顿时放肆大笑了起来。哟呵，还挺横啊！说着话的同时，瘦高个也朝着林洛走来。突然，只见瘦高个脸色一沉，猛地挥拳就朝着林洛的面门打来。操，老子倒要看看你有多横！瘦高个的动作不算快，但毕竟是上过战场的老兵，多少有着一股狠劲。林洛当即目光一凝，虽然经过昨晚的折腾让他的身体很疲惫，但他的反应可是丝毫不慢。微微一个偏头，脸颊擦着拳头，险之又险地避开。同时林洛也做出了反击，脚尖一勾，直直地踢了出去。砰的一声，林洛这一脚直接踢在了瘦高个的胯下。嗷呜！瘦高个发出一声惨叫，立马双手捂着裆部，两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嘶！其余2人看见，顿时脸色一变。他们还真没想到林洛不仅敢还手，而且出脚还是这般的狠毒。瘦高个跪在地上，疼得五官扭曲的嘶吼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一起上，给老子弄死他！”听见这话，其余2人也不再迟疑，当即一同出手。1对2，而且还是身体状况如此差的情况下，林洛的脸上闪过一丝凝重，但此时已经不容他退缩，只能强忍着身体不适，利用灵活性与2人展开游走。砰的一声，那矮胖男子被林洛抓住机会，一脚撂翻，扔在了地上。但这种伤害对于皮糙肉厚的矮胖男子而言，完全是不痛不痒。眨眼间，矮胖男子便麻利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此时的林洛摆着格斗姿势，一双眼睛如鹰般散发着警惕，但粗重的呼吸和在微微颤抖的身体都让林洛十分清楚，他的身体已经处于极限了，必须速战速决了。林洛眼底闪过一丝冷芒，他想要摆脱眼前困境，那就必须做到将其他人震慑。如何震慑？自然是杀人。然而就在此时，一道厉喝声传来：“住手！”嗡嗡的声音再加上地面微微的颤动，让在场的几人全都浮上了一抹惊惧之色，就连林洛也忍不住微微后退了一步，因为发出声音的人正是女屠夫乔珊珊。只见庞大的身体大步走来，每一步仿佛都能地动山摇一般。居然还能打架，精力都挺旺盛是吧？乔珊珊走近后，那一双凶光闪动的眼睛在几人的身上一一扫过，最后将目光落在了林洛的身上。是你？很显然，乔珊珊对这个被沈清宁带走的男人印象很深刻。怎么，沈将军身体不行，没折腾够你？乔珊珊上下打量着林洛的身体，盘子似的大脸上浮现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对于沈清宁出乎意料的挑选男人，而且还是从他手里抢走的，乔珊珊心底本就很不舒服。如今看见这个男人不但屁事儿没有，还能跟他的男人斗殴，这更是让乔珊珊认为沈清宁是故意要在他手里抢男人。林洛眼皮抖动，总感觉眼前的乔珊珊看他的眼神有点不怀好意。乔统领，这小子背后说你坏话，被我们听见了，还要动手打人。瘦高个夹着双腿的从地上爬起来，倒打一耙的状告着林洛。现在乔珊珊在这里，他没办法对林洛动手，所以便借此办法想要激怒乔珊珊。只要林洛落在了乔珊珊的手里，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说我坏话？闻言的乔珊珊顿时脸色一沉，扭头目光幽森地盯着瘦高个问道：“他说我什么坏话了？他说你长得丑想得美，还想让他伺候你。
瘦高个被乔珊珊的眼神给吓得脖子一缩，急忙结结巴巴地回答着：“找死！”果然，乔珊珊顿时勃然大怒，一声怒吼，蒲扇般的巴掌便直接朝着林洛的脑袋扇了过来。靠！林洛面色一僵，当即一个闪身后退，擦着鼻尖而过的巴掌，掀起的劲风刮得皮肉生疼。还敢躲！乔珊珊一击未中，怒火更加旺盛，当即就张开了双臂，随后朝着林洛狠狠地击打而去。如此一幕让林洛两眼圆瞪，身体本就已经力竭，这要是被乔珊珊的双手给击中，他的脑袋恐怕立马就像西瓜一样爆裂。操！疯婆子！就在这危急关头，林洛看着眼前乔珊珊大开大合的动作，顿时眼前一亮。既然退不能退，那就勇往直前。乔珊珊双臂张开，正好前面空门大开，只要他能够靠近乔珊珊的身体，便能化解此时危机。想到这里，林洛也不再迟疑，蒙头就干，对着乔珊珊就直接冲了上去。卧槽，这小子是知道自己死定了，故意送人头。旁边的几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林洛的举动，只有那个瘦高个一双阴鸷的眼睛里瞬间闪过了一抹兴奋。此时的乔珊珊也是被林洛的举动给搞懵了，完全不知道这个男人要搞什么，用身体撞他。就他的体型，别说一个男人了，就算是10个男人也别想撼动他一分。不过林洛的动作却让乔珊珊更加愤怒，面对他还敢还击，简直就是对他的挑衅。只见这一刻，乔珊珊的那双凶悍的眼睛里凶光大盛，显然是彻底起了杀心。住手！突然一道厉喝声传来，乔珊珊循声看去，当他看见来人后，顿时脸色一沉，不过也让他收回了准备拍死林洛的双手。然而此时的林洛却无语了，来不及收力的他一头就撞在了乔珊珊的身上。咚的一声，林洛就像撞上了一面肉墙一样，重重的被弹了回去，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林洛回忆着刚刚的触感。那么大一个身穿盔甲，扎着高马尾，手握红缨长枪，英姿飒爽的女人走到了林洛身旁。乔珊珊，沈将军的男人，你也敢杀？女人柳眉微挑，眼眸泛冷，女人的模样顿时看呆了站在一旁的瘦高个三人。这一刻，三人都有同一个想法，若是被眼前女人挑走，就算是精尽人亡也是一种幸福。薛红衣，我劝你别多管闲事。乔珊珊脸色阴沉，粗重的呼吸声透露出了她内心的烦躁。女囚营除了沈清明这位主将，还有2位统领，一个便是乔珊珊，另一个就是薛红衣。原本乔珊珊应该成为女囚营的主将，但随着沈清明的出现，让乔珊珊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乔珊珊便记恨上了沈清明。但沈清明身为定北侯之女，武力值可不差，乔珊珊3番4次的挑战都以败局结束，最终她也只能咬牙吞下不爽。而薛红衣又是沈清明的人，乔珊珊凭借体型优势，两人实力不相上下，见面自然针尖对麦芒。这事我还就要管，你能怎么样？薛红衣嘴角一勾，脸上的冷笑透露出了一抹挑衅。乔珊珊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死死盯着薛红衣，双手紧握成拳，指节都泛了白。薛红衣，乔珊珊的声音低沉而压抑，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咚的一声，薛红衣将红缨长枪往地上一跺，枪杆与地面碰撞，发出了一声闷响。怎么，想打一场？乔珊珊胸口剧烈起伏，显然是被气得不轻，但她也很清楚，若事情闹大，她也不会好过。她可以不服沈清明，却不能明着打他的脸，否则就是以下犯上，军规铁律在上，得不偿失。想到这里，乔珊珊恨恨地瞪了薛红衣一眼，随即将满腔怒火全都倾泻在了瘦高个三人的身上。一群废物，3个打1个都打不赢，还敢在这里搬弄是非！来人，把他们拖回我的营帐。很显然，乔珊珊要1打3。听见这话的3人皆是脸色巨变，惊恐、慌乱瞬间充斥在他们脸上。此时的林洛也刚好站起身，听见这话后，表情十分古怪地看了一眼瘦高个。这一刻，他只觉得牙签脚大纲具象化了。随着几人在阵阵哀求声中被强行带走后，乔珊珊眼神怨毒：“你最好祈祷将军不会玩腻。”看着乔珊珊离去的身影，此时的林洛也是眉头紧锁。现在不仅身陷囹圄，还被这样一个女人给记恨上，真是地狱开局。还是小心点吧，乔珊珊不会善罢甘休的。薛红衣提醒的声音传来，林洛当即转身，在看见薛红衣的容貌后，眼底也是忍不住闪过了一抹惊艳。本以为这个女囚营就只有沈清明这样一个绝世美女，却没想到现在又出现一个容貌气质都丝毫不属于沈清明的女人。多谢薛统领出手相救。林洛微微一愣后，便立马拱手感谢，但他的话语中却不仅有着感激，同样也有着一丝警惕。如此环境，轻易相信任何人就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而且这个薛红衣
恐怕比乔珊珊难对付得多，不然也不会让乔珊珊吃瘪了。薛红衣上下打量了林洛一眼，目光在他微微颤抖的双腿和苍白的脸色上停留了片刻，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弧度。不用谢我，我只是在执行将军的命令。走吧，将军让我给你安排个住处。说完话的薛红衣便带着林洛朝着营地深处走去。这一路上，林洛可是备受关注，女囚营的女军卒一个个目光火热地看着他，仿佛是要看透沈将军选中的男人有什么不同。而那些与林洛一样的男人，一个个却是嫉妒愤恨地盯着他。毕竟凭什么他们就要伺候那些长相丑陋的女人，而林洛不仅伺候将军，身边更是有着如此漂亮的女人跟随。然而林洛对这些目光却熟视无睹，只是暗地里默默地观察着四周环境。不多时，林洛便被带到营地深处一座相对独立的营帐。你就住这里吧，除了不能离开营区，平时可以在四周活动。好好休息吧，将军让我告诉你，今晚继续。薛红衣丢下一句话便径直离开。林洛走进营帐，一张简陋的木板床和一张桌子，除此之外别无他物。瘫坐在木板床上，他眉头紧锁。乔珊珊的敌意让他感觉如芒在背，必须尽快想办法逃离这里。林洛微眯的双眼，如果能拿到女囚营的布防图，逃离这里就不是问题了。可现在他只是个种马，对女囚营一点不熟悉，简直两眼一抹黑。拿到布防图简直是难如登天，必须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办法。突然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闪过，利用匈奴逃离。根据原主的记忆，林洛发现匈奴的进攻袭扰很有规律，几乎半个月就会展开一次。他算了算时间，下一次匈奴的进攻袭扰恐怕也快了。想到这里，林洛顿时眼前一亮，一旦匈奴进攻，女囚营必定会倾巢而动，他完全可以在那个时候找准机会开溜。不过在这之前，他得想办法搞点防身武器，毕竟如今的身体素质太差了。有了想法，林洛心底的阴霾也仿佛散去了一半。就在这时，一名女军卒手里端着食物走进了营帐，一碗热气腾腾的肉汤，还有2个白面馒头。这是将军特意让厨房给你准备的。女军卒将食盘放在桌上，看都没看林洛一眼，转身就走。林洛看着面前放着的肉汤，嘴角抽动。吃饱喝足，才有足够精力应付今晚的折腾。林洛当即便抓起一个馒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嗦了一口肉汤，虽然不够美味，但的确很香。然而此时另外的一座营帐里却是惨叫声络绎不绝，撞击声和噗噗的声音震耳欲聋。营帐里庞大的肉山之下，刚刚还找茬林洛的瘦高个3人，此时却是翻着白眼，口吐白沫。不过仅仅10几息过后，乔珊珊便在愤怒中将3人给丢下了床。一群没用的废物。乔珊珊心情很烦躁，十分嫌弃地看了一眼地上瘫软的3个男人。他可是听闻了，昨晚沈清明的房间里动静就一直没停过。早知道那个男人如此厉害，当时他就不该退让。来人，把他们拖出去。随着乔珊珊的声音落下，几名女军卒进入营帐，动作十分迅速的就将3人给拖了出去。不过却有一名女军卒留在了营帐之中。夜莺，有事。乔珊珊狐疑的看着留下的女军卒。统领，那位大人吩咐的事情。夜莺淡然一笑，虽然容貌普通，但眉眼间的风情和举手投足之间都有着一抹诱人的魅惑。闭嘴！乔珊珊瞬间怒喝制止，目光更是警惕地看了看营帐门口。你想死别拖累我，若是让沈清明那女人知道我与边军的人有联系，会是什么后果你清楚。夜莺虽是他的心腹，但他终究害怕隔墙有耳。然而此时的夜莺却毫不在意。统领，别再瞻前顾后了，只要完成了那件事，我们就可脱离女囚营进入边郡，到时候还用忌惮沈清明那女人吗？闻言的乔珊珊陷入了沉思。3天前，一位神秘人悄然找上了他，要他在这一次送来的男人中弄死一个名叫林洛的人，而作为交换条件，就是帮他洗脱身上的罪名，同时还让他进入边军任职。起初他还并不相信，毕竟只是弄死一个男人，何故如此神秘？但随着神秘人拿出的一块令牌后，乔珊珊不得不相信，因为那可是一块代表了整个边军的腰牌。原本乔珊珊是打算挑选林洛，然后正大光明的将林洛给折腾死，但没想到沈清明横插一杠子，让他的计划落空了。甚至就连瘦高个3人去找林洛的麻烦，也是他故意纵容的，想要借着发生冲突，然后直接将林洛给强行带走。只可惜薛红衣的出现再次打破了他的计划。你觉得现在还有机会？乔珊珊短暂的沉默后，忽然嗤笑了一声说道，现在沈清明肯定已经注意上这个男人了，不然刚刚薛红衣也不会那般及时的出现。闻言的夜莺缓步上前，恭恭敬敬地给乔珊珊倒上一碗酒之后，这才开口说道，沈清明注意那又怎么样？只要计划得当，我也能让他无话可说。你有计划？乔珊珊粗浓的眉毛一抖，
带着一抹狐疑地看向夜莺，若让那个林洛死在了床上。夜莺的话还没说完，乔珊珊便嗤笑地打断了他：让林洛死在床上，你在逗我？有沈清明在，你觉得那个林洛会对其他女人有想法？乔珊珊摇了摇头，认为夜莺不过就是异想天开。然而此时的夜莺却魅惑一笑的悠然说道：统领可别忘了我之前的身份是什么？乔珊珊微微一怔，这才回想起夜莺之前可是一名青楼头牌，对付男人那可是他的拿手好戏。想到这里，乔珊珊也有些异动了。虽然有可能会因此激怒沈清明，但洗清最深还能进入边军的诱惑，足以让他冒一次险。当即乔珊珊便做出了决定。另一边，林洛啃完最后一口馒头，更是将盛肉汤的碗舔得干干净净。吃饱喝足，腹中暖意升腾，疲软的四肢也渐渐有了力气。看着营帐外不时走过的巡逻队，林洛并没有选择休息，反而小心翼翼地走出了营帐。若是他没记错，在营地外围有着一处堆放损坏兵器的地方。虽然是损坏被丢弃了，但对于现在的林洛而言，那可是极好的防身武器。没多久，林洛便悄悄地摸到了营地边缘，看着地上散乱堆放的一些断矛、剑足和长刀，林洛当即开始翻找着合适他使用的武器。几根折断的剑足，还有一把带有豁口的长枪枪头。特别是当一张折断的弓出现后，林洛的眼底闪过一丝喜意。随后林洛还捡了2根竹筒藏在了腰间。然而就这林洛准备返回营帐的时候，却猛然看见不远处悄然站立的沈清明。家人伫立双手抱胸，目光审视地盯着他。捡这些破烂是要对付谁？沈清明的声音冰冷中带着一抹讥讽。此时的林洛心头皱紧，面上却十分平静地解释了一句：防身，保住我的身子。女囚营里的女人如狼似虎，防身，保身子。沈清明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声音十分轻缓地说道：还是想逃走？我不想一直被困在这里。林洛微微沉吟，坦然承认。诚实的回答让沈清明的眼底闪过了一丝错愕。在他看来，林洛定然会拿各种理由掩盖想法，却不曾想林洛直接说出了最真实的想法。沈清明微微轻叹了一声，随即却又轻笑地摇头说道：逃出去容易，可活下去难啊。女囚营所处的位置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正前方是匈奴的地盘，有着50万大军驻扎，而后方虽是我们大前北关，可镇守北关的边军会给我们活路吗？听着沈清明带着一丝凄凉的话语，林洛心底忍不住升起了一抹狐疑。沈清明看似在给他分析近况，可这何尝又不是在提醒他逃离出去后不能往前也不能往后走吗？沈清明缓步上前，靠近着林洛低声说道：所以想活命就乖乖留下，我保证你的安全。林洛看着近在咫尺的脸，鼻间萦绕着淡淡的花香，目光一阵闪烁。怎么，你在害怕？沈清明目光悠悠地盯着林洛，伸出的手指轻轻地在他脸上划过。我的字典里可没有害怕2个字，只不过感觉的将军似乎并没有说实话。林洛深吸一口气，压下了心底的躁动，伸手捉住了沈清明的手腕，目光深邃地说道：你到底想干什么？林洛是男人，可并不是什么下半身男人。沈清明对他的态度实在令人可疑。跟随他一同前来女囚营的男人，哪一个不是被折磨得半死？唯独只有他，除了被榨干以外，更是好吃好喝，还有单独的营帐休息。闻言的沈清明微微一怔，那一双漂亮的眼眸中光芒闪烁了一下，但随即却出其不意地反手握住了林洛的手腕。极大的力量让林洛目前的力气完全无法挣脱。该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而现在，沈清明微微靠近林洛耳边，吐气如兰地说道：先办正事。不等林洛回过神，沈清明已经抓着他朝着小木屋走去。一个被动，一个主动。终于，这种被动性的压榨让林洛怒了。反正他已经决定了，无论如何也要逃离这里。至于逃离这里后是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那还不如趁着现在美人将军在怀，尽情放肆一把。小木屋里，林洛刚被沈清明推到，给我起开，让我来。林洛一把推开了趴在他身上衣衫半解的沈清明，当即一个翻身，在沈清明错愕的目光中粗暴地撕开了他身上的衣物，双手翻山越岭。突如其来的改变让沈清明万分错愕，但随即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便将他淹没。面色潮红，美丽的一双眼眸中更是一片春意。这一晚的折腾比前一夜更加凶猛，小木屋的动静更是让不少女囚营的人瞠目结舌。特别是沈清明那一声声高亢的喊叫声，让不少营帐里的男人被无情踢下了床。天色大亮，林洛醒来便发现身边的家人已离开。昨晚折腾的次数虽没有之前多，但却让两人都十分尽兴。穿好衣物，林洛站在木屋门口做了一个深呼吸，随即绕着整个营地开始慢跑起来。不管怎么样，强壮的体魄才是一切的根本。与此同时，
林洛却并没有发现，暗地里正有着2拨人注视着他，一处便是沈清宁与薛红衣2人。将军，您为何对他很特别？薛红衣俊美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疑惑，毕竟从不挑选男人的沈清宁，居然因为这个男人而挑选了，而且态度和对待方式都明显区别于其他人，这不得不让薛红衣为此感到疑惑，因为他很特别。沈清宁一双眼睛盯着阳光下奔跑的身影，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笑容。特别？薛红衣不解地紧皱眉头，他反正没看出这个男人有什么特别的，但紧随着沈清宁的一句话，却让他顿时脸色大变。匈奴快来了，若到时候战况不利，你一定要保他安全离开。为什么？薛红衣满脸惊诧，他完全想不明白，沈清宁居然会在这个时候考虑一个男人的安危。别问。沈清宁转过身，目光直直地盯着薛红衣，十分郑重地说道：相信我，只有他安全，或许才有我们的一条活路。薛红衣张了张嘴，最终却并没有说什么。而另一边，乔珊珊与叶英2人也同样注视着奔跑中的林洛。乔珊珊的目光凌厉而又凶悍，叶英的目光却略显诧异。昨夜那般折腾，现在还能跑步，真是龙精虎猛，难不怪会被沈清宁给看上。叶英满脸垂涎之色，显然是对林洛的战斗力十分渴望。哼，这身板能够折腾几天？乔珊珊脸上闪过一丝阴霾，十分不忿地冷哼了一声，随即扭头看向叶英，嗡声说道：匈奴的斥候出现了，赶紧按计划动手，晚了可就来不及了。我知道。叶英点了点头，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娇媚的笑容。他会让这个男人在欲仙欲死中慢慢消亡。接连几天，林洛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体，白天按照自己的方式锻炼体魄，晚上则陪着沈清宁深入交流。几天下来，林洛明显感觉到了自己体质的上升，同时他在暗地里为自己制作的防身武器也已经全部制作成功了。不过这几天，林洛也发现了不寻常的地方，女囚营的气氛逐渐凝重了起来，每天这些女军卒外出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嗡，咚的一声，营帐里，林洛正试着自制的简易弩箭，一枚箭足深深地扎在了营帐里伫立的原木上。林洛的脸上闪过一丝满意，虽然射程不够，可杀伤力够强。不管怎么样，这也算是他目前手里的一件杀器了，在猝不及防下完全可以做到秒杀。就在这时，营帐外响起了脚步声，林洛立马拔下箭足，刚把弩箭藏在床下，一名女军卒便端着食盘走了进来，一缕如兰四射的香味瞬间钻进了林洛的鼻子里。你是谁？小草呢？林洛盯着眼前的女军卒，微眯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警惕。往日给他送食物的可都是沈清宁特意安排的人，小草有事，让我替他给你送食物。女军卒神态娇媚，双目火热，正是乔珊珊心腹叶英。这几日叶英一直没有寻找到动手机会，直到刚刚看见送食物而来的人，叶英这才想办法替换掉了对方，由自己顶替。有事？林洛并没有轻易的相信对方，因为他总感觉眼前的女军卒怪怪的。谁给你送饭还不是一样？快吃吧。叶英心中一凛，知道自己引起了怀疑，便立马转变了态度，将手中食物重重地丢在木桌上，脸上透露着一抹不耐烦。如此反应果然让林洛打消了心中怀疑，当即冲着叶英歉意一笑，便端起了每日不变的肉汤。看着林洛即将喝下肉汤，叶英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勾了一下，因为他提前已经在肉汤里加了一点其他东西，别说男人了，就算是一头野牛喝了也得发狂。呜！然而就在此时，一阵急促的号角声传来，紧随着营帐外边响起了凌乱匆忙的脚步声和一阵嘶吼。匈奴来袭，准备战斗！林洛脸色瞬变，当即就要冲出营帐查看情况。匈奴来袭，这也是他的一个机会。然而就在此时，冷芒赫然闪现，一把短刀直奔他的脖子而来。操！浓浓的危机让林洛愤然怒骂。他察觉了女军卒的不对劲，但没想到对方是来杀他的。眼看刀锋逼近，林洛猛地一个仰头后倒，唰的一声，刀锋掠过带起的锋芒，刺得他脸颊生疼。好在这一刻已经回过神的林洛，双手撑地的一瞬间，借着反弹力，整个人瞬间向后翻滚出去，反应倒还挺快。叶英冷笑，随即挥着短刀再次朝着林洛而去。然而此时，林洛也用最快速度从床底下将他的简易弩箭给拽了出来。再上前，你必死！林洛手里举着弩箭，早已被他磨得锋利的箭足正对着女军卒的脖子。叶英猛然停下脚步，带着一抹冷笑讥讽地说道：怎么，这种破玩意就想杀我？别怪我没提醒你，这玩意看似短小，可威力却不容小觑。林洛目光警惕地盯着眼前的女军卒，想要用弩箭震慑对方，然后问清楚为何要杀他。但很显然，不清楚弩箭威力的叶英并没有放在心里，
直接一个箭步就要冲上前，手中短刀挥舞，想要一刀斩杀林洛。这一刻，林洛眼中寒芒闪过，随着他手指一松，竹筒里的箭足瞬间飞出，咻！弩箭带着破风的轻响，精准地射入夜莺的咽喉。夜莺的眼睛瞬间瞪圆，短刀当啷落地。他双手捂着脖子，鲜血从指缝里汩汩涌出，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漏气声。他不敢相信自己竟会栽在一个被当作种马的男人手里，更不敢相信那把被他视作破玩意的东西会有如此快的速度和穿透力。咚的一声，夜莺的身体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尽管还有着一丝喘息，但也是命不久矣。林洛走上前，冷冷地看了一眼地上的女人，毫不犹豫地便直接拔出了箭足。毕竟他打磨好的箭足只有可怜的几支，用了就必须要回收。噗的一声，随着箭足拔出，鲜血飞溅，同时也让夜莺的生命走到了终点。随着林洛走出营帐，一股肃杀的气息瞬间扑面而来，四周杀声阵阵，和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都仿佛是在告诉林洛，匈奴杀进来了。这一刻，林洛知道自己逃离的机会来了，当即他手拿弩箭，弯着腰径，直地朝着女囚营后面的马厩跑去。双腿狂奔，哪有骑马跑得快？混乱中，没有人注意到林洛的动作。然而，当他来到马厩，正准备牵马时，一名手里提着弯刀的匈奴却突然出现。只见匈奴提着刀就冲向林洛，林洛也不迟疑，当即举起手里的弩箭便射了出去。箭足咻的一声激射而出，与此同时，旁边一道红影闪出，噗噗两声，在箭足射入匈奴咽喉的同时，一把闪着寒光的红缨长枪几乎同时刺进了匈奴的身体。好东西！只见薛红衣满脸惊讶地盯着林洛手里的简易弩箭，2根竹筒，1根弓弦，既像弹弓，却又比弹弓更厉害。你怎么在这里？林洛神色警惕地盯着薛红衣，毕竟他可是要逃走，可不能被抓回去。然而薛红衣却并没有回答他，只是自顾自地说道：沿着树林跑，千万别去北关。闻言的林洛满心惊疑，为什么要帮我？林洛很清楚，他与薛红衣只有数面之交，还不至于让薛红衣值得出手帮他。不是我要帮你。薛红衣深深地看了一眼林洛，随即轻缓开口说道：而是沈将军，沈清宁。林洛倍感震惊，他怎么也想不到沈清宁居然会如此这般。为什么？不待林洛问出疑问，薛红衣便一脸不耐烦地催促着：别墨迹了，赶紧走。四周杀声临近，显然匈奴也快打过来了。当即林洛也不再啰嗦，翻身骑上马就朝着营地旁边的树林冲去。混乱的营地里，沈清宁一刀砍杀了一名匈奴兵之后，瞥见他骑马飞奔的身影，能不能活下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沈清宁早有预感，这一次匈奴来袭必定危机重重，所以提前为林洛做出了谋划。同时他也是在赌林洛能够安然无恙的离开，甚至回到京城。林洛性格坚毅，懂得蛰伏，日后成就不低，希望能看在放他离去和露水情缘的份上，未定北侯府翻案。将军，匈奴援兵来了，快撤吧！一名浑身血迹斑斑的女军卒仓皇跑来。闻言的沈清宁却是露出一抹凄惨笑容：撤？我们能撤去哪里？北关？那群边军回放我们进关吗？沈清宁深吸了一口气，绝美的脸上却浮现一抹坚定，扬刀大喝：随我杀出一条血路！乔珊珊见战况节节败退，毫不犹豫选择了撤退。夜莺未归，匈奴入侵，林洛估计是活不下来了，这也让他心中有了希望，准备退回北关投靠边军。然而随着他带着人撤退，所有压力全都压在了沈清宁这边。混蛋！看着乔珊珊带着人撤离，沈清宁也忍不住发出怒骂。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匈奴兵冲上前，沈清宁与身边的几名女军卒很快就被淹没在了其中。渐渐的厮杀声停息，一切归于了平静。与此同时，已经骑马远去的林洛仿佛心有所感，猛然扭头看向了滚滚浓烟的女囚营，眼底闪过了一抹怜悯。匈奴来势汹汹，仅凭女囚营的人马恐怕根本无法抵挡，只希望沈清宁能够机灵地带着人及时撤退吧。林洛深吸了一口冷空气，骑着马再次飞奔离去，这一跑就是好几个时辰，直到林洛来到一处小村庄，这才停下了马。村庄很空荡，显然因为匈奴出没，这里早已没有人居住了。随便挑选了一间破旧小院，升起了篝火。看着眼前跳动的火苗，林洛也陷入了沉思。接下来能去哪儿？去京城必须要经过北关。原主在军中的陷害，怕是与边军中的一些人脱不开干系。现在稀里糊涂跑去北关，怕不是自投罗网。哒哒哒哒，不远处一阵马蹄声响起。搜一搜这里，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声音传来，却是匈奴的语言。林洛噌的一下站起身，神色凝重地望向外面。他没想到匈奴居然来得如此快。当即林洛动作迅速地熄灭篝火，
环顾四周后，躲藏进了墙角的干草堆里。他并不知道来了多少匈奴兵，所以不能硬刚，只能见缝插针的直取。干草堆里，林洛蜷缩着身体，一双眼睛锐利地盯着门口，手里的弩箭也悄然准备。哐当，破旧的木门被匈奴兵一脚踹开，2名手握弯刀的匈奴兵探头进来，凶狠的目光扫过了刚刚熄灭的篝火。这里有情况！匈奴兵低吼一声，提着弯刀冲进了院子。林洛伺机而动，果断松手，射出手中箭足。咻！箭足快若闪电，瞬间深深地扎进了匈奴兵的眼睛里。啊！中箭的匈奴兵口中发出惨叫，手里的弯刀顿时脱手掉落。林洛迅猛钻出干草堆，径直地扑向那名匈奴兵，双腿缠绕，左手捂住他的嘴，右手握着被他打磨锋利的枪头，狠狠地刺进了匈奴兵的脖子。噗呲一声，滚烫的鲜血溅了林洛一脸，但此时的林洛却犹如一头凶狠的狮子，拔出枪头，甩手就扔向了另一名匈奴兵。噗！这一次枪头却失了准头，本该扎进身下那名匈奴兵脖子的枪头却只扎在了对方的肩膀上。找死！匈奴兵受伤，却更是激发了他的凶性。只见他在怒吼中扑向了林洛，但林洛也不是吃素的，几日的调养和锻炼，虽然还比不上前世特种兵的身体，但也多少有些提升。只见他松开手里的匈奴兵尸体，一个反冲锋的同时，猛地一个弯腰，直奔对面匈奴兵双腿而去。还未等匈奴兵反应过来，林洛却抱住他的双腿，用身体将他顶起，轰然砸向了地面。砰的一声，这一砸直接砸得匈奴兵七荤八素。趁此机会，林洛抄起旁边地上的弯刀，架在了对方的脖子上。你们来了多少人？林洛的声音冷得像冰，刀尖已经划破了对方的皮肤。匈奴兵眼神闪烁，还想反抗。林洛手腕一沉，刀刃瞬间深入几分，鲜血顺着脖梗流淌下。五个，还有3个在村头。面对死亡的威胁，匈奴兵说着生涩的中原话。闻言的林洛心底松了一口气。若匈奴兵是大队人马，他今晚还真有点危险了。好在只有寥寥几人，若是方法得当，或许还能将对方给全部收拾了。突然，林洛仿佛想起了什么一样，目光如剑地盯着手里的匈奴兵。为什么你们这一次会全力攻打女囚营？以前每一次匈奴兵进攻，都会分兵驱赶女囚营，然后对北关之外的大前国土进行扫荡收刮。然而这一次，匈奴兵明显就是针对女囚营而来，这让林洛隐隐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闻言的匈奴兵眼神闪烁，说。林洛手中刀刃再次下压，冰冷的刀刃和脖子的刺痛让那病匈奴兵再也不敢犹豫。边军有人和我们首领有联系，只要我们消灭女囚营，便给我们送10万担粮食。匈奴的话让林洛眼底寒光一闪，狗日的，边军里有人吃里扒外啊！只是搞不懂为何要灭掉女囚营。难道这些人就不知道女囚营驻扎在外，就像一颗钉子扎在哪里，多少也让匈奴会投鼠忌器吧？现在没有了女囚营，这北关之外的大前土地，那还不就成为了匈奴的后花园？忽然一阵叽里咕噜的声音传来，显然是外面的匈奴兵寻找了过来。有！被林洛控制的匈奴兵当即就要开口喊叫，林洛不等他喊出口，果断一刀结果了他，迅速将2名匈奴兵的尸体藏起来。林洛小心翼翼地趴在门缝往外看，3名匈奴兵正朝着他这边走来，当即林洛深吸了一口气，悄然地躲在了门后，举起了手中的弩箭。嘎吱一声，木门从外推开，一名匈奴兵毫无防备的就大步走了进来。咻的一声，破风声响起，还不等匈奴兵反应，一支箭足便噗的一声钻进了他的脖子。敌！匈奴兵两眼圆瞪，话都还未说完，便气绝倒地。而跟随在后面的2名匈奴兵也立马做出了反应，其中一人直接挥刀砍向了木门后面。林洛立马闪身而出，在弯刀呼啸的破风声中转身就跑。宰了他！突然被袭击，还死了一人，这让2名匈奴兵又惊又怒，提着刀就朝着林洛追去。然而林洛却也是早有准备，一个转身，手里举着的弩箭再次射出一箭。咻的一声，弩箭瞬间射进一名匈奴兵的脖子，这也让剩下的那名匈奴兵瞬间吓得魂飞魄散，当即就要转身而逃。可林洛岂会放过他？几个箭步瞬间追上，挥刀就砍向匈奴兵。突然，正在逃跑的匈奴兵却猛地一下跪在了地上，不停磕头的同时，嘴里更是叽里咕噜的不知道说着什么。林洛不懂匈奴的语言，当即挥刀架在对方脖子上，低吼一声说人话。匈奴兵也瞬间反应了过来，立马再次开口，用着生涩的大前话说道：饶命！只要不杀我，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看着软骨头一样的匈奴兵，林洛冷然一笑：饶了你，然后让你又朝着我大前百姓挥舞屠刀。林洛的脸上闪过浓浓杀机，眼前的匈奴让他仿佛看见了前世的小日子。匈奴兵满脸惊惧，
但为了活命，主动表明着自己的身份。我叔叔是军需官，要钱要粮食，我都可以想办法给你。军需官，林洛微微一挑眉，如今他可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若是能够换点金银或粮食，也挺不错。不想死就老实点。林洛用刀拍了拍这名匈奴的脸，随即从其他匈奴尸体上撕下一截布条，将其双手牢牢缠着。随后林洛骑上马，在匈奴兵的带领下朝着村外走去。可刚走到村口，林洛便被不远处的动静给吸引了目光。一队骑兵正飞奔而来，而盔甲颜色和样式竟是女裘营的人。为首的那道红影格外显眼，手持红缨长枪，不是薛红衣是谁？但此时的他浑身是血，盔甲残破，身后跟着10几个女军卒，个个面带疲惫，显然是从女裘营的乱军中逃出来的。但林洛却并没有从中看见那一道熟悉的身影。马蹄声嘶，这一队人很快就来到了村头。林洛，你怎么在这？骑着马的薛红衣满脸惊讶，不过当他看见林洛手里匈奴独有的弯刀和旁边瑟瑟发抖的匈奴兵，更是瞪大了眼睛。你这是逃到这里了？结果有几个不长眼的匈奴兵蒙头蒙脑的撞了过来，就顺便收拾了。林洛笑了笑，简单的解释了一句后，便问出了心里的疑惑：沈将军呢？没跟你们在一起？林洛想着，既然薛红衣都能冲出来，沈清明定然也一样能够突出重围。然而听到这话的薛红衣却神色黯然了下来，带着一抹沉重的开口说道：将军身陷重围，力战匈奴。林洛的心陡然一沉，脑海里忍不住浮现出沈清明绝美的容颜，心中刺痛阵阵。两世为人，沈清明是他第一个女人，唉，红颜薄命啊。然而此时一旁五花大绑的匈奴兵眼珠一转，急切说道：那个女将军没死，被我们将军抓去后方大营当女奴。你说什么？薛红衣瞬间呆愣，就连跟随在他身后的其他女军卒也是一阵欣喜。只要人还活着，那一切都还有机会。女裘营所属，立刻跟我去救将军。就在薛红衣准备带着人离开时，林洛却及时拦住了他们。等等！薛红衣扭头不解地盯着林洛，冷声说道：将军有难，我等岂能坐视不管？别冲动！林洛急忙开口说道：救肯定要救，但也要有方法。难道就你这10来人去救？那不是羊入虎口吗？薛红衣目光凝视着林洛，沉声开口：你有办法？莫，他不就是办法吗？林洛抬手指了指旁边的匈奴兵，继续说道：让他带着我们混进去，救出沈将军，然后再一把火烧了他们的大营。闻言的薛红衣俊美的脸上尽显惊愕，他都只想过拼死救出沈将军，然而林洛的心更大，不仅想救人，更想火烧大营。但也正是因此，薛红衣渐渐感觉到了林洛的不一样，危机中没有畏惧，只有一种勇往直前的气概。难道这就是沈将军看中他的原因？想到这里，薛红衣也不再迟疑，一双美目盯着林洛说道：好，我们听你的安排。林洛点头一笑，随即带着一群人在匈奴的指引下朝着匈奴大营的方向而去。朦胧的月光下，林洛的身影拉得很长，没有了刚穿越而来时的茫然，只有一种逆流而上的坚定。他忽然想通了，与其在这个乱世中四处逃窜，不如主动出击。北关城，一座伫立在巍峨山脉之中的城池要塞，也是大前北境面对匈奴最坚固的一道防线。城中一座府邸内，莺歌燕舞，好不热闹。相比于城外的凄凉，这里简直就是天宫仙境。一名衣着华丽、面容白净、留有小胡须的男子左拥右抱，享受着侍女的伺候。这时，一名腰佩长刀的男子匆匆而来：启禀大人，事已办妥，乔珊珊求见。闻言的男人原本微眯的眼睛缓缓睁开，微微抬手一挥，四周女子尽数退去。带他进来吧。男子眼尾狭长，声音略带尖锐。随着男子去而复返，只见一道庞大的身影带着沉重的脚步走了进来。来人正是从女裘营逃离的乔珊珊。参见大人。乔珊珊的凶悍在这一刻丝毫不敢显露，脸上更是强行挤出了一抹人畜无害的笑容，因为他十分清楚眼前这人的身份很恐怖。30万边军监军赵真玉，面容温玉如君子，但却他一手缔造了定北军的覆灭，并以一个无权无势的监军职务能够与边军大将军魏无方分庭抗礼。那个林洛死了。赵真玉狭长的双眼里闪过一抹金光。回大人，死了。乔珊珊乖乖地跪伏在地，内心满是忐忑和紧张。林洛是死是活他还真不敢确定，毕竟没有亲眼看见林洛的尸体，夜莺到最后也没有出现过。但此时乔珊珊只能硬着头皮回答，不然他生死难料。好，做得很好。赵真玉得到答复，脸上浮现笑容。大人，那属下可否为您效力？乔珊珊心中紧张，现如今戴罪之身的她离开了女裘营，可没有任何落脚之处，唯一的希望便是眼前之人的承诺。闻言的赵真玉微微皱眉。乔珊珊虽然可以一用，
但如此外表着实令他心中作呕。一向喜爱美女，乔珊珊的外表确实不符合他的欣赏。先下去好好休整，此事容我考虑考虑。赵真玉轻轻挥了挥手，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乔珊珊心底顿时咯噔，面露焦急的开口：“大人。”赵真玉顿时面色不悦，这也让乔珊珊立马吞下了口中的话，只能乖乖的无奈退去。看着乔珊珊离去的身影，赵真玉的脸上闪过一抹厌恶，派人盯着他，别给我惹乱子。天色微亮，林洛带着薛红衣和一群女军卒悄然出现在了边境线上。一层薄雾中，连绵不绝的匈奴大营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望着扯天连地的匈奴大营，此时所有人的脸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凝重。30万匈奴大军遮天蔽日，就凭他们10几人想要冲进去救人，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就算是之前抱着必死之心也要冲营救人的薛红衣，此时内心也是一片冰凉。林洛，你的计划恐怕不行了。薛红衣说着话的同时，目光闪烁地看了一眼旁边那名被捆绑着的匈奴兵。很显然，薛红衣不相信这个匈奴兵。若是按照原计划，10几人跟随这名匈奴兵潜入匈奴大营，一旦这小子闹出幺蛾子，10几人立马全军覆没。此时的林洛也有着同样的顾虑。就在林洛绞尽脑汁时，远处突然传来的震动声吸引了他的注意。远处山坡上一群野牛肆意狂奔，掀起的尘土遮天蔽日。然而此时的林洛脸上却突然露出了笑容，一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闪过，哪怕匈奴营是铜墙铁壁，可面对数百头发狂的野牛，那也得土崩瓦解。改一下计划。林洛当即招呼着薛红衣和其他女军卒围在一起。野牛怕火怕响，等会我们想办法将野牛群驱赶过来面对匈奴营，然后把火油浇在这些野牛身上，到时候足够匈奴大营喝一壶了。这个时候混进去，可比硬闯潜入安全10倍。听完计划的薛红衣此时却是一副眉头紧锁的模样。可我们没有火油啊。他们都是轻装而来，身上火折子倒是有，可就是没有火油。此时的林洛却将目光落在了旁边的匈奴兵身上。你叔叔既然是军需官，那你应该知道火油放在哪里吧？别耍心眼子，否则……林洛蹲下身，手里的弯刀直接就架在了匈奴兵的脖子上。说完，手上的力道加深，丝丝缕缕的鲜血渗出。我知道。匈奴兵咬了咬牙说道。知道就好，带我去拿点出来吧。说完话，林洛便示意匈奴兵起身，准备带他入营取火油。然而这时的薛红衣却伸手拉住了他。我随你一起去。林洛笑着摇了摇头。人多目标大，我一个人足矣。而且你们也要趁这个时间将野牛群给驱赶过来。薛红衣神情复杂地盯着林洛。起初他见到林洛只是好奇将军沈清宁为何会挑选这个男人，后面协助林洛逃离女囚营也只是单纯的执行沈清宁的命令。但此时薛红衣却仿佛看见了林洛身上的亮光点。孤身一人勇闯敌营取火油，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男人有胆量做的事情。注意安全，保命要紧。薛红衣深吸了一口气，表情十分郑重地叮嘱了一声。林洛点点头，随即用手攥着那名匈奴兵的衣服，手中则是拿着他那把锃亮的枪头抵在对方的后腰上。老实点，敢玩花样我先弄死你。薄雾还未散尽，两人的身影被拉扯得十分模糊，这也让他们十分顺利的就抵达了匈奴大营的西侧。由于林洛并没有穿着匈奴的甲胄，只能想办法溜进去。可此时林洛看着眼前用一根根原木修建的围墙，他无奈了。这种原木就算砍也得砍好一会了。那边有个通道，进去就是存放火油的营帐。被控制的匈奴兵畏首畏尾的用手指了指不远处。林洛顿时眼前一亮，忍不住用手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干得漂亮。随着越往前走，紧隔着一道木墙都能清晰听见里面匈奴兵的吆喝和嬉闹声。好在有着匈奴兵的带路，两人轻车熟路的就来到了一处木墙缝隙。缝隙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反正足够一个人侧着身进出。穿过木墙，一个个营帐就出现在眼前，但相比于前面的大营门口，里面的防守就显得比较松懈了。毕竟这里也算是匈奴大营的深处，没有人会想到有人敢单枪匹马的摸进来。火油在哪？林洛警惕地观察着四周，轻声询问着匈奴兵。就在那里。匈奴兵浑身哆嗦地抬手指了指一处营帐，显得十分紧张。毕竟他这也算是带人来偷家了，若是被发现了，肯定是必死无疑。但相对于现在被旁边这人一刀砍了，他还是愿意选择赌一把。好死不如赖活着，万一他能够逃出升天，而且又不被人发现他做的事情，以后还是可以逍遥自在的活着。林洛抬眼看向不远处的一座大营帐，门口却有着两个松散的匈奴兵在守卫。认识那两人吗？面对林洛的询问，匈奴兵立马点着头回应着。认识，认识。林洛观察了一番，营帐的后面有个小窗，足够他钻进去了。
你去跟他们说说话，吸引注意力。好，我这就去。匈奴兵点头答应，急忙就要走过去。可就在这时，林洛却突然一把拉住了他，语气森然地警告了一句：记住，敢玩花样，就算我死也要先弄死你。匈奴兵忙不迭地点着头表示明白。此时的他只有一颗念头，赶紧离开。这要是让人知道他悄悄带着敌人摸进了大营，别说他要完蛋，就算是他叔叔也得跟着完蛋。随着匈奴兵朝着营帐门口的两人走去，林洛也趁机绕到了营帐后侧，环顾一圈，确定四下无人后，林洛翻身钻了进去。昏暗的营帐里，一股刺鼻的火油味顿时扑面而来，一排排黑色陶罐整齐堆放着，少说也有数百个，甚至中央还摆放着几十口大缸，里面显然也是存放着火油。当即林洛也不再迟疑，立马取下腰间的2个水袋，开始往里面灌火油。然而此时营帐外，那名匈奴兵正拉着2名守卫闲聊着什么，但却也在不时地看向营帐，转动的眼珠透露出了他的小心思。若是现在他带着人抓住里面的人，说不定还能获得奖赏。想到这里，这名匈奴兵一咬牙，将2名守卫拉着嘀咕了2句。随后只见匈奴兵带着2名守卫，面色凝重的悄然抽出弯刀，一步步的朝着营帐里走去。拉开营帐门帘，3人立马冲过了进去。可映入眼帘的一幕，顿时就让3人脸色瞬间大变。营帐里，火油罐子旁，林洛手举火折子，面带笑容的看着他们：快跑吧，不然一会可就跑不掉了。说完话，林洛嗖的一下就丢出手里的火折子后，转身抱着2坛子火油就从窗口跳了出去。火苗瞬间升腾，熊熊大火中火舌四溢，很快就将整个营帐引燃。走水了，快灭火！随着一声声凄厉的嘶喊声传开，林洛也已然溜出了匈奴大营，抱着2坛子火油，一路加足马力的狂奔。鬼知道那些火油爆炸有多大的威力，当然是跑得越远越好。突然，大地一阵抖动，林洛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倒。紧随着一个巨大的声音如浪潮般汹涌而来，轰！巨大的爆炸让匈奴大营陷入了混乱，熊熊燃烧的火焰染红了半边天。火海中，一些匈奴兵凄厉的惨叫声充满惶恐和绝望。更要命的却是，大火正朝着匈奴大营后方的粮仓蔓延。一旦粮草被烧毁，匈奴30万大军的生存将会成为最大的问题。然而此时的始作俑者却已经抱着2坛子火油安然返回。林洛，你做什么了？薛红衣满脸瞠目结舌地盯着匈奴大营，肆虐的大火和不时传出的爆炸声都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点了一把火，放了一个烟花，林洛大汗淋漓的脸上露出了一道笑容。前所未有的刺激感让他血液中的战斗因子瞬间沸腾。这一刻，他甚至觉得自己就该存在于这种刺激战场上。你真够猛！薛红衣表情古怪地盯着林洛，谁能想到有着30万大军的匈奴大营居然被一个人差点搅得天翻地覆了。随后一群人赶紧拿着火油淋在了早已驱赶过来的野牛身上，但相对于数百头野牛，林洛带回来的那点火油完全不够。最后还是林洛提出将火油着重淋在牛尾巴上，这也才让大部分野牛沾上了火油。等一切准备完毕，匈奴大营里的大火也快被扑灭了。但此时的林洛却带着人来到了野牛群后面。随着林洛挥手，10几枚火折子瞬间扔向了野牛群。轰的一声，野牛群中瞬间冒出火焰。哞！在野牛的吼叫声中，数百头野牛仿佛立刻激活狂化，一个个甩开蹄子地朝着匈奴大营的方向冲去。守好这里，随时准备接应我。林洛丢下一句话，便立刻甩开膀子朝着匈奴大营的东侧狂奔。他已经从之前的那名匈奴兵口中得知，匈奴大营关押俘虏的地方就在东侧。与此同时，匈奴大营刚刚平息混乱，就被一阵撼天动地的声响所吸引。这是地龙翻身了吗？不少匈奴兵满脸茫然地看向四周。然而此时身处哨塔上的匈奴兵却已然看见了狂奔而来的野牛群，火焰升腾，气势如虹。关闭营门，快关闭营门！哨塔上的匈奴兵声嘶力竭地大吼着。然而他的示警却终究慢了一步，燃烧着熊熊大火的野牛群不顾一切地撞向了大营。轰隆响声之后，那看似牢固的幕墙在野牛疯狂的撞击下瞬间土崩瓦解。野牛群疯狂涌入匈奴大营，混乱再次掀起。慌乱中的一些匈奴兵要么被野牛角捅个对穿，要么就是葬身牛蹄之下。没一会，火焰再次升腾而起，一座座营帐在野牛群的冲击下被搅得支离破碎。另一边，匈奴大营的混乱也给林洛制造了绝佳的潜入机会。他弯着腰藏在了幕墙角落里，鹰隼般锐利的双眼警惕地观察着四周。虽然他知道俘虏被关押在东侧，可匈奴大营实在太大了，一时半会想要准确找到位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突然，
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传来，只见几名匈奴兵提着水桶，脚步匆忙，显然是要去灭火。将军有令，所有人不可混乱，防止敌人袭营。一名传令兵四处奔跑，大喊着传达着军令，这也让藏在暗处的林洛不由得微微挑眉。匈奴的这位将军反应够迅速啊，但也让林洛意识到了时间紧迫，一旦让斟酌匈奴大营恢复平静，他再想救人可就难如登天了。当即林洛也不敢再停留，冒着被发现的危险，嗖的一下就窜了出去。借着营帐的遮挡掩护，林洛急速地朝着大营深处而去。忽然林洛脚步猛然停顿，在一处营帐后面悄然看向不远处的一座营帐。两名匈奴兵持刀守在营帐门口，神情戒备，丝毫没有受到大营混乱的影响。林洛眯了眯眼，暗自猜测沈清宁会不会就被关在这里。可门口守着的两名匈奴兵不可能让他轻易查看，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杀进去。当即他掏出了简易弩箭，箭足上弦后悄无声息地靠近了过去。眼看距离足够，林洛毫不犹豫地松开了弩箭弓弦，咻！箭足带着破风的轻响，精准地射进了一名匈奴兵的脖子。匈奴兵瞪眼双眼，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谁？剩下的那名匈奴兵瞬间警觉，就在他刚要拔出腰间弯刀时，一道身影却猛然朝他扑来。也不知道是林洛的速度够快，还是身下那名匈奴兵的反应太慢。林洛靠近他的瞬间，便直接将手中的弯刀捅进了他的肚子。在匈奴兵骇然的目光中，林洛冷酷地抽出了长刀，鲜血瞬间喷晒。解决掉两名匈奴兵后，林洛立马健步冲进营帐。营帐里，林洛看见了那道熟悉的身影，清冷的气质孤傲冰冷，不过那张绝美的脸上却是一片愁云。身上的黑色劲装早已被划破多处，血迹斑斑。不过当他看见突然闯入的林洛时，脸上闪过了一抹浓浓的震惊和惊讶。你怎么会来这里？他开口问道，声音依旧是那般清冷，但却带着几分难以置信。来救你。林洛笑了笑，看着安然无恙的沈清宁，他心底多少也松了一口气。这一刻，沈清宁眼中目光闪动，从落入匈奴手里那一刻，他就已经绝望了，甚至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只是心中遗憾没看见定北侯府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但他万万没想到的却是，那个被他视作希望的男人，却在这一刻单枪匹马地出现在了他面前。说不感动那是假的，甚至就连沈清宁那颗冰封的心也猛然颤抖了一下。快走吧，等匈奴人反应过来了，可就不好走了。林洛主动上前抓住了沈清宁的手，柔软细腻的感觉根本就不像是常年舞刀弄枪的手。然而就在两人刚走出营帐时，却刚好与一队巡逻的匈奴兵撞上了。有敌人！匈奴兵率先反应，一队10人匈奴兵立马举着长枪进攻。还能动手吧？林洛将自己手里的弯刀递给了沈清宁，同时从腰间取出了他的枪头。相对于匈奴的弯刀，前世用惯了匕首的他更喜欢用这把长枪枪头。沈清宁接过弯刀，冲着林洛傲然挑眉，可别小看我，战斗一触即发。匈奴长枪直逼林洛胸口袭来，破风而至。林洛侧身挥手，手中枪头顺势上挑下压，当的一声，匈奴手中长枪狠狠地砸在了地上，掀起一阵尘土。与此同时，沈清宁闪身而来，清冷的眼眸遍布杀气，手腕翻转的瞬间，弯道如闪电般划过匈奴的脖子。噗！鲜血喷涌如泉水，在空中带起了一片血雾。林洛与沈清宁两人合击斩杀，相互之间的默契度仿佛有着无数次的配合。小心！林洛目光一凝，抓住沈清宁的手腕拉向自己身后，同时他手里的枪头脱手而出，嗖的一声，枪头如一道白光，精准地刺进了一名想要袭击沈清宁的匈奴兵身体。沈清宁的反应也极为迅速，回身横劈一刀，瞬间只见匈奴兵僵硬原地，脖子上一道红线渐渐清晰。两人的配合几乎无懈可击，很快这一队10人的匈奴兵尽数被杀。然而此时的林洛却已经脸色发白，呼吸粗重。没办法，他现如今的身体素质已经完全支撑不了如此高强度的运动，更何况此时在他的手臂上还有着一道深深的血痕。刚刚他冒着受伤强行突进，一次斩杀了2名匈奴兵。走！就在林洛精神有些恍惚的时候，沈清宁却一把拉住他的手，飞快地朝着一个方向跑去匈奴大营中军营帐。凝重的气氛让营帐里的人连呼吸都很轻微。好，很好，非常好啊！一名身穿金甲、身披青色长袍、头发扎着2条辫子的匈奴男人满脸怒容，一双杀气十足的眼睛扫视着在场的匈奴人，怒声咆哮地吼着：30万大军驻扎，居然还让人悄无声息地摸进大营，不仅毁了火油，还烧掉了半数粮草，你们都是废物吗？面对男人的滔天怒火，在场的匈奴人皆是大气都不敢喘。
因为眼前的男人名叫耶律烈，是30万匈奴大军的最高统帅。耶律烈握紧拳头，同时心里也很清楚，这一次袭击大营的人很不简单。从点燃火油炸大营到驱赶火牛群冲击大营，完全就是一环扣一环。可令他很不解的却是，大营外并没有出现任何大前军队。那么这个出手之人到底有什么目的呢？这时，下面人群中走出一名身穿银甲的男子，右手放在胸口，恭敬说道：“大将军，火油被烧损毁粮草，据说有人看见了放火之人。谁？带他前来问话。”耶律烈当即目光一凝，若是让他找到是何人所为，必将其五马分尸。没多久，一名匈奴兵便被带了上来，身上的衣服被烧得破破烂烂，露出沾有黑印子的肚子。若是林洛在这里，定然会认出这人正是被他活捉的那名匈奴兵。木木吉参见大将军。匈奴兵在看见眼前威严的男人后，慌忙跪拜。木木吉。耶律烈听见名字，眉角微微有着一丝抖动，沉声问道：“你与木木图什么关系？”木木图正是大营军须官，负责30万大军的粮草辎重，同时也算是耶律烈心腹之人。回大将军，他是小人叔叔。木木吉急忙做出回答。闻言的耶律烈神色有了一丝缓和，随即问道：“说你看见了放火烧火油的人，说说那人是何模样，有什么目的？”木木吉呼吸一滞，若是全盘托出，那他被俘虏的事情可就掩盖不了，而且协助对方潜入大营找到火油，可都是重罪，到时候就算有他叔叔，恐怕也只能落一个凄惨下场。他可不想就这么死了，毕竟有着他叔叔帮衬，未来的好日子还等着他呢。大将军，那人身强体壮如牛犊，皮肤黝黑样貌丑，动作灵活快如风，出手狠辣如杀神。木木吉宛如口吐莲花，一顿胡诌。营帐里的人在听了他这么一番话之后，皆是面色古怪。有这样的人吗？就连此时的耶律烈都十分怀疑，这小子是在打胡乱说，可他又没有证据。但不管怎么说，只有木木吉见过对方，尽管心里狐疑，耶律烈也并没有表达出来，而是在议对方的目的。那你可知那人潜入我军营有何目的？木木吉当即毫不犹豫的便开口说道：“救人。他为了入营救被我们俘虏的那名女将军。”说完话的木木吉心底还有着一丝小得意，假话不能说太多，真真假假，这才让人分不清。快！立刻重兵看押大前女将沈清宁。耶律烈心底一颤，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当即下达军令。可就在这时，一名匈奴兵匆忙奔进营帐。大将军，有人闯营救走了那名女将。砰！耶律烈当即一脚踹翻了面前的木桌，怒火中烧的咆哮道：“给我追！无论如何都要把沈清宁给我带回来！”耶律烈气得脸色涨红，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大营被人宛若无人之境般进出救人，而是因为沈清宁是他看上的女人。那一抹孤傲的清冷，就仿佛在他的心尖上用刀刻下了一道印痕，久久不能忘怀。若是能征服，让其婉转身下，不知是何等滋味。他本想等消磨了女人的傲气，再将其享受，却没想到竟被人救走了。看着暴怒中的耶律烈，此时跪在地上的木木图心中更是一紧，不停地暗自祈祷林洛能够顺利逃走。若是林洛被抓回来了，那他肯定小命不保啊。木木吉，此事你当有功，升你为百夫长，随你叔叔一起为大军守好粮草辎重。就在木木吉满心祈祷的时候，耶律烈的一番话直接让他懵了，稀里糊涂的就升官了，从一名小兵直接越级升任百夫长，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然而还不等他高兴，耶律烈接下来的一句话直接让他冷汗直流。另外，你既然见过潜入大营之人，就由你协助军中画师把他的容貌给我画出来。木木吉傻眼了，他那番描述可都是胡言乱语啊！让他画出来，画什么？画一个四不像吗？与此同时，林洛与沈清宁两人悄然躲在幕墙角落里，看着整个匈奴大营的震动，两人的眼底都浮现出了一抹凝重。好在随着两人一路前行，终于让他们找到了一处可以逃出去的幕墙缝隙。钻出幕墙，林洛心里的紧张消散了一半。看着身后厚实的幕墙，林洛嗤笑了一声，看似固若金汤，实则四处漏风。反正若是他住这种大营，定不会如此大意，留下这种破绽。人在那里，突然一道呼喊声传来，随即轰隆隆的脚步声瞬间传来。快走！林洛与沈清宁两人脸色大变，当即撒腿就跑。两人踪迹泄露，危机如乌云盖顶。此时的林洛与沈清宁飞快狂奔，身后的匈奴兵更是在吆喝声中挥舞着弯刀追击着他们。呼呼！林洛大口呼吸，尽管他已经感觉到自己身体达到了极限，可根本不敢松懈。快跟上！沈清宁一双长腿矫健飞奔，但他也察觉到了林洛的步伐正在缓慢，当即伸手抓住林洛的手大，喊了一声。林洛回头看了一眼越来越近的匈奴追兵，
照这样下去，两人都跑不掉。想到这里，林洛用力甩开了沈清明的手，大声说道：“就朝这个方向跑，薛红衣他们在前面接应，我留下断后。”说完话的林洛猛然停下脚步，弯着腰大口大口的喘息，争取最快速度恢复一点体力。你……沈清明变不汗珠的脸上一片愕然，在他看来，林洛此举显然是要用自己的命为他争取逃跑的机会。可即便心中升起感动，可他又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林洛丧命？毕竟林洛可是定北侯府沉冤昭雪的关键。你什么你，赶紧跑去跟薛红衣会合！眼见沈清明也要停下，林洛急得立马嘶吼。沈清明看着林洛脸上的坚决，一抹纠结在他脸上闪过，但随即便一咬牙转身就跑。他不会就这么丢下林洛，与其他们两人面对匈奴追捕，还不如赶紧与薛红衣会合，一起回来解围。看着沈清明飞奔而去，林洛也随即深吸了一口气，一只手也摸在了腰间的简易弩箭上。所剩不多的箭足让他心中一颤。放眼望去，匈奴追兵至少也有几十人，更别提争宠匈奴大营中源源不断出现的匈奴兵了。MD， 弄死几个算几个。林洛眯了眯眼，心里掐算着匈奴追兵的距离。突然，林洛抬手举着简易弩箭，拉开弓弦，手指一松，咻！箭足带着破风声瞬间激射而出。噗！跑得最快的一名匈奴兵瞬间倒地，不等匈奴追兵反应过来，咻声接连而起。每一支箭足都是精准无误地带走一名匈奴追兵。眨眼时间，林洛手里的箭足便已经消耗一空，甚至就连他手里的简易弩箭也因为连续使用，竹筒已经出现了破裂。杀！一名匈奴兵怒吼扑来，高举的弯刀在阳光下泛着冰冷的光芒。林洛也不迟疑，当即一把扔出手里的弩箭。啪！匈奴兵挥刀劈出，空中的弩箭瞬间一分为二。但同时，林洛也趁机扑出，如猎豹般迅猛的动作却让匈奴兵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讥讽。在匈奴兵的眼里，林洛此举无疑就是自取死路，只要他反手挥刀便能将其斩杀。可下一秒，在这名匈奴兵不可思议的目光中，眼前男子却赫然掷出了一把长枪枪头。完了！随着匈奴兵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念头，朝他掷出的枪头已经噗呲一声刺进了他的胸膛。操，还敢鄙视我？不弄死你都对不起我自己。林洛冷哼一声，刚刚匈奴兵的表情他可是看在眼里，随即弯腰拔出自己的枪头，却赫然看见其他的匈奴追兵已然冲了上来。林洛双眼微眯，反手握着枪头，眼底闪烁着凶狠的杀机，说道：杀一个赚一个，说不定老子还能穿越回去。然而就在林洛做好拼命准备的时候，身后却传来了一阵喊杀声。杀！林洛猛然一愣，回头看去，只见去而复返的沈清宁带着10几名女军卒正冲锋而来，在他身旁正是一身红衣的薛红衣。眨眼间，一群人便已来到林洛面前，与刚好追击上来的匈奴兵厮杀在了一起。沈清宁手中的弯刀如同死神镰刀，收割着匈奴兵的性命。薛红衣挥舞的长枪更是势如破竹，一枪一个透心凉。而其他的女军卒也是凶猛的一匹，毕竟她们可都是从女囚营中拼杀出来的，个个悍不畏死，手中武器挥舞的凌厉又迅猛。那些匈奴追兵很快就落入下风，丢下一具具尸体，仓皇而逃。别追，赶紧撤退！眼看有几名女军卒要冲出去追杀，林洛赶紧开口制止。匈奴大营里还有着源源不断的援兵，若是被纠缠住，到时候他们一个也别想跑。随着林洛话音刚落，一阵震耳欲聋的马蹄声轰然从匈奴大营传来。只见一队装备精良、戴着狼头帽的骑兵正从匈奴大营里狂奔出来。狼骑兵！薛红衣发出一声惊呼，其他女军卒包括沈清宁此时都是脸色巨变。很显然，他们很了解眼前出现的一队骑兵。快跑！随着沈清宁大喊一声，女囚营的所有人二话不说，立马转身狂奔。狼骑兵那可是匈奴最精锐的骑兵，不仅速度快，战斗力强悍，更是杀人如麻。所以在战场上，没有人愿意与狼骑兵交战。此时的林洛虽然一头雾水，但从沈清宁等人的反应就不难猜到，这个所谓的狼骑兵恐怕是很恐怖。当即林洛也不敢迟疑，深吸一口气，甩开膀子就飞奔了起来。但跑着跑着，林洛便感觉不对劲了。人的双腿又怎么能跑过4条腿的马？就这么埋头狂奔，恐怕等不了多久就要被身后的骑兵给包围。突然，不远处的一片树林让林洛看到了希望。快，跟我一起钻小树林！林洛当即招呼了一群女人，直接就朝着小树林狂奔而去。平地上谁也别想跑过马匹，可若是在树林里，马的机动性就要被大打折扣了。身后杀声和马蹄声渐近，谁也不敢放慢脚步。不过也正如林洛所想一般，当他们一个个如兔子般钻进小树林，紧追而来的骑兵也立刻停下了追击。小树林深处，在确认骑兵没有追来后，
一群人这才停下了脚步，坐在地上大口喘息。林洛躺在地上，大口呼吸的同时，感觉自己的太阳穴也在随着心脏急速跳动，双腿灌铅的感觉，还有身体的沉重，都让他清晰地明白身体已经超负荷了。这时，沈清明走了过来，坐在了他的旁边，黑色劲装下的饱满也在剧烈起伏。为什么要留下断后？你知不知道会死的？沈清明深吸一口气，扭头看向林洛，眼神闪烁着一抹复杂，显然还在对之前林洛留下断后的事情耿耿于怀。闻言的林洛脸上扬起一抹笑容地说道：总不能让你一个女人留下断后吧？再说了，我费尽心思救你出来，若你再被抓回去了，那我所做的一切不都白费了？沈清明心中微微一颤，虽然林洛看似说的轻描淡写，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个男人是在保护他。但不管怎么样，林洛依旧是他的希望，不能出事。所以沈清明极为严肃地看向林洛，沉声说道：以后不许这样，哪怕面临绝境，要死也是我先死。林洛嘴角勾起一抹笑容，但心里却并没有认同。休息好之后，一群人围坐在了一起，商讨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毕竟没有了女球营，他们所有人可都是无垠的浮漂。树林里，一群女人看似在商讨何去何从，但所有人却都将目光落在了沈清明身上。在他们眼里，沈清明不仅是他们的将军，更是他们的主心骨。此时的沈清明也是一副眉头紧锁的模样，带着人回北关城。可他们全是戴罪之身，到时候的下场恐怕也不会好。可若是不回北关城，那又该去哪里？一时间，沈清明心乱如麻，想不到任何办法。可随即，当他看见旁边保持沉默的林洛后，心里莫名的升起一个想法，或许他应该有主意。想到这里，沈清明当即便扭头看向林洛：你有什么想法吗？当沈清明问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一件事，他在依赖林洛了。林洛微微一愣，他也没想到沈清明会把这个问题丢给他。但此时他也并不准备推脱，毕竟目前而言，他们一群人也算是一个整体。我之前落脚的那个小村庄或许可以暂时落脚躲避，没人而且还算隐蔽，最主要的是村庄后面就是山林，就算有匈奴兵出现，我们也能第一时间躲进山林里。林洛的话让众人眼前一亮，毕竟现在有着一个落脚点，比什么都重要。好，就去那个小村庄。沈清明的脸上浮上了一抹笑容，当即拍板做出决定。随着他们一行人穿梭在树林里离开后，匈奴也对小树林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全是废物，10几个残兵都找不到，你们还有什么用？匈奴大营里，耶律烈愤怒咆哮的声音响彻营帐四周，营帐外的匈奴兵一个个瑟瑟发抖，而营帐里的人更是全都跪伏在地，不停高呼：大将军息怒，息怒！耶律烈目光阴沉地扫视着眼前跪伏在地的一群人，随即抬手指向一名身穿银甲的男子，沉声说道：呼延石，我给你3天时间，把这些人给我找出来。遵命，大将军。呼延石虽然心里无奈，但也立马右手握拳捶胸，接受了命令。毕竟他身为耶律烈麾下左将军，该做出表率的时候必须要做出表率。然而就在这时，一名身穿袍子体型肥胖的男子却主动上前：大将军，粮草因大火损失过半，恐怕已经影响到了军队的维持。损失这么多？闻言的耶律烈猛然皱眉，30万大军驻扎于此，粮草可是重中之重。当即他也将目光落在了男子身上。木木图，你身为军需官，此时应该由你想办法解决吧？没错，这名肥胖男子正是木木吉的军需官叔叔。大将军，黄庭调拨粮草也许10日，一时半会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除非……木木图微眯着眼，抬头看向耶律烈说道：大前边军能够提供粮草支持。耶律烈顿时深深地看了一眼木木图，瞬间明白了木木图的心思。与其辛苦四处筹措粮草，不如让边军送。毕竟现如今边军哥还欠着他们10万担粮草呢。给边军传信，粮草翻倍，3日内送达。当即耶律烈便命人给边军传信，但为了保证边军的人不敢拒绝，他又多增加了一句话，告诉他们若是不给，兵临城下。随着耶律烈发话，身为军需官的木木图心里悬着的石头也落了下来。随着离开中军营帐，木木图悠哉悠哉地朝着自己的营帐走去。一路上他脸上的喜悦根本藏不住，因为只要大前边军的粮草送达，那他私藏的几万担粮草就能平稳收入囊中，过段时间悄悄送回部落，然后卖给其他部落，就能赚取大笔银子了。就在木木图满心欢喜的时候，旁边一座营帐里的喧闹声立马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一群兵卒正拥在一起赌钱喝酒，然而其中一道熟悉的声音立马就吸引了他的目光：来来来，压大压小，这把我坐庄！听见声音的木木图当即怒火上冲，张口怒吼一声：木木吉，滚出来！随着声音落下，营帐里立马连滚带爬的跑出来一个人，正是靠着满嘴湖州升任百夫长的木木吉。叔，
你怎么来了？木木急满脸谄媚笑容的走上前，而且还十分主动的捧着一堆银子递上前的说道：今晚手气好，小赢了一点。木木图皱眉看了一眼面前的银子，虽然只有区10几两，但他却也伸手抓在了手里。玩归玩，动静小一点，若是让大将军知道了，你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木木图看着自己这个远房侄子，语重心长地提醒着。是，小侄明白。木木吉满脸顺从，但心底却是十分不忿。有着亲戚关系，居然对他照样吃拿不误，简直就是没有人性。大将军现在十分恼怒今日闯营的人，你现在也是百夫长了，而且你又见过那人，明日也带人出去搜寻，若是被你小子抓到那人，嘿，你就等着享福吧。木木图吩咐地说着，但其实这也有他的一点小九九，若是当真让木木吉抓到人了，他也自然少不了一份功劳啊。听见这话的木木吉顿时一个头两个大，急忙说道：叔，我还是留在大营守卫。放屁，明日就给我带人出去找。不等木木吉说完话，他叔叔木木图便立马怒声呵斥了他。眼看不能拒绝，木木吉只能无奈答应，不过他心里却想着，到时候随便找个地方转一转，能够交差就行。夜幕降临，林洛一行人也终于抵达了小村庄，依旧是上次的那个院子，随着篝火升起，一股暖意也驱散了夜晚的凉气。但此时的林洛却坐在角落，一双眼睛盯着某处地方，陷入了沉思。上次他可是在这个院子里袭杀了几名匈奴兵，可现在院子里那些匈奴兵的尸体却不见了，就算是被什么动物啃食叼走了，那也多少应该残留痕迹吧。可刚刚林洛愣是没有发现一点残留的痕迹，所以林洛的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那就是这个小村庄恐怕并不是没有人。怎么了？沈清宁走过来，将手里的水袋递给了林洛，然后很自然的就坐在了旁边。林洛接过水袋，一边喝水的同时，一边压低声音的说了一句：这里恐怕还有其他人。沈清宁神色突变，当即就要起身，但却被林洛悄然拉住了手。淡定点，别慌。林洛依旧压低声音的说道：这些人隐藏在暗处，指不定正盯着我们，暗中告诉其他人保持警惕就行了。敌人在暗，他们在明，与其让这些人隐藏着，不如将他们给引出来。沈清宁也不愧是一营主将，当即就反应了过来，表面上也恢复了平静。不过林洛却发现沈清宁在暗中打出了几个手势，而那些本在忙碌中的女军卒神态上立马就有了变化，看似松懈，实则每个人的眼睛都隐隐藏着一份警惕和戒备。看见这一幕，林洛心中也是一片讶然，这要是放在现代，这群人妥妥是特战精英啊。将军，干柴不多，我去外面找找。薛红衣丢下手里寥寥无几的干柴，看似随意的说了一句，但话语中其实是在告诉沈清宁，院子里并没有什么发现。沈清宁也是会意的点了点头。闻言的林洛却是心中一动，若他是暗中之人，必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落单的人。我随你一起去吧，多个人也能多找点回来。沈清宁看着主动请缨的林洛，微微一怔，原本他是想跟随的，但既然林洛提出来了，他也只能开口叮嘱了一声：小心点，别走太远了。两人点了点头，随后一同走出了院子。寂静的村庄里，两人的脚步声显得格外清晰，但随着两人一圈走下来，却依旧没有任何发现。不应该啊！林洛眉头紧皱，四周一片破旧和荒凉，完全看不出有人活动的痕迹。可为何那几名匈奴兵的尸体却又消失得那么干净？没痕迹不代表没有人，或许这些人十分擅长隐藏。薛红衣在一旁面色十分凝重，毕竟像这种十分擅长隐藏的对手才最让人头疼。先回去吧。林洛深吸了一口气，既然摸不到对方的踪迹，那就等这些人主动出来。两人随即朝着小院走去。安静的环境下，薛红衣轻柔的声音响起：林洛，我能求你一件事吗？林洛面带狐疑的看向薛红衣，疑惑的说道：薛统领直说便是，我能做到绝不推辞。对于薛红衣，林洛多少也有些了解。定北军将领之女，可惜在她出生后，父母皆战死沙场，随后便被定北侯沈千钧带回了侯府，与沈清宁一起长大。后面定北侯府遭难，她也自然受到了牵连，随着沈清宁一同被送进了女囚营。若哪天发生意外，你一定要带着将军活下去。薛红衣停下脚步，俊俏的脸上尽是一片认真的表情。此时的林洛也是极为意外的盯着薛红衣，但同时也让他真实的感受到了薛红衣的那一份忠心。放心吧，我会尽全力去避免那一天意外的发生。林洛脸上露出了一抹坦然的笑容。可就在这时，两人却突然神色一凛。薛红衣缓缓举起了手中长枪，林洛也从怀里掏出了枪头。只见四周的黑暗中，几道身影出现，刀光闪动。老鼠终于出现了。林洛眯着眼，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别大意，小心被老鼠咬一口。薛红衣双手握长枪的提醒着。突然，
两道身影窜出，寒光四溢的长刀分别朝着薛红衣劈来。砰的一声，就在身影刚刚靠近之时，薛红衣猛然挥出一枪，狠狠地抽在了对方的身上。另一边，林洛手中枪头叮的又一声挡住了迎头劈来的长刀。此时的林洛才看清眼前的身影模样，20多岁的年龄，身穿黑色皮甲，特别是那双杀气腾腾的眼睛，十分瘆人。你们是何人？林洛厉声大喝。外来人，滚出村子，否则死！两人对视一眼，随即收力后退，显然这是一次对林洛他们的警告驱赶。林洛挑眉，目光审视地看着两人，穿着打扮还有身上散发的气势，让林洛猜出了两人军族的身份。不过他是见过边军所穿的棕色皮甲，可眼前两人身上的却是黑色皮甲。就在林洛为此疑惑的时候，旁边薛红衣却发出了一声惊呼：你们是定北军！闻言的林洛顿时大吃一惊，定北军随着定北侯府的覆灭便被遣散的遣散，哪怕有些人留下了，可也被收编进入了边军。着了怎么会出现定北军的人？你是何人？薛红衣的惊呼让两人顿时表情大变，其中一人十分警惕地开口质问：定北侯府，薛红衣。随着薛红衣坦言身份，两人皆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可随即两人猛然转身拔腿就跑，眨眼间两人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走，快回去告诉将军。薛红衣的脸上有疑惑，更有着一抹激动，毕竟谁也不会想到在这小村庄里居然隐藏着定北军的残兵。两人返回院子，薛红衣便迫不及待地将此事告诉给了沈清宁。果然沈清宁一听村里有着定北军的残兵，脸上立马就扬起了一抹激动。与此同时，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院子里倒塌的房屋中响起，当即沈清宁一抬手示意所有人戒备。尽管猜到应该是定北军的残兵出来了，但该有的警惕却并没有减少。这一点也充分表明了沈清宁是一位合格的将军。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倒塌的房屋里缓缓走出一个中年男人，面色肌黄，那一道从眉骨至嘴角的刀疤仿佛要将他的脸一分为二。小姐，真的是你！男子大步走出，魁梧的身体在剧烈的颤抖中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属下秦钟见过小姐。沈清宁浑身一颤，脸上尽是一片惊愕的不可思议。秦叔。只见沈清宁立马快步上前将其扶起，声音带着激动和哽咽地说道：秦叔，你怎么会在这里？当年你不是已经被匈奴杀害了吗？眼前的秦钟正是沈清宁父亲定北侯沈千钧的一名亲卫，当年在知道秦钟战死沙场后，沈清宁还为此伤心了好一段时间。小姐，当年属下随同侯爷率领大军关外抵御匈奴，可后方送来的粮草却被人动了手脚，10万大军的粮草全被掺了沙土，将士们食不果腹，这才导致定北军大败。面对匈奴包围，属下率领亲卫营将士断后，虽然命大活了下来，可却也得知了定北侯府被下旨抄家，所以我便带着人在外蛰伏了起来，希望能够等到为定北侯府报仇雪恨的那一天。秦钟满脸苦涩和愧疚，毕竟镇北侯府出事的时候，他完全无法出手相助。此时的沈清宁眼眸中泪光闪动，绝美的脸上尽是震惊和悲愤。当年定北军战败，朝堂定论是父亲沈千钧通敌叛国，指挥不力，却从未有人提及粮草被动了手脚。这背后的阴谋显然是有人蓄意为之，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定北侯府，覆灭定北军。粮草是被谁动的手脚？沈清宁的声音带着颤抖，紧握的双拳指节泛白，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这些年他被困女囚营，根本无法查线索，自然并不清楚当年到底是谁在暗中主导这一切。秦钟脸上闪过一抹狠戾，咬牙道：当年负责押送粮草的是边军后勤营，具体是谁从中作梗，属下追查多年却始终没有确凿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事必然与边军脱不了干系。边军？一旁静静听着的林洛微微蹙眉。据他所知，以前有定北军存在的时候，边军只不过是一支毫不起眼的防守军队，直到定北军覆灭之后，边军这才崛起，成为了镇守大前北境的强大战力。如今看来，定北侯府的覆灭与边军有着极大关系，就算不实主导，但也肯定从中协助秦叔。这些年你一直带着定北军的残部藏在这里，辛苦你了。沈清宁强压下情绪，目光扫过倒塌房屋的方向，那里隐约还能看到几道隐蔽的身影。秦钟点头，神色黯然，语气中带着愧疚地说道：属下无能，这些年只能带着几十名弟兄在这边境村落蛰伏，一边躲避追查，一边暗中搜集证据。原本以为定北侯府的冤屈这辈子都无法昭雪，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小姐您。话音落下，秦钟当即转身对着倒塌房屋的方向大喊了一嗓子：弟兄们，出来见过小姐。没一会，一道道身影便从倒塌的房屋里走了出来，他们个个衣衫破旧，面色饥黄，却眼神坚毅，腰间或多或少都别着武器，
有的是锈迹斑斑的弯刀，有的是磨得发亮的短刀。属下见过小姐。10几人齐声跪地，声音沙哑却充满敬意，不少人的眼中甚至泛起了泪光。这些人都是当年定北军的老兵，对定北侯府有着极深的归属感，见到沈清宁就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沈清宁看着眼前的残部，心中百感交集。当初的定北军那可是威风凛凛，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都起来吧。沈清宁深吸一口气，上前将所有人一一扶起，随即沉声说道：有你们在，我相信不仅能够为定北侯府洗刷冤屈，更能够在以后让定北军的战旗飘扬起来。这一刻，沈清宁心中有了一个决定，无论如何他也要重新竖起定北军的战旗，让那些构陷定北军的人害怕，让大前朝廷为当初的荒唐决定而后悔。嗨嗨，我问一下，之前这里的匈奴兵尸体是不是你们处理了？林洛这时看着一群定北军的人沉声问着，毕竟匈奴兵尸体的消失一直萦绕在他心头，若不是眼前这些定北军的人处理了，那就证明还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死了几名匈奴兵，早晚会引起匈奴大营的注意，到时候这里可就不是什么安全之地了。小姐，这位是？秦钟面色狐疑地看向林洛，他叫林洛，是我的人。沈清宁微微一怔，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介绍林洛，只能面色微红，模棱两可地说了一句。当然了，秦钟自然也看出了自家小姐脸上的异样，目光一番打量，表情带着细微古怪的看着林洛，点了点头。是我们处理了的，毕竟这里不时有着匈奴兵出现，被发现了也会增加暴露我们藏身地的风险。闻言的林洛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可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凌乱的马蹄声，立马便引起了所有人警惕。紧随着一声声匈奴的吆喝声，立马让所有人脸色大变。快灭篝火，随我进地道。秦钟立马招呼着众人朝着倒塌的房屋走去，而薛红一则立马带领着几名女军卒将院子里的篝火痕迹彻底打扫。地道，林洛微微挑眉，果然如他所猜，这里有着地道。然而当林洛随着一同进入地道后，也不得不被眼前的地道给震惊了。各种坑道、透气孔应有尽有，并且还能随时观察外面的风吹草动。难不怪之前他虽然察觉到了异样，可就是找不人，原来全都是躲在地道里暗中观察着他们。这一瞬间，林洛仿佛找到了那种抗战时期地道战的感觉。随着所有人进入地道后，每个人都自觉地保持了安静，生怕发出丝毫响动引来匈奴。此时的村庄外，一队匈奴举着火把，如同一条火蛇。怎么是这里？领头的匈奴兵正是木木吉，看着眼前的村庄，他的眼角忍不住一阵抽动。毕竟前日他可就是在这里被人给活捉了，运气不会这么差，又遇上那个瘟神吧？木木吉强行吞咽了口水，随即挥了挥手，冲着手下吩咐了一句：去把这里给我仔仔细细的搜查一遍。虽然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会那么差，但他还是谨慎的让人先去村庄搜查一遍。原本木木吉是想着明日带队出来寻找，做样子随便转悠2圈交差，可没想到连夜就被他叔叔给强行驱赶了出来。可没想到这一转悠居然就转悠到这里来了。很快一队匈奴兵就轰轰烈烈的将整个村庄里里外外的搜查了一个遍。回禀大人，并无任何发现。随着一名匈奴兵返回禀报，木木吉这才彻底放心了下来，当即便吩咐了下去：今夜在此休息，明日再继续寻找。木木吉带着匈奴兵大摇大摆的就进入了村庄。看着近在咫尺的那一处院子，木木吉当真是记忆深刻。大人，此处院子很适合休息。一名匈奴兵在旁边轻声提醒着。木木吉深深的看了一眼院子，心中多少还有点发怵，但在一番犹豫后，还是果断做出了决定。行，就住这里，不过命令所有人提高警惕，必须安排人不间断巡逻。毕竟这院子地处村庄边缘，若有意外发生，也能第一时间组织队伍形成战斗力。而且这一次他可是带足了人手，多少还是有些底气。当即木木吉便带着手下大步走进了院子，气势高昂，派头十足。想着前日他来这里还是一个小兵，没想到一晃眼便已经是一位统领100人的百夫长了。真是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啊。地道里10几双眼睛透过观察孔暗中注视着外面的情况。咦，一道刻意压低的惊呼声从薛红衣口中发出，随着众人狐疑的看向他，他也立马压低声音的解释着，这人是之前被林洛抓住的俘虏。此时的林洛也是微眯着眼，当看见这名曾被他抓住过的匈奴兵出现后，他也是有所震惊。看样子那场爆炸不仅没有炸死他，反而还升官了，身上穿的可不是普通匈奴兵的皮甲，而是铁甲。在匈奴军中，普通军族穿皮甲，百夫长为铁甲，千夫长为铜甲，再往上便是银甲偏将和金甲将军。与此同时，薛红衣忍不住小声提出了建议，这人就是一个怂包，要不我们冲出去再抓他一次，问问情况。
当即周围的这些女军足立马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也让旁边的秦钟顿时脸色变了变，立马开口阻止：“切勿轻举乱动，外面这可是一个满编的100人小队，且不说你们能不能成功，万一放走一个，恐怕就是大规模的匈奴兵蜂拥而至。”秦钟在一旁神情紧张，仿佛生怕这群人冲动，不顾一切地冲出去与匈奴大战300回合，急忙说道：“这地道通向后山，那边可还有老百姓，千万不能让这里暴露了。”听见此话，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微微一愣。秦叔，匈奴肆虐，北关以外的城镇都被匈奴扫荡了数次，怎么会还有老百姓？沈清明表情十分诧异地询问着。唉，秦钟微微叹了一口气后，这才娓娓道出：有能力的自然早就拖家带口的离开，没能力的便只能进入山林寻找生路。别看现在北关之外四处荒凉，可在山林深处还有着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闻言的众人脸上皆是一片凝重，为了山林中的老百姓，他们绝不能为此冲动。趁现在没有引起这些匈奴兵察觉，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秦钟谨慎地提醒着，毕竟这么多人躲藏在这里也是一种风险。然而就在此时，林洛的突然开口说了一句：“我想找他聊聊。”林洛的话直接让所有人为之一愣，秦钟当即便提出了反对：“小子，想表现自己也要分清楚利害关系，莽撞行事只会害了我们所有人。”此时此刻的秦钟脸色极为不好看，在他看来，眼前这小子无非就是想要在自家小姐面前表现自己。林洛抬眼淡然地看着秦钟，轻笑了一下：“我们前脚刚到这里，后脚就有匈奴兵出现，难道不该搞清楚为什么吗？”莽撞可与林洛斯毫不沾边，他有如此想法完全是出于谨慎，若是能搞清楚匈奴兵为何会前后脚的出现，对于后面他们的隐藏才能去规避这种危险。肯定是你们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所以才会引起匈奴兵追踪过来。秦钟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所以啊，我想搞清楚。”林洛点头说：“这。”随即将目光转向了沈清明。毕竟不管怎么说，此时的沈清明也算如今的领头人，若是他不赞同，林洛只好选择孤身留下，让他们先行离开。有把握吗？沈清明短暂的沉默后，轻声询问了一句。林洛点了点头道：“放心吧，对付他我有经验。”那好吧，你去试一试，若情况不对，立刻撤离。沈清明深吸了一口气，选择了相信林洛。不过同时他也在心里做好了决定，一旦林洛出现意外，他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林洛。你们，秦钟在一旁看着，重重的无奈叹气。很快，林洛便顺着通道悄无声息地钻了出去。红衣，一会林洛若有危险，立刻冲上去救他。地道里，沈清明也立马扭头看向薛红衣，吩咐了一句，随即便有看向旁边的秦钟说道：“秦叔，安排人做好准备，若出现意外，等我们救下人之后，第一时间破坏这里。”看着沈清明有条不紊地做出部署，秦钟的心里尽管十分不赞同，但也只能听命行事。倒塌的房屋里，林洛将自己的身体尽可能地隐藏在阴影中，静静地注视着外面院子里的匈奴兵。他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够悄无声息就能拿下对方的机会。与此同时，院子里的匈奴兵已经升起了篝火，正肆意地喝酒吃肉，丝毫没有察觉到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们。时间慢慢流逝，刚喝了一大口酒的木木吉突然一阵尿意来袭，抬头环顾了一圈四周后，便晃晃悠悠地起身，朝着倒塌的屋子走去。躲藏在阴影中的林洛顿时精神一振，立马屏住呼吸，悄然地拔出了腰间的枪头。他等的机会来了。此刻丝毫不知危险降临的木木吉晃悠地走进屋子，解开裤腰带便是一阵水流声。可他却并没有发现，身后的阴影中一道身影正悄然地朝他走来。水流声停止，就在木木吉抖着身体时，后颈突然遭受重击，不等他发出丝毫声音，一只手便已经捂住了他的嘴。别出声，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冰冷的声音让木木吉如坠冰窖，脖子上传来的冰冷感觉更是让他惊恐得不敢有丝毫异动。别杀我！木木吉胆小怕死的一幕再次出现，浑身抖得像筛子一样。转过身，在林洛冰冷的命令下，木木吉不得已慢慢地转过身。可当他看见身后之人的模样后，顿时浑身一僵，微醺的酒意也瞬间清醒了。你！木木吉满脸震惊，眼前这人不就是前日活捉他的那个瘟神吗？流年不利啊！木木吉的心底充满了慌乱，心底升起一片绝望。难道这就是宿命的纠葛？我终究还是躲不掉这个瘟神吗？林洛看着木木吉脸上的震惊和恐惧，忍不住咧嘴一笑地说道：“看样子你还记得我啊？”记得。木木吉立马急忙点头回应，满脸对着一种讨好的笑容说道：“别杀我，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小命，木木吉立马开口做出承诺。虽然此时外面有着他手下的匈奴兵，
可此时的木木吉完全生不起一丝反抗的念头，毕竟现在他的小命可在林洛手里，一不留神小命可就没了。林洛也不啰嗦，冷声问道：“你们为何会来这个村子？”巡逻，奉命出来巡逻，刚好走到这里，准备落脚休息。木木吉也不傻，这个时候他可不敢说是专门出来搜捕林洛。林洛闻言，眼底闪过一道厉光，质问道：“那你为什么偏偏选这里？北关之外村庄不少，不可能这妖巧合吧？”木木吉紧张的狂吞口水，急忙做出解释：“巧合，真就是巧合。”此时的他心里也是一片郁闷，要是早知道这个瘟神还在这里，打死他也不会选择来这里落脚休息。林洛狐疑地盯着对方，从对方的神态和解释，看来这还真是一颗巧合。不过他也并没有彻底放心，毕竟信自己得永生，信别人死得早。那说说你们匈奴大营有没有什么动静？动静？木木吉微微一愣，随即像是想起什么一样，立马开口说道：“粮草。对，就是粮草。就这2天，你们大前边军就会给我们送来粮草。”边军给你们送粮草？林洛心中一凛，脸色十分阴沉地追问道：“边军为何要给你们送粮草？”果然不管什么地方，那间永远不会少。这和你有关。木木吉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林洛，随即继续说道：“你一把火烧了火油，然后把粮草烧毁了一半。大将军为此大发雷霆，当即就给你们边军的人传信，要把上次攻打女囚营的粮草翻倍，若3日不送到，便兵临城下。”上次攻打女囚营，这一瞬间林洛心中瞬间明白了，难不怪上一次匈奴会那么猛烈攻打女囚营，原来这其中还有着边军内奸的关系。只不过为何边军里的内奸这么想要覆灭女囚营呢？你知道边军是谁在与你们大将军联系？林洛问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虽然他清楚这种信息在匈奴里面肯定也是绝密，可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瞧一个小人物，指不定小人物就能发出大能量。不知道。木木吉急忙摇着头，目光忧郁地看着林洛：“大哥，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我一小兵怎么可能知道这种秘密？”随后林洛又继续询问了几个问题后，便将木木吉脖子上的枪头收了回来。“你走吧。”林洛并没有选择杀掉对方，通过2次接触，像这种贪生怕死又胆小的人，自然可以好好的留着。听见这话的木木吉顿时如释重负，立马转身就往外跑。等等！突然林洛的话让木木吉身体猛然僵在了原地，满脸哭丧表情的缓缓转过身，带着一种祈求目光的盯着林洛：“大哥，放过我，以后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看着对方的模样，林洛都差点被逗笑了。如此胆小怕死，也算是达到了一个境界。“你叫什么名字？”林洛还并不知道对方叫什么，以后就算对方反水了，他也好知道对方的身份吧。“木木吉，大哥，我叫木木吉。”木木吉立马毫不犹豫的就报上自己大名。闻言的林洛脸上扬起了一抹笑容：“木木吉，你记住了，若是敢透露出这里的丝毫线索，可就别怪我去你们匈奴大营散播你与我合伙烧毁火油的事情。”林洛想了想，还是要给木木吉一个小小的警告。听见这话的木木吉顿时表情如吃了屎一样难看，毕竟就这么一个把柄，他以后恐怕只能乖乖听话了。随着木木吉离开后，林洛也立马回到了地道。“怎么样，问出什么了吗？”看见林洛回来，沈清宁立马上面询问。然而林洛却示意安静，同时也立马透过地道的观察孔注意着外面的情况。不怕1万就怕万一，若木木吉转身就带兵冲进屋子，他也会立马带着人撤离。好在木木吉并没有轻举妄动，只是一个人愁眉苦脸的坐着。林洛放心后，这才转过身说道：“这群匈奴兵来到这里只是巧合，不过现在匈奴大营粮草短缺，正在逼迫边军送粮草，不然就要兵临城下。边军给匈奴送粮。”众人闻言皆是脸色大变，大前与匈奴可是宿敌，边军怎么能送粮助敌呢？然而紧随着林洛又丢出了一个炸弹：匈奴攻打女囚营，也正是边军中有人指使，拿出了10万担粮草与匈奴交易。什么？沈清宁和薛红衣还有10几名女军卒皆是无比震惊。匈奴攻打女囚营，他们从未想过其中还有边军中的人指使。谁？沈清宁咬着牙，绝美的脸上尽是一片杀机。不知道。林洛轻轻摇了摇头，但在他心里也很清楚，能与匈奴勾结，并且还能轻易调动粮草送出北关城，恐怕这个人在边军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或许我知道这个人是谁。秦钟突然的开口，立马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只见秦钟的脸上闪过一抹悲愤和杀机后，缓缓开口说道：“原定北军监军，现在的边军监军赵真玉。”监军赵真玉。沈清宁眉头紧蹙，对赵真玉这个名字他可是再熟悉不过了。与此同时的林洛也是微微皱眉，对于赵真玉这个名字，他也有着一种莫名熟悉，而这种熟悉是来自于原主的记忆。这么多年，我带着兄弟们四处调查，
虽然没多少收获，但是各种线索都证明着当年定北军大败，还有粮草减半供给都隐隐与监军赵真玉有关。秦钟深吸了一口气，将自己所调查到的一些线索说了出来。气氛在这一刻凝重了几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赵真玉这个名字在边军中有多大的分量。若这个人当真就是赵真玉，那可就麻烦了。这个消息就像一座巨石压在了所有人的心上，让他们都有着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此时的林洛猛然惊醒，看着众人死气沉沉的样子，顿时心中咯噔了一下。若所有人都保持这种状态，恐怕就离覆灭不远了。怎么了？就算对方真是监军赵真玉，就算他权势滔天，又能怎样？别忘了，我们可是在北关之外，边军的手可伸不到这里。林洛拍了拍手，视线环顾了一圈所有人后，继续说道：我们当务之急并不是去恐惧敌人的强大，而是徐徐图之的壮大自己。若我们有着足够的实力，还会去恐惧吗？对，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被敌人给吓唬住，我们要壮大起来，要让定北军的军旗再次飘扬在这片土地上。率先惊醒过来的沈清宁第一时间发动助攻，但同时他的心底也升起了一丝后怕。若不是林洛的一番话让他醒悟过来，恐怕他心中的斗志也会因此被消磨掉。与此同时的北关城里，赵真玉正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的正是一封来自匈奴的密信。胃口真大，粮草说翻倍就要翻倍。赵真玉紧攥着手里的密信，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容。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此时的赵真玉已经处于暴怒的边缘。然而仅仅眨眼过后，赵真玉却又恢复了平静，随手将密信烧毁后，便沉声地吩咐了一声：准备20万石粮草给他们送去。赵真玉深吸一口气，抬头望着窗外，目光幽森。他选择忍气吞声的妥协，并不是代表他害怕，而是他的任务还没完成，需要这些匈奴人。地道里压抑的气氛随着林洛与沈清宁的一番话被彻底打破，众人眼中沉寂的斗志也再次被点燃。秦钟看着眼前的场景，心中对林洛的偏见也渐渐消散。他原本以为林洛只是个想在沈清宁面前表现的毛头小子，却没想到对方不仅有勇有谋，还能凝聚人心。就凭这份能力，当年定北军中的一些人也未必又如此优秀。果然，小姐与侯爷一样独具慧眼啊！想到这里，秦钟也仿佛做出了某种决定一般，上前走出一步，对着林洛抱拳而言：之前是秦某鲁莽，多有得罪，还望林兄弟海涵。接下来，秦某和定北军的弟兄们愿听小姐和林兄弟的安排。佩服归佩服，但此时的秦钟却依旧保留了一个心眼，口中虽说愿听从安排，不过他可是把沈清宁这位定北侯府大小姐放在最前面的。若是遇到什么关键时刻，他肯定是毫不犹豫听从沈清宁的命令。林洛笑了笑，并没有在意这些细节，反而摆手道：秦将军言重了，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不必分彼此，当务之急是要做出一番规划。说完话的林洛随即目光扫过众人，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悄悄发展。闻言的秦钟立马就接过话说道：林兄弟这点不用操心，村庄后面便有一处山谷，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出入口还十分隐蔽，现在里面就生活着数百名老百姓。好，那就定在那里。林洛当即拍板做出决定，随即继续说道：其次便是提升实力，这个实力不仅仅是各位的自身实力，还有兵力，所以我需要人出去寻找其他隐藏起来的流民百姓，将他们全部汇聚过来。这也没问题，附近100里的哪里有流民，我们一清二楚，这件事交给我们就行了。秦钟立马主动揽下了这个任务，但随即他却不由得皱起了眉地说道：现如今山谷里的粮食本就有些捉襟见肘，若是再吸引来流民，恐怕粮食将会成为大问题。粮食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林洛不可否认的点了点头，但随即他的脸上却露出了一抹淡笑的说道：可眼下就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粮草丰足。闻言的沈清宁秀眉一挑，当即就猜出了林洛的想法：你要打边军送给匈奴这批粮草的主意。没错，只要我们拿下这一批粮草，不仅能够让我们短时间内不用担忧粮草短缺的问题，更能打击到匈奴和边军中的叛徒。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是林洛心血来潮想出来的，而是刚刚从木木吉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就已经升起了这个想法。毕竟想要在边军和匈奴之间的夹缝生存，兵强马壮才是基础，所以粮草自然就是重中之重。可我们若是夺走这批粮草，不亚于虎口夺食啊，到时候肯定会引来匈奴的猛烈反扑。秦钟皱眉不已，虽然粮草很诱人，可风险也很高啊。风险肯定是有，不过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风险放在自己身上呢？林洛嘴角微微勾起，眼底闪过了一抹狡黠的说道：到时候只要我们在不经意间留下指向边军的线索，就让他们去狗咬狗吧。听着林洛的一番计划部署，众人皆是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不仅能够解决眼前的困境，更是为长期发展做出了打算。说完话的林洛冲着沈清宁点了点头，示意他来补充安排。不
不管怎么说，目前沈清宁才是这群人的主心骨，而且林洛也没想过顶替沈清宁的地位。随即林洛寻了一处角落坐下，一整天的高强度运动早已让他疲惫不堪。闭上眼的他这一刻十分怀念一样物品，香烟。若是这个时候能够点上一支烟，那才快活啊！吞云吐雾间的淡淡烟草味令人心旷神怡。不过在怀念中，林洛却也陷入了沉思。随着匈奴攻打女囚营有着边军之人参与，他的心底就一直有这一颗怀疑，早不打晚不打，偏偏是他刚刚被送进女囚营，这其中会不会有着什么关联呢？原主被莫名其妙构陷，然后送入女囚营，随后边军中就有人拿着10万担粮草联系匈奴进攻女囚营。这一切看似没问题，但林洛却始终觉得更像是环环相扣的阴谋。监军赵真玉，或许这一切的疑惑都得在他身上才能解开。另一边，沈清宁也并没有过多言语，不过却再三强调了一句，那就是听从林洛安排和调遣小姐。这个林洛当真可靠吗？就在沈清宁说完话之后，秦钟便走上前小声地说了一句。看着自家小姐对林洛如此信任，秦钟的心里也不免有着一丝担忧，毕竟不是自己人，如此信任，若以后有二心，恐生祸端啊。秦叔，信任他或许才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沈清宁自然也看出了秦钟的担忧，他对林洛的信任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初的时候，他对林洛也不过是一种利用的想法，不过随着这2天所发生的一切和以他对林洛的了解，他心中的观点也在发生变化。小姐，我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秦钟并没有因为沈清宁的2句话而盲目相信，他需要一个能够让他认可的理由。闻言的沈清宁短暂的沉默片刻后，便压低声音的说了一句，秦叔，你好好看一看他像谁。随着沈清宁的话音落下，秦钟自然也将目光转移到了林洛脸上，容貌俊俏，剑眉星目，若是能够打扮一番，定然是一位翩翩公子。但随着细看，秦钟疑惑的脸上渐渐化为了震惊。他，秦钟结巴了，脸上尽是一片不敢置信的表情。在他的脑海里，林洛的面容与那一张威严的面容逐渐重合，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随即从他脑海中闪现。秦叔，这下明白了吧？沈清宁看见秦钟脸上的表情，自然知晓他看出来了。当即秦钟不停点头，甚至就连呼吸也都急促了几分。小姐，可是他并不是已知的几位皇子啊。秦钟脸上的表情在震惊与疑惑中不停变换交替，或许是意外呢。沈清宁深吸了一口气，说出了一个他也十分认可的理由。意外？秦钟微微一愣，随即一脸恍然大悟的点着头，认可的说了一句，没错，很有可能就是意外。夜晚的地道里寂静无声，除了放哨的人之外，其他人全都坐在地上进入了休息。然而此时的林洛却缓缓睁开了眼，身体虽然疲惫，但心中萦绕的一件事让他久久不能入眠。计划虽然都已经安排好了，可真要实施起来可并不轻松啊。特别是想要从匈奴人手里劫走粮草，人数就是一个最大的困难。毕竟匈奴派出来接收粮草的人数肯定不会少，而他们这边女军族加上镇北军残兵总共不到30人，人数悬殊太大，一时间让林洛也有些犯难了。唉，林洛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然而这却惊醒了在他旁边休息的沈清宁。怎么了？沈清宁睁开眼，在看见林洛紧皱的眉头后，不由得疑惑问着。人少，抢粮计划恐怕很困难啊，就算成功也会付出很大代价。林洛并没有隐瞒，坦然地将自己心里的担忧说了出来。闻言的沈清宁也皱了皱眉，其实这个问题他早已想到了，只不过是见林洛的部署安排很全面，便没有提出来，要不抢粮计划先停一停，等我们积蓄足够实力再做打算。然而林洛却摇了摇头，沉声说道，我们想要继续实力，吸引附近的流民壮大，足够的粮食才是最关键的保障，所以抢粮计划必须实行。沈清宁陷入了沉默，这个道理他又何尝不明白呢？然而就在这时，旁边却传来了秦钟的声音，小姐，林兄弟，既然不能硬取，那我们不如智取。不远处的秦钟依旧保持着老将的警惕，当林洛与沈清宁2人交谈的时候，他就已经清醒了。如何智取？闻言的林洛立马扭头看向秦钟。下药。秦钟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随即从怀里摸出了一小把枯草，说道，这是附近特有的一种草，因燃烧出现的烟雾能够让一个人沉睡1天，所以被附近的百姓称为是睡草。没错，这种草贼厉害，上次我们被一队匈奴兵围困，就是靠点燃这草将匈奴兵全部迷晕了，才得以逃脱。旁边一名定北军老兵这时候也醒来，开口证明着。此时的林洛也瞬间来了精神，当即从秦钟的手里接过枯草，仔细端详后放在鼻子前闻了闻，一种淡淡的草药味，既不刺鼻，反而闻着还挺柔和。要不试一试？林洛挑眉地看向秦钟，毕竟眼见为实，
若他不亲眼看一看这种草的威力，对后面实施计划时也不好安排。试一试。这里，秦钟猛然一愣，满脸古怪地盯着林洛，心想着，这小子该不会是想把我们全给迷翻吧？外面现成的匈奴兵，正好看看效果。林洛的脸上扬起一抹坏笑，这也让秦钟瞬间恍然大悟地笑了。两人说干就干，没一会，秦钟便从定北军的这些老兵身上收集好了一大把枯草。这种枯草很有效果，所以定北军的这些老兵身上都会多少带上一点。随后，林洛与秦钟两人悄无声息的就钻出了地道，两人躲藏在阴影里，目光紧盯着外面的匈奴兵。除了几个放哨的匈奴兵，其他的匈奴兵都是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呼呼大睡。这草药捂着烧，烟雾越浓，效果越好。秦钟说着话的同时，将手里的是睡草分成了2捆，分给了林洛1捆。林洛点头，接过枯草后，躲在一处墙角，用火折子将其点燃。随着枯草点燃，林洛将其小心翼翼地丢在了房屋门口的角落里。一股白色的烟雾缓缓升腾，带着柔和的草药味，在黑夜中悄无声息地飘散了出去。这一刻，林洛和秦钟两人都屏住呼吸，静静地盯着外面。秦钟用力紧握着手里的另一捆枯草，若是外面效果不理想，他就会立马点燃剩下的这一捆枯草。时间缓缓流逝，枯草被点燃的烟雾也越来越浓郁。随着几个放哨的匈奴兵摇晃着倒在地上，秦钟的脸上立马浮上一片喜色，成功了。随着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响起，林洛与秦钟两人也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倒塌的房屋。两人依次摇晃了几名匈奴兵，都没有惊醒这些匈奴兵。林兄弟，要不将他们全给……秦钟用手在脖子上横着比了一个动作，一双眼睛里尽是杀机。不可！林洛摇了摇头，这些匈奴兵都是木木吉的人，他可是有意留着对方，方便以后行事。这要是把人全给宰了，让木木吉一个光杆司令回去。随后在林洛的示意下，两人迅速折返回到了地道里。能不能最快速度收集这种枯草？回到地道里，林洛便立即开口询问秦钟。这枯草的效果简直大大出乎林洛的意料，院子里可是属于开阔空间，一把枯草就能有如此效果，简直就是抢粮计划的最佳助力。我连夜带人返回山谷收集，明天一早回来。秦钟当即做出回应，便带着2名定北军老兵从地道里匆匆离去。第二天，在林洛的观察下，外面那些被迷翻的匈奴兵睡到了日晒3竿才悠悠醒来。这些匈奴兵在惊疑中略显慌乱，特别是木木吉，一脸心有余悸的就火急火燎地招呼着人手匆匆离开了。他真害怕继续留在这里会莫名其妙地丢了小命。也就在这些匈奴兵匆匆离开后不久，昨夜离开的秦钟也回来了。只见秦钟与2名定北军老兵的身上都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大布袋。林兄弟，不知道这些够不够？秦钟将背上的大布袋放在地上，脸上露出了一抹疲惫的笑容。为了收集这些枯草，他可是一夜未眠啊。秦将军辛苦了，3个大布袋的枯草应该绰绰有余了。与此同时，此时的北关城里，赵真玉正坐在书房里听着手下汇报。大人，粮草队伍已于昨夜全部离开了北关城。赵真玉轻轻点了点头，虽然这次被匈奴敲诈让他心里很不爽，但为了能够让匈奴牵制住北境，他也只能忍下这口恶气。魏无方可有知晓？赵真玉沉声询问，毕竟如此大规模运送粮草出城，不可能不会引起外人注意。并不知晓，根据安插在那边的兄弟传信，魏大将军染上了风寒，已经卧床好几日了。卧床好几日了？赵真玉轻声冷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不死，早点死了最好，这样他就能彻彻底底的执掌30万边军了。大人，收留的女囚营有些不安分，与我们手下的兄弟已经发生了数次冲突。就在这时，手下又汇报了一件事，让赵真玉顿时脸色一片阴郁。警告乔珊珊，若是管不好人，就全部给我滚出北关城。村庄院子里，林洛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都准备好了吗？他已经提前将3布袋的是睡草进行了分配，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着大量的是睡草准备好了。众人齐声回应，每个人的眼里都有着高昂的斗志，特别是女囚营的那些女军卒，昨夜在看见了是睡草的效果后，对抢粮计划有着十足的信心。出发！随着林洛一声令下，所有人齐身而动。他们没有马匹，只能靠双腿奔跑。不过林洛也早有安排，不管粮草运送到了何处，他们只管前去断云谷。根据林洛查看地图和秦钟的了解，当匈奴接收粮草后，必定会原路通过断云谷返回大营。原本断云谷算是大前与匈奴之间的一处天险之地，以前还曾有定北军镇守于此。可随着定北军覆灭，边军只能龟缩北关城，所以这一处所谓的天险也再也无法将匈奴抵挡在外。不过如此一处天险，也正好方便林洛的计划。只要等运粮队伍进入断云谷，随着是睡草的烟雾弥漫，到时候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带走这些粮草。傍晚，林洛带着众人来到了断云谷外的树林，望着前方陡峭的山壁，
谷里道路虽宽阔，却十分蜿蜒，如此绝佳之地，的确是一处伏击的好地方啊。林兄弟，运粮队伍还没经过这里。秦钟在道路上弯腰仔细查看后，立马告诉给了林洛。闻言的林洛这才放心的点点头，随即说了一句：“在此休整，等候消息。”林洛已经提前派出了人手查探运粮队伍的位置。就在众人等候消息的时候，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不过更让林洛为之欣喜的便是空中弥漫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有着雾气打掩护，是睡草的烟雾更会被人忽视。这简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啊！这要是都不能带走粮草，他干脆就别混了。终于，随着一道飞快奔跑的人影出现，林洛就知道消息回来了。5里地，运粮队伍距离这里还有5里地。林洛精神一振，当即做出了安排。秦将军，你与沈将军带着定北军的老兵埋伏在此，等运粮队伍全部进入山谷后，立刻在谷口点燃是睡草。随即，林洛又转头看向旁边的薛红衣说道：“薛统领，你带上其他人跟我进谷。”众人齐齐点头，表示明白。当即林洛便立刻与薛红衣一同带着一群女军卒直奔断云谷而去。林洛的计划十分简单，就是两头点燃是睡草，来一个瓮中捉鳖。进入山谷，林洛感觉距离差不多后，便立刻示意所有人停了下来。所有人做好防护，我们就等在这里。说完话的林洛从怀里摸出了一块布，遮住了口鼻。毕竟是睡草，可是不分敌我，万一误熄了，到时候敌人还没倒，自己这边就先倒了一片。时间慢慢过去，山谷中弥漫的雾气更加浓郁。与此同时，一条由火把形成的长龙也抵达了断云谷外。只见一队上百人的匈奴兵护送着中间的几十辆马车缓缓进入山谷，领头的是一名身穿铜甲的匈奴兵，他看起来很放松的，时不时的和身边的其他匈奴兵说笑几句，对周围的环境毫不在意。若是以前，铜甲匈奴还会派遣人先行进入探路，可自打前边军归缩北关城之后，没有谁会认为这里还有危险。可随着运粮队伍进入山谷后，旁边的树林里，沈清明与秦钟立马就带着人直奔山谷口而去。快，动作快点！在沈清明低声催促中，一群定北军老兵动作十分迅速的将身上带着的是睡草全部丢在了山谷口。呼！随着沈清明拿出火折子吹了一口气后，火苗瞬间闪动的点燃了地上堆着的是睡草。随着火星蔓延，带着独特草药味的白雾缓缓升腾而起。好在沈清明他们也早有准备，立马遮住了口鼻。快扇风！一旁的秦钟立马低声呼喊，当即便有几名老兵上前脱下外衣挥动了起来。白雾顺风而飘，进入了山谷。另一边，早已在谷里等候多时的林洛也听见了响动。凌乱的马蹄声和车轮滚动的声音让林洛当即精神一振。点火！随着林洛一声令下，早已准备好的薛红衣立马用手中的火折子点燃了地上堆放着的是睡草。一股白雾升腾，缓缓飘散。不过在雾气弥漫的山谷中，是睡草形成的白雾很快就被隐藏在了其中。大人，谷里雾气好像不对劲。一名匈奴兵皱眉，转头看向铜甲匈奴说着：“断云谷雾大很正常，胆子这么小，自己吓自己，小心吓死自己。”铜甲匈奴完全没有警惕性，反而嘲笑起了说话那名匈奴兵的胆子小。咦，怎么有一股淡淡的香味？突然，铜甲匈奴吸了吸鼻子，满脸狐疑地说了一句。可就在他刚说完话，旁边的一些匈奴兵毫无征兆的就一头倒在了地上。不好，有埋伏！铜甲匈奴脸色大变，当即拔出腰间弯刀，扯着嗓子嘶吼着：“快退出去！”尽管铜甲匈奴反应及时，可也为时已晚。嗜睡草的雾气已经遍布四周，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将整个运粮队伍给包裹了。咚咚！随着匈奴兵一个个的倒地，铜甲匈奴也彻底慌了。敌人都没看见，自己人却已经倒了一大片。快冲！他想下令冲出去，可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眼皮也越来越沉重。然而还没等他说完话，他也跟随着一头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甚至在倒地的一瞬间便响起了雷声隆隆的呼噜声。仅仅10几个呼吸后，整个运粮队伍的匈奴兵已经尽数倒在地上，陷入了沉睡之中。快上去牵马车！林洛立即下达命令，同时他也率先冲了出去。没多久，沈清明和秦钟也带着人从山谷外前来会合。你们牵引马车掉头，你们立即将这些匈奴兵身上的兵器收集起来。林洛很快将所有人分成了2波，同时他也盯上了匈奴兵手里的武器，毕竟后面他们要积蓄实力，除了粮草，武器也同样紧缺。那这些匈奴兵？秦钟站在一旁沉声地询问了一句。闻言的林洛眼底杀机一闪，冷声地说出一个字：杀！什么不杀俘虏？他可没有那仁慈之心。现在不杀，留着过年吗？随着一道杀声落下，当即便有人迫不及待地一刀插进了匈奴兵的胸膛上。
一场屠杀在山谷中悄然发生，断云谷的雾气中，血腥味悄然弥漫。林洛站在马车旁，看着一个个匈奴兵被无情斩杀，眼神没有丝毫波动。并不是他冷血，而是他清楚地明白一个道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现在多杀一个匈奴兵，未来就能少一个在战场上厮杀的匈奴兵。林兄弟，所有匈奴兵都解决了，没有活口。秦钟走到林洛身边，低声汇报。然而林洛点点头之后，却拿起了一把匈奴弯刀，走到了一名匈奴尸体旁。就在众人不解地看着他时，林洛猛然挥出一刀，噗！这一刀直接砍下了匈奴的人头。砍头，做金冠。林洛冷滞的声音让众人一阵汗毛竖立，但紧随着林洛的一句话，却又让众人的眼里升腾起了一抹狂热。以前匈奴猖狂肆虐，以后我要让他们望京而逃。平淡的一句话，却充满了霸气，更充满了一种十足的战斗意志。当即，不管是定北军的老兵，还是女囚营的女军卒，一个个挥起长刀，噗噗声在山谷中络绎不绝。一颗颗匈奴人头被堆积在一起，形成了一座小山，而那名铜甲匈奴的人头更是直接被放在了最上面。撤！随着林洛一声令下，在场的所有人立刻开始行动了起来。随着离开山谷，林洛也立刻吩咐所有人在马车尾部绑上了树枝。运粮队伍被抢，这么多匈奴兵被杀，还被做成了金冠，匈奴必定会发狂。只要他们清理掉一切痕迹，就让匈奴去找边军的麻烦吧。北关城里，此时的乔珊珊看着眼前摆放的几具女子尸体，脸色十分难看。这几人都是他的手下，是他从女囚营中带来北关城的，没想到如今却死得如此凄惨。足足上百人轮番上阵折腾，但凡是能用的地方都被完全撕裂，可以说这几人是被活生生折腾死的。统领，你不是说只要我们来到了北关城就能洗脱罪身，进入边军吗？一名女军卒满脸悲愤，看着乔珊珊歇斯底里的大喊着。可现在你看看，从我们来到北关城，我们已经死了多少人了？乔珊珊庞大的身体猛然一颤，抬头看向四周的手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一片悲愤之色。他很清楚，当初能够带这么多人随他一同投靠边军，靠的就是那个承诺。可现在承诺不仅没有，反而日子过得还不如在女囚营的时候。但此时此刻，乔珊珊不能服软，不然她的威信会荡然无存。乔珊珊深吸一口气，目光再次扫过所有人，沉声说了一句：这件事我会给你们讨一个说法的。讨一个说法？刚刚说话的那名女军卒冷冷的讥讽一笑，随即开口质问道：乔珊珊，你还记得这是你第几次说这句话吗？每一次女囚营的人出事了，乔珊珊都会说出相同的一句话来安抚大家，可随后便再也没有了下文。放肆！杜鹃，你是在质疑我？乔珊珊勃然大怒，眼中凶光尽现。被叫做杜鹃的女军卒猛然身子一颤，脸上浮现出一抹惊恐。在女囚营，乔珊珊的凶狠深入人心，没有哪一个不惧怕她。这一刻，清醒的女军卒也立马低头认错。统领，属下冲动了。乔珊珊眯了眯眼，虽然她很想将这个冒犯她的人给处理了，但心里却很清楚，此时不能这样做，不然恐怕会让更多人心生不满。下不为例。乔珊珊忍下了这口怒气，但同时也做出了保证的说道：天亮我便去找监军大人，会给我们所有人讨要一个说法。其实在他的心里也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他被戏耍了。所谓的承诺，人家根本不给他兑现，就一味的把他和女囚营的人丢弃在一边，就仿佛是用之无味，弃之可惜一样。不过现在乔珊珊也下定了决心，他必须要找监军大人问个清楚，若继续这样被边缘化，恐怕他手里的这些人就要散了。一旦他成了孤家寡人，到时候恐怕才真的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天亮后，乔珊珊立马前往了监军府，然而他也一如既往的别拦在了外面，等着大人召见。门口的守卫冷声丢下一句，便不再理会他。但门口的这些守卫看向他的眼神中有嘲讽和厌恶，这也瞬间点燃了乔珊珊心底的怒火。不过当他看见门上悬挂的监军府3个字，又让他心中的怒火瞬间熄灭。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个时候闹事，最后吃亏的肯定是他。想到这里，乔珊珊干脆直接闭上眼，带着一种憋屈的强忍下了这口恶气。与此同时，乔珊珊前来拜见的消息也传递到了赵真玉面前。此时的赵真玉衣衫半解，在她的旁边还有着一名十分美丽的女人，掩面哭泣。女人是昨日刚刚送来的一名舞姬，曼妙的舞姿，一颦一笑间的神态都让赵真玉欲罢不能。什么卖艺不卖身，在赵真玉的强迫下，只能乖乖就范。她来做什么？赵真玉听见乔珊珊的名字，脸上就立马浮现出了一抹厌恶。在他看来，多看一眼乔珊珊都是对自己审美的不尊重。大人，据说昨夜又有几名女囚营的人遇害，估计他应该是来请求你主持公道。
听见下人的汇报，赵真玉哪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女人而已，不就应该伺候人吗？赵真玉冷笑连连，然而耳边女人的哭啼声却让赵真玉的表情猛然一沉，突然抓起一把短刀，拔刀一挥，噗的一声，女人两眼圆瞪，双手紧紧地捂着脖子，缓缓地倒在了地上。而看着这一幕的赵真玉却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不听话，杀了便是。女囚营面对边军之人的欺辱，她并不是知道，反而十分清楚，不过却有种默许的态度。然而就在这时，一名身穿黑色劲装、面容冷峻的男子匆匆走来。赵真玉看见男子的走来，顿时微眯了一下，这是他的贴身护卫，同时也是替他掌管各方情报消息的人。大人，我们运送给匈奴的粮草被人劫了，护送粮草的匈奴尽数被斩杀砍头，还被铸成了一座金棺。闻言的赵真玉面色瞬间铁青，咬牙问道：可是魏无方做的？赵真玉的第一反应就是此事被边军大将军魏无方得知，随后派人劫走了粮草。然而男子摇了摇头说道：根据监视的探子汇报，劫走粮草的人是女囚营的沈清宁。沈清宁？赵真玉瞬间目光一凝，脸上表情阴云密布。他暗中与匈奴交易，覆灭女囚营，本就是想要除掉林洛，同时也除掉沈清宁这个女人。可没想到如今沈清宁不仅没死，反而还劫走了他送给匈奴的粮草。立刻派兵给我绞杀沈清宁！赵真玉暴怒大吼，沈清宁的存在对于他而言是一种潜在威胁。30万边军，其中的定北军可不在少数，一旦哪一天沈清宁登高一呼，恐怕30万边军立刻会土崩瓦解。所以沈清宁必须死。属下遵命。黑衣男子立即转身朝外走去，然而就在此时，赵真玉却突然开口喊住了他。等等！只见赵真玉眯着眼问道：乔珊珊可还在外面？还在等候大人召见。黑衣男子立马做出回应：去，让他立刻来见我。赵真玉当即吩咐了一声，现如今的北关城，他与大将军魏无方势均力敌，若此时再派兵出去绞杀沈清宁，必定导致他示弱。所以为今之计，乔珊珊和他手下的几百女军卒便是一把最好的刀。就算这一群女人在外面死完了，他也丝毫不受损失。而且乔珊珊与沈清宁相处时间不短，定然对其有着几分了解。用乔珊珊去对付沈清宁，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没一会，随着沉重的脚步声传来，乔珊珊那庞大的身躯也映入了赵真玉眼里。只见赵真玉在看见乔珊珊的第一眼，眼底便瞬间闪过一抹厌恶。不过想到对方还有利用价值，赵真玉也只能忍住心中的恶心，故作平静地说道：乔珊珊，何故找我？属下求大人做主。乔珊珊立马跪拜，带着极大委屈地说道：大人，我带领女囚营投入大人麾下，是想为大人分忧，可现如今边军中却有人欺辱我等，还请大人为属下等人讨一个公道。什么？居然有此等之事？赵真玉愤然起身，若是不知他的想法，这一套表演还真是有模有样。此事本官定为你等做主，那些欺辱你等的人定该重罚，本官绝不姑息。然而并不知情的乔珊珊当即就被赵真玉的表演给欺骗了，心中一片激动。果然监军大人并没有欺骗我，此事若监军大人出面，我不仅能够在边军中立足，在女囚营等人的心中威望更能上升。谢大人。乔珊珊当即感激涕零，神色格外激动。不过看着气氛已经烘托的差不多了，赵真玉也丢出自己的计划了。近几日北关城外有一队兵马猖獗，据说是由一群女子所组成。赵真玉并未把话说完，反而目光审视地盯着乔珊珊，想要看一看对方是否会知道这队人马。闻言的乔珊珊猛然一怔，她的脑海中当即便浮现出了一个人，沈清宁。在她看来，现如今能够在北关城之外拉起一队人马，而且还是全由女人组建，也就只有沈清宁有那个本事了。看来那一次匈奴攻破女囚营，并没有除掉沈清宁啊。想到这里，乔珊珊猛然察觉到了赵真玉审视的目光，当即心中咯噔了一下。猜到赵真玉对自己有着一丝怀疑的乔珊珊，十分果决地回应着：大人，此等人断然不可留，务必除之。乔珊珊的声音铿锵有力，心里却多少一惊，猜到了赵真玉的想法。你不知这些人是谁？赵真玉并没有立马相信乔珊珊，幽冷的声音轻飘飘地询问着：大人，属下应该猜到了这群人，恐怕正是女囚营逃离的一些人吧。乔珊珊直视着赵真玉，丝毫不敢有所保留地做出回答。闻言的赵真玉眯了眯眼，心里也同样在揣测乔珊珊所言的真实性。没错，正如你所猜一样，这群人就是女囚营逃离的人，而且领头的人不是别人，是你的老熟人沈清宁。说话的同时，赵真玉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不管乔珊珊是真还是假，反正用她去对付沈清宁不会有错。沈清宁，乔珊珊心中一凛，
猜测归猜测，可当他听闻领头之人真是沈清明，乔珊珊的内心还是不由得一紧。毕竟当初可是他见死不救，提前带着人逃离了女囚营。怎么，怕了？赵真玉看着乔珊珊的表情，脸上顿时闪过一抹不悦。大人，属下不怕。乔珊珊猛然一个机灵，当即抱拳说道：请大人将此事交于我操办，属下必定将沈清明斩于马下。此时的乔珊珊也此地看明白了，赵真玉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想要他带人去对付沈清明。既然如此，与其让赵真玉提出来，还不如主动请缨。好。赵真玉的脸上顿时喜笑颜开，当即说道：若乔统领顺利完成此事，本官不仅当众为乔统领讨回公道，惩处他人，更会力荐乔统领提升为校尉。许诺好处的本事，赵真玉是手拿把掐，反正就是画个饼，让乔珊珊看着。至于兑不兑现承诺，那还不是他赵真玉一句话的问题。属下谢过大人。果然，乔珊珊当即脸上一片狂热，校尉官职，那可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如今居然也就是一步之遥了。好，事不宜迟，你即刻带人出城，务必早日完成此事。随着赵真玉话音落下，乔珊珊也立即领命离去。但此时的赵真玉却微微皱眉，目光落在了旁边一直站立着的黑衣男子身上。拿上我的令牌，派人跟随乔珊珊一同前去，若是乔珊珊行事不利，立刻除掉同时接管她的人。赵真玉并没有相信乔珊珊，依旧为自己留了一手。另一边，返回女囚营的乔珊珊动作也十分迅速，当即便招呼着女囚营的数百人动身准备离开北关城。而他给女囚营所有人的一个解释，便是监军大人交给了女囚营一个任务，若是能够完成，便会当众为女囚营主持公道，惩处犯事之人。而赵真玉向他提起的校尉之事，他却是绝口不提。与此同时，20万食粮草被劫，也同样引起了多方关注。同在北关城里的边军统帅大将军魏无方此时也是满脸震怒。赵真玉这个畜生用20万食粮草资敌，这与卖国贼有何差别？魏无方怒火中烧的在桌案上拍了一掌。年过半百的老将军此时气得雪白的胡须更是颤抖不止。20万食粮草，赵真玉竟敢私自动用军粮资敌。魏无方声音沙哑，眼中满是怒火与痛心。风寒还未愈的他此时忍不住一阵激烈咳嗽起来。可嗨，收到边军事后送来的密报，他才得知了匈奴粮草被劫、断云谷金棺之事，同时也才得知赵真玉居然瞒着他给匈奴送去了20万食粮草。大将军勿急。旁边守候的副将唐元华急忙为大将军递上一碗茶水，说道：大将军，赵真玉虽通敌资助，可幸好被沈清宁沈将军劫了粮草，不然这20万食粮草落入匈奴手中，北境之中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加困难。沈清宁，魏无方低声念叨着这个名字，眼底闪过了一丝复杂。定北侯府之事他也算一清二楚，完全就是赵真玉的阴谋。奈何朝廷对赵真玉的信任，直接铲除了定北侯府。原本所有人都认为赵真玉会直接替代定北侯府，由他组建镇守北境军队。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却是，大前皇帝居然将他这位老将调来了北境，成为了边军统帅。奈何赵真玉在北境经营许久，早已笼络了不少人。这么多年来，魏无方也是穷尽一切手段，才与赵真玉势均力敌。不过对于沈清宁，他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当初沈清宁受到流放女囚营，魏无方就提出过让他要么归隐山林，过上寻常人家的生活，要么就隐藏在他身边。然而沈清宁却断然拒绝了他的好意，不顾一切地进入了女囚营。然而令他惊讶的却是，这位定北侯府大小姐不仅在短短时间里便力压群雄，掌握了女囚营，更是凭借手里的人马给匈奴带去了不少麻烦。前不久，当他听闻女囚营遭受匈奴进攻，当即就要派兵支援，可偏偏受到了赵真玉的阻拦，耽误了时间，导致等他派出的援军抵达女囚营的营地时，一切都晚了。本以为沈清宁已经葬身匈奴，却没想到他不仅逃脱了匈奴大军的进攻，更在这种关键时刻给了匈奴狠狠一击。想到这里的魏无方也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感叹，不愧是定北侯之女，有其父亲的战场风范啊。没错，沈将军虽是女儿身，但用匈奴人投注金棺，此等做法恐怕连许多男人都自愧不如。身为副将的唐元华在一旁也是一脸的敬佩，但随即却摇头叹息说道，只不过此事定会引起匈奴疯狂反扑，甚至就连赵真玉恐怕也会暗中派出人手针对沈将军。不行，我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沈清宁那丫头四面楚歌。魏无方皱眉沉思，手指关节轻轻地在桌案上敲击着。现如今赵真玉与匈奴狼狈为奸，所谋之事定然不小，说是沈清宁能够在外面搞出大动静，不仅能够吸引匈奴的注意力，更能够借此牵制赵真玉的一些力量。即日起派出巡逻队出关，明面上是盯匈奴动向，暗地里给我寻找沈清宁一行人的踪迹。
魏无方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找到沈清宁，给予一切支持。一时间，北关城外各方动作不断，许久未见的边军巡逻队再次出现，匈奴的搜索队更是铺天盖地，双方数次遭遇交战，但都以边军巡逻队溃败结束。而匈奴这边如此狂暴，也正是因为匈奴大将军耶律烈在得知20万石粮草被劫、100名匈奴兵驻京关的事情后，暴怒无比地下达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的找出沈清宁一行人。然而谁也想不到，此事最大的受益者却是那个视林洛为煞神的木木吉。当日被林洛吓惨的木木吉逃离村庄后，便带着手下在外面装模作样的搜寻了一圈，本想趁黑返回大营，却不曾想在经过断云谷的时候，看见了十分凄惨的一幕。特别是那筑起的金棺，差点将木木吉吓破胆。阴差阳错的遇见如此大事，木木吉也不敢装着不知道，只好命手下将所有惨死的匈奴兵尸体和人头带回大营。本来这也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可随着耶律烈暴怒之后，一道封赏也随之降临在了木木吉身上。因木木吉带回同袍有功，擢升其为辎重营3队统领。突如其来的封赏，直接差点将木木吉给砸晕。从一小兵成为百夫长，再到现在的3队统领，他短短数日的时间就走到了许多人一辈子都到达不了的地位，这也是他以前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几日后，乔珊珊带着人手悄悄地来到了断云谷。这一路上，他们可是四处躲避隐藏踪迹，不停出现的边军巡逻队，还有匈奴杀气腾腾的搜寻队伍，都给他们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一处树林里，乔珊珊吩咐所有人短暂休息，等待天黑之后再进入断云谷进行查探。没办法，接连几日任凭乔珊珊方法用尽，也丝毫没有找到沈清宁一行人的踪迹，只能来到断云谷，想要从源头找找线索。只可惜乔珊珊却并不知道，他的对手可不是老熟人的沈清宁，而是那个被他视作无用废物的林洛。这一切早就被林洛所预知，所以一切的线索痕迹都被尽可能的消除了，不然匈奴兵又岂会如现在这般大海捞针的搜寻他们。就在乔珊珊暗自思索接下来该如何搜寻的时候，几名女军卒来到了他的身边。统领，我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几人都是乔珊珊手下100人队的百夫长，从接受命令离开北关城到现在，他们对于任务完全不知晓。看着眼前的几人，乔珊珊微微沉吟了片刻，便开口说道：任务很简单，寻找沈清宁。然后乔珊珊没有把话说完，但放在脖子上的手势却充分表达出了他的意思。沈清宁，几名百夫长皆是猛然一愣，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沈清宁不应该已经死在了匈奴兵的手里了吗？毕竟那日他们逃离女囚营的时候，可是亲眼看见沈清宁被匈奴兵包围，难道那种绝境之地，他也能毫发无伤的逃脱？但紧随着几名百夫长猛然心中一紧，毕竟当初的逃离也算是他们的一种背叛。他没死。乔珊珊缓缓点头，随即压低声音的说道：监军大人说了，只要我们把这件事办好了，他承诺我们的一切都会兑现。洗清罪身，入职边军，以后我们就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此时的乔珊珊给几人描绘着美好的未来，但他却藏下了私心，并没有将赵真玉给他许诺的校尉官职说出来。果然，随着他的一番话语，尽管几名百夫长脸上还残留狐疑，但他们的眼睛里却隐隐有了一团火热。但唯独却只有一个人不一样，在他的眼里只有着浓浓怀疑。这人便是之前就已经对乔珊珊产生怀疑的杜鹃。统领，监军大人不会又如上次一般，只承诺不兑现吧？杜鹃的反问立马就让其他人清醒了几分，毕竟当初他们跟随着乔珊珊逃离女囚营，也正是因为这一刻承诺，然后到后面却失了无音讯，反而受尽边军欺辱。杜鹃，你不信我？乔珊珊的脸色顿时一沉，凶悍的目光落在杜鹃身上，隐隐闪动着一丝杀机。然而此时的杜鹃却并不露怯，反而一双眼睛紧盯着乔珊珊，反问了一句：统领，你让我如何信你？你找死！面对这种挑战他威严的质问，乔珊珊瞬间勃然大怒，提起手中大刀就狠狠地劈了出去。大刀嫌弃的破风声让所有人为之色变，几名百夫长急忙开口：统领，不可！反观此时的杜鹃却仿佛早有预料一般，瞬间拔出腰间短刀，做出一个上挑横荡的动作。接连2次的质问，杜鹃很清楚自己已经惹恼了乔珊珊，所以早已经暗中防备着乔珊珊对他出手。叮！大刀与短刀碰撞的清脆声响彻四周。不过乔珊珊终究力大势沉，而且还有大刀的加持，杜鹃凭借手里的短刀根本无法抵抗，整个人顿时就抛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噗！地上的杜鹃立马喷出一口鲜血，脸上煞白一片。大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其余的女军卒完全没回过神，眼见杜鹃受伤，他的几名亲信手下立马冲上前保护着他。我没事，扶我起来。杜鹃艰难地说着，
同时在亲信的搀扶下站起身，但他却紧紧地盯着乔珊珊，冷声说道：“统领，我们跟随您就是最大的信任，可你对我们……闭嘴！”不等杜鹃说完话，乔珊珊便厉声打断，随即怒声呵斥地说道：“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只要完成好这一次的任务，监军大人就会兑现承诺，这也是我好不容易才向监军大人求来的。可是你居然一次又一次的不信任我！”乔珊珊反将一军，拿着赵真玉的承诺控制着其他人，免得被杜鹃的话语给蛊惑了。既然如此，那我选择退出，自寻生路。杜鹃一咬牙，当即做出了决定，因为她心里有着一种感觉，跟随着乔珊珊迟早会走向灭亡。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拼一把，为自己去寻找一条生路。退出。乔珊珊目光一凝，脸上的杀气越发浓郁，冷声地说道：“北关之外，匈奴肆虐，你离开是自寻生路，还是自寻死路？那就不劳统领大人担忧了。”杜鹃说完话，当即便看向自己身边的几名亲信，几人相互点点头，当即表示愿意跟随杜鹃离去。随着几人朝着其余女军族打出手势，很快就有人朝着他们走来，这些都是一直跟随在杜鹃手下的人。看见这一幕的乔珊珊脸上表情更加难看了。本身他手下的兵力也就400多一点，若是再让杜鹃带走一些人，那他的战斗力将会直线下降。你走，可以。乔珊珊缓缓抬起大刀指向杜鹃，冷声说道：“但不能带他们走。”乔珊珊，你别欺人太甚。杜鹃脸上表情一沉，他敢退出，独自寻找生路，正是因为手下有着一群人，才会有底气。若是没有这些人的跟随，仅凭他一人，那还真就是自寻死路。然而此时的乔珊珊却并没有理会杜鹃，反而一双凶狠的眼睛扫过那些朝着杜鹃走去的女军族，说道：“你们可想好了，但凡选择跟他，那就是我乔珊珊的敌人。”此话一出，立马让不少女军族的脸色为之一变。谁都知道乔珊珊的凶悍，也知道乔珊珊对待敌人的心狠手辣。当即，一些正准备走向杜鹃的女军族，脚下步子立马一顿，脸上神情复杂地盯着杜鹃。然而还有一部分人却不顾乔珊珊的威胁，坚定地朝着杜鹃走去。这一刻，乔珊珊眼中杀机骤现，厉声大喊：“杀！”随着他的一声命令，四周那些贴心跟随乔珊珊的女军族立马抽刀上前。前一秒还是同袍手足，下一秒却挥刀相对，厮杀声和兵器的碰撞声在这一刻拉开了这一场内讧之战。鲜血喷洒，浓浓的血腥味弥漫在空气中。此时的乔珊珊也同样提着大刀，径直朝着已经受伤的杜鹃冲杀而去。他很清楚，眼前的混乱只有杀了杜鹃才会结束。看着眼前宛如下山猛虎的乔珊珊，此时的杜鹃也是忍不住心中一紧。他很清楚自己的实力根本就无法与乔珊珊对抗，可此时此刻却已经容不得他后退了。乔珊珊挥出大刀，脸上露出了一抹残忍的狞笑，刀锋掀起的呼呼破风声更是刮得杜鹃脸颊生疼，根本来不及闪躲，他只能握紧短刀，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赢了，他便逃出升天；输了，大不了把命丢在这里。大人，小心！就在杜鹃命悬一线的时刻，两名跟随在他身边的女军族猛地扑上来，一人用身体为杜鹃挡住了劈来的刀锋，另一人则是不顾一切地朝着乔珊珊扑去。噗呲，大刀狠狠劈下，那名挡在杜鹃身前的女军族瞬间被一分为二，滚烫的鲜血洒了杜鹃一身。也就在这时，另一名女军族死死地抱住了乔珊珊，奋力大喊着：“快走！”这一刻，杜鹃双眼通红，无比的悲愤中，她恨不得与乔珊珊拼命，但理智却又让她深知此刻不能意气用事，不然这些为她而死的人全都白死了。我不所属，撤退！杜鹃愤怒地盯着乔珊珊，咬牙切齿地从牙缝中挤出了一句话。尽管乔珊珊这边人多势众，但奈何杜鹃的人却有着死战的决心，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杜鹃带着仅剩的40几人仓皇离去。追，一个不留！乔珊珊铁青着脸，显然并不打算放过杜鹃，因为在他心里，背叛必须死。清晨的阳光在一层薄雾中洒落大地破旧村庄后面的山林里，却有着一处十分隐蔽的山谷，山泉流淌，四周树木郁郁葱葱，景色优美。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木屋让整个山谷与外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嘎吱，随着一座木屋拉开房门，一个身穿灰色衣袍、面容俊逸的男子带着满脸疲惫地走了出来。林洛，你不会搞了一夜吧？薛红衣突然出现在林洛面前，俊俏的脸上浮上一抹古怪的，看了一眼屋子里。昨晚的动静实在太大了，不是撞击声就是嘎子嘎子的摇晃声，听得人心烦意乱。你怎么知道？林洛微微一愣，但随即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立马一把抓住薛红衣的手，将他往屋里拉。快跟我进来！薛红衣猛然一愣，突然俊俏的脸蛋唰的一下红透。
她与沈清宁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而且相互之间还有着一个承诺，那就是一起嫁给同一个男人，永不分离。虽然林洛的样貌和气质都在她的审美之中，而且她也不反感林洛，可突然这样，一时间也有些让她感到无比的慌乱。毕竟她也还没做好准备啊，更何况这小子的身体有这么厉害，一夜不眠不休，现在还要拉着他一起。就在薛红一满脑子胡思乱想的被林洛给拽进木屋时，他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一想到昨夜木屋里战斗那般激烈，里面场景肯定混乱无比，当即薛红一便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脸颊绯红，呼吸急促。可随着踏进木屋后，预想中被林洛给抱着的场景并没有出现，反而鼻尖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竹香味和草药香。咦，在他疑惑地睁开眼后，眼前的一幕瞬间就让他愣住了。屋子里根本没有他脑补的旖旎景象，反而到处堆满了削好的青竹片，搓好的粗麻绳，墙角摆着10几个陶罐，罐口封着布，就连木桌上都还放着一些淡黄色粉末。而屋子中央，一个半人高的竹制装置尤为引人注目。青竹搭建的架子上面有着3根削尖的青竹，尖锐的头部显得十分锋利，并且还涂抹上了一层黑色的东西，尾部缠着麻绳，连接着一个竹板。如此物品，光看一眼就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杀伤力。地上散落着一些画着线条的草图，很显然是林洛一笔一画研究出来的。你一夜都在做这个？薛红一俊俏的脸蛋更加绯红了，窘迫的羞涩中夹杂着一抹尴尬。毕竟他刚刚脑子里可是脑补出了一些十分羞人的画面。这东西叫竹刺莲弩。此时的林洛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窘迫，反而十分兴奋地指着那木质装置，两眼散发着亮光地说道：青竹的韧性加上麻绳的紧绷，一旦释放，3根青竹将会瞬间射出去，而且射程不低于30步。嘶！闻言的薛红一顿时瞪大了一双美目，里面全都是一片惊骇，威力如此之大，射程还这么远，这要是被射中了，那还不是串糖葫芦了？那这上面涂的什么？薛红一满脸好奇的伸手想要摸一摸青竹尖端上的黑色东西。别碰！林洛当即一把抓住了薛红一的手，阻止了他的动作。这可是我用山里的毒藤榨出来的汁水，见血封喉。林洛的话让薛红一的身体猛然一颤，心有余悸的急忙后退了一步，暗自心惊林洛的杀伐。青竹莲弩就已经够可怕了，现在还在青竹剑上涂抹了见血封喉的毒藤汁，这简直就是要把匈奴往死里弄啊！我能试试吗？薛红一偏头看向林洛，俊俏的来你上写满了好奇之色。对准前面的木墙，按下这竹板就可以了。随着林洛的讲解后，薛红一小心翼翼地走上前，然后伸手放在竹板上，在一种激动的心情中用力按了下去。只听咻的一声，3根青竹箭瞬间射出去。咚咚咚，3道闷沉声响起，只见3根青竹狠狠地扎在了木墙上，几乎半截没入其中。好大的威力！薛红一瞪圆着双眼，他已经足够夸张地想象了这东西的威力，可没想到还要出乎他的意料。厚实的木墙都能深深扎入，这要是一名匈奴兵，那还不直接来个对穿啊！就在薛红一惊叹的时候，林洛却撇了撇嘴，因为在他的构想中是想要做出那种能够便于携带单兵使用的莲弩，可惜材料有限，只能依据这些青竹捣鼓出这样一个大家伙。轰！突然一道巨大的声音传来，吓得薛红一当即脸色大变，以为发生什么变故了。只有林洛在听见这个声音后，双眼猛然一亮。成了！青竹莲弩是他制作的武器，但他可还另外制作了一样大杀器。当即林洛也匆匆朝外跑去，就在他与薛红一一前一后跑出木屋后，一道飒爽的身影也朝着他们迎面走来。将军，发生什么事了？薛红一立即开口询问。没事，刚刚是我试验了一下林洛制作的武器。沈清宁绝美的脸上尽是一片激动，想起刚刚的那一幕，内心便无法平静。如此武器完全能够轻松改变一场战斗的结局。试验武器？薛红一满脸疑惑，心中忍不住猜想，难道林洛还制作了其他武器？咦，你怎么在这里？沈清宁突然一挑眉，带着一丝狭促神色地盯着薛红一。猛然一愣的薛红一当即俏脸通红，想起刚刚满脑子的胡思乱想，一时间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怎么样，威力如何？好在这时林洛走上来，开口询问的一句话算是替他解了围。威力简直出乎意料的好。沈清宁满脸笑容地点着头，随即继续说道：火油加湿睡草一起放入陶罐，人出去一摔就炸，同时是睡草燃烧的烟雾，瞬间能够迷晕一大片敌人。这一刻林洛的脸上也扬起了笑容，捣鼓了这么多天，终于算是有成果了。虽然目前还无法制作火药，但火油的爆燃正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是睡草的效果，这也让他多少有些保命的底气了。至少在遇上匈奴兵，
也不会像之前那般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现在凭借青竹连弩和火油迷罐这2样武器，哪怕是与一支匈奴的100人小队对战，他也完全无惧。当即林洛便示意沈清宁立刻安排可靠人手开始大规模的制作这2样武器。因为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一种预感，他始终感觉快要引来一场大战了。随着林洛制作出2大武器，整个山谷都陷入了如火如荼的武器制作。沈清宁手下的女军族和秦钟手下的定北军老兵负责制作武器的关键部件，而山谷里的几百名百姓则是负责提供各种材料。山林里的青竹一捆一捆的被运送进来，还有一些百姓满山遍地的采摘是睡草，唯一缺少的便是火油。这种战略物资都是属于各方严管，很难搞到，除非再向匈奴借一次。不过经过上一次的事情后，匈奴肯定是严防死守了。山谷里的一些存货还是之前秦钟带着定北军的老兵从一些落单的匈奴兵手上抢回来的，所以现如今的火油顶多也就足够打一场战斗。林洛犯愁了，现如今的实力稍稍自保还行，想要干点大事还差得远啊。一晃又过去了5天，在所有人齐心协力之下，青竹连弩已经制作出来了11架，火油迷罐也有100多罐。而且这几天秦钟带着一些定北军老兵四处游走，一些躲藏在其他地方的流民也跟随着他们入驻山谷。现如今山谷里的百姓从数百人增加到了近1000人，人数的增加也让林洛当即决定扩大队伍。毕竟现如今作战力量也就仅只有女球营的10几人和定北军的40几名老兵，所以林洛以这几十人为根基，从老百姓中挑选了100人出来，组建了一支队伍。林洛亲自担任训练总教头。不管怎么说，他好歹前世也是一名特种兵，对于训练这一块完全轻车熟路。山谷里特意平整出来的一处训练场地上，林洛挥汗如雨的大声嘶吼着：快，速度再快点，战场上体力为王，打不死敌人，耗也能耗死敌人。在林洛的指挥下，100名新兵外加女球营的10几人汗如雨下的绕着训练场狂奔，一个个衣衫湿透，却咬牙忍受。最初很多人对于林洛的训练方式都很不解，但随着林洛与他们同样进行着一样的训练，甚至强度比他们还高之后，没有一个人再提出质疑。与此同时，不远处正有着2道倩影目不转睛地盯着这边。将军，这种强度的训练，他身体恐怕会吃不消的。薛红一轻声说着，毕竟林洛的身体底子和其他人没法比，如此高强度的训练很有可能一下子把身体给练垮了。由他去吧。沈清宁眼眸中流露着一抹担忧，叹了一口气地说道：他想让自己变强，我们只能支持，他不能阻止。在他的心里其实很清楚，林洛若不在短时间里提升自己的身体，迟早会因此而丢掉性命。如今的他们孤立无援，只能靠自己才能在这一片土地上生存发展。就在这时，2人同时看见秦钟匆匆朝着林洛走去，脸上的表情十分凝重。出事了。沈清宁与薛红一互相看了对方一眼，立马就反应了过来，当即同时朝着林洛走去。林兄弟，外面村庄有情况。秦钟的出现让林洛心里咯噔了一下。什么情况？林洛立马转身迎上去，沉声询问。一群女人冲进了村庄，好像是被人追杀过来的。秦钟立马将情况说了出来。一群女人。沈清宁刚好走来，听见了这个消息，秀眉紧皱。如今的北关城之外，匈奴肆虐，一群女人却出现在这里，并且还是被追杀。将军，会不会是我们的人？旁边的薛红一当即想到了这一点，开口提醒着。是不是去看看就知道了？林洛其实也想到了这群女人会不会是女球营之前逃出来的人，不过并不敢确定。好。沈清宁点点头，同时林洛也快速做出了安排，让山谷里的人做好备战，同时也将已经制作好的青竹连弩和火油迷罐布置到了山谷外的山林里，以备不时之需。很快林洛几人便通过地道前行到了村庄里。当他们在一处房屋下透过观察孔望向外面时，10几名浑身血迹伤痕累累的女人顿时映入眼帘。这些女人一个个神色警惕，却又十分疲惫。当沈清宁和薛红一2人看见这些人后，脸上顿时浮上了一抹意外。真是女球营的人。林洛看见他们身上的衣物后，也立马认出了这些人的身份。中间坐在地上的人叫杜鹃，是乔珊珊的人。沈清宁在旁边压低声音地说了一句：乔珊珊的人。林洛猛地一皱眉，他早就从沈清宁口中得知，匈奴袭击女球营的时候，乔珊珊便带着自己的手下逃离了。可为何现在这群人会出现在这里？是遭受匈奴袭击落单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要不我们出面试探一下？薛红一低声询问了一句。不行，是敌是友还不清楚，而且外面还有人在追杀他们，先看看情况再做决定。林洛摇头沉声说着。刚好就在这时，屋子里的对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大人，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一名女军卒低声的开口询问着。只见地上坐着的杜鹃脸白如纸，身上的刀伤不低于5处，继续跑。乔珊珊对我们如此紧追不放，无非就是害怕我们找到沈将军他们。这几天他们一群女人算是游走在死亡边缘，不仅面临着乔珊珊无休止的追杀，更是好几次撞上了匈奴的巡逻队。接连几次厮杀下来，原本跑出来的几十人，现如今也就只剩下了他们13人。可北关城外这么大，我们又如何能够找到沈将军他们？一名女军卒神情有些绝望，如此漫无目的的疲于逃命，早已让有的人心里失去了希望。会找到的，杜鹃干哑着嗓音地说道。这一片的流民都在统一朝着这里转移，若我们猜错的话，沈将军他们应该就在这里。杜鹃的一番分析让地道里的几人顿时表情严峻了几分。流民的转移连杜鹃这种逃命的人都能察觉，恐怕要不了多久匈奴也会察觉。看样子转移流民的事情还得更加小心了。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番交谈，也让他们明白了杜鹃一群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了。由此可见，恐怕外面追杀他们的人就是乔珊珊了。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嗡嗡的咆哮声，杜鹃，你逃不掉了。乔珊珊的咆哮声如惊雷般在所有人耳边炸响。屋里杜鹃等人瞬间脸色大变，他们本以为暂时甩掉了追兵，却没想到对方来得这么快。与此同时，地道里的林洛在一番权衡利弊之后，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秦钟，你带人拿上几罐火油迷罐，从地道绕到外面，看准时机就丢出去。明白。秦钟丝毫没有迟疑，当即便带上几名定北军老兵转身离去。你要救他们？沈清宁微微皱眉，通过外面凌乱的脚步声就不能猜出乔珊珊带来的人不在少数，此时出手救人极有可能会引来灾祸。我们的力量弱，这群女军卒也算是一股有生力量了。而且林洛眯了眯眼，随即继续说道，乔珊珊必须死。这时的外面数百名女军卒已然将屋子团团围住，身若山体般的乔珊珊满脸凶相地盯着门口，手中大刀赫然抬起，眼中杀气凛冽。撞门，给我冲进去！乔珊珊话音落下，几名女军卒便立刻用身体狠狠地撞击着房门。咚咚，房门的撞击声回响在耳边，屋里的几名女军卒更是奋力地用身体抵挡着房门。大人，我们冲出去跟他们拼了！一名女军卒双目通红的失声大喊着。杜鹃一把拉住她，摇着头的说道，我们还不能死，就算死也要留下一个人，把乔珊珊的阴谋告诉给沈将军。什么阴谋？突然一个声音在屋子里响起，莫名出现的声音让在场的所有人骇然，全都第一时间做出了防御动作。然而等他们看清眼前出现的人之后，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一抹不可思议。沈将军！杜鹃满脸惊愕的失声喊着。看着突然出现的沈清宁，杜鹃一阵欣喜，精神一放松，整个人就瞬间眼前一黑。就在他即将倒地的瞬间，沈清宁一个箭步上前，双手扶住了他。这里有地道，赶紧离开。沈清宁双手扶着杜鹃，一双眼睛扫过其他人，沉声说了一句。就在这时，艰难抵挡的房门也在一股强大的冲击下，连人带门哐当一声四分五裂。杜鹃，背叛我，今日就是你的死！乔珊珊庞大的身躯走进来，还没等他说完，眼前的一幕让他顿时大吃一惊。沈清宁，乔珊珊。沈清宁目光如剑地盯着乔珊珊，厉声质问道，为何要对自己人痛下杀手？那又如何？背叛我的人就得死！乔珊珊讥讽一笑，抬起手中大刀指向沈清宁的说道，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躲在这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沈清宁，今日也将是你的死期！说大话不个牙嘛！这时一道戏谑的声音传来，随着一道身影从后面走出来，乔珊珊顿时瞪圆了一双眼睛，惊呼道，林洛，你怎么没死？你死了我都不会死。林洛冷冷一笑，好好，看样子夜莺是栽了。乔珊珊冷冽的目光盯着林洛，随即杀气凛然地说道，不过既然你们都在这里，那今天就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闻言的林洛眼中寒光一闪，那个女军卒是你派来的？这一刻林洛搞清楚了，原来想要杀他的人是乔珊珊。去问阎王吧。说完话的乔珊珊当即手中大刀一扬，冲着林洛和沈清宁就要冲去。沈将军，你们快走！几名女军卒当即提刀上前，想要抵挡乔珊珊。然而此时的林洛嘴角却掀起了一抹不屑的笑容，喊了一嗓子，动手！话音落下，几个陶罐凭空出现，轰隆一声巨响，在火光中白雾升腾而起，甚至就连屋子外面也同样接连响起几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可嗨，什么鬼东西？乔珊珊也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声给吓愣住了，
而弥漫的白雾也同时让他心生警惕，立刻屏住呼吸喊了一声：“快退出去！”乔珊珊顾不上沈清宁和林洛两人，当即一个转身，箭步就冲了出去。砰砰，火光照耀的白雾中，不停有着人倒地不起，眨眼的时间就已经倒下了几十号人。这一幕更是让乔珊珊脸色巨变，脚下步子更是立马加快了速度，直到冲出白雾，这才心有余悸地停下了脚步。看着满地倒下的人，乔珊珊的脸色极为难看，同时她也庆幸自己的手下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外面，不然这一下恐怕她的人的全军覆没。混蛋，沈清宁，不杀你难消我心头恨！乔珊珊愤恨咬牙，扭头冲着身边的其他女军卒怒吼道：“还愣着干嘛？快把这些该死的烟雾给我弄掉！”面对乔珊珊的愤怒，四周的女军卒也是被吓得瑟瑟发抖，当即一群人便四处找工具，用力扇风驱赶白雾。可这些白雾实在太厉害了，一不留神就又有好几人倒头就睡。如此一幕差点让乔珊珊咬碎后槽牙，无奈下令：“所有人退出去，把村庄给我围住！”他就不信这些白雾会一直存在，只要等白雾消散，他就会第一时间掘地三尺的搜寻沈清宁等人。另一边，随着乔珊珊退出去的时候，林洛也立马招呼着所有人钻进了地道。快，都捂住口鼻，屏住呼吸！一群人有序地进入地道，而走在最后的林洛看着眼前的地道口，忍不住皱起了眉。烟雾迟早会消散，乔珊珊肯定会带着人冲进来，到时候的道肯定会瞒不住。看样子必须弄死乔珊珊，不然地道一旦暴露，那可实在太危险了。山林里的地道出口，秦钟早就带着人等在了这里，见众人安全出来，急忙递上了进了水的布条：“快擦擦，别被是睡草的药性沾在身上了。”林洛接过布条，3下5除2便擦拭了一下，随即看向秦钟说道：“立马安排人在这个出口布置几架青竹连弩。”好。秦钟点点头，自然清楚林洛的意图，显然是想要打后面追踪过来的人一个措手不及。山林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后，只见5架青竹连弩悄然地对准着地道口。林洛与秦钟带着一群定北军的老兵静静地埋伏着，一旦有人从洞口出来，必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然而此时的林洛却眉头紧皱，虽然这里能够打乔珊珊一个措手不及，造成一些伤亡，可一旦乔珊珊原路返回，再逃离这里，恐怕后患无穷。想到这里，林洛扭头看着秦钟沉声说道：“你带一部分人拿着火油迷罐绕去村子，一旦乔珊珊有撤退的迹象，就把火油迷罐扔出去，尽可能把他们全给留下。”另一边，乔珊珊在村庄外焦躁地来回踱步，目光死死盯着弥漫白雾的屋子。半个时辰过去，白雾也终于开始渐渐散去。看着里面横七竖八躺着的女军卒，乔珊珊瞬间怒不可遏：“废物，全是废物！”乔珊珊一脚踹在身边的一名女军卒身上，指着屋子疯狂怒吼：“还愣着干嘛？进去搜！就算把屋子拆了，也要把他们全给找出来！”迫于乔珊珊的怒火，一群女军卒没人敢怠慢，哪怕空气中还有着一层薄薄雾气，也都提着大刀冲了进去。然而里面早就空无一人了，不过很快就有人发现了地道入口。统领，这里有个地道口。外面闻言的乔珊珊立马一个箭步冲进来，看着已经被掀开的地道口，表情十分难看。混蛋！乔珊珊眼看到手的功劳飞了，自然别提有多愤怒了，但又心有不甘，只能一咬牙命令道：“给我追进去，不惜一切代价也得把人给我抓住。”统领，这地道……一名女军卒满脸为难，根本不敢进入地道，毕竟谁也不清楚地道里的情况，万一里面有埋伏，那可就真是送人头了。闭嘴，你第一个下去。此时的乔珊珊可不管那么多了，直接走上前，抬脚就将说话的女军卒给踹进了地道。眼见于此，其余的女军卒也不敢迟疑，生怕引来了乔珊珊的怒火。在看见率先下去的女军卒并没有发出惨叫声，这些人也一个接一个的钻进了地道。而乔珊珊就比较谨慎了，直接穿插在一群人的中间进入了地道。就算有什么意外情况，她也能及时反应。然而此时的乔珊珊却并不知道，一张大网正在地道的出口等着呢。此时的地道出口附近，林洛带着5名定北军老兵目光如炬地盯着地道出口。5名老兵一人掌握着一架青竹连弩，只要敌人从地道口出来，立马就能让他们尝一尝什么叫做万箭穿心。来了，大家做好准备。林洛双眼微眯，地道里隐约传出的脚步声让他立马抬手示意。没多久，一道颤颤巍巍、极为小心翼翼的身影便从地道里面钻了出来。这一刻，林洛轻轻摇了摇头，示意附近的老兵稍安勿躁。就这么一个人，肯定是前面探路的。既然要打，就要狠狠地把乔珊珊给打疼，若是能趁机解决掉他，更是再好不过了。而且他们几人隐藏的极为隐蔽，根本不用担心被对方发现。
预想中的袭击并没有出现，这也让女军卒惶恐的脸上闪过了一抹轻松。没事，可以出来。女军卒扭头冲着地道口喊了一声，随即窸窸窣窣中，一名接一名的女军卒从地道里面钻了出来。几个呼吸后，便已经有10几名女军卒从地道里面钻出来。眼看乔珊珊庞大的身躯已经出现在了地道口，可这时她却皱眉停下了。你们立刻向附近散开搜索，确定没问题再回来向我汇报。乔珊珊十分谨慎，内心莫名的一种危机感让她不得不小心一点。一旦出去遭遇了伏击，凭她的身体想要第一时间返回地道可就不太容易了。外面的10几名女军卒无奈只能准备四散搜索，而此时埋伏着的林洛也知道等不到乔珊珊的出现了，心里虽然有点遗憾，但也只能果断挥手下令，搜搜搜。随着林洛单手挥下，山林里瞬间青竹箭激射，还不等那些女军卒反应过来，其中一人便直接被突如其来的青竹箭给狠狠地射穿了身体，强大的惯性更是将他的身体硬生生地带飞了出去。啊！一时间山林里惨叫声连绵不绝。一架青竹连弩能够同时射出3支青竹箭，5架青竹连弩同时开火，那可是整整15支青竹箭。仅仅一波，刚刚钻出地道的10几名女军卒瞬间就被全员带走，甚至有着几人还是被同一支青竹箭射中，如同糖葫芦一般被串在一起。这一次也彻底彰显出了青竹连弩的威力，让操作的几名定北军老兵也被这威力给吓得瞠目结舌。地道里面的乔珊珊听见外面凄厉的惨叫声，心里猛然咯噔了一下，但此时为了能够完成自己任务，为了梦寐以求的校尉官职，他只能一发狠，咬牙喊道：都给我冲出去，杀了他们！乔珊珊立马钻出地道口，还没等他看清外面情况，嗖嗖嗖，一片密集的青竹便破风般朝着他激射而来。尼玛！乔珊珊顿时两眼圆瞪，如此密集的竹箭可不是他能够轻易解决的。砰的一声，乔珊珊挥舞着手中大刀劈开激射而来的一支竹箭，强大的劲道让他脸色再次大变。如此强悍的竹箭，别说他肉多能抗，就算再多1倍的肉，那也只能成为肉串。退，快退回去！乔珊珊不敢硬拼，当即转身就跳回了地道。他的这一跳可害苦了地道里正准备出来的女军卒，好几人直接就被乔珊珊来了一个泰山压顶。但此时的乔珊珊可不管他们，立马就朝着地道里面跑去。然而就算他跑得再快，也快不过林洛早已为他们留下的后手。只见已经来到地道口的林洛掏出火折子，直接就丢进了地道里。地道里面林洛准备好的是睡草欲火既燃，升腾而起的烟雾顺着地道开始蔓延。很快地道里边响起了剧烈的咳嗽，还有人摔倒的声音。此时的林洛也不由得开始盘算，乔珊珊那么大的体型，等会该怎么把她给拖出来。然而此时的地道里，乔珊珊也是无比慌乱和惊恐。奋力狂奔的他扭头看见后面弥漫而来的烟雾中不停有人倒下，更是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在了逃命上。好在烟雾彻底追上他的时候，他也连滚带爬地钻出了地道。狼狈慌乱，脸上尽是一片怨毒的失声怒骂：混蛋混蛋！随同他进地道的几十号人，也就只有零散几人跟随着他跑了出来，其他人全都倒在了地道里。此时的乔珊珊气得浑身颤抖不已，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前前后后他手下已经快近100人倒在这里了，再这样继续耗下去，恐怕他就真要全军覆没了。统领，我们现在怎么办？跟随着乔珊珊从地道逃出来的几名女军卒一个个面色惶恐地盯着他，那种神秘的白雾更是让他们心生无力。撤退！乔珊珊深吸一口气，尽管心有不甘，但也不得不做出决定地说道：先离开这里，再做打算。他已经不敢继续硬拼了，真害怕一些把所有人都给拼没了，那他到时候可就什么也没有了。转身走出屋子，乔珊珊却扭头看向了村庄后面的山林，眼里流露愤然，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沈清明，你给我等着！然而就在他话音刚落的同时，却看见天空中突然飞出来了一些罐子。乔珊珊微微一愣，紧随着便瞬间脸色大变。还来！他认出了这些罐子是什么，这不就是那种会爆炸会冒烟的罐子吗？轰！陶罐一个个掉在地上发生爆炸，火光闪烁，白雾升腾。快撤！乔珊珊快疯了，这漫天飞来的罐子好几十个，这是要将他的所有人全部留下的节奏啊！哪怕他的提醒够及时，可依旧有很多人没有来得及反应。漫天的烟雾眨眼间就将所有人全部笼罩。捂住口鼻，跟我跑！眼见于此，乔珊珊也不敢拖大，还不算笨的他也知道捂住口鼻，尽量不吸入这些白雾。但此时的他也已经慌了，所以直接喊出了一声跟他跑。败无踪，一个接一个的倒地声纷纷响起。而此时的乔珊珊根本顾不上其他人，
只能用力捂住自己口鼻，埋头往外冲。统领，这边！突然，一名乔珊珊的心腹冲他摆手呼喊，示意他那边有出路。乔珊珊当即想也不想，直接转头狂奔了过去。随着冲出白雾，乔珊珊这才看见自己已经跑出了村庄。然而他也发现了自己所剩的200多女军卒，此时也就只剩下跟随着他跑出来的3个心腹。如此结果，差点让乔珊珊怒气攻心，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统领，要不我们回去救他们吧？一名女军卒显然不忍心就这么丢下其他人。然而就在这时，一阵阵嘶吼声隐约传来：“活捉乔珊珊！活捉乔珊珊！”闻言的乔珊珊当即脸色漆黑无比，不用想，肯定是沈清明那贱女人想要趁机抓住她。走，快走！此时不跑更待何时？乔珊珊直接拔腿就跑。现在还能跑掉，可要是被沈清明给抓住了，到时候想跑都跑不掉。就在乔珊珊带着自己的3名心腹仓皇而逃时，一群面带湿布的人冲了出来，领头之人正是秦钟。看着远远逃离的几人，秦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终究是没有留下所有人啊。将军，这些女人怎么办？一名定北军老兵扭头看着地上躺着酣睡的200多号女人，一时间也有些犯难了。前半辈子加起来也没见过这么多女人，怎么办？凉拌！秦钟一瞪眼，随即大吼着说道：“还不赶紧去找绳子，把他们全绑起来，让林兄弟来处理！”一群人赶紧行动起来，找来绳子，直接将酣睡中的200多名女军卒全部给串联地绑在了一起。这时的林洛也从地道里走了出来，看着满地躺着的女军卒，双眼顿时亮了。正愁兵力不足，没想到乔珊珊就给他送来了这么多女军卒。要知道，这些女军卒可都是尸山血海的战场上下来的，一个个战斗力不仅强悍，战场经验也是十分丰富。秦钟，林洛大喊了一声。经过这几天的相处，他与秦钟这些老将的关系也并不生疏了。林兄弟，有什么吩咐？秦钟匆匆的人群中跑来，派一个兄弟回去摇人，让他们过来帮忙。另外地道里还有几10个女军卒，也派人进去把他们给拖出来吧。好嘞！秦钟立马应了一声，当即便转身去安排了。另一边，乔珊珊带着自己3名心腹一路跌跌撞撞的仓皇逃跑，直到数里地之后，感觉安全后，他这才停下了脚步。呼呼呼！乔珊珊大口呼吸，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但此时的他却是满脸的沮丧和悲愤。几百手下，现如今只剩下了他与另外的3名心腹。可以说，他这一次是惨败，而且败得很彻底。统领，我们该怎么办？一名心腹怯懦地看着乔珊珊，如此惨败，恐怕他们连北关城都不能回去了。毕竟他们现如今也算是毫无用处了，监军大人还会需要他们吗？回北关城，乔珊珊深吸一口气，眼里尽是一片怨毒。他要去找监军大人，只要能让监军大人派兵而来，沈清明必死无疑。3名女军卒的脸上尽是一片担忧，他们真还能回北关城吗？然而就在乔珊珊的话音刚落之时，一道凭空响起的声音突兀传来：“你们不用回去了。”乔珊珊和3名女军卒立即做出反应，拔刀警惕。只见四周出现几名身穿黑色劲装的男子，一个个眼神阴冷，面无表情。什么人？乔珊珊呼吸一滞，这些人如此悄无声息的就出现在了他们附近，恐怕不是什么普通人。乔珊珊，你可真是一个废物啊！一名领头的男子冷笑，随即冰冷的目光看向乔珊珊说道：“监军大人交给你的任务不仅没有完成，反而损失了全部人手。你觉得监军大人还会需要你这种无用之人吗？”监军大人！乔珊珊猛然惊呼，当即就明白了，这几人恐怕是监军赵真玉派出来监视他的人。虽然监军赵真玉的这种做法是对他的一种不信任，可此时此刻他也完全没有实力争辩，而且看情况，这几人恐怕是要对他灭口了。各位兄弟，能否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面见监军大人？乔珊珊屏住呼吸，想要为自己争取一个机会，但同时他也在暗中悄然做好了准备，一旦眼前几人对他动手，他也不会坐以待毙。听闻此话，领头男子嘴角微微勾动，冷声说出一句话：“给我一个理由。”乔珊珊目光闪动，微微深吸了一口气。此刻他心里很清楚，眼前想要活命，就必须得拿出一件能让这些人为之忌惮的事情，让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否则今天他在劫难逃。林洛，他没死。乔珊珊沉声开口，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些黑衣人是否知道林洛是谁，所以便急忙继续说道：“监军大人曾命我要他命，那一次失手了。”此话当真？领头男子微微皱眉，冰冷的脸上也闪过了一抹犹豫。因为监军大人可是下令，若乔珊珊无用失败，便灭口杀之。可万一正如乔珊珊所言，他手里有着监军大人必杀之人的消息，现在杀了乔珊珊，恐怕也会误事，到时候肯定免不了一场责罚。千真万确，只有我知道林洛在哪里，
若能够解决林洛，必定大功一件。乔珊珊急切说着，心底也微微松了一口气。只要能让这些黑衣人放下杀心，他也能面见监军赵真玉，就能借此机会爬起来。跟我们走吧，让大人亲自发落你。领头男子沉吟了一会，随即冷声说了一句。闻言的乔珊珊心中顿时一松，刚要迈步跟随，却突然眼中目光一凝，因为他已然看见前面的几名黑衣男子手中的刀悄然出鞘。这一刻，乔珊珊心中猛然一紧，看样子这些人并没打算放过他啊！王八蛋，去死！乔珊珊猛地一声怒吼，手中大刀挥出，带着强劲的破风声，直直劈向领头的黑衣男子。既然对方不给他活路，那他就豁出一条命，杀出一条活路。前面领头的黑衣男子反应也是极为迅速，转身抽刀，一气呵成，叮，两刀相撞，清脆的撞击声十分刺耳。丑女人警惕心很强啊！领头男子讥讽一笑，手中长刀一挑，十分轻松的就将乔珊珊沉重的大刀挑向一边，同时抬脚狠狠踹出。能够成为赵真玉手下的人，其实力没一个差的。别看乔珊珊一身蛮力和狠辣的出手，但在这名领头男子的手里却依旧有点不够看，砰的一声，乔珊珊完全来不及反应，就被这一脚给直接踹飞在地。就在他刚刚翻身从地上爬起的同时，眼前一幕直接让他两眼欲裂。噗噗，那3名跟随他逃出来的心腹直接被其他黑衣人一刀毙命。此时此刻，乔珊珊心中惊骇的同时更是一片绝望，看着提着刀一步步朝他走来的领头男子，他厉声嘶吼：你敢杀我！监军大人的事情，别以为我不清楚你心里的想法。领头男子便讥笑地打断了乔珊珊的话，随即不屑地摇头地说道：别天真了，若我没猜错的话，林洛应该就在刚刚的那个村子里吧。他可是一路暗中跟随着乔珊珊，这几日乔珊珊去过哪里，做过什么，都是一清二楚。若是他真知道林洛的下落，那必然就是之前的那颗村子里，所以他又如何会放过乔珊珊呢？只要他解决掉乔珊珊，再把这个消息汇报给监军大人，他就能独享2份功劳。被拆穿心中想法的乔珊珊呼吸猛然停滞，这可是他最后保命的底牌，所以他不能承认，否则必死无疑。乔珊珊猛然大笑，带着浓浓嘲讽地盯着领头男子说道：天真，你什么意思啊？乔珊珊的反应让领头男子猛地一愣，哪怕此时他心里认定了林洛就躲藏在之前的村子里，可也不由得产生了一丝怀疑。什么意思啊？你真以为林洛就在刚刚的村子里？乔珊珊故作镇定，但内心却是万分紧张。可此时的他却很清楚，他不能露怯，这样才能吃定对方。是吗？领头男子目光幽森地盯着乔珊珊，冷声说道：我怎么感觉你在骗我？不信，那你就杀了我吧，反正你坏了监军大人的事情，早晚也得死。乔珊珊手中大刀往地上一扔，完全就是一副豁出去的模样。他在赌对方不敢拿他自己的性命来搏这一份功劳。领头男子的脸上闪过了一抹迟疑，此时的他还真被乔珊珊的模样给唬住了。万一林洛真没在那个村子里，到时候监军大人的怒火可不是他能够承受得起的。一番犹豫后，领头男子只能选择相信乔珊珊。希望你没骗我，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随着男子说完话，立马长刀入鞘。这一刻，乔珊珊才彻底松了一口气，他知道他保住自己的命了。与此同时，村庄里却是一片忙碌，除了放出去观察村子四周情况的几名斥候外，几乎所有人都汇集在了村子里。毕竟乔珊珊丢下的近300名女军卒，若是处理不好，也是一个大麻烦。在林洛的吩咐下，秦钟也秦钟带着人从地道里将那些昏睡的女军卒一个个的全部拖了出来。经过清点，总共298名女军卒。此时的林洛站在一旁，心里却想着如何能够说服这些人加入他们，毕竟这个也是一股不弱的战斗力啊。就在这时，一阵香风袭来，林洛不用刻意转身看，也知道身边是沈清明走来了。你想收编他们？沈清明绝美的脸上带着一丝轻笑，从林洛最初的举动和尽可能的避免伤害这些女军卒，他就已经看出了林洛的想法，这也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虽然这些人是乔珊珊手下的人，可终归是从女囚营走出来的人，各方面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能够收编这些女军卒，就能极大增强他们自身实力。闻言的林洛点了点头，没错，我们现如今的实力完全不够，就算能够快速的将附近的流民吸收，也很难在短时间里发挥出战斗力。若是能够收编这些女军卒，对我们百利无一害。那这件事交给我吧，不管怎么说，他们以前也是我的兵。沈清明的话让林洛当即便点头答应，毕竟在这些女军卒眼里，沈清明的话可比他的话要有分量一些。没多久，昏睡中的女军卒开始陆陆续续的逐渐清醒过来。沈将军，随着一声声惊呼，
刚刚清醒的女军卒一个个脸上流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但随即全都一副慌乱表情地看向四周，目光巡视着那道庞大的身影。沈清宁自然看出了他们的想法，平淡地说了一句话：乔珊珊已经丢下你们逃走了。乔珊珊丢下他们跑了。女军卒们一个个面面相觑，有人愤怒，有人忧愁。愤怒的人则是想到自己拼死追随乔珊珊，却没想到最后被抛弃了。忧愁的人则是担忧自己的下场，毕竟他们可是跟随着乔珊珊背叛了沈清宁，现如今落在了沈清宁的手里，还会有好下场吗？然而这时沈清宁的一番话直接让在场的所有女军卒全都愣住了。如今乔珊珊抛弃了你们，你们也算是一无所有，所以我可以给你们两个选择。说完话的沈清宁故意停了下来，目光扫视着所有人，看着他们脸上隐隐浮现的激动和期待，缓缓开口：一是留下跟我们在一起对抗匈奴，二是现在就可以离开，并且我还给选择离开的人几日干粮，绝不阻拦。不少人极为异动，乔珊珊的狠辣与无情他们早有体会，当初本就是迫于乔珊珊的威慑才无奈跟随，现如今乔珊珊更是弃他们而去，也算是让他们脱离了苦海。沈将军，我愿意留下来。一名女军卒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着沈清宁，随即转过身看向其他女军卒，大喊着：姐妹们，乔珊珊凶残，只把我们当作手中刀，有用则用，无用则丢。当初的我们已经做了一次错误选择，现如今沈将军能够不计前嫌，我们为什么还不弃暗投明？哪怕以后与匈奴战死沙场，那也值了。女军卒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语令人为之动摇。当即便开始有人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沈清宁。沈将军，我也留下。有了第一个便有第二个，紧随着陆陆续续的有人站起身，仅仅片刻之后，298名女军卒全部选择了留下。沈清宁看着眼前一个个女军卒，脸上的清冷这一刻化为了一抹柔和的笑容。从这一刻起，以后我们就是生死与共的好姐妹，过去的恩恩怨怨就一笔勾销，未来的我们一起打拼，大前北境边军不敢守，那就由我们来守，等到我们功成名就的那天，定要洗刷所有罪身，属下誓死追随将军。女军卒们齐声大喊，声音里充满着激动与高昂的斗志。此时站在一旁的林洛双眼发光地盯着沈清宁，不愧是当过将军的人，一番话语深入人心，轻轻松松就获得了这些女军卒的认同感。然而就在此时，沈清宁的一句话却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有件事我要提前告诉大家，我们所有人包括我在内，皆要听从林洛指挥。随着沈清宁的话音落下，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林洛身上，有狐疑，有迷茫，更有不解。这些女军卒都认识林洛，毕竟当初他可是沈清宁挑选的男人。此时的林洛也是满脸的错愕，毕竟这些女军卒包括那些定北军老兵都是认可他这些定北侯府大小姐，而现在沈清宁明显是想要让他来做这个领头人。沈将军，这不合适。林洛当即开口拒绝，别好不容易积蓄的实力因此而瓦解，那可就得不偿失了。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的能力，你的战场判断，还有制作的武器，都是我所不能比拟的。若我们想要好好的生存，也就只有你有能力能够带领我们。沈清宁异常坚定，这也是他早就想好的决定，甚至私底下他也与薛红一还有秦钟两人交谈过，两人毫不犹豫选择了支持沈清宁的这个决定。因为林洛的本事他们是亲眼见过，也很认可林洛。林洛深吸了一口气，看着沈清宁坚定的眼神，又扫过周围众人复杂的目光，呼吸都忍不住有着一丝颤抖。并不是他不愿意接受，而是来得太突然了，一时间他也有点无法抉择。林兄弟，你就别犹豫了，我们都服你。秦钟率先站出来，洪亮的声音就仿佛是在给林洛打气一样，大喊地说道：上次从匈奴手里劫粮，驻京关，让我大开眼界，如此胆气和本事，我秦钟跟着你，心里踏实。随着秦钟说完，薛红一这时也走了出来，看着林洛说道：上次你单枪匹马闯匈奴大营，拯救沈将军，这份勇气和担当无人能比。如今我们落脚这里，你又制作出了威力极大的连弩，还有火油迷罐，哪怕以后与匈奴战死沙场，我也认为虽死犹生。什么叫众人期望？这恐怕就是独一份的众人期望了吧。林洛看着眼前的场景，心中的犹豫渐渐消散，他深吸一口气，走到众人中间，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沉声说道：既然你们都选择相信我，那我也就不再推迟。林洛，如今我们有400余人，虽不足以赢最低1000人之数，但我们完全可以以赢为建制，所以你定一个名字吧。这时沈清宁轻缓开口说着，以前这么多女军族所在被称为女囚营，但现在女囚营这个名字已经完全不合适了。闻言的林洛微微皱眉，让他取名字，一时间他还真没想到什么好名字。突然薛红一刚刚的话语在他耳边萦绕，当即眼前一亮的林洛便开口说道：刚刚薛统领说过，
战死沙场，虽死犹生，那不如我们的名字就叫死字营。所有人细品着林洛的所取的名字，虽死犹生，死字营，字很普通，但合在一起却有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林洛环顾四周，看着所有人，再次开口：身在死字营，但我们要为活着而战，我们更要让整个大前的人都知道，我们虽有罪身，但我们也能守土杀敌。随着林洛的话音落下，在场的所有人仿佛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渲染，不需何人带头，当即便齐声大喊：见过林将军。虽人数不足一营，也非朝廷任命，但在这一刻，林洛就是在场所有人眼里的一营之将。一声林将军，彻底掀起了林洛心中豪气。就在这时，也不知道秦钟从哪里扯出来了一块白布，然后又从地上捡起了一根烧黑的木棍，大喊了一嗓子：请将军立旗。在大前军队有着一个惯例，那就是新建立的军队都会有主将立旗。林洛也不迟疑，当即接过秦钟手里的木棍，直接便在摆布上写下了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死字旗下无诺者。林洛将手中木棍愤然一举，大喊地说道：此旗飘扬，便是我们死字营精神所在，希望大家牢记，人在旗在，人亡旗不倒。随着林洛的话音落下，在场的所有人眼里都仿佛燃烧起了高昂的斗志，齐声大喊：人在旗在，人亡旗不倒。高呼的声音响彻四周，直冲云霄。返回山谷，林洛刚让薛红衣带着那些女军卒去休息，一名之前与杜鹃一起的女军卒便匆匆跑了过来：沈将军，杜鹃醒了，有要事向你禀报。闻言的沈清明点点头，转头看向林洛说道：一起去看看吧。两人跟随着女军卒，很快就来到了一座木屋。山谷里的百姓中也有大夫，经过救治，此时的杜鹃状态明显要比之前好很多，只是脸色依旧有些苍白。当杜鹃看见走进来的沈清明和林洛后，当即就要起身：将军，之前我……然而还没等他说完，沈清明便已经快步上前，拍着他肩膀说道：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了，以后我希望你也能跟其他人一样团结一致。其他人？听见这话的杜鹃脸上闪过一片茫然，难道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人脱离了乔珊珊？沈清明知道杜鹃受伤昏迷后，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便开口为他解释道：乔珊珊落荒而逃，他所带领的人手全都留下了。落荒而逃，当真活该啊！杜鹃顿时高兴大笑起来，对于乔珊珊，他现在可是无比的憎恨。对了，你不是有要事跟我说吗？是什么事？沈清明缓声询问着。将军，乔珊珊投靠了边军监军大人赵真玉，女囚营遭受匈奴进攻，就是监军赵真玉的阴谋。杜鹃急切地回答着，然而当他说完话，却并没有在沈清明的脸上看见意外的神情。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沈清明轻轻一笑，随即看向杜鹃继续说道：所以我们在半路上劫走了赵真玉送给匈奴的粮草。这一刻的杜鹃这才恍然大悟，但随着他的目光看向旁边站着的林洛后，便再次开口说道：还有一件事，赵真玉想要杀他。为了增加自己所言的可信度，杜鹃也赶紧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乔珊珊投靠赵真玉的投名状就是杀掉林洛，以此换取他洗清罪身进入边军，而且赵真玉还许诺乔珊珊，这一次若是能够杀了沈将军您，他便能被封为边军校尉。闻言的林洛与沈清明对视了一眼，对于杜鹃所言，他们不认为是假，而且此时的林洛也才想明白了，为什么之前原主在边军军营里遭受构陷，还被送我那个女囚营。恐怕这一切都是那位监军赵真玉在暗中针对他。至于为什么，林洛完全猜得到，无非就是这个监军赵真玉恐怕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既然现在已经知道了是谁是敌人，那以后就好办了，不就是边军监军吗？等他发展壮大起来，到时候就来碰一碰，看谁更硬。两人又在杜鹃这里短暂的待了一会之后，便离开了。林洛、乔珊珊逃走，恐怕会把这里的情况告诉给赵真玉。两人走在路上，沈清明抬起头望着林洛，眉宇间隐隐浮现着一抹担忧。既然赵真玉安排乔珊珊带人出来寻找他，就证明赵真玉明不知道林洛还活着。现在赵真玉知道了林洛的消息，恐怕要不惜一切手段安排人来杀掉林洛了。此时的林洛在听见沈清明的话之后，并没有回答，反而挑眉地看着沈清明问了一句：你就不好奇赵真玉为何要这般处心积虑地对付我这个小人物？闻言的沈清明脸上扬起一抹淡淡的笑容，红唇轻启地说道：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秘密，当你愿意告诉我的时候，自然我就会知道了。虽然沈清明嘴上这么说，但其实在他的心里却更加确认了一件事，那就是林洛的身份。赵真玉可是京城的人，能让他这般针对林洛，无非就是赵真玉知道了林洛的身份，而且有人不想林洛活着。林洛笑了笑，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也没打算现在告诉沈清明自己的身份，
毕竟那个身份是原主的身份，与他无关。他是林洛，而不是流落在外的皇子林洛。随后两人在一番商量后，决定了接下来整个死字营该怎么做。毕竟乔珊珊一旦回到北关城，将这里的一切告诉给赵真玉后，这里恐怕就没有安宁了。甚至两人都猜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赵真玉很有可能会再次联合匈奴，让匈奴对他们出手。与此同时，乔珊珊也终于回到了北关城，第一时间就去面见了监军大人赵真玉。乔珊珊，你的意思是你不仅没有杀了沈清明，反而还导致全军覆没？赵真玉脸色阴沉，语气不善。闻言的乔珊珊吓得庞大的身躯剧烈颤抖着。大人，沈清明实在太狡猾了，根本不与我拼杀，尽是放毒和放暗箭，属下带着人仓皇应对，也毫无办法。乔珊珊毫不犹豫地直接甩锅给了沈清明手中阴险的武器。此时的赵真玉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本以为这一次派出乔珊珊能够轻易解决掉沈清明，却没想到乔珊珊这般无用，数百人还打不赢一个残兵败将。废物！赵真玉厉声呵斥，眼中凶光闪动。很显然，此时此刻的赵真玉动了杀心。如今的乔珊珊孤身一人，对他而言毫无用处。无用之人还留着干什么呢？当即赵真玉低吼地喊了一声：来人！大人，我有林洛的消息。乔珊珊眼皮一跳，清楚地感觉到了赵真玉的杀心，当即也不敢继续拖下去，直接丢出了自己的保命符。砰！被打断话的赵真玉重重地一拍桌子，目光犀利如剑般地盯着乔珊珊，咬牙问道：你说什么？大人，林洛并没死。此时的乔珊珊瑟瑟发抖，但为了能够保住性命，只能强忍着内心的恐惧大喊着：之前你不是告诉我林洛已死吗？赵真玉本就阴沉的脸上此刻更是怒火涌动。林洛已死的消息他可是已经传回了京城邀功，现在乔珊珊居然告诉他林洛并没有死。一想到为此他会迎来京城的怒火，就有种难以忍受的恐惧。大人，我也没想到林洛居然如此命大，还请大人再给属下一次机会，让我亲自弥补。乔珊珊急忙开口说着，心中更是一片忐忑。只要赵真玉给他这一次机会，他必要拿着沈清明那个贱人和林洛的人头为垫脚石。然而此时的赵真玉却目光阴冷地盯着他，杀机依旧闪动。突然，赵真玉起身抓起桌案上放着的一把短刀，一步步地朝着乔珊珊走去。眼前的一幕让乔珊珊神色惊恐，寂静的房间里，赵真玉每走一步的脚步声都仿佛重锤，一下下地砸在他的心上，呼吸和身体都在颤抖。乔珊珊脑子飞速转动，想着如何才能有保命的办法。乔珊珊，你可知你的贪功让我也已经身处险境了？赵真玉走到乔珊珊面前，在阴冷的声音中缓缓拔出手中短刀，刀身的泛着冷光，清晰地照映出了乔珊珊惨白的脸。属下知错，还望大人再给机会。乔珊珊说完话便立马用头磕在地上，咚咚咚。乔珊珊拼命的一个接一个的磕头，希望能够换来赵真玉的机会。可就在这时，赵真玉猛地挥出一刀，唰的一声，刀光闪过，乔珊珊立马发出一道惨痛的闷哼声。刹那间，乔珊珊的脸上出现了一道深深的伤口，鲜血止不住地流淌而出。但此刻的乔珊珊根本不感觉疼痛，反而有种劫后余生的兴奋。她知道她换来了一次机会，同样她也很清楚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这一刀算是对你的惩罚，若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后果你清楚。赵真玉冷冷地看了乔珊珊一眼，随即丢下一枚铜制三角令牌，沉声说道：现在你立刻出城去匈奴大营，让匈奴派兵随你一同前去。是，属下这就去。乔珊珊如蒙大赦，连忙起身就要转身离去。可就在这时，赵真玉的声音传来：记住，这一次我要你把沈清明和林洛他们的人头带回来。是，大人。乔珊珊当即领命，飞奔似的跑了出去。这一刻，她那庞大的身躯显得格外灵活轻巧。赵真玉看着乔珊珊离去的身影，眼中冷光闪过。林洛还活着的消息绝不能传出去，更不能让京城的人知道，否则他可就大难临头了。暗中派一队人出去，若是他这一次还办不好事，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都要给我杀了林洛。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房间里的角落中立马有一名黑衣人飞速离开。乔珊珊攥着赵真玉给的三角令牌，一路快马加鞭冲出北关城。随着天色渐渐黑暗，北京夜晚的冷风如刀子般刮在他脸上，火辣辣的疼痛却也不敢让他放慢速度。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若是不能带着沈清明和林洛的人头回去，定然绝无活命机会。整整一夜，乔珊珊马不停蹄地奔向匈奴大营，直到天色微亮，乔珊珊终于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匈奴大营。随着乔珊珊的出现，立马就引起了匈奴的注意，当即便有一队匈奴兵冲上前将乔珊珊给包围了。什么人？
我乃监军赵真玉大人使者，有要世面见你们大将军。乔珊珊当即翻身跳下马，手里举着赵真玉给他的3角令牌，立刻提高声音的大喊道：此乃赵大人令牌，快带我去见大将军。一队匈奴兵面面相觑，大前边军监军的令牌，他们又如何认识？除非是匈奴大将军耶律烈的亲信，或许还会认识。这些下面的普通匈奴兵，又岂会有人认识？不过还是有比较聪明的匈奴兵，见乔珊珊底气十足的模样，不像是说假话，便立马差人返回大营禀报。没一会，匈奴大营里面传出命令，让人带着乔珊珊入营。片刻后，乔珊珊来到了大将军耶律烈的营帐。此时的耶律烈满脸惺忪睡意，显然是才从睡梦中醒来。赵真玉派你来所谓何事？耶律烈面无表情地看着乔珊珊。大将军，赵大人希望能让你派兵助我踏平一处山谷，若能得到大将军支持，赵大人愿再为你们送上10万担粮草。乔珊珊深吸一口气，立马快速地说着。10万担。耶律烈眼中一亮，瞬间整个人就来了精神，身体微微前倾地看向乔珊珊说道：当真？自从上次匈奴大营被林洛毁了半数粮草，并且还抢夺了赵真玉送来的粮草，现如今匈奴大营的粮草已经不够长时间支撑大营消耗，若是能够得到10万担粮草，将会大大的缓解眼下困境。千真万确。乔珊珊立即点头，随后继续说道：而且这次要进攻的人，我想大将军一定也有兴趣。哦。闻言的耶律烈颇有兴趣的挑了挑眉的问道：对方是什么人，能够让赵真玉付出10万担粮草？乔珊珊眯了眯眼，他要亲自拉一波仇恨，这样才能让匈奴大将军耶律烈支持他。一个是以前女囚营主将沈清宁，另一个便是不久前抢夺了粮草的林洛。砰的一声，耶律烈猛然站起身，瞪圆着一双眼睛的质问着乔珊珊：你说什么？沈清宁？此时的耶律烈完全忽视了乔珊珊后面的话，他只在意的是沈清宁3个字。沈清宁在哪？耶律烈心中的躁动和愤恨被勾动了起来，脑海里更是浮现出了沈清宁那张绝美的脸庞。看见这一幕的乔珊珊心中大大喜，当即便立刻说道：就在一处村庄后面的山谷中，我给你一个1000人队，但你务必要将沈清宁给我完好无损的带回来。耶律烈猛地拍桌，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乔珊珊。这一刻，乔珊珊也不由得微微一愣，同时也明白了为何耶律烈会有如此大的反应。肯定是耶律烈看上了沈清宁的美貌，但监军赵真玉大人却叮嘱他带回沈清宁的人头。可现在耶律烈却要完好无损的沈清宁。短暂沉吟后，乔珊珊就做出了决定。没问题，到时候必定将沈清宁完好无损地送到大将军面前。乔珊珊嘴上是这么说，但心里却在冷笑。战场上刀剑无眼，到时候谁要是一不小心劈死了沈清宁，他也没办法。没过多久，随着耶律烈下达命令，一个1000人队很快便集结在了大营外。与此同时，村庄山谷现在应该叫做青雾谷。每日清晨，山谷都会形成一片薄雾，在郁郁葱葱的映射下，薄雾呈现出一种青色，所以谷中的百姓唤作此名。谷中的训练场上，杀声震天。此时的林洛与秦钟带着军卒训练着近身格斗，在林洛的指导下，将现代的擒拿格斗也融合在了一起。所有人两两一组，长刀碰撞的清脆声更是不绝于耳。有几名女军卒动作稍慢，被同伴的刀背拍到肩膀，却没有丝毫退缩喊疼，反而甩了甩手臂，再次挥刀训练了起来。因为他们时刻谨记着林洛的一句话：多流一滴汗就能少流一滴血。训练如火如荼，不管是定北军的老兵，还是原来女囚营的人和从百姓中心招募的军卒，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印着一抹坚定。在林洛的要求下，每个人的动作没有什么花哨，只有干脆的杀招。林将军，杜鹃从远处飞奔而来，他虽然有伤在身，但却坚持要做事，林洛便也没有强行让他休息。此时的杜鹃脸上带着一丝凝重。事后回报，匈奴的一支1000人队正朝着青雾谷的方向而来，动作好快。闻言的林洛眼中闪过一丝锐利，根据他的猜想，就算是赵真玉有什么行动，也应该还得等2天，没想到会来得如此之快。由此可见，当赵真玉得知他还活着的消息后，恐怕一刻都按捺不住想要杀了他。想到这里，林洛用手吹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哨，集合。原本正在训练的所有人立马停下手中训练，齐齐朝着林洛奔跑而来。几个呼吸后，在林洛的面前便出现了一个整齐的方队，方队中又区分出了3个小方队，秦钟和薛红衣还有杜鹃3人各自站在了小方队的前面。这是林洛对死字营的细化。秦钟带领先锋队，薛红衣带领锐剑队，杜鹃则是负责斥候。各位，匈奴来了，你们做好战斗准备了吗？林洛的目光扫过所有人，仿佛是想要将他们的面容都一一记在心里，因为他清楚
战争没有不死人的。况且这一次匈奴出动1000人，来势汹汹，不知道最后在场还能回来多少人。时刻准备着。林洛的话音刚落下，所有人只是在微微一愣之后，便爆发出了极大的呼喊声。林将军，该怎么打？你就下命令吧。秦钟眼里战意高昂，自从几年前战败后，他可是许久没有如此与匈奴面对面的打上一场了。林洛点点头，随即开始分配任务。先锋队进入山林，作为第一道防线，把所有火油迷罐全部带上，先让匈奴好好睡一觉。薛红一带领锐剑队固守山谷入口两侧，把所有青竹连弩给准备后，等秦钟带队撤回后，就狠狠地招呼匈奴。杜鹃带领斥后队，用最快速度将地道里面给我布满是睡草，一旦有匈奴兵钻地道，就放把火烧起来。林洛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安排。这一次他并没有把战场放在外面的村子里，毕竟村子里有地道的消息肯定已经传给了赵真玉，万一赵真玉又告诉给了匈奴，到时候他们把人埋伏在地道里，极有可能吃大亏。很快整个山谷就开始行动了起来，死字营的所有人按照林洛的安排进行战前准备，而山谷里的百姓在听说匈奴打来了，不仅没有以前的那般慌乱，反而主动出力帮忙搬运各种物资，甚至还有人拿着家里的斧头、锄头要跟着一起去打匈奴。但林洛却阻止了这些人的冲动。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未经过训练，到时候战斗打响，极有可能出现害怕和慌乱，这也会影响死字营的军族情绪。随后林洛便让人喊来了沈清宁，让他将山谷里的老百姓全部往山谷后方转移，那里有着一处溶洞，只要堵住了洞口，很难被人发现。若是最后战败，老百姓全部躲藏在溶洞里，他也能战术性的转移，而不用于匈奴死磕。穿上这个。沈清宁走上前，将手里的一件黑色皮甲递给了林洛，皮甲中心镶嵌了一层铁甲，可以王震的护住胸膛。林洛看了一眼沈清宁，也没有矫情，当即便脱下了身上的那一件破旧皮甲。穿好黑色皮甲的林洛，整个人的气质更显挺拔，黑色的皮甲在阳光的照射下神秘而又深邃。我不让你上战场，而让你撤离老百姓，不怪我。林洛的话让沈清宁只是莞尔一笑，伸出手一边替林洛整理衣物，一边轻声说道：现在你是死字营主将，既然我能做出这个决定，自然对你的安排无条件信任。说完话的沈清宁微微抬头，一双美丽的眼眸中闪动着一抹十分认真的神情，再次缓缓说道：不过你要答应我，不管什么情况，一定要活着。林洛笑着点点头，转身离去。虽然他之前有着一种感觉，沈清宁对他有着什么目的，但刚刚他却清晰地感觉到了沈清宁对他的关心。至于那所谓的目的，以后再说吧。然而此时依旧还站在原地的沈清宁，那一双美目中却闪动着一丝复杂。他对林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许连他自己都快不清楚了。若是以前，他会毫不犹豫地认为是为了洗刷定北侯府冤屈，可现在他内心却动摇了。不然他不会连夜缝制黑甲交给林洛，更不会心中担忧着他的安危。青雾谷外的山林里，林洛站在一处土丘，眺望着外面。虽然还未看见匈奴兵的队伍，但此时的林洛眼底却是闪动着一抹凝重。毕竟这一次他们可是要面临的是匈奴一支1000人队，人数是他们死字营的1倍，稍有不慎，那就是满盘皆输的下场。林将军，匈奴兵距离我们还有5里地。一名斥候飞快跑来禀报。继续监视。林洛当即下令，随即便跳下土丘，朝着正在布防的先锋队走去。此时的秦钟正带着先锋队的50名士兵安放火油迷罐，到时候只要匈奴兵进入山林，这些迷罐直接先送走一波。老秦，都布置好了吗？林洛走来，看着地方摆放着的火油迷罐，心中忍不住叹息了一下。这些火油迷罐威力很不错，但就是必须丢出去之前要点燃上面充当引线的麻绳，在罐子摔碎的瞬间，由麻绳上的火苗引燃火油。若是能够有火药就好了，到时候就不用这么麻烦了。这些火油迷罐完全可以像地雷一样埋在外面，而且若是有了火药，别说匈奴派1000人过来，就是来1万人，他也能分分钟全部送上天。放心吧，林将军，都已经布置好了。秦钟重重点头，脸上更有着一抹迫不及待大干一场的兴奋。许久没有与匈奴这么大干一场，他都感觉自己身体里的血液都在沸腾。将军，匈奴兵来了！就在这时，一名定北军老兵呼喊了一嗓子，所有人抬头望去，只见远处一支队伍缓缓出现，匈奴战旗咧咧，蜿蜒的队伍杀气腾腾。林洛站在土丘上，手按腰间短刀，目光死死盯着远处的匈奴队伍里那一道庞大的身影。乔珊珊。林洛眼中闪过一道冷光，这是装都不装了，直接跟随着匈奴一起行动了。就在林洛眺望的时候，匈奴兵的队伍中，乔珊珊也同样远远眺望着山林。沈清宁，等着吧，这一次我要让你生不如死。乔珊珊的眼神充满了怨毒，匈奴的1000人队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他根本不相信沈清宁一群人还能抵挡这么多匈奴兵的进攻，甚至他都已经在脑海里想好了，等会如何羞辱沈清宁的话语。这时，一名骑着高头大马的铜甲匈奴兵来到了旁边，沉声开口说道：“就是前面的山林让你全军覆没了。”铜甲匈奴名叫阿布都，是匈奴大军先锋军力的千夫长。此次领命出征，并没有引起他过多重视，对付一群残兵而已，3两下就能解决。阿布都大人，可别小看了这群人，不然你会吃大亏的。乔珊珊被铜甲匈奴嘲讽，脸色尤为难看，但还是忍不住提醒的说道：“这些人不仅挖了地道，更是有着一种威力巨大的弩箭，特别是他们搞出来的火油，更能冒出让人失去知觉的白雾。一群残兵，在我骁勇的草原战士面前，那就是土鸡瓦狗。”阿布都不屑一笑，根本没将乔珊珊的提醒放在心上。在他看来，这个胖女人被一群残兵打得全军覆没，只能证明她的无能。很快，他们来到了村口，但阿布都却并没有直接带兵冲进去。虽然他看不起这些残兵，但心中却记得旁边胖女人提醒里面有地刀的事情，准备火箭。因为有着提前的了解，所以这一次前来的匈奴兵除了部族，更是有着300人的弓箭手。随着阿布都一声令下，后面的队伍中立马出现了弓箭手，搭弓上箭，箭矢皆是缠绕了一圈，浸上了火油的布条。放！随着一声轻喝，数百箭矢嗖嗖嗖地飞向空中，然后落入村里。为了防止地道里埋伏，直接一把火开路，真有人埋伏，都得死在地道里面。由此可见，这位匈奴兵的千夫长战斗经验十分强啊！随着火苗蹿起，整个村子都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本就破烂的村子，都是一些倒塌的茅草屋顶和木质结构，遇火易燃。阿布都骑着马，看着眼前的熊熊烈火，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他抬起马鞭，指向火光最盛的方向，对身边的乔珊珊讥讽说道：“你看，这就是所谓的陷阱。”乔珊珊站在阿布都身后，看着燃烧的村子，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他没想到这个阿布都如此果断，直接用火箭焚村。若真有人埋伏在地道里，这一把火足够那些人喝一壶了。大人英明！乔珊珊连忙上前恭维，尽管心里很不爽对方，但此时的乔珊珊为了能够完成任务，也只能强颜欢笑地送上马屁。阿布都瞥了他一眼，不屑一笑地摇了摇头，语气依旧轻蔑地说了一句：“你要是有这脑子，也不会被一群残兵打得全军覆没。等着吧，本大人很快就能把这些老鼠给抓出来。”乔珊珊微微低头，心中更是愤恨不已。被一个匈奴兵如此羞辱，让他内心的屈辱已经达到了顶峰，甚至心底更是咒骂一会，直接被沈清宁的人给弄死算了。与此同时，村子后面的山林里，林洛正皱眉地看着眼前熊熊燃烧的大火。匈奴兵果决地放火烧村，让他不由得内心一紧。原本他还想着，若匈奴进入村子，能借助地道和房屋的掩护，再打一波伏击。现在看来，幸好他没有这样安排，不然这一把火埋伏在地道里的人可就遭殃了。就在这时，一名军卒飞奔而来：“林将军，匈奴的弓箭手还在搭箭，恐怕他们要烧山林了。”林洛抬头望去，只见村口的匈奴弓箭手已经重新搭好火箭，箭头对准了山林的方向。这一刻他心中一紧，山林里满是落叶和枯木，一旦被火箭点燃，火势会更加凶猛，到时候埋伏在山林里的先锋队立马就要深陷火海。老秦，快让先锋队立刻后退到山谷出口。秦钟正在树后盯着匈奴的动向，听到命令后，立马对身边的士兵喊道：“撤，回谷口。”先锋队的军卒闻令而动，同时也将准备好的火油迷罐全都搬了回去。就在这时，天空中就响起了络绎不绝的嗖嗖声，数百支火箭铺天盖地的从空中落下，山林里的落叶和枯枝让火焰瞬间燃起，朝着山林深处蔓延。林洛扭头一看，顿时大惊失色，火焰燃烧的速度出乎他的意料，照这个速度下去，要不了多久的事件就得把整片山林给烧得一干二净。快，别回头！林洛大喊一嗓子，同时拉着一名落在后面的新兵撒腿往前冲。火焰升腾，灼热的气浪让人感到火辣辣的发烫，弥漫的浓烟更是呛得不少人咳嗽不止。眼见情况不对，一味的这样跑，恐怕跑回到谷口也无济于事。砍树，制作一条隔离带！林洛大吼一声，随即转身便拔出自己腰上的长刀，一刀狠狠地劈在了树上。林洛的举动让正在奔跑的先锋队也不由得一愣，但率先反应过来的轻重也当即拔出长刀加入了砍树。还看什么啊？快砍树！秦钟虽然不明白林洛为何要在如此危急时刻砍树，但他却明白一个道理，听林洛的准没错。很快，先锋队的军卒便立马加入了砍树。别胡乱砍，以这里为线，往两边延伸出去，只要把这些树砍了，大火就烧不过来了。林洛一边砍树，一边指挥着先锋队的人砍。好在都是一群军卒，手膀子有劲，
没多久便按照林洛的要求砍出了一条隔离带。不过这也让不少人被火焰烧伤，甚至就连秦钟的手臂上都被烧出了好几个大水泡。此时的林洛脸色也是尤为难看，特别是看着一些先锋队的军卒垂头丧气的模样，林洛更是暗自握紧了拳头。战斗还没开始就让他们灰头土脸了，这多少也有点打击士气了。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匈奴大军朝着山林走来了。村子外面，阿布都骑着马眺望着山林中的大火，嘴角噙着一抹冷笑。火攻可是他最拿手的进攻方式，无往不利，因为他相信一个道理：大火之下皆真理。随着村子火势减弱，数百名匈奴军卒冲进了村子，仔仔细细地将整个村庄搜查了一遍。大人，地道里面空无一人。一名军卒跑来汇报，这也让阿布都顿时皱眉。怎么会没人？难道是对方提前发现不对劲，撤走了？倒是反应迅速。很快，阿布都亲自上前查看，空无一人的地道让他轻笑了一下，随即下达命令：全体进入山林，杀无赦。阿布都抬头看着村子后面的山林，冰冷的眼神一片杀机。乔珊珊跟在后面看着空荡荡的地道，忍不住开口提醒了一句：阿布都大人，可派人入地道，到时候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然而阿布都却扭头看了一眼乔珊珊，那眼神犹如看白痴，难不怪你会全军覆没。阿布都何尝不知道地道可以发挥骑兵的作用，可地道刚经过大火炙烤，而且山林里的出口还处于大火中，现在谁进去谁死。你……乔珊珊满脸涨红的看着阿布都离去，尽管内心愤怒，可他也只能强行忍下来。只要能够完成任务，解决掉沈清明和林洛这两人，他就能再次得到监军大人的再次重用。此时的谷口，林洛站在高处望着山林外正在进入的匈奴兵，眼神闪动着一丝复杂，因为他也想到了地道。匈奴兵没有选择进入地道，而是大摇大摆地进入山林，这也让他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派人从地道出去，堵住匈奴兵的后路。尽管现在的处境并不好，可林洛从始至终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全歼这支匈奴的千人队。但地道里现在的情况可不是一般人能够通过的，极高的温度不仅让人寸步难行，而且还随时有着垮塌的风险。将军，就让我去吧。杜鹃上前两步，眼神十分坚定。当林洛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他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这件事只能他带人去办。秦钟带领的先锋队要正面抵抗匈奴兵，薛弘毅的锐剑队要提供箭矢支援，这两队谁也不能离开，所以他所带领的斥候队就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了。林洛转过身，深吸了一口气地说道：立刻让人送麻布过来，然后把所有麻布用水浸湿。战场上最忌讳优柔寡断，好的战机是稍纵即逝，尽管他行踪不忍，但还是果断做出决定。不过他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杜鹃带着人去送死，用着他知道的防护方式，尽可能地保障他们的安全。随着麻布送来，林洛看着眼前已经集结好的斥候队，深吸了一口气，大声说着：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穿过地道，守在村口，等匈奴兵撤退的时候，狠狠地宰了他们。是。杜鹃立即做出回应，随后大手一挥，率先进入了地道。这一处地道口也是之前秦钟他们挖地道的时候选择的一处备用地道口，没想到现在还真用在了关键时刻。看着斥候队的人一个接一个的进入地道，林洛立马转过身，不再继续看，因为斥候队的这一去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就算能够耐住极高温度的穿过地道，当他们这100来人面对撤退的匈奴，也将是一场十分惨烈的伏击战。将军，匈奴进入第一道防线。秦钟匆匆跑来，熏黑的脸上尽是一片凝重。匈奴的火攻不仅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更是让他们完全失去了伏击的作用。林洛点头说道：放他们进来，等我命令。这一刻，林洛抛弃心中杂念，透露出了一种沉着冷静。他要尽可能的多消灭匈奴兵，这样才能给斥候队减轻压力。时间流逝，随着山林里除了火焰燃烧的声音外，渐渐地出现了匈奴兵的声音。林洛悄然抬头望去，只见一群匈奴兵已经出现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只见他们一个个十分谨慎地扫视着四周，步子缓慢小心，磨磨蹭蹭的干什么？这时匈奴兵的后面冲上来一名身穿铁甲的匈奴，厉声怒喝了一嗓子：给我往前冲，踏平这一片！随即匈奴兵也不再犹豫，纷纷加快步子往前冲去。此时的林洛屏住呼吸，缓缓抬起手，四周静看着他的先锋队军卒也同时悄然举起了手中的火油迷罐。眼看匈奴兵越来越多，微眯的双眼瞬间闪过一道杀机。哟！林洛挥手大喝一声，四周的军卒立马便用力地扔出了准备好的火油迷罐。山林中本就还有火焰燃烧，完全不需要他们另外点火。随着火油迷罐的落地破碎，轰！欲火急燃的火油瞬间发生爆燃，爆燃的火焰窜出很高，
同时飞溅的火油更是瞬间让不少匈奴兵身上猛烈燃烧。啊！救救我！救救我！凄厉的惨叫声络绎不绝，其他匈奴兵也随之乱作一团。然而此时的这些匈奴兵却并没发现，熊熊燃烧的火焰中正有着一种白雾混杂在浓烟中悄然散开。大火在火油的助燃下威力大增，这也让习惯用火开路的匈奴兵叫苦不迭。特别是当他们看着被大火活活烧死的其他人，心中立马滋生了恐惧，纷纷后退。此时刚进入山林的阿布都看见这一幕，气得脸色铁青的怒吼着：废物，一群废物，给我往里面冲！将军，火里有古怪！一名奔逃出来的匈奴兵话还没说完，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甚至还有着一缕口水从他嘴角流出。将军，是那神秘白雾！跟随在旁边的乔珊珊瞬间反应了过来，立即看向阿布都说道：将军快撤，不然没人能够抵挡这种白雾。就在乔珊珊说话间，山林里冒出的白雾正朝着他们席卷而来，立即撤退。阿布都满脸阴沉，尽管心有不甘，可眼前已经成片倒下的军卒让他不得不选择撤退。他可不想步上身旁这个胖女人的后尘，到时候全军覆没，可就没脸回去了。然而他们想要躲避神秘白雾，可也要看林洛答不答应。山林里的林洛自然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匈奴要撤退，当即眼中金光一闪，说不定他还真能借着匈奴的撤退将所有匈奴全歼。立刻通知锐剑队向下转移。林洛吩咐了一声后，当即就拉起脖子上早就准备好的湿布遮住口鼻，率先抱起2个火油迷罐就冲了出去。快冲上去，把火油迷罐给我往村子里扔！林洛大吼一声，就如同冲锋号角。秦钟和其余军卒自然也是毫不迟疑，拉起湿布遮住口鼻，直接抱着火油迷罐就冲了出去。山林的地势本就比村子高，当林洛来到山林边缘，都能够模模糊糊地看见匈奴兵撤退的身影时，奋力将手中的火油迷罐扔了出去，紧随着漫天的火油迷罐飞舞着砸进了村子。此时刚刚退进村子的匈奴兵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天上突如其来的火油罐子给砸得晕头转向。破碎的陶罐溅起滚烫的火油，遇着残火瞬间爆燃，形成一片火海。匈奴兵刚从山林的白雾中逃出来，还没喘过气，就被突如其来的火雨逼得四处逃窜。有的被火油溅到铠甲，火焰顺着甲缝往里钻，疼得他们满地打滚。惨叫声、火焰爆裂声、甲胄碰撞声混在了一起，随着火焰燃烧，是睡草形成的滚滚白雾升腾而起，转眼的时间就要弥漫整个村子。混蛋，一群阴险小人！此时的阿布都被眼前的一幕给气疯了，连对方人都还没看见，就已经接连2次遭遇了攻击，而且损失还不小。此时的乔珊珊也是满脸惊愕，她也没想到沈清宁带着人手会将匈奴兵打得如此灰头土脸，但此时却容不得他多想，眼前弥漫而来的白雾让他脸色巨变，这些白雾可是让他记忆犹新啊！大人，快走，不然就晚了！乔珊珊惊呼地提醒着，但此时的阿布都却明显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走什么走？只要我们冲破迷雾，就能将他们屠戮殆尽。就在阿布都的话音刚落，一名匈奴兵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大人，不好了，村口有伏兵！什么？伏兵？哪来的伏兵？闻言的阿布都浑身一激灵，刚刚那种冲破迷雾的冲劲，随着这个消息的出现，瞬间烟消云散了。后路被断，他们可就成了困兽，稍不留神，全部都得交代在这里。大人，是地道，那些人全是从地道里钻出来的。匈奴兵的话让阿布都差点就喷出一口老血。地道？阿布都瞳孔紧缩，心中顿时后悔不已。刚刚他若是不掉以轻心，不忽视了地道的存在，现在也不至于被人断了后路。快！立刻收拢队形，一起冲杀出去。阿布都很快就冷静了下来，现如今只有冲出去才有一线生机，不然等这神秘白雾席卷后，全都得失去反抗能力。突然一道破空声从白雾中传来，嗖！只见一根竹剑破开白雾，击射而来。噗！还没等匈奴反应过来，竹剑便已经射穿了一个匈奴兵的身体，在强大的惯性下，竹剑接连穿透2个匈奴兵的身体，这才停了下来。这一幕直接让阿布都看傻了眼。你哥这给我表演糖葫芦呢？是那种弩箭。乔珊珊惊惧难耐，弩箭的威力他可是亲身体验过的，连他的力气都完全不能奈何，被吓住的他当即就要不顾一切的逃跑。然而这时白雾中的破空声接二连三的响起，嗖嗖嗖！在所有匈奴的注视下，竹剑铺天盖地的击射而来。这一刻，每一个匈奴兵的脸上都映出了一种恐惧的表情。跑！随着一名匈奴兵的嘶吼，瞬间所有人就像炸锅了一样。哪怕匈奴兵反应迅速，可也比不上击射而来的竹剑。噗噗噗！一支支竹剑穿透一个个匈奴兵，鲜血飞溅，惨叫四起。何为人间炼狱？
恐怕此时的场景也相差无几了。此时的阿布都浑身发抖，有恐惧，更有后怕。若不是他刚刚反应及时，带着一队人钻进了旁边的屋子，恐怕现在的他也已经被串糖葫芦了。环顾四周，此时的阿布都更是悲愤欲绝。来的时候整整1000人，可现在除了身边的100人，恐怕还活着的也寥寥无几了。乔珊珊，怒发冲冠的阿布都当即拔出弯刀架在了乔珊珊的脖子上，低声咆哮地吼着：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们有如此厉害的武器？乔珊珊也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浑身发抖，但在听见阿布都的话之后也怒了。放屁！老娘一路上都在提醒你，他们的武器有多厉害，可你听了没有？你……阿布都顿时表情一僵。正如乔珊珊所言，是他太过于轻敌，并没有将对方这一群残兵放在眼里。就在这时，外面逐渐的破空声骤然停歇。大人，逐渐停下来了。一名望风的匈奴兵当即扭头汇报：快随我冲杀出去！阿布都很清楚，此时就是一个机会，只要冲出村子，此仇他必要百倍千倍的还回来。当即，一群匈奴兵护卫着阿布都冲出了屋子。然而，当他们看见外面的情况后，也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太惨了！整个村子都仿佛是被竹剑洗得了一般，而那些被竹剑穿透身体的匈奴兵，不少还是直直站立，保持着生前的惊恐表情。哪怕是冲杀过无数次战场的这些匈奴兵，此时看见眼前的一幕，也有着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短短时间，数百匈奴就惨死于此，这恐怕还是匈奴大军征战大前破天荒的第一次吧。就在这时，随着浓雾散去，村口方向却已然站立着一群杀气凛然的大前军卒。这队人马正是提前埋伏在了村口的斥候队。冲！杀出去！阿布都也是十分果断下达命令。他知道此时不能犹豫，不然等山林里的人出来后，他们就整等死了。斥候队听令，杀尽匈奴！杜鹃举手扬刀，高声大吼。眨眼的时间，双方人马就如洪水交汇一般冲撞在了一起，兵器相撞的声音络绎不绝，鲜血在这一刻更是喷洒不止。此时躲藏在匈奴兵中对俄乔珊珊终于害怕了，现在的他只有一颗念头：跑！有多远跑多远，否则一旦他落入了沈清明的手里，定然会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下场。可还没等他跑出2步，一道寒光突然从侧面袭来，只见一把长刀带着冰冷的锋芒，直直地朝他劈来。乔珊珊，你的死期到了！怒喝声传进耳朵里，乔珊珊急忙后撤身体，但闪耀着寒芒的刀尖却依旧从他肩膀划过，鲜血如喷泉涌出，顷刻间染红了他半边身体，踉跄地摔倒在地。剧烈的疼痛让乔珊珊脸颊抽搐，此时的他也才看清眼前突然出现的人是谁。杜鹃。乔珊珊，你想怎么死？杜鹃握紧长刀，眼中满是恨意，声音冰冷地说道：为了你的私心，你罔顾姐妹生死，现在更是为了达到目的，投靠匈奴，你可想到过现在的下场？此时的乔珊珊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想要逃跑，却被箭步上前的杜鹃一脚踩住了脚踝。咔嚓！啊！一声脆响，骨头断裂的剧痛让乔珊珊忍不住惨叫出声，十分狼狈，祈求呼喊道：饶了我，求你饶了我，饶了你！杜鹃讥讽冷笑，缓缓举起手中长刀，厉声质问道：当初你率队追杀我的时候，可想过饶了我？可想过饶了那些被你亲手杀死的姐妹？乔珊珊惊恐地张嘴，可还没等她发出声音，眼前刀光一闪，刹那间乔珊珊两眼圆瞪，脸上尽显不敢置信。呸！杜鹃朝着乔珊珊的身体吐了一口唾沫，愤愤地说道：让你死得这么爽快，真是便宜你了。与此同时，村口的混战早已进入白热化，阿布都带着仅存的100余名匈奴兵像困兽般朝着斥候队的防线猛冲，他手中的弯刀更是收割了好几名死字营战士的性命，同时更是嘶声大喊着：给我冲！谁先冲出去，我重重有赏！眼见这一幕的杜鹃咬牙冲了上去，虽然他很清楚自己恐怕不是阿布都的对手，但却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杀出去。叮的一声，杜鹃手里的长刀与阿布都的弯刀相撞，强大的反震让他的手臂发麻。小娘们，找死！阿布都脸上凶光一闪，再次挥刀。这一刀他卯足了劲，带起的劲风呼呼作响。杜鹃屏住呼吸，脸上一片决绝，拼命的横刀抵挡。可就在这时，阿布都的脸上却闪过一抹讥笑，手中弯刀突然改变方向，狠狠地朝着杜鹃侧腰拍去。砰！杜鹃完全来不及抵挡，直接就被拍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地上。噗！一口鲜血喷出。去死吧！阿布都一个箭步上前，挥刀就要砍向地上的杜鹃。住手！一道怒喝声传来，只见一把长枪破空而至，精准无比地刺在了阿布都手里的弯刀上。危急时刻，
薛红一及时赶到。与此同时，林洛也带领着先锋队和锐剑队的人加入了战斗。瞬间，原本势均力敌的匈奴兵彻底就被压着打了。叮的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阿布都手里的弯刀瞬间脱手而飞。这一刻，阿布都脸色惊变，当即一个翻身滚地，想要脱离对方，然而挥舞的长枪就如枯骨之躯，始终紧紧地跟随着他。砰！突然，原本从阿布都侧面划过的长枪猛然一个抽打，狠狠地抽在了他的头上。巨大的力量让阿布都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趁他病，要他命。薛红一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手中长枪猛然刺出，精准地透过铁甲缝隙刺入了对方的身体。这一刻，阿布都身体猛然一颤，低头看着胸膛上的长枪，眼中满是不甘，最终轰然倒地，再也没有了声息。大人战死了！阿布都大人战死了！一名看见这一幕的匈奴兵带着惊恐地嘶喊着。也正是因为他的嘶喊，其他的匈奴兵也猛然一愣，随即扔掉武器，跪地求饶。也正是因为阿布都的死，让战斗迅速落下了帷幕。然而此时的死字营所有战士望着满地的匈奴兵尸体，脸上竟是一片不敢置信。他们赢了，他们打赢了骁勇善战的匈奴兵，我们赢了！随着一名战士的欢呼，瞬间就点燃了所有人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清点伤亡。此时站在一旁的林洛声音带着一丝低沉的对秦钟说着：这一战他们的确赢了，但伤亡恐怕也不会小。那这些匈奴兵俘虏呢？秦钟看了一眼被聚集在一起的匈奴兵，眼中杀机四溢。留着也是浪费粮食，砍人头，铸金棺。林洛杀气凛然地说出一句话：是。这个结果正是秦钟想要看到的，当即领命提着刀就朝着被俘虏的匈奴兵走去。随着数十名匈奴兵俘虏人头落地，也宣告了耶律烈派出的1000人队全军覆没。在秦钟的亲自指挥下，一颗颗匈奴兵的人头被整齐堆放在了村口。一个令人震撼的1000人金棺，既令人心惊又令人胆寒。恐怕等这个消息传出去，立马就会引起整个北境的震惊。林将军，这样做，匈奴恐怕会不死不休了。薛红一走到林洛身旁，俊俏的脸上隐隐有着一抹笑容。难道不这么做，匈奴就不会不死不休了？林洛嘴角噙着一抹冷笑。他当然知道薛红一并不是在担忧匈奴的反扑，以他对薛红一的了解，这个女人恨不得每天都与匈奴大战800回合。那自然不是，只不过这里恐怕就不能待了。薛红一脸上闪过一抹怅然，好不容易有一处安稳地方，现在又不得不离开了。为什么不能待呢？闻言的林洛却轻轻挑眉，轻轻摇头地说道：只要把匈奴的注意力吸引到其他地方去，这里就是安全的。其实林洛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薛红一的这个担忧，不过他也很快想到了解决办法。至于是个什么办法，他现在还不能说出来。与此同时，距离村子不远处的一个山丘上，一群黑衣人正悄然地趴在地上，静静地注视着村子里的情况。他们正是赵真玉派出的一队兵马，想要简陋地击杀林洛和沈清明2人。队长，我们现在动手吗？一名黑衣人扭头看向旁边的中年男子，轻声询问着。动手去送死吗？中年男子两眼一瞪，没好气地怒斥着。就他带的110号人现在冲出去，那不是羊入虎口是什么？没看见匈奴兵在对方的手里都如砍瓜切菜一样被灭了吗？那怎么办？监军大人可是下了死命令啊！黑衣人皱眉地说着。闻言的中年男子也忍不住有些犯愁地摸着下巴，随着一番沉思后，他眼前一亮地说道：等晚上行动，他们白天经过一场大战，人困马乏，到时候我们再杀他个出其不意。晚上，山谷里一场盛大的庆功宴正在轰轰烈烈地举行，这也是林洛特别提议的。一支军队不仅要有凝聚力，更要有归属感，才能打仗打胜仗。只见死字营全体集合列队，但其中却有着空位出现，特别是斥候队空位尤其多。就在所有人手里端着一碗酒静静等候的时候，林洛也端着一碗酒走上了临时搭建的木台。伴随着篝火的燃烧，火光照耀在每个人的脸上，有的人面孔青涩稚嫩，有的人坚毅刚强，特别是人数最多的那些女军卒，每一个望向木台上的拿道身影时，眼中都不由自主地闪过一抹火热。因为就是这个人，他们才能打胜仗，才能以少胜多地打赢匈奴。各位兄弟姐妹，今晚是我提议的庆功宴，但我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庆功。林洛的话说到这里，却突然停了下来，目光缓缓地扫过在场所有人后，这才继续说道：而是为了祭奠归去的英雄。今日之战，我们以少胜多全歼了匈奴的1000人队，但同时我们也有同袍战死沙场，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我们的胜利，我们是不是应该将他们铭记于心？随着林洛的话音落下，全场所有人顿时齐声回应：是。好，那我们举起手中酒，送同袍。林洛高举酒碗，将酒水缓缓倒在地上，
而台下的所有人也同时将酒水倒在了身前的地上。紧随着，四周的老百姓立马抱着酒坛上前给所有人倒酒，而台上的林洛、沈清宁也同样抱着一坛酒走到他的身旁。这第二碗酒，林洛边说边接过沈清宁手中的酒坛，可突然肩膀的一阵剧烈刺痛让他的话戛然而止。你没事吧？沈清宁当即伸手接过酒坛，面色担忧地盯着林洛。没事。林洛摇摇头，同时也咬牙提起了酒坛，给自己倒上了一碗酒。他很清楚，此时此刻的他可不能露出一点异样，否则前面做的铺垫可就前功尽弃了。第二碗酒，我敬在场的所有兄弟姐妹，所有同袍，因为有你们的拼命厮杀，才有我们山谷的安宁，才有我们家的安宁。林洛的声音回荡在山谷中，同时也让所有人神情一愣。家，对于他们，这是一个多么久远的词。这其中定北军的老兵流落关外多年，早已不知家中情况；女囚营的女军卒更是因为醉身早已家破人亡，就连那些新招募的新兵，也有不少人更是因为匈奴肆虐早已没有了家。然而现在他们的心里却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感觉，那就是有了家一样的归属感。这一刻，有人红了眼眶，有人激动而泣。晋将军！突然人群中有人呐喊出声，也让死字营所有人顿时惊醒，当即每个人都神情激动地望着林洛，高举手中酒碗大喊着：晋将军！晋将军！晋将军！呐喊声直冲云霄，震天动地，这也让旁边围着的老百姓为之热泪盈眶。自从没有了定北军，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如此斗志昂扬的军队了。此时此刻，林阳的脸上扬起了笑容，一种满意的笑容。就算这一刻有的人还没有找到那种家的归属感，至少也已经在他的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慢慢的会生根发芽，还要逞强。这时沈清宁不悦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林洛扭头看去，只见此时的沈清宁目光幽怨地盯着自己。看什么看？还不跟我走？沈清宁丢下一句话便转身匆匆离去，不高兴的气息都快要溢出来了。林洛苦笑着摸了摸鼻子，只能无奈地跟随着离去。木屋里，林洛看着背对着自己的沈清宁，深吸了一口气。你过来坐下。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便被沈清宁生冷的声音给打断了。走过去坐下的林洛这才看见沈清宁手里正拿着治伤的药粉。这一刻林洛知道了，他肩膀上的伤瞒不住了。这也不得不佩服沈清宁的敏锐，就刚刚拿一下，他就察觉出了林洛肩膀有伤。把衣服脱了。沈清宁不容置疑地盯着林洛，这也让他不得不乖乖地脱下衣服。随着衣服脱下，只见林洛的肩膀上有着一处小孩拳头大小的烧伤，不过因为没有及时处理，此时的伤口更是皮开肉绽。看着血肉模糊的伤口，沈清宁的眼眶微微透红，不知道为何，哪怕他以前受过更严重的伤，也没有这一刻那般心疼。怎么伤的？沈清宁深吸一口气，尽管故作镇定，但那微微颤抖的声音却出卖了他。大火烧来的时候，有个跑得慢，我拉着他跑的时候不小心蹭到火了。林洛毫不在意地笑了笑，十分随意地说了一句，但他却是故意这般轻描淡写，当时若不是他反应快，恐怕整个人都要被熊熊燃烧的大树给压在下面了，到时候就算不死也得重伤。闻言的沈清宁深深地看了一眼林洛，并没有继续追问，随即开口说道，再有下次也得先顾好自己的安危再救人，你要记住，你可不是一个人。说完话的沈清宁微微一愣，绝美的脸颊上瞬间升起一抹绯红，急忙像是给自己解释一般的说道，你可是死字营这么多人的将军。不知为何，此时的沈清宁反而有种心跳加速的感觉。明明两人都已经有过夫妻之实了，但此刻却更像心生好感的初见一般。好，我知道了。林洛抬眼看着眼前的美人，哪怕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他，此时也知道要顺着说话，不然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没一会，在沈清宁小心翼翼的动作下，林洛肩膀上的伤口很快就被处理好了。然而就在这时，沈清宁一个转身，身体重心突然不稳，整个人直直的就朝着林洛怀里倒去。屋子里火苗跳动，火光照映下，两人的影子被放大在了墙壁上。此时的林洛也是心神晃荡，软香入怀，特别是沈清宁身上那一抹自带的花香，让他有种情不自禁的着迷。看着眼前这一张令人窒息的绝美容颜，林洛情不自禁的缓缓低下了头。杀！可就在这时，外面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响亮的厮杀声。林洛猛然一激灵，当即抬头看向外面，嘴角勾起了一抹轻笑的说道，终于来了。山谷里，一群黑衣人被四周突然涌出的军卒给团团围住。突如其来的一幕让黑衣人全都有些措手不及，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偷袭，却没想到人家早就等着上菜了。大人，我们中埋伏了。一名黑衣人大声喊着，而他旁边的中年男子此时也是满脸阴沉。两人正是下午埋伏在外面，
准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一群人。阴险小人！中年男子极为不忿地怒骂着，可他却不想想，他半夜偷袭，难道就是正人君子了？所有人听令，冲杀出去！中年男子虽然不清楚为何自己的偷袭计划会被洞悉，但很清楚，此时若是不赶紧冲出去，那可就得全完蛋。任务没完成，只要能杀出去，总有机会能够完成。没命了，那可就什么都没有了。杀！随着中年男子率先挥刀朝着谷口冲去，一群黑衣人也立马行动了起来。与此同时，刚刚走出木屋的林洛也看见了外面的场景。黑衣人行动利落，杀伐果断，显然是一群精锐。由此可见，赵真玉的实力可不容小觑。为什么林洛会预料到半夜会有偷袭发生？这只不过是他用了简单的换位思考。若是他是赵真玉，该怎么做？肯定是一边驱使匈奴派兵袭杀，一边也派出自己人暗中观察。若是匈奴成功，这些人则带回好消息；若是匈奴失败，那么这些人就充当了补刀作用。所以林洛对此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林洛目光扫过战场，黑衣人果然被他故意制造出来的假象迷惑，以为能趁虚而入，却不知他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了。在林洛的提前安排下，薛红一率领锐剑队直接在四周架好了青竹连弩，秦钟率领先锋队直接埋伏在四周，杜鹃则是带着斥候队隐藏在了谷口，断了这些人的退路。将军，他们已经被完全包围。薛红一手中举着火把匆匆而来，将战场情况向林洛汇报着。闻言的林洛眯了眯眼，随即沉声说道：那就收网吧。当即薛红一立马扔出了手中火把，发出了信号。随着火把落地，隐藏在四周的锐剑队成员立刻动手。啾啾啾的破空声瞬间络绎不绝。噗噗，竹剑的威力轻而易举的就将黑衣人的队形给撕碎，不少人更是直接被竹剑透胸而过。一场剑雨之下，原本100人的黑衣人小队转瞬减员2/3，徒留着30几人满脸惊恐地望着四周。威力如此之大，如此恐怖的弩箭，他们可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不怪白天匈奴惨遭碾压式的全军覆没，也不是没有道理啊。完了！站在黑衣人中间的中年男子此时脸上一片绝望，碾压式的打击直接将他内心的信念给瞬间摧毁。兄弟们，若不想死就投降吧。中年男子明没有拼死一搏，毕竟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他呢？随着箭雨的停歇，四周等候着的先锋队手里的长刀早已饥渴难耐了。看着四周冲杀而来的人，中年男子立刻大声喊道：我们投降！也正是因为他的大喊一声，也让秦钟率领的先锋队立刻停下了冲杀。所有人都在等一个人说话。林洛站在木屋台阶上，冷眼注视着这场一边倒的围歼。杀无赦！林洛冷滞的声音决定了黑衣人的性命，并不是他冷血，而是他清楚这些黑衣人是赵真玉的心腹，就算投降也不一定是真心投降，更何况他也不需要这些人的投降。随着林洛的话音落下，秦钟便再无迟疑地率领先锋队杀向了黑衣人。战场拼杀很激烈，虽然黑衣人的人数少，可不亏是精锐，反而与先锋队杀得旗鼓相当。若是人数相同，恐怕先锋队直接被按在地上摩擦的份。不过好在四周有着锐剑队的帮忙，只要哪一个黑衣人厉害，定然会送上几支竹箭。这种情况直接让黑衣人心底叫苦不迭，甚至带领黑衣人的中年男子更大声怒骂不讲武德，而回应他的却是几支竹箭齐刷刷地朝他射来。妈的！中年男子急忙闪躲，可就在他刚准备避开最后的一支竹箭时，旁边却突然冲出一个人，一刀猛劈向他。这也让中年男子不得不举刀抵挡。叮！清脆的响声传出，噗！激射而来的竹箭也瞬间射中了他的大腿。剧烈的疼痛让他顿时两眼突出，就在他还想反抗的时候，一把长刀却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别动，再动砍你！秦钟杀气腾腾地盯着中年男子，虽然林洛的命令是杀无赦，但他却看出这个中年男子是领头人，想着是不是可以问出一些什么消息，所以才想抓活口。中年男子本就有投降之心，特别是看着其余黑衣人一个个被当场斩杀，更是让他没法生出丁点的反抗之心。很快，中年男子便在秦钟的押解下来到了林洛面前。看着留下了一个活口，林洛不由得微微皱眉地看了一眼秦钟，随即将目光落在了中年男子身上，沉声问了一句：说说，赵真玉给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此时的中年男子抬起头看向林洛，紧张地开口问了一句：我说了，你能不能放过？噗！还没等他说完话，突然眼前刀光一闪，中年男子的人头瞬间抛飞出去。答非所问，那就不用说了。林洛手握短刀，冷声说着。这一刻，站在旁边的秦钟身体猛然一颤，此时的他乃还不清楚自己犯错了。将军，属下知错。当即
秦钟毫不犹豫的便跪在了地上。军人是什么？林洛表情阴沉的看着秦钟，随即继续开口说道：军人是保家卫国、守卫家园的战士，更是以服从命令为第一准则。听见这话，秦钟深深的低下了头，为自己的想当然深深感到了自责。仅此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眼看自己的敲打差不多了，林洛这才放缓了声音。秦钟跪在地上，头埋得更低，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他知道林洛不是真的要罚他，而是要他记住，战场之上军令如山，任何想当然的自作主张都可能酿成大祸。林洛弯腰从中年男子的身上磨出了一枚三角令牌，指尖拂过上面深刻的诏字，眼神锐利如鹰。这便是他想要的东西。战斗结束后，山谷里再次恢复了平静，除了守夜巡逻的人之外，其余人都回去休息了。此时的林洛也回到了木屋，沈清宁立刻便迎了上来，如妻子般替他脱下已经沾染上鲜血的衣裳。秦书的事，沈清宁刚开口，林洛便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没事，老秦经过这次的敲打后，做事会更加认真。听见这话的沈清宁便不再继续说了，随后打来一盆水放在桌上，轻声说道：简单洗一洗，早点休息。说完话的沈清宁便准备转身离开，可就在这时，林洛却突然一把拉住了他的手。刚刚没完成的事情还继续吗？听见这话的沈清宁顿时脸颊一红，微微带着一丝嗔怪的瞪了他一眼，说道：肩膀还有伤，就别想其他的了。林洛看着沈清宁略带仓皇离去的身影，无奈撇了撇嘴的嘀咕了一句：肩膀受伤跟继续办事有什么关系？第二天天还未亮，一则消息便已经传进了匈奴大营。报，大将军阿布都大人，全军覆没。随着传令兵的禀报，还躺在床榻上的耶律烈瞬间翻身而起，满脸不敢置信地问道：你说什么？啊，阿布都大人，全军覆没。传令兵也被耶律烈的模样给吓住了，颤颤巍巍地回答着：混账！耶律烈当即抽出床边弯刀，大步来到传令兵身前，直接将刀架在了传令兵脖子上，凶狠地说道：假传军令，可是死罪！传令兵当即便吓得浑身战栗，急切说道：大将军，小人不敢，是探子亲眼所见。这一刻，哪怕耶律烈不敢置信，也容不得他不相信了。只是让他没想到，阿布都带着一支1000人队居然会全军覆没。难道躲藏在外面的这一支队伍不仅很厉害，而且人数也不少？想到这里，耶律烈也忍不住了，当即怒声说道：传令，点军2万，本将军亲自率队出征。他想亲眼看看对方到底是不是真有这么厉害。而且接连失利的情况让他不得不急切地想要铲除这一颗在北关城外面的钉子。与此同时的北关城里也同样收到了匈奴1000人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大将军魏无方看着手里探子传来的消息，脸上的不敢置信清晰可见。好一个死字营，虽死犹生，死字营。魏无方难掩激动，笑容更是堆满了整张脸的说道：不愧是定北侯沈千钧的女儿，虎父无犬女啊！大将军，这一仗打得简直是太漂亮了，以数倍悬殊的实力全歼匈奴1000人队，哪怕就是定北侯也未曾做到过啊！副将唐元华也是满脸激动地感叹着：是啊，沈清宁这丫头还真不简单啊！魏无方情不自禁地再次将手里的消息看了一遍，随即轻笑地说道：这一仗不仅打通了匈奴，恐怕赵真玉也得痛一痛了吧。此时的魏无方还并不知道，赵真玉派去的一队精锐也同样全军覆没了，不然恐怕会更加高兴。短暂的高兴后，两人的脸上也随之浮上了一抹担忧，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匈奴遭受如此惨败，定然不会善罢甘休，接下来恐怕就是大军出征的报复了。大将军，接下来沈将军的处境恐怕……副将唐元华面带忧色沉声地说着：是啊，只可惜边军不能出北关城，不然我也立刻挥军北上，跟耶律烈好好的打一场。魏无方无奈叹气，自从定北军覆灭后，远在京城的皇帝便下了一道圣旨，边军固守北关城，未有圣意不得出城，所以魏无方才会如此憋屈无奈。而且就算他违背圣旨，强行出兵去支援沈清宁，恐怕赵真玉第一个就会跳出来，并且还会趁机直接卸下他的兵权。身为副将的唐元华当然明白其中关键，但他心里却早有了一个主意。大将军，既然我们不能出城，那为何就不能让沈将军师出有名呢？唐元华的一番话让魏无方微微一愣，但随即他便想明白了其中意思。你是说给他们一个身份？没错。唐元华点头，随即继续说道：现在沈将军率领的队伍并无任何身份，与其这样，不如大将军守另一封，让其成为正规军，并且就让他们在关外成为一颗扎的匈奴肉疼的钉子。好，就这么办。两人一合计，当即就决定给予死字营边军正规军身份，名字依旧是死字营。
有人欢喜，自然有人愁。此时的监军府里传出一阵砸碎东西的声音，只见赵真玉的卧房里满地瓷器碎片。混蛋，为什么会这样？一支千人队居然被全军覆没。赵真玉披头散发地站在床头，满脸狰狞和愤怒地低吼着：耶律烈就是一个废物，连一群残兵都解决不了，他怎么不找块豆腐撞死？此时的赵真玉怒火滔天，他怎么也不敢相信沈清宁和林洛率领的一群人居然能这般干净利落地全歼匈奴。突然赵真玉仿佛想起了什么一样，当即怒声问道：我们派去的人有消息吗？随着赵真玉话音落下，一名黑衣男子便从门口走上前说道：回大人，并无消息。立刻，马上给我派人出去查探。赵真玉深吸一口气，强忍着内心的怒火。既然匈奴失败，现如今他也就只能把希望放在自己派出去的那一队人身上了，其他的都无关紧要，他只要林洛死就行了。而另一边的山谷里，林洛也在此时把沈清宁、薛红衣、杜鹃和秦钟几人召集在了一起，不为别的，只为接下来的安排。大家都很清楚，匈奴吃了这么大一个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我打算由我和薛红衣带领锐剑队离开，在外面吸引匈奴大军的注意力。随着林洛的话音刚落下，沈清宁便立马站了起来。不行！然而此时的林洛却并没有迁就沈清宁，反而沉声说道：我是死字营主将，一切听从我的命令。这一刻空气瞬间凝固，沈清宁面色泛冷地盯着林洛咬牙说道：要我同意也可以，带上我。不行！林洛拒绝得十分干脆。你……沈清宁瞬间愠怒，冷峻的表情十分难看。然而这时的林洛却再次说道：你要留守山谷，这里的百姓都需要你带领。闻言的沈清宁当即伸手指向对面的薛红衣：红衣也可以留守，是不是红衣？原本做着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薛红衣猛然一愣，怎么这把火就烧到我头上了？可是要让他不出去打仗，而是守在山谷里，一想到那种无聊感，薛红衣猛然一个机灵。不行不行！薛红衣急忙摇头，看着沈清宁尴尬一笑：将军，这个事我选择赞同林将军的安排。这一下直接就让沈清宁懵了，一向听他的薛红衣居然不听话了。薛红衣，沈清宁咬着牙恨恨地想着，不听话，早晚把你送到林洛床上去。行了，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林洛也不再纠缠，直接开口继续安排部署。沈将军与杜鹃带领斥候队留守山谷保护百姓，老秦带领先锋队外出继续收编流民，1个月后再返回山谷。原本他是准备带领斥候队外出，留下锐剑队守卫山谷，奈何2场仗下来，斥候队人员锐减，只能留下斥候队了。随着林洛安排好一切后，其余人皆是迅速的离开了。毕竟他们可都看见了沈清宁脸上阴沉如暴风雨来临的表情。林洛！随着众人离开后，沈清宁咬牙切齿的声音便瞬间钻进林洛耳朵里。感觉后背凉风嗖嗖的林洛顿时扭头冲着沈清宁咧嘴一笑：别生气，别生气。看着怒火中烧的沈清宁，这个时候他可不敢招惹。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偏偏要留我在山谷？沈清宁生气的正是这一处，不管是指挥还是武力，他都在薛红衣之上，为何偏偏留他在山谷？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山谷里的百姓重不重要？林洛见沈清宁是真生气了，也只能问出了一个问题：重要。沈清宁想也不想，毫不犹豫的就做出了回答：既然重要，那我交给你才能放心，对不对？林洛眨了眨眼，眼底有着一抹深藏的狡黠一闪而过。闻言的沈清宁瞬间微微皱眉，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但却又说不上来，只能点点头说道：对，所以啊，沈将军是不是想通了？林洛说完话，小心翼翼地盯着沈清宁。其实他就是在绕沈清宁，所以最后这一刻他还真怕沈清宁反应过来了。然而想什么来什么，沈清宁突然抬头盯着林洛，脸上出现了一抹冷笑：好啊，你搁这挖坑等我呢。眼见沈清宁反应过来了，林洛当即一个转身就准备脚底抹油开溜，可他反应快，沈清宁的反应更快，直接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抓住了林洛的肩膀。林洛瞬间一个抖肩，想要躲过沈清宁的手，然而沈清宁仿佛早有预料一般，直接膝盖一抬，顶在了他的后腰上。本来沈清宁的身手就比林洛厉害，这一下直接就被沈清宁给牢牢地控制在了手里。然而就在林洛刚想要奋力挣扎的时候，耳边的一阵酥软让他瞬间浑身一激灵。林将军，威风都耍到我头上了，不好好教训教训你，我咽不下这口气。沈清宁直接咬着林洛的耳朵，吐气如兰地轻呼着。其实当林洛做好全部安排后，沈清宁便已经接受了。既然选择让林洛做死字营的领头人，他自然不会对着干，之所以一直要沉着脸，多少也有点是因为心里对林洛的担忧。毕竟独自率队外出，
任何情况和危险都会发生，所以他想要在林洛离开前做点事，既是对林洛昨晚没做完的事一些补偿，也是因为之前两人在一起，他的肚子始终没有任何反应，想要再试一试。还没等林洛反应过来，沈清宁一个巧劲，直接将他推倒在了桌子上。在林洛的注视下，沈清宁缓缓褪去衣衫，一件绣着青色花纹的白色肚兜赫然映入眼帘，饱满圆润，呼之欲出，十分巍峨。雪白的肌肤有着吹弹可破的滑嫩。沈清宁本就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如此撩拨更是极为诱人。这一刻，林洛目光炙热，呼吸渐渐急促，仿佛身体里的血液都要沸腾了。随着肚兜轻轻滑落，入眼的画面直接让林洛爆发了。然而此时的门外，薛红衣刚准备抬手敲门，就听到屋里传出了一些古怪的声音。当他透过门缝往里一看后，顿时整个人像是受惊的兔子一样，急忙后退2步。他那张俊俏的脸上更是瞬间红霞遍布。白日喧嚣，他们居然……薛红衣咬着唇角，脑海里不停地浮现着刚刚所看见的画面。林洛精壮的身材，沈将军的摇摆，还有那一声声仿佛撞在了他心尖上的碰撞声。这一刻，薛红衣两腿有些发软了。然而就在这时，秦钟却匆匆走了过来，满脸狐疑地看着薛红衣。薛统领怎么站在门口不进去？这个……薛红衣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秦钟本就大大咧咧，当即就要直接进屋，毕竟他可是有着重要的事情禀报林将军。看见秦钟要直接进屋，可把薛红衣给吓了一大跳。里面的场景可太吓人了。秦统领，等等！薛红衣赶紧一个箭步拦在了秦钟面前。轰！可就在这时，屋子里忽然发出一声巨响，仿佛是什么东西破碎倒塌了一般。闻声的薛红衣猛然一激灵，眼底闪过一抹惊骇。这么厉害！此时的秦钟也是顿时脖子一缩，抬手指了指屋子说道：“他们打起来了。”秦钟想到了刚刚林洛那般不给沈清明情面，恐怕为此两人还真有可能动起手。薛红衣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急忙点了点头。战况如此激烈，我还是等会再来吧。秦钟满脸后怕的嘀咕了一声，转身就急匆匆的离开了，徒留下薛红衣风中凌乱的守在门口。他也想走，可里面的两人这般不管不顾，万一有谁莽撞的冲进去了怎么办？无奈之下，薛红衣只能强忍着耳边传来的阵阵非靡之声，面红耳赤的留守在门口。屋里的场景十分凌乱，桌椅倒塌，遍地狼藉，仿佛经受过了一场暴风雨洗礼。林洛，你是不是偷偷吃药了？沈清宁卷缩着身体难语着，原本他是想一如既往的拿捏林洛，可没想到这一次反倒被林洛给收拾了。太凶悍了，虽然只来了一次，可战斗经历却丝毫不输以前的13次。现在他只感觉浑身酸软无力，连动一下手指的力气都已经没有了。吃药？林洛猛然一愣，但随即就反应了过来，他如今的身体素质有必要吃药。随着林洛每日的锻炼还有饮食的调养，他的身体早就不是昔日的无下阿蒙了，不说是战力爆棚，至少是龙精虎猛。你看不起谁呢？林洛猛然一瞪眼，没好气地盯着沈清宁，随即再次翻身而起。你还来？沈清宁整个人麻了，感觉自己这一次的挑衅好像错了。一直站在门外的薛红衣脑子再次懵了，屋里的突然没有了响动，他还松了一口气，可没想到这么快又来了。可恶，可恶，你们就不能消停一下吗？薛红衣紧咬着唇角，俊俏的脸蛋宛如晚霞一般红透了天。时间慢慢流逝，屋里战斗不止，终于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原本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只见沈清宁的满脸红润，大口大口喘息着。不来了，不来了。沈清宁实在承受不起了，只能主动求饶。然而此时的林洛却依旧战意高昂，不过在看见沈清宁已经完全瘫软的模样后，嘴角噙着一丝笑意的说道：我像是吃药了吗？看着林洛得意洋洋的样子，沈清宁咬着唇角暗恨不已。他是真没想到，时隔一段时间，林洛居然会如此厉害，简直比牲口还要牲口。原本是他想要让林洛服软，可没想到现在却是林洛让他服软。你……沈清宁张了张嘴，刚想说什么，但脑海里却突然闪过了一个想法。不管怎么说，他今天都要让林洛付出代价。你等着！沈清宁咬咬牙，强行撑起身体走下床榻。可就在双脚落地的一瞬间，那种无力感让他的双腿顿时一软，差点就摔在了地上。林洛脸上的笑意更浓了，毕竟男人的成就感不是在战场上，就是在征服中。看着沈清宁简单的裹上衣衫，林洛也好奇的看着，想要看看他到底要搞哪样。既然已经败了，现在他总不能找人来帮忙吧？可没一会，林洛就傻眼了，因为沈清宁还真就找人来帮忙了。只见沈清宁走到房门口，
微微打开房门朝外唤了一声：“红衣，你还在外面吗？”其实早在之前的时候，沈清宁就已经听见了门外薛红衣的声音。既然有着帮手在门外，他也不会客气，他就不信2打1还征服不了林洛。此时的林洛顿时凌乱了，沈清宁这是准备喊薛红衣进来。想到这里，林洛的脑海里顿时就浮现出了一身红衣的薛红衣，俊俏的容貌，飒爽的英姿。咕噜，要说林洛不兴奋，但他的身体却已经出卖了他，难道他就要承受其人之福，一龙二凤？林洛自己都不敢想象那种画面，刺激啊！此时更加凌乱的还有门外的薛红衣。突然听见沈清宁的呼唤声，他也是忍不住懵了。这个种情况下突然喊他作甚？但他又不得不回应，只能小声的回了一句：“将军，我在，有何吩咐？”薛红衣呼吸急促，只感觉自己的心跳在莫名其妙的猛烈加速。进来。随着屋里传来沈清宁的声音，薛红衣的呼吸顿时一滞，双眼渐渐瞪圆。这个时候喊他进去，好像有点不合适吧？而且你们2个亲热，我一个外人进去是不是有点？可沈清宁的话他又不得不听，一番纠结犹豫后，最后也只能深吸一口气，踟蹰的朝屋里走去。刚一进门，扑面来的就是一种奇奇怪怪的味道，很上头。特别是当他看见赤身的林洛后，顿时就羞红着脸低下了头。然而还不等他开口，身旁的沈清宁便直接说了一句让他不可思议的话：“脱衣服。”等等，这什么情况啊？薛红衣身体一抖，抬起头，满脸瞠目结舌地看着沈清宁：“红衣，你我情同姐妹，别忘了曾经的那个誓言。”沈清宁眼底闪过一抹狡黠，以前2人为了不分开，薛红衣便许诺过，沈清宁嫁谁他便嫁谁。可是薛红衣都快羞涩哭了，别看他在战场上胸如猛将，可放在床子之事上面，他可就是一个小白了。没什么可是了，他太凶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快帮姐姐分担分担。沈清宁一边说着，一边更是毫不客气地扒拉着薛红衣的衣衫，一具修长且十分匀称的胴体暴露在空气中，在一种淡淡的羞涩衬托下，更是凸显出了一种别致的诱惑。林洛呼吸一滞，眼前的薛红衣带给他的不仅仅是美，更是一种惊艳。匀称的身体隐隐有着一种柔美的肌肉线条，特别是那2条清晰可见的人鱼线，仿佛勾动着他的神经。虽有肌肉，但却不夸张，反而极具视觉冲击力。在林洛火热目光的注视下，沈清宁牵着薛红衣走了过来。看着林洛此时的表情，沈清宁挑眉一笑，他就不信有着薛红衣加入，还不能让林洛服软。姐妹齐心，其利断金。夫君，红衣美吗？沈清宁狡黠一笑地坐在林洛身旁，咬着他耳朵的轻声呼气。此时的沈清宁哪还有千军万马的将军模样，简直就是一个勾人的小妖精。林洛看了一眼沈清宁，他哪会不清楚沈清宁心里的小算盘？不过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就要等战斗过后才知道了。但他却有着十足的信心，让沈清宁主动求饶。砰砰砰！突然，房门被重重拍响，外面传来了秦钟的声音：“将军，属下有事禀报。”屋里的3人皆是齐齐一愣，都有种发自内心的郁闷。沈清宁暗自不爽，被破坏了好事。薛红衣心底暗暗松了一口气，但却有着一种遗憾蔓延。林洛无比不忿地叹了一口气，看样子其人之福是没机会了。尽管心痒难耐，但他还是分得清哪头轻哪头重。既然秦钟主动找他，肯定是有要紧的事情。当即林洛便立刻起身穿衣，旁边的沈清宁和薛红衣也赶紧动手帮忙。沈清宁显得十分大方，薛红衣就有些羞涩的蹑手蹑脚。走出房间，林毅赶紧带上了房门，毕竟里面可是春色满园，他可不希望被别人看了去。老秦，什么事？秦钟抬眼看了看林洛，眼底闪过了一抹诧异。林将军果然厉害，居然与沈清宁对战这么久，居然毫发无伤。毕竟他可是十分清楚沈清宁的身手。心里惊讶归惊讶，但秦钟还是没忘自己说来的事情。将军，我们的武器损坏太严重了，现在仅剩的战刀连一个小队都凑不齐了。2次战斗，武器损坏也是很正常的，但别忘了死字营可没有后勤补给啊，武器损坏一把就少一把。林洛顿时皱眉，这事可不能忽视，没有了武器那还怎么打仗？突然他想起了从匈奴手里缴获的弯刀，当即说道：“不如让大家用上匈奴的弯刀。”然而秦钟听见这话却苦笑地摇了摇头：“将军你有所不知啊，匈奴弯刀对于匈奴人是利器，可对于我们大前人而言那就是无用东西，没有人能习惯用匈奴弯刀。”秦钟的话让林洛更加皱眉，当即深吸一口气说道：“带我去看看。”随后2人匆匆来到训练场地，入眼看见的则是一地堆放的大前战刀，完好无损的却只有寥寥几十把，更多的则是断成了2截，或者是刀刃上遍布豁口。林洛当即从地上拿起一把战刀仔细查看，
很快他就看出了问题，战刀的冶炼技术不足，导致了锻造的战刀太脆，两者拼杀之下，强大的力量下就会损伤战刀。冶炼技术不足就是一个大问题，不然这个问题依旧会存在。想要提升冶炼锻造技术，就需要高温，而能够达到冶炼锻造所需要的温度，就更得需要碳。到现在为止，林洛都还没发现这个世界有着煤炭这种东西，哪怕是天冷取暖，所有人都是用着木材。林洛心底满是无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哪怕他以前曾在一位老铁匠手里简单学习过锻造技术，可没有煤炭啥也不行。老秦，我们这里有铁匠吗？要不试试能不能将这些残刀融了重新打造？林洛扭头看向旁边的秦钟，如今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将军，时间来不及啊。秦钟身为老兵，自然也清楚只有这一个办法，但是他也知道现在可不是什么安稳时候，匈奴大军随时都会出现，而且林洛也急需武器率队离开，融了重新打造，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啊。林洛眉头紧皱，这些残刀回炉重造，凭借现在的锻造手法，真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毕竟接下来的锻造手法都是用木材烧火粗糙锻造，木材的炉火根本无法在短时间里将残刀融化，然后重新打造，除非现在能够找到煤炭。有了煤炭，凭借煤炭燃烧的高温，重新锻造就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了。想到这里，林洛立即看向秦钟问道：老秦，你在北京这么多年，可曾见过一种黑色石头，拿在手里也会将手染黑，并且还能够燃烧？闻言的秦钟立马皱着眉开始回想起来，黑色石头染色还能够燃烧。想着想着，秦钟猛然一惊，这形容不是跟段东阳那小子前不久捣鼓的石头很像吗？将军，好像有人手里有这种石头，在哪？林洛原本还没抱什么希望，可没想到秦钟还真有消息，当即让他不由得心中一阵激动。这要是能先找到煤炭，那他手下的冶炼技术可就要起飞了。到时候别说什么战刀了，他还能直接干出红衣大炮。就算匈奴有着30万大军又如何？他会亲自让匈奴明白一个道理，真理只在射程之内。将军，段东阳在那里？秦钟环顾一圈，立马就看见了段东阳正在老铁匠的草棚里。林洛毫不迟疑，立马就快步地朝着草棚走去。然而还没等他靠近，草棚里就传来了一阵激烈的争吵。不行，你这黑不溜秋的石头不能放进火炉。老师傅，这不是普通石头，这叫火神石，能烧起来的。胡扯！我老张做了几十年的铁匠，烧了几十年的火，还从没见过能够烧火的石头。草棚下面，一年轻男子正与手拿铁锤的老铁匠争执着什么，而在年轻男子的手里却拿着一块漆黑如墨的石头。然而看见这一幕的林洛却渐渐睁大了眼睛，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激动的表情。那是别人不认识年轻男子手里的石头，可他认识啊，那不就是他现在最需要的煤炭吗？老天爷待他不薄啊，他需要什么就出现什么，难道这就是穿越者的气运？然而这时的老铁匠也看见了林洛，当即便走上前告状了。林将军，这小子胡搅蛮缠，另外给我安排一个学徒吧。老铁匠满脸不爽，气呼呼的大声说着。青雾谷里除了粮草充足，其他物资都是十分短缺，所以沈清宁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便从所有流民中开始挑选有本事的人。而老铁匠原本就是青雾谷外面的老百姓，打了几十年的铁，便被安排带领学徒为青雾谷打造武器和一些农具燃。而令他气恼的却是，这个安排来的学徒居然抱着一块石头就要丢进他使用了几十年的火炉。这要是丢进去了，他这火炉还不立马报废啊？此时那名站在旁边手里还拿着一块黑色石头的年轻男子显得十分慌张和局促。他原本只是想帮一帮老铁匠，这才把他父亲当初找到了这种能够燃烧的生气石头拿了出来。可没想到老铁匠不仅不领情，反而还告了他一状，生怕因此被驱赶出山谷的男子立马急切地想要解释。将军！然而他刚一开口，林洛却突然抬手阻止，直接让年轻男子心里瞬间冰凉一片。如今北境匈奴肆虐，一旦被驱赶出了这里，可就没有如此安稳的生活了。然而就在男子内心一片绝望的时候，林洛却突然走上前，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男子手里的黑色石头。煤炭，这就是煤炭。就在所有人都好奇林将军为何会这么好奇男子手里的黑色石头时，林洛却突然抓起男子手里的黑色石头，直接丢进了旁边正在熊熊燃烧的火炉里。将军，你……这一幕直接让老铁匠大惊失色，可惜不等他阻止，黑色石头便已经被扔进了火炉里。完了，我的火炉完了！老铁匠的脸色瞬间一片惨白。一个好的火炉对于铁匠而言，那就如战士手里的武器，那就是命啊！没有了火炉，以后他又该如何生存？
顿时老铁匠就不由自主地嚎啕大哭了起来。凄厉的哭喊声瞬间就吸引力不少人围观。在得知了事情经过后，不少人都皱眉地盯着林洛。虽然如今林洛是青雾谷的将军，但是如此欺负人，还是让他们多少有些抵触的情绪。然而此时的林洛可不在乎这些，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火炉，看着里面的煤炭的反应。仅仅10个呼吸后，煤炭渐渐变红，周围燃烧起了青色火焰。咦，那石头怎么烧起来了？最先发现的便是秦钟，这一刻连他也是忍不住瞪大了一双眼睛。真的，石头烧起来了？这是什么石头啊？怎么还能烧火？四周顿时一片议论纷纷，就连原本嚎啕大哭的老铁匠也在这一刻傻了眼。火炉里的石头燃烧着熊熊大火，产生的高温让人有种不敢靠近的感觉。还等什么呢？试试火温如何？林洛这时给老铁匠递上了一把刀刃残破的战刀。老铁匠微微一愣后，当即便不再犹豫，直接接过残刀，立马投入了火炉之中。一双眼睛带着迷茫和兴奋地盯着火炉，他也十分好奇，为何石头不仅会燃烧，还能产生这么强的温度。就在所有人都被火炉吸引了注意力后，林洛却扭头看向了旁边带着一丝不安的年轻男子。你叫什么名字？以前做过铁匠。林洛一双眼睛直视着年轻男子，20出头的模样，皮肤黝黑，但一双手臂却格外粗壮。面对林洛的询问，男子惴惴不安地赶紧回答着：将军，小人段东阳，以前跟随父亲做过铁匠。段东阳十分害怕，生怕自己被驱赶出山谷。你这石头是从何而来？数量多吗？林洛最为关心的便是煤炭的下落，既然眼前的段东阳手里有煤炭，肯定知道哪里有。黑石沟。段东阳当即便说出一个地名，随即继续说道：那里到处都是这种黑石头，而且因为寸草不生，所以很少有人去那里。我知道这种黑石头能够烧火，也是看见我爹又一次无意间发现这种石头能够燃烧，而且火焰还很凶猛。黑石沟。林洛小声嘀咕着，想着是不是该派人提前去看看，弄点煤炭回来。可就在这时，老铁匠却兴奋地大喊了一声：好厉害的火，战刀融化的时间居然提升了1倍。林洛轻轻一笑，这还是因为只有1块煤炭的原因，若是全用煤炭，时间还能更快。老铁匠当即取出已经被烧红的战刀，挥舞着手里的铁锤，叮叮当当地开始砸了起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战刀上的断口渐渐消失，一把完整的战刀再次出现。这样一幕简直震惊了所有人。然而就在老铁匠即将把重新锻造好的战刀放入水中冷却时，林洛却突然大喊了一声：住手！林洛突然的开口阻止，让所有人都是一脸不解地看向他。但此时的他可顾不上解释什么，直接大声喊道：别用水淬火，用油！用油！众人皆是一愣，就连锻刀的老铁匠也是猛然一愣。用油淬火，他也是第一次听闻。林将军，用油是不是太浪费了？这时候一直站在旁边的秦钟走上前，眉头微皱地说着。林洛让用油淬火，在他看来是不是有些太儿戏了？毕竟现在油都是极其珍贵的，整个山谷里都不见得有多少，用来锻造武器简直是暴殄天物。是啊，林将军，用油淬火是不是太不合适了？老铁匠此时也是满脸不解地看向林洛，认为眼前这个少年将军真是太胡闹了。整个山谷的都不见得每个人能吃上一口油，他居然想要拿来淬火。此时的林洛也是皱眉不已，他又何尝不知道油的珍贵？可根据他前世在老铁匠那些学来的技术，用油淬火的刀硬度可是完胜用水淬火的刀。当即他便直接不顾所有人的质疑，直接扭头对秦钟命令道：现在立刻去拿油过来。林洛脸色一沉，低吼的声音带着一种威慑力，让四周的人皆是畏惧的后退一步。你们几个去厨房拿油。秦钟眉头紧皱，虽然他也很不赞同林洛这种浪费，但身为下属，他必须在这个时候选择支持林洛。很快，几名军卒便从厨房里抱着几个油光光的罐子飞奔过来，随着几罐肉油化开，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了一股浓郁的香味。不少人更是连连吞咽口水，毕竟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肉油可是极为珍贵的食材。将军，真要浪费这些肉油吗？老铁匠看着眼前的油锅，一脸心疼地问着。闭嘴，淬火！林洛一瞪眼，低吼了一声，成不成就看着关键一下了。但凡是犹豫了，那都是对这一锅肉油的不尊重。这一刻，老铁匠一咬牙，直接将手里烧红的锻刀放进了化开的油锅里。滋！随着滋滋声响起，一股青烟瞬间升腾而起，焦糊刺鼻的味道也让不少人捂着鼻子连连后退。只有林洛此时依旧目不转睛地盯着油锅里。不过当老铁匠将放入油锅里的锻刀取出来后，林洛看着通体漆黑的刀身，还有与锅边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声，
都让他忍不住眼前一亮。快，拿一把残刀过来试试！林洛急切地喊着，当即便有一名军卒飞快地拿来了一把残刀，用这把刀劈。林洛将残刀举在手里，一双眼睛发着亮光地盯着老铁匠。此时的老铁匠也有点不知所措，生怕自己这一批重新锻造出来的战刀有损伤，但在林洛的注视下，他又不得不做，只能一咬牙，直接握着重新锻造的战刀，朝着林洛手里的残刀劈了过去。叮！一声脆响响彻四周，在所有人瞠目结舌的目光中，林洛手里的残刀轻而易举的就一分为二。嘶！全场齐齐响起抽泣声，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种不敢置信。好厉害的刀！哈哈，牛掰啊！这一刻，林洛心中的欣喜难以抑制，有了这种刀，匈奴弯刀那就是小孩子的玩具。当即，就连秦钟也是急不可耐的从老铁匠手里夺下战刀，细细看着，忍不住欢喜地大喊着：“好刀！”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用着一种崇拜的目光看着林洛。这个少年将军当真神人啊！不仅知道那种黑色石头能够燃烧，还知道用油淬火出来的战刀坚不可摧，当真是好厉害。这一刻，林洛在这些人的心中简直就是被神化了一样。然而老铁匠这时候却一脸讪笑尴尬地走上前，看着林洛不好意思地问了一句：“将军是如何知道黑石头能燃烧，肉油可淬火？”这种闻所未闻的手法勾起了老铁匠心里强烈的求知欲。随着老铁匠的开口，四周的其他人也都是一脸好奇地看着林洛。闻言的额林洛也没有藏私，当即抬手指着火炉里的石头说道：“这种黑石头名叫煤炭，是一种埋在地下的矿产，不仅易燃，而且燃烧的温度比木材更厉害。”林洛简单地讲述了一下煤炭的特性，随后又指着旁边的一锅肉油说道：“用水淬火，冷却速度较快，但对战刀的硬度却有了局限性，而且还容易导致刀身出现裂口，而用油却刚好弥补了战刀的硬度问题，不仅稳定，更能有效地控制战刀内部的开裂和暗纹。”尽管林洛已经是尽可能的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话来解释，但所有人都是一脸的迷茫，毕竟接触的知识有限，而且时代的差异就注定了这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虽然听得云里雾里，但这却更让他们认为林洛的神奇之处，而林洛也因此彻底的让这些人深深折服。将军威武，将军睿智！不知道是谁一声高呼呐喊，立马就仿佛引起了共鸣，一声接一声，最后声浪直接传遍了整个山谷。与此同时，林洛也没有忽视那个叫段东阳的男子，当即让他负责锻造这些残刀。一来是想看看他有没有本事，二来林洛学过的一些锻造手法可不适合老铁匠。与此同时，北关城监军府里，赵真玉一脚踹翻了桌案，面容狰狞，犹如一头暴怒的狮子，正对着一名黑衣密探大发雷霆。那你说什么？派出去的精锐小队有可能全军覆没了。赵真玉咬牙切齿，冲上前，直接一脚狠狠地踹在了黑衣人身上。黑衣人面容惊恐，瑟瑟发抖地说道：“大人，我只看见他们半夜悄悄摸进山谷，但直到第二天都没看见他们出来。”沈清宁、林洛，赵真玉怒火中烧，接连2次的势力让他隐隐感觉事态有些偏离了他的掌控。大人，另外有消息传来，匈奴大将军耶律烈亲自率军2万，准备踏平青雾谷。黑衣人生怕自己遭受赵真玉怒火，赶紧送上一个好消息：耶律烈亲率2万大军。果然，听闻这个消息的赵真玉脸上闪过一抹狂喜。2万匈奴兵，岂是沈清宁和林洛手里的区区数百人能够抵挡得了的？看样子，这一次1000人队的覆灭彻底惹怒了这位匈奴大将军。但随即，赵真玉的眼底闪过了一抹狠厉，立刻传信给耶律烈，告诉他林洛手里有着我和他联络的证据，让他务必杀了林洛。赵真玉害怕林洛在危急关头自曝身份，从而引起耶律烈的其他心思，只能用这种办法来逼迫耶律烈不得不杀掉林洛。而另一边的将军府里，此时的魏吴方正心情极佳地写好了一封手令。手令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正式任命死字营为边军第一游击营的命令，同时也任命了沈清宁为边军校尉将军，并且还特意允许他可以自行募兵练兵的职权。立刻将这封手令送去青雾谷，一定要亲手交给沈清宁。魏无方十分郑重地将手令交给了自己的一名心腹亲兵。是，大将军。亲兵点点头，立刻转身朝外走去。然而就在这时，一名将军府守卫却匆匆来报：大将军，监军赵真玉来访。闻言的魏无方当即脸色大变地看向了身旁的副将唐元华，两人都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赵真玉居然会主动拜访而来。可还没等他们两人回过神，外面却已经传来了赵真玉略带尖锐的声音：凭我与大将军的关系，哪还需要禀报啊？赵真玉嚣张的声音传来，魏无方心中暗恨不已。按道理他才是边军大将军，赵真玉只是监军，级别在他之下。
可现在赵真玉进出将军府，就如进出自己的家一样随意，这怎能不让魏无方愤怒？然而此时的赵真玉大步走向里面，好巧不巧，又刚好与传送手令的亲兵擦肩而过。虽然赵真玉并没有放肆地拦下这名亲兵，但却在暗中给自己的手下使出了一个隐晦的眼神。只见他的那名手下当即脚步一顿，直接转身便离开了。此时刚好来到门口的魏无方心底也是顿时一惊，暗道了一声不好。此时的魏无方心中一紧，依照赵真玉那多疑的性格，必然会派人拦下那名传令亲兵，若是被他看到那封手令，对于沈清明而言绝对是有害无利。可此时的赵真玉已经来到他面前，就算他想做其他安排也不行了。魏大将军的身体还是老当益壮啊，也不知道是谁在外面胡言乱语说大将军时日无多了，真该把那人给拖出去砍了。赵真玉脸上勾起一抹阴冷笑容，阴阳怪气的话让四周的将军府守卫顿时怒目而视。赵监军说出这种话，小心可别被我的这些属下先一刀砍了。魏无方强压着心中的焦躁，一双虎目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威慑。就他们。赵真玉扫了一眼四周的那些守卫，讥讽一笑地说道，给他们机会也不一定有用。此时的魏无方心中有着一股遏制不住的怒火，面对赵真玉如此目中无人的嚣张，他真恨不得立马下令让守卫直接将其乱刀砍死，但心里的理智却告诉着他万万不可。赵真玉的身份他很清楚，大前皇帝身边红人赵皇后的血亲侄儿，任何一层身份都让魏无方十分忌惮。一旦他动了赵真玉，那他留在京城的家人恐怕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所以为了自己的家人，在面对赵真玉的各种放肆挑衅，他也只能选择忍下怒火。说吧，赵监军突然造访所谓何事？魏无方捏了捏拳头，冷声质问着。无事，本监军就是来看看大将军身体如何，若是不行了，那本监军也好上奏陛下，做好接替边军的准备。赵真玉毫不掩饰他的狼子野心。赵真玉，魏无方虎目泛冷，眼底杀机一闪而过，冷炙怒喝一声，你当真以为本将军不敢杀你？杀我！闻言的赵真玉却是满脸不在意的轻笑了一下，随即眯着眼盯着魏无方幽森说道，那可是会有很多人陪葬的。你！魏无方一阵气结，却又半天说不出话来，哈哈哈。赵真玉突然仰头大笑，随即转身朝外走去。他本身就是来击一击魏无方这个大将军的，毕竟魏无方感染风寒，身体抱恙，若是一不小心把魏无方给气死了，那也很不错。随着赵真玉离去，魏无方也赶紧转身对副将唐元华说道，快派人保护传令亲卫。是。唐元华当即领命，立即大步离开。不过他们派去保护传令亲卫的动作终究是慢了一步。那名怀揣魏无方手令的亲卫刚来到北关城城门口，就直接被赵真玉的人给按住了。不仅被扣上了匈奴探子的罪名，他身上的手令也直接被抢走。当魏无方得知这个消息后，顿时气得摔碎了手中的茶杯。尽管暴怒无比，但却也无可奈何。然而另一边的赵真玉此时也已经拿到了魏无方的手令，讥讽着冷笑摇头。想要收编沈清明这一群人，简直就是异想天开。青雾谷的铁匠棚里，火星四溅，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不绝于耳。段东阳光着膀子，额头上满是汗珠，正抡着大锤狠狠砸在烧红的刀身上。旁边的火盆里，煤炭燃烧的正旺，橘红色的火焰舔舐着炉壁，温度比之前用木材石高了数倍。林洛站在一旁，目光紧紧盯着那把即将成型的战刀。这把刀与大前军中的制式战刀很不一样，大前战刀的刀身较宽，有4指宽度，刀头圆弧，很不适用前刺这种动作。然而此时段东阳正锻造的战刀却是笔直的刀身微带弧度，顶端刀尖犹如折角一般尖锐。这是他按照记忆中的唐横刀为自己设计出来的一把战刀。原本他是准备等多找到一些煤炭后再进行新刀锻造，但考虑到自己即将率队外出，他又一直没有趁手武器，便还是提前为自己设计了一把战刀。将军，成了！段东阳突然大喝一声，将烧红的战刀从火盆里取出，快步走到旁边的油锅前。他深吸一口气，将战刀猛地插入油锅中，滋了，青烟瞬间升腾而起，刺鼻的油烟味弥漫开来。旁边的士兵们却没人躲闪，反而都伸长脖子，紧紧盯着油锅里的战刀。他们也很好奇，自家将军特意锻造出来的战刀有何不一样。段东阳握着刀柄，轻轻晃动了几下，待战刀通体变黑，才将它取出。他用布擦去刀身上的油，一把通体黝黑、刀刃泛着冷光的战刀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试试。秦钟迫不及待地走上前，从段东阳手里接过战刀。他掂量了一下，手感比普通战刀更沉，却更趁手，随即抬手就朝着旁边的木桩挥刀劈下。咔嚓，木桩应声断裂，切口平整光滑，甚至能看到木材的纹理。四周的所有人皆是瞪圆了一双眼睛。
好锋利的战刀！如此轻描淡写的一刀就能轻易劈断木桩，这比他们现在使用的战刀简直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此时的秦钟看着战刀，眼中满是震惊。好刀，比普通战刀锋利至少3倍，劈匈奴的皮甲跟切豆腐一样。士兵们瞬间沸腾起来，纷纷围上前，目光好奇地打量着这一把战刀。然而就在这时，一名军卒飞快跑来：“将军，斥候传信，匈奴大军已至百里。”原本嘈杂的环境瞬间全场寂静，所有人都将目光落在了林洛身上。他们知道青雾谷生死存亡的时候到了，通知所有人组织百姓进入山谷。林洛当场下达命令，同时心中也暗自惊讶，匈奴的来得好快。很快，整个青雾谷的所有人全部行动了起来。仅仅半个时辰，上千百姓全都进入了山谷。山谷内部很大，顶部还有这几处天然采光口，而且之前从匈奴手里抢来的粮食也全都堆放在里面，上千人在里面生活，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在山洞口，林洛还特意耗费了很大的功夫，悬吊起来一块足以遮挡洞口的巨石。一旦放下巨石，任谁也发现不了这一处山洞。进去吧，这些百姓就靠你了。山洞口，林洛凝视了身前的沈清宁，脸上挂着一抹温和的笑容。突然，沈清宁猛地扑进了林洛的怀里。一切小心，我等你平安归来。他的眼底闪动着一抹不舍，但身为军人，他却并没有像其他女人那般哭啼表露，只能将这一份担忧和留恋放在心中。好，林洛抱着怀里的美人，十分贪婪地吮吸着她身上那一抹独特的花香味。轰！随着一声巨响，洞口巨石轰然落下，将整个洞口完全封闭。林洛来到山谷训练场，此时的死字营先锋队和锐剑队早已整装待发。秦钟，林洛环顾了一圈整个山谷，随即看向了先锋队说道：“都安排好了吗？放心吧，保证给那些狗日的匈奴送上一份大礼。”秦钟当即笑容灿烂的大声回应着，一双眼睛更是无比佩服的盯着林洛。他原本只以为林洛打仗厉害，脑子灵活，却没想到坑人也是一把好手啊。刚刚他就带领着先锋队，按照林洛的吩咐，把剩余的全部火油迷罐给放在了一些木屋里面。一旦匈奴大军进入谷，若是放火烧毁，那突然爆炸的这些火油迷罐绝对够匈奴兵喝一壶了。出发！随着林洛下达命令，先锋队与锐剑队200多人迅速朝着青雾谷外走去。离开青雾谷，林洛带领着所有人并没有从村子离开，而是直接在山林中穿梭。毕竟他能够派出斥候探查到匈奴大军动向，南部保匈奴也早已经派出探子暗中查探着这里了，所以从山林离开是最保险最安全的办法。也正如林洛所预料的一般，此时的村外100米之外的确已经出现了匈奴斥候兵。传信给大将军，此地一切无异样。斥候在一番观察后，立马让另一人迅速返回传信。2个时辰后，蜿蜒绵长的队伍出现在视线中，最前端的便是匈奴最为骁勇的狼骑兵，其后则是部族兵，而在队伍的最中央却有着一道最为耀眼的存在——匈奴大将军耶律烈。金甲璀璨，气宇轩昂，尘土被马蹄踏得漫天飞扬。村庄500步之外，耶律烈勒马立于高坡，一身金甲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光，显得十分威武。此时的他凝目望着不远处空无一人的村庄，眉头微蹙。如此村庄就能灭他一支精锐1000人队？耶律烈心中暗自腹诽不已。尽管心生狐疑，但阿布都带领的1000人队有的确是覆灭在了这里，让他不敢掉以轻心。大将军，如此破的村庄，我带领骑兵一个冲锋就能铲平。耶律烈身边出现一名银甲匈奴，神态傲慢的脸上漫布凶狠之意。然而耶律烈却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银甲匈奴名叫阿古斯，是他麾下的一员猛将，但就是不喜欢动脑子。阿古斯派5000部族推平村子，狼骑兵压阵。耶律烈不敢掉以轻心，直接选择了简单粗暴的方式推平村子。就算有敌人埋伏，那也不敢有小动作。是，大将军。阿古斯当即领命，但对于耶律烈的做法，心底却是嗤笑不已，认为耶律烈也小题大做了。面对一个区数百人的残兵队伍，不仅出动了2万大军，更是如此小心翼翼。若是让他负责指挥，直接狼骑兵洗地，最后一把火，什么阿猫阿狗全都得死。随着军令下达，5000部族骑上阵，踩着轰隆隆的步子进入了村庄。匈奴部族也是十分彻底地贯彻着大将军耶律烈的命令，一路横推，遇墙推墙，遇房子拆房子，轰隆隆的声音接连响起。只见原本破旧的村庄在漫天尘土中化作了断壁残垣。大将军，村庄里并无异样。随着传令兵禀报，此时的耶律烈却是一副眉头紧锁的模样。不应该啊！耶律烈眯着眼看向村庄，除了他麾下的士兵，便无任何敌军。难道是对方畏惧他的2万大军，躲起来或者跑掉了？
突然，耶律烈的目光锁定在了村庄后面那一片被得光秃秃的山林，脑子里瞬间闪过一道灵光：阿古斯，再派5000部族把那一片山林给我砍光。烧黑的山林让他想起了阿布都善用火攻的手段，所以他猜到了村子后面的山林里定然有着敌人的藏身之地，否则山林也不会被烧毁了。是。阿古斯尽管不解，但还是老老实实的执行起了命令。万人挥刀砍树，哪怕再大的山林也经不起这般折腾。仅仅1个时辰，村庄后面的山林就已经被砍光了树木，青雾谷的入口赫然出现。大将军，发现一处山谷。随着传令兵飞快来报，耶律烈的脸上也浮上了笑容，当即开口询问可有发现敌军。回大将军，并未发现任何敌军。闻言的耶律烈顿时一挑眉，心里顿喊糟糕，他还是来晚了。如此情况了，对方居然依旧没有任何动静，那就只有一颗结果，对方早已经跑了。这一刻，耶律烈心中怒火上冲，他亲自率军出击，居然扑了一个空。这要是传回草原，还不被人笑话死？当即耶律烈便咬牙下令，进入山谷，发现敌人一律杀无赦。就在耶律烈准备骑马前去的时候，旁边的阿古斯却立马拦下了他。大将军，此时情况不明，还是等等吧。阿古斯虽然有些腹诽耶律烈这一次的小心谨慎，但却不敢无视耶律烈的安慰。若是耶律烈出现什么情况，那他就是第一个会被王庭问责之人。闭嘴！耶律烈勃然大怒，身为30万匈奴大军主将，战场之上他何时因危险退却过？不就是一群残兵败将，又能如何威胁到他的安全？更何况他麾下的2万大军，那也不是吃素的。当即耶律烈不再理会阿古斯，带着自己的亲卫便纵马奔向了被发现的山谷。此时的青雾谷外，匈奴大军包围，但狭小的谷口却让他们根本无法一次性全部进入，派2000精锐部族先行入谷探明情况。发现问题的耶律烈当即再次下达命令。很快在阿古斯的安排下，他麾下的2支精锐部族立马进入了山谷。天色已经开始渐黑，谷中一片寂静，昏暗的光线下再加上青雾谷独有的薄雾，让入谷的2000匈奴兵不得不举起了火把。大家小心点，发现任何异样可自行处置。一名身穿铜甲的匈奴兵眼神锐利，目光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他也听闻过阿布都的1000人队在极短时间里被人尽数歼灭，所以这一次被安排充当先锋军入谷，让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一路无事，2000匈奴兵很快就进入了山谷。在火光的照射下，他们看见了山谷里那一座座数量不少的木屋，也确定了此前有着不少人在此居住过。穆拉提，看样子这些人已经逃走了。另一名铜甲匈奴扫视四周情况后，皱着眉地说着。再看看情况，被叫做穆拉提的铜甲匈奴有些不甘心，毕竟好不容易充当一次先锋军，却如此没有收获。最后一番仔细搜查的结果，依旧让穆拉提失望了。带着浓浓的失望，穆拉提脑子发热地下达了一个命令：放火，烧了这里。匈奴兵丢出火把，木质的屋子瞬间燃起熊熊大火。穆拉提站在火光中，脸上还残留着扑空的浓浓失望。可此时的他却并不知道，正因为他的这一把火，让林洛留下的埋伏得到了施展。屋子里放着的火油迷罐很快便被大火引燃。轰！一声爆炸的巨响宛如惊雷，紧随着接二连三的爆炸声，直接让在场的所有匈奴兵全都猛了隐蔽。穆拉提猛然惊醒，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惊恐嘶声，大吼着。然而他的提醒却依旧晚了一步。随着火油迷罐的爆炸，火油带着烈焰向四周飞溅，许多匈奴兵更是在大火中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四处奔跑，犹如火人。然而此时火焰中弥漫出来的白色烟雾，却如同一张大网，将整个山谷笼罩。可嗨，怎么回事啊？我好困。雾气的弥漫并没有引起穆拉提警惕，但随着一个个匈奴兵的倒下，这才让他意识到了问题。但现在的他却已经吸入了不少的雾气。快撤！穆拉提眼皮沉重，大脑反应迟缓。若不是旁边几名机灵的匈奴兵拖着他就朝着谷外跑去，恐怕就连他也得很快葬身火海。谷外，耶律烈正坐在马背上，等着山谷里传回消息。但山谷里突然传出的爆炸声让他立马脸色骤变。怎么回事？大将军，山谷里发生爆炸，恐怕是进入山谷的人中了敌人的埋伏。一名匈奴兵连滚带爬地跑来，脸上尽是一片恐慌。如此巨大的爆炸声，里面的人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混蛋！耶律烈瞬间暴跳如雷，拔出自己的佩刀就要冲进山谷。一旁的阿古斯当即吓了一大跳，这要是让耶律烈独自一人冲进去，那跟主动送死有什么区别？同时也暗自庆幸自己刚刚拦住了耶律烈，不然现在后果不堪设想啊。当即阿古斯立马死死地拉住了耶律烈，大喊着：大将军，冷静，切勿冲动，冷静个锤子！耶律烈目光紧盯着山谷，两眼欲裂，
现如今连敌人影子都还没看见，自己这边就出现了如此大的伤亡，这让一向在战场上信心十足的他如何能够接受得了？大将军，山谷里情况不明，你就这样冲进去也于事无补啊。阿古斯可不管那么多，反正就是一个劲的不能让耶律烈进山谷，毕竟耶律烈可不能出事，出了事他就是第一个陪葬的人。也不知道是阿古斯的执着打动了耶律烈，还是耶律烈猛然清醒了。只见他用力甩开阿古斯的手，目光死死盯着山谷，冷声下达了命令：堵死谷口，另外再派一个小队进入山谷查探情况。耶律烈深吸一口气，眼中杀机弥漫，心中怒火必要用敌人的鲜血抚平。没多久，后面派出的小队匈奴兵便拖着2名铜甲匈奴来到了耶律烈身前，其中一人正是穆拉提。此时的他睡得别提有多香了，嘴角流出的口水都拉成线了。把他们给我弄醒！耶律烈气得眼角直哆嗦，如此情况居然能够睡着，若不是想要得知山谷里的情况，耶律烈真想立刻把这2人给拖下去砍了。当即就有几名匈奴兵拿出身上的水袋，一个劲地往他们2人的脸上倒去哗啦。几个水袋倒尽，可沉睡中的2人依旧没有任何清醒的样子。大将军，叫不醒啊！一名匈奴兵立刻抬头望向脸色漆黑阴沉的耶律烈，叫不醒？这是什么情况？耶律烈眉头紧锁，如此奇怪的情况还真让他也有点懵。好在旁边的阿古斯却仿佛看出了一点端倪，立马上前蹲下身体查看着2人的情况。大将军，他们2人应该是中了迷药。阿古斯眼睛狠毒，立马就看出了2人的不对劲。迷药？耶律烈皱眉不已，迷药不是小范围的下作手段吗？什么时候还用到了战场上？就在他感到十分不解的时候，一名后续派出进入山谷的匈奴兵立马开口说道：大将军，山谷里有着一层薄雾，停留久了就有种犯困的感觉。这名匈奴兵的敏锐度很高，综合各种情况，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山谷里的雾气有问题。然而此时的这名匈奴兵却并不知道，若不是他后面进入时是睡草燃烧产生的白雾已经开始消散，恐怕就连他也得立马倒头就睡。闻言的耶律烈猛然抬头看向山谷，本想再次派兵进入山谷的他，却发现天色已经黑尽，为了避免出现意外情况，只能等明日天亮再派人进入山谷。封锁山谷，一只苍蝇也不准放过。虽然不能进入山谷，但也不能掉以轻心，万一里面的敌人趁着夜晚突围，可就得不偿失了。与此同时，距离这里相隔不远的一处山头，林洛正带着薛红衣眺望着山谷这边。此时的秦钟已经在林洛的安排下前去寻找煤炭了。将军，其实我们就应该在山谷里再布置上青竹连弩，狠狠地教训一番这些狗东西。薛红衣俊俏的脸上闪过一抹遗憾，尽管火油迷罐威力吓人，可杀伤力有限，那些被迷晕的匈奴兵睡醒了就没事了。不过若是再布置上青竹连弩，那直接就可以让他们损失惨重。闻言的林洛面色古怪的看了一眼薛红衣，一言不合就想玩消消乐。赶紧走，我们得尽快抵达匈奴大营。林洛挥了挥手打出手势，隐藏着的锐剑队立马开始悄无声息地进行转移。他很清楚，若是让这2万匈奴兵迟迟逗留在这里，难免不会发生意外，让他们找到山谷里的那一处山洞。所以他得赶紧想办法吸引这2万匈奴兵的注意力，从而保证山洞里那些百姓的安全。所以在一番思索之后，林洛想到了一个主意：围魏救赵。只要他们出现并且偷袭了匈奴大营，那么必定会引起这2万匈奴兵掉头返回。不过仅凭他们这区区100十人，想要偷袭还有数十万人的匈奴大营，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不过林洛却并不是毫无办法，谁叫他交友广泛，匈奴大营里还有着一个好朋友呢。北境的夜晚漆黑如墨，吹拂的夜风刮得呼呼作响。林洛带着锐剑队的100余人，经过连夜的急行军，终于来到了匈奴大营外。远远看着火光摇曳的匈奴大营，林洛猛地抬手，四周的锐剑队军卒立马伏地隐藏，若不走近瞧，根本不会发现这里藏着人。就在这时，一队匈奴兵的巡逻队晃晃悠悠地出现。大将军带人出征，这一次肯定又是大丰收啊！可惜我没机会跟随，不然怎么也得抓2个大钱女人回来，天天钻被窝。真没出息，怎么也得抓3个回来，早中晚各一次。匈奴兵嘻嘻哈哈地闲聊着，从林洛他们面前走过，根本就没发现自己已经与死神擦肩而过了一次。随着匈奴兵的巡逻队渐渐远去，此时的林洛也才从杂草丛里缓缓抬起了头。将军有什么计划？薛红衣刻意压低声音地询问着。虽然他一直跟随在林洛身边，但对于林洛的计划还真不是很清楚。林洛扭头看向薛红衣，轻声说道：你带人留守这里，我先摸进大营去见见老朋友。不行，这太危险了。闻言的薛红衣猛然一惊，让林洛独自一人进入匈奴大营，万一出现什么意外，他可没办法给沈清宁交代啊。毕竟临行前，沈清宁可是万般叮嘱他，要他一定好好保护林洛。
怎么，不相信我？别忘了，我可不是第一次摸进匈奴大营了。林洛伊挑眉的看着薛红衣，可薛红衣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毕竟上次林洛也是孤身一人摸进了匈奴大营，并且还成功的救出了沈清明。行了，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林洛伸手在薛红衣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随即便猫着腰嗖的一下迅速窜了出去。看着黑夜中渐渐远去的影子，薛红衣不由得捏紧了拳头，心底涌起了一片担忧。夜色浓稠如墨，匈奴大营里的火光忽明忽暗，映得帐篷的影子在地上扭曲晃动。林洛猫着腰，小心翼翼贴着帐篷的阴影，动作十分轻缓地移动着。原本他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寻找到了上一次木木吉给他指引的匈奴大营缺口，也不知道是匈奴太自信了还是怎么的，这一处缺口依旧还在，这可就方便了林洛的潜入。林洛眼神如鹰，打起了12分精神的保持着警惕。就在他刚绕过一座堆放军械的帐篷，就听见前方传来脚步声，当即林洛脚步一顿，直接藏身在了帐篷的阴影之中。随着脚步声逐渐清晰，只见2名匈奴兵神态十分放松，哼着草原小曲的走过去，一路上都十分平稳，但唯独让林洛有些犯愁的却是，他根本不知道木木吉居住的帐篷在哪里。无奈之下，林洛当即决定找个匈奴问问路。一座还亮着烛光的帐篷立马就成为了他的目标，悄悄摸过去，透过帐篷窗户往里一看，当林洛看清里面的人之后，眼中顿时闪过一丝喜色。没想到他随意挑选了一处帐篷，里面的人居然正是木木吉，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眼前帐篷里。然而此时帐篷里的木木吉根本不知老朋友到来，反而还是满脸愁容。面前的桌上摆着一些肉食和一壶酒，显然是在借酒消愁。虽然他现在已经被大将军提拔为了辎重营下属小队统领，可也正是因为提拔太快，引起了他那个叔叔的忌惮，想方设法的让他坐上了冷板凳。本来对于他的性子而言，坐冷板凳是最理想的位置，诸事不愁，每天乐得逍遥。可偏偏他那个叔叔却不想让他有好日子。这不就在昨天，后方王庭传来消息，明日大汉最喜爱的六殿下将会代表大汉前来军营看望所有将士，而他那个叔叔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居然把迎接六殿下的差事给揽在了手里，并且特意安排他前去迎接。看似是一个很好的差事，但却是一个稍不留神就要掉脑袋的事。谁人不知六殿下性子怪戾，稍有不快就是人头落地啊！让他前去迎接六殿下，这不是让他去送死是什么？狗日的老东西，真是费尽心思的想要弄死我啊！木木吉咬牙切齿，眼中流露出一抹愤恨。他只想安稳度日，也不想招谁惹谁，可偏偏大将军的偏爱让他那个叔叔感到了危机感。哟，什么事让你这般难受啊？帐篷门帘掀开，一道身影瞬间钻了进来，木木吉顿时勃然大怒，混账东西！木木吉刚开口怒斥，却看清了来人的样貌，当即瞪圆着一双眼睛，满脸不可思议的惊呼一声：是你！老朋友这小日子过得舒坦啊！林洛走上前，丝毫不客气的伸手撕下一块肉放进嘴里。你疯了？一个人闯大营？木木吉面色巨变，第一时间冲到帐篷门口，伸头出去查看四周。放心吧，没人看见，又不是第一次了。林洛十分轻松地说着，毕竟能够找到木木吉，他的目的就已经成功一半了。你想干什么？木木吉转身快步上前，一双眼睛警惕地盯着林洛。找你帮个忙。林洛不慌不忙地给自己倒上一杯酒，等候着木木吉的回答。闻言的木木吉心中一紧，上次他帮忙，结果大营起火，粮草烧毁一半。想到这里，木木吉心里不由自主地升起一个荒唐想法：你不会是又要烧大营粮草吧？木木吉艰难吞咽口水，小心翼翼地开口试探着。林洛顿时一挑眉，心中惊讶，这货什么时候聪明了？他都还没开口，居然就能被这货给猜出来。这一刻，不用林洛回答，木木吉就已经从他脸上的表情得到了答案。不行，坚决不行！木木吉毫不犹豫地满口拒绝着，毕竟他现在可是辎重营下属小队统领，担负的任务就是保护好大营粮草。这要是在眼皮底下被毁了，等待他的绝对是大将军的滔天怒火。林洛目光一凝，眼底瞬间闪过一抹杀机，声音冷滞：你以为没有你的帮忙，我就毁不掉你们的粮草？帐篷里的空气瞬间凝固，林洛手中的酒杯停在半空，眼底的杀机像寒刃般刺向木木吉。此时此刻的木木吉被林洛的眼神吓得后退半步，情不自禁地将手摸向腰间的短刀，但脑海里却又想起了眼前这人的凶悍，一时间刚摸到短刀的手顿时又僵在了那里。你别乱来啊！木木吉声音发颤，故作强硬地撑着一口气，但随即却两腿一软，直接跪在了林洛面前。大哥，你就放过我吧，我现在是辎重营的一名小队统领，一旦粮草出问题，
大将军第一个就会杀了我。此时的他真的很想大喊一声宝宝心里苦啊。林洛看着突然跪地求饶的木木吉，上前一步，伸手将木木吉扶起来，语气缓和了几分。起来吧，帮我做2件很简单的事就行了。木木吉哆哆嗦嗦地站直身子，声音带着哭腔的急切说道：大哥，不是我不帮你，是真的不敢啊。上次烧了半营粮草，耶律烈差点把辎重营的人全砍了，我现在要是再敢动粮草，他能把我大卸8块喂狼。闭嘴，听我说完。林洛也被木木吉的啰嗦给搞毛了，直接拔出身上短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冰冷的刀锋直接让木木吉浑身一颤，急忙闭上了嘴巴。第一，告诉我粮草如今的分布情况。第二，给我搞点火油送出大营。林洛一口气把话说完，自从上一次匈奴大营粮草被烧，耶律烈立刻就将粮草分开存放了，所以他想要打粮草的主意，就得先摸清粮草存放情况。就这，木木吉睁大了一双眼睛，里面尽是一片诧异。原本他还以为眼前这位煞神要他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不对，这煞神还是在打粮草的主意，粮草出问题，他也脱不了干系啊。大哥，你能不能换个目标祸害啊？粮草真不行。林洛摇摇头，神色也没有了之前的温和，反而冷峻了几分的说道：最后一次机会，你若不说我也不勉强，至少我相信应该还有人比你聪明。听见这话的木木吉顿时浑身汗毛炸立，这简直就是在给他下最后通牒了。反正就是2选1，要命还是要粮草，你选吧。咕噜，木木吉艰难地吞咽口水，最后心意很重重地点头说道：好，我答应你。怕死不是错，别死了才知道怕，那才是大错特错。随即木木吉也不再犹豫，直接竹筒倒豆子般将大营分布存放的粮草一一告诉给了林洛，甚至就连耶律烈为了防止意外而单独存放的2处粮草也都说了出来。至于林洛需要的火油，木木吉也已经想好了，反正明日他要出营前去迎接6殿下，到时候直接带上几车物资，最后1车放火油，只要出了大营就把最后1车火油丢在路上。得到自己想到的结果，林洛也就没有再继续停留，离开木木吉的帐篷便迅速原路返回。然而此时的木木吉却在坐回凳子上后狠狠地灌了自己一口酒。妈的，我的命运我自己掌握。木木吉眼底闪过一抹凶光，这几日他那位叔叔的打压已经让他十分恼火了，而林洛的出现虽然让他有些害怕，但同时也让他想到了一件事，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次将他的叔叔给拉下马。反正他叔叔特意安排他前去迎接6殿下，至于大营里发生了什么事，一切都与他无关。若是这一次能够将他叔叔拉下马，再有着大将军的抬爱，以后他还有什么顾虑？想到这里，木木吉便不再犹豫，直接起身朝着帐篷外走去。他也需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另一边，在薛红衣担忧的等候中，一道身影飞快朝着他这边奔跑而来。注意警戒！熟悉的身影让他立马就分辨出了是谁，当即轻声命令着：是我。随着林洛的身影传来，薛红衣悬着的心也彻底安稳了，连忙迎上前。怎么样，还顺利吗？林洛点了点头说道：很顺利，老朋友虽然有些害怕，但还是答应了，明天他会想办法运送1车火油出来。火油？闻言的薛红衣微微有些不解，虽然用火油偷袭匈奴大营很可行，但直接就在匈奴大营里引燃不是更好？为什么还要把火油运送出来呢？林洛脸上掀起一抹轻笑，却在这时突然靠近薛红衣。薛红衣看着林洛突如其来的动作，心里也是吓了一大跳，以为林洛要对他做什么亲密动作，不过随后却发现林洛只是靠近他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林洛将声音压得很低，在微微清风的吹拂下，也就只有薛红衣一个人听见。不过此时的薛红衣俊俏的脸上却浮上了一抹浓浓的惊讶，一双美眸也是极为震惊地盯着林洛。你这计划一旦成功，恐怕耶律烈要被气死。气死？那他也得有命再说。林洛眼中闪过一抹冰冷的杀气，若他的计划成功，恐怕匈奴就得换一个大将军了。看着天色已经开始放亮，林洛也不迟疑，当即就带领着锐剑队离开了这里。毕竟天凉后，这里暴露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在林洛的带领下，锐剑队直接绕过匈奴大营，来到了匈奴大营的后方。藏身树林中，不需要林洛亲自安排，薛红衣便立刻派出了暗哨盯着四周。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也能第一时间得到示警。好在并没有让他们等太久，一队匈奴兵便从大营里面走了出来，300人左右，而且在队伍后方还拉着10辆马车。领头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一身铁甲的木木吉。当林洛在树林里看见木木吉后，心里最后的一丝担忧也烟消云散了。虽然之前木木吉已经满口答应，但林洛也不敢保证这个胆小怕死的胆小鬼不会临时反悔呢。然而此时的木木吉心里也是紧张的一批，虽然他是一队统领，可由于时间太短，这一队匈奴兵也不全部是他的人。
一旦让其他人看出端倪，肯定后患无穷。所以他特意将最后那一辆藏有火油的马车轮子锯了一半，只要轮子掉了，他就会以此为借口将马车丢在路上。就在木木吉内心忐忑的时候，后面顿时传来一阵骚动。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木木吉心里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但还是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统领，后面一辆马车车轮受损，已经无法行驶了。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出发前你们为何没有仔细检查？木木吉满脸怒容，冲着那名匈奴兵就是一顿怒火输出后，才带着一种无奈的说道：迎接6殿下为重，将受损马车丢在路边吧。就在木木吉按预想计划安排的时候，一道反对的声音随即响起：不可，马车上装的可是要运送回王庭的物资，岂能随意丢弃在路边？此时的木木吉心里顿时一紧，他就知道有人肯定盯着他。只见一名匈奴兵从队伍里走出来，眼神锐利地盯着木木吉，神态表情格外强硬。木木吉盯着此人，眼底闪过一丝阴鸷。巴图，他手下的一名百夫长，也同时是他叔叔特意安插在他身边的心腹。这一刻，木木吉虽然内心忐忑，但却故意十分恼怒的大声怒斥着：巴图，你脑子进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接6殿下，要是让6殿下等久了，发起火来，你有几个脑袋够砍？巴图脸色一变，6殿下的乖张暴力人尽皆知，尽管心底有点发怵，但他还是不甘心地盯着木木吉。可这物资是要送回王庭的，丢了我们也担不起责任。巴图咬牙倔强地据理力争，担得起还是担不起，也不是你能够指手画脚。木木吉冷艳盯着巴图，面色突然凶狠地说道：我是统领，这队伍我说了算，你要是再敢阻挠，耽误了接6殿下，我先砍了你。话音落下，木木吉拔出腰间的弯刀，刀光在清晨的阳光下闪了闪，吓得巴图瞬间脸色大变，忍不住后退半步。此时的巴图也是一脸惊愕的表情。木木吉性子懦弱怕事，他是知道的，可突然如此凶猛，还是头一次见。与此同时，周围的匈奴兵也纷纷看向巴图，眼神里满是不耐。接6殿下是头等大事，没人想因为一车物资惹祸上身，毕竟万一耽误了迎接6殿下，到时候他们也得承受6殿下的怒火。巴图咬了咬牙，知道自己再坚持下去只会讨苦吃，只能恨恨地瞪了木木吉一眼，咬牙说道：我立刻回营，将此事禀告木木图大人。巴图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用木木图来镇压木木吉。然而巴图却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次的木木吉格外硬气。随你。木木吉冷哼一声，不再理会他，转身对其他士兵下令：别耽误时间，把受损的马车推到路边，我们继续赶路。士兵们立马行动起来，七手八脚的将最后那一辆受损的马车推到官道旁的草丛里，又用干草简单遮掩了一下。木木吉扫了一眼被遮掩的马车，眼底闪过一丝得逞的冷光，他也不怕巴图发现什么，因为他相信此时那个煞神肯定就在附近。等他离开后，若巴图有什么动作，那位煞神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到时候巴图只有死路一条。同样，就算巴图返回大营，将此事禀告给了他叔叔，等他们出来寻找马车，恐怕连马车影子都看不到了。随着木木吉下令，队伍再次启程。巴图站在原地，看着队伍的离去后，又看了一眼路边的马车，总感觉今天的事情有种不对劲。木木吉，你给我等着！巴图恨恨地咬着牙，随即便骑着马朝着大营而去。树林里，林洛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随着木木吉带着人离开后，他立马抬手一挥，早已在四周做好准备的锐剑队迅速冲向了路边马车。快，一人拿一坛！在薛红一的指挥下，马车上的火油罐子很快就全部搬回了树林，不多不少，刚好20坛。至于马车上的一些金银珠宝，没有一个人去动。薛红一走到林洛身边，看着木木吉队伍远去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的说着。没想到这怂货看着怂，倒还有点极致，没露出马脚。他不是有极致，是被逼到份上了。林洛清笑着摇摇头，微眯着双眼的说道：一旦火油被发现，他也别想活命。对于胆小怕死的人而言，一旦遭遇性命危机，所爆发出来的潜力超乎想象。随即林洛看了一眼身前的20坛火油，对着薛红一吩咐了一声：现在按计划执行吧。薛红一闻言，俊俏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犹豫，一双美目闪烁着担忧地盯着林洛说道：要不我还是给你留点人手吧。林洛的计划他很清楚，可这个计划却也同样让林洛处于极大的危机中。一旦林洛行动失利，那他将会是面对成千上万的匈奴兵。不用，别忘了你那边的安排也很重要。林洛摇了摇头，随即看向薛红一，一脸严肃地说道：执行命令。是。薛红一无奈回应，当即便转身带着锐剑队准备离开，不过在临行前却深深地看着林洛说了一句：一定要安全。林洛看着薛红一带着人离开，也同时深吸了一口气。
他的计划不复杂，但也同样不简单。由他独自一人潜入匈奴大营，然后放火烧掉粮草。一旦带兵围剿青雾谷的匈奴大将军耶律烈得知大营遭受袭击，定然会带兵返回。到时候，林洛就在他们返回大营的必经之路断云谷设下埋伏。如果顺利，说不定还能因此斩首匈奴这位大将军耶律烈。随后，林洛便藏身树林，静静等候天黑。匈奴大营，骑马飞奔回营的巴图也来到了木木吉叔叔的帐篷，将木木吉丢弃马车的事情进行了禀报。什么？他把送回王庭的物资丢在了路边。木木图噌的一下站起身，满脸惊怒表情的猛然一拍桌子，怒火冲天的咆哮的低吼着：这个废物东西，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木木图怎么可能不暴怒？因为这一批送回王庭的物资里面，可有着一半的金银珠宝是他准备送回家的。特别是最后一辆马车，里面装的可都是一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居然就这样被木木吉给丢在了路边。这时的巴图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说道：大人，我总感觉那辆马车不对劲，车轮压痕相较其他马车的压痕要重了几分。听见这话的木木图当即眉头一挑，眼睛里瞬间闪过了一抹杀机。马车里的东西是他的秘密，哪怕眼前的巴图是他的心腹，也绝不能让他知道。毕竟木木图一向只相信自己的秘密只能自己掌握。在巴图并没有注意下，木木图的手已经悄然地握在了腰间的短刀上面，淡淡的杀机在帐篷里弥漫。就在木木图正准备突下杀手的时候，巴图的一句话让他握着短刀的手猛然一顿。大人，我怀疑木木吉在私藏物资获利，若我们现在立刻派人将马车带回大营，肯定能够找到证据。巴图此刻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与死神碰面，他如此针对性地指明木木吉藏私，无非就是想要借此机会将木木吉拉下马，然后再接着木木图的赏识往上爬。然而此时的木木吉心底却有着另一种想法。随着木木图越来越受到大将军耶律烈的赏识，这也让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所以才会借着各种理由来针对木木吉。现在巴图怀疑木木吉私藏物资获利，这倒是个绝佳的由头。一旦坐实这个罪名，大将军耶律烈定然会对木木吉不留情面，这样他既不用杀掉巴图这个心腹，还能借此机会除掉木木吉这个威胁，简直就是一举两得。巴图，你说得很对。木木图突然换了副脸色，拍了拍巴图的肩膀，语气带着一丝赞许地盯着巴图说道：木木吉这小子一向贪心，说不定真把王庭的物资藏了私货。你现在立刻带人去将马车带回来，由我亲自检查，若是真搜出私藏的物资，我立马禀明耶律烈大将军，治他的罪。木木图的话说得大义凛然，但其实里面却有着他的小心思。那辆马车里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用来构陷木木吉，这代价就有点太高了。所以他打算先把马车弄回来，然后再将里面的一些宝贝给替换出来。此时的巴图以为木木图是真的信任自己，顿时喜出望外，连忙躬身领命：属下遵命，立马去办。木木图点点头，却依旧不忘了提醒巴图一句：切记，不可私自查看马车，必须将马车带回来，由我亲自查看。巴图迅速带着一队人离开大营，然而当他重新回到丢弃马车的地方时，却明显感觉马车轻了不少。难道有人动了马车上的东西？巴图顿时脸色大变，以为是木木图趁他回营的时候有带人返回来把里面的东西给拿走了。当即巴图也将木木图的叮嘱给抛之脑后，一把拉开了马车上盖着的油布。巴图看着马车上装载的东西，顿时震惊的倒抽了一口凉气。什么翡翠玛瑙、精品玉石、奇珍异宝，各种珠光宝气的光芒差点亮瞎了他的眼睛。但紧随着巴图心底掀起一阵狂喜，如此多的宝物足够让木木吉死好几次了。快，立刻将马车带回大营。巴图赶紧冲着其他匈奴兵命令着，一群人掉头就朝着大营飞快而去。回到大营，巴图立刻兴冲冲地来到木木图的帐篷。大人，大人，马车我带回来了。巴图的脸上尽显兴奋，更是夹杂着一抹难以掩饰的激动，仿佛他已经看见了自己顶替木木吉职位的高光时刻。你查看了马车？木木图凝目注视着巴图，冷冽的目光令巴图后背发凉。没有。巴图脑袋如拨浪鼓一般摇晃，此时的他不知为何，在看见木木图冰冷的目光后，并没有说出实话。当真？木木图沉声质问，显然是对巴图的话并没有多大的信任。当真？属下句句属实。巴图心中一紧，立马做出回答：马车留下，你带着人下去休息吧。木木图挥了挥手，等到巴图离开之后，心底这才松了一口气。其实他刚刚也不确定巴图是否查看过马车，所以才会炸他，不过他并没有在巴图脸上看出丝毫异样，所以才放心了下来。接下来就该他操作了，一旦大将军耶律烈回营，他将给木木吉这位好侄儿一份大惊喜，特别是还有那位性子乖张暴戾的六殿下在，这一次木木吉怎么也是在劫难逃。
然而他的计划却没有晚上的意外来得快。随着天色渐暗，树林里藏着的林洛也开始了行动。趁着入夜，林洛钻出树林，一路前行的摸到了之前溜进匈奴大营的缺口。然而就在他刚准备从缺口进入的时候，却与一名匈奴兵撞了一个满怀。砰的一声，林洛与对面的匈奴兵同时后退了2步。也幸好天色已经彻底黑暗了下来，匈奴兵并没有看出林洛的穿着与他并不一样。此时的匈奴兵很不满的满嘴嘀咕着匈奴语言，从他的神态和动作就不难看出他在质问林洛。林洛深知此事不能多逗留，当即便一个箭步冲上前，手里握着的短刀闪电般的插入了匈奴兵的脖子，叽里咕噜的说什么老子听不懂。林洛伸手扶着匈奴兵软软倒下的身体，迅速将他拖到了旁边的草丛里面，解决掉一名匈奴兵。这也让林洛有了便利条件，那就是可以冒用这名匈奴兵的身份，大摇大摆地穿梭在匈奴大营里面。换上匈奴兵的衣服，林洛一遍整理一遍，直接朝着大营里面走去。根据木木吉给出的信息，林洛直接摸到了一处火油存放的帐篷。虽然四周守卫有所增加，但这也难不倒他。趁着守卫交替的时候，林洛动作麻利的就溜了进去。但没过多久，林洛便从帐篷里猫着腰溜了出来。不过在他的腰上却多出了几个装满火油的竹筒。木木吉给出的信息丝毫不假，林洛很快就将匈奴大营中分散存放的粮草给找出了一大半。林洛挑选了一处最大的粮仓，直接翻进粮仓里面。粮盾里堆满了晒干的牧草和粮食，散发着淡淡的麦香。林洛从背上解下2个装满火油的竹筒，拔掉塞子，将火油均匀地泼在牧草上，又在粮盾的4个角落各放了一个点燃的火折子。他要让火从内部烧起，等守卫发现时已经来不及扑灭。看着粮仓四周都燃起了火苗，林洛也丝毫不迟疑，赶紧撤退。第1个、第2个轰！随着林洛刚摘第3个粮仓里点上火，一阵巨大的爆燃声响彻四周。着火了！粮仓着火了！巡逻兵终于反应过来，纷纷朝着粮仓跑来，提着水桶准备灭火。可火焰燃烧的是火油，遇水不灭，无数的匈奴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越烧越旺，将整个粮仓给吞噬。此时的匈奴大营里，木木图正坐在帐篷里，把玩着从马车上搜出的翡翠玉佩。他已经把马车里的金银珠宝藏了一半在床底下，剩下的准备用来对付木木吉。然而外面突然传来的叫喊声让他顿时脸色大变，猛然起身冲出帐篷。入眼看见的便是已经烧红了的半边天和乱糟糟的大营。粮仓！木木图顿时慌了，当即抓住一名匈奴兵，怒声咆哮着：怎么回事？粮仓怎么会着火？大人，有大前细作潜入，点燃了粮仓。士兵满脸惊慌失措，吓得浑身发抖。木木图脸色骤变，粮盾是他负责的，若是烧了，耶律烈第一个会找他算账，他顾不上其他，连忙嘶吼着下令：快去救火！就在这时，巴图飞快地跑到木木图面前，急切地说道：大人，大前细作突然潜入大营，这其中定然有人协助，我怀疑就是木木吉。木木图正心烦意乱，听到巴图的话，顿时怒火中烧，咆哮着：木你妈的头，立刻给我滚去灭火！要是粮草没了，我就先灭了你！巴图被骂得一愣一愣的，看着木木图暴怒的样子，只能悻悻地闭上嘴，转身去组织士兵救火。与此同时，林洛也趁着混乱脚底抹油的跑出了匈奴大营。不过在他离开之前，却图签将一枚令牌丢在了匈奴大营里面。令牌不是别人的，正是前不久赵真玉派出的精锐小队身上搜出来的。虽然一枚令牌会引起什么效果，他不清楚，就算不能引起两方的矛盾，可至少能够恶心一下赵真玉。随后林洛的身影消失在了黑夜中，飞快地朝着一个方向跑去。毕竟薛红一还带着人在断云谷等着他呢。一旦匈奴大将军耶律烈在得知大营遇袭，只要他率军返回，他就给这位匈奴大将军送上一份大礼。当林洛来到断云谷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随着他的出现，断云谷外的一名锐剑队暗哨立马就发现了他。什么人？警惕的低喝声让林洛立马停下了脚步，做出了回应：是我。你们薛统领呢？林洛敢保证，此时锐剑队的暗哨定然用着他用竹筒制作的简易弩箭瞄准了他，不赶紧表露身份，恐怕下一秒就被弩箭袭击了。林将军！数名暗哨立刻从藏身处出现，其中一名当即便看着林洛说道：将军，薛统领正带人在山顶布置埋伏，带我去看看。林洛点点头，虽然怎么设置埋伏，用什么东西埋伏他都一一交给了薛红一，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是决定去到山顶看一看。在一名暗哨的带领下，林洛跟随着他从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走上山。断云谷两侧的山体皆是坚硬的石壁，想要登上山顶可要费点力气。一炷香过后，林洛终于登上了山顶。虽是黑夜，山风呼啸，但站在山顶俯瞰，
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心底油然而生。将军，伴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薛红衣的身影也出现在了林洛眼前。只见此时的薛红衣俊俏的脸上不由自主的有着一抹浅浅的兴奋，特别是当他看见林洛丝毫没有受伤，眼底藏着的一抹担忧瞬间烟消云散。将军，匈奴大营怎么样了？薛红衣好奇地望着林洛，他觉得林洛这一趟潜入匈奴大营肯定不会小打小闹，烧红了半边天而已，不过这样才能将那位亲自率军出征的匈奴大将军给引回来。林洛嘴角微微一勾，轻描淡写地说着，随即便问向薛红衣：“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基本上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不过就是石头还有点不够。”薛红衣脸上闪过一抹无奈，虽然断云谷四周皆是石山，可整体石头十分坚硬，想要在山顶就地取材准备石头十分不容易。带我去看看。林洛闻言也不由得微微皱眉，虽然他们带来了火油罐，可也不过区区20坛，想要解决掉匈奴大将军带领的2万大军，着实有点杯水车薪，所以他才会要求薛红衣提前多准备一些石头，到时候从山顶上丢下去，威力可不亚于一枚炸弹。然而当林洛跟随薛红衣来到山顶埋伏的地方，顿时整个人就麻了。看着山体边缘密密麻麻堆放着的石头，他差点无语了。这么多大小石头，恐怕足足数千的数量了。你是准备用这些石头全歼匈奴2万大军？林洛看着薛红衣，顿时乐了。这么多石头摆放在这里，居然还说不够？难不成你也有火力不足恐惧症？匈奴兵都该死，能够全歼他们自然是好事。薛红衣并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反正他想的就是石头越多越好，到时候将匈奴兵砸个昏天暗地，头晕目眩。另一边的青雾谷，此时的耶律烈心底隐隐有着一丝莫名的不安，总感觉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来人！耶律烈走出帐篷，沉声喊了一嗓子：“大将军，有什么吩咐？”一名亲卫立马上前躬身询问。传令下去，让所有人今夜提高警惕，明日一早我们在禁谷彻底搜查一遍。耶律烈眉头紧锁，他派人整整花费1天的时间搜查整个山谷，却丝毫没有任何发现。若是其他人，定然会直接撤军离开，可耶律烈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一样，就像是有什么地方被他给忽视了一样，所以他才决定明天一早再进山谷搜查。这一次他要亲自前往，看一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被忽视了。随着天色微亮，一夜未能入眠的耶律烈急不可耐地亲自带领着人进入了山谷。此时的山谷也是一片狼藉，原本别致雅观的木屋尽数倒塌在了废墟之中。耶律烈当即下令搜查着每一处地方，甚至就连废墟的木屋也被翻腾了一遍。然而结果依旧，根本就没有搜查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耶律烈都认为自己是不是太多疑了，在这山谷中死磕的时候，一名匈奴兵飞快跑来：“大将军，山谷里面有发现许多脚印。”闻言的耶律烈顿时精神一振，终于有所发现了。快带我过去！耶律烈急切开口，当即便带着人朝着山谷深处走去。看着地上的脚印，耶律烈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脚印深浅不一，明显是很多人匆忙留下的，一路朝着山谷深处延伸。当即耶律烈就有种强烈的感觉，这是那群残兵逃走的方向，所有人听令给我追。随着耶律烈军令下达，匈奴兵皆是立马拔出弯刀，散开队形，一边搜寻一边朝着山谷深处而去。但很快耶律烈就傻眼了，因为山谷最深处并不是一条通向外面的路，而是一处陡峭的山崖之下，崖壁嶙峋，根本无路，而脚印消失的地方刚好又是崖壁处，这让耶律烈忍不住眉头紧皱，百思不得其解。与此同时，崖壁巨石后面，沈清宁正带着杜鹃和斥候队的人静悄悄地蹲守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无比的凝重。虽然有着巨石遮挡，可万一被匈奴兵看出端倪，那后果不堪设想。将军，要不还是让我爬出采光井，从外面将这些匈奴兵引走吧。杜鹃在一旁压低声音地说着。自从他们带着老百姓进入山洞后，沈清宁便带着人徒手制作了一条藤蔓，通过山洞的采光井可以离开，这也算是准备的一条退路。不行，沈清宁坚决地摇摇头。且不说杜鹃这么出去将匈奴兵吸引走，下场会是什么？万一匈奴兵又折返回来，还会暴露山洞。可是杜鹃焦急的还想说什么，但却被沈清宁冷声打断。没什么可是，洞口巨石的遮挡，匈奴一时半会不会发现什么端倪？你赶紧去看看老百姓，切记不能让他们闹出动静。杜鹃无奈只好转身朝着山洞深处走去。此时的沈清宁暗暗深吸了一口气，紧了紧握着长刀的手，目光悄然地看了一眼角落，在那里有着几坛他暗地里藏着的火油迷罐。若是匈奴兵真闯入了山洞，凭借火油迷罐的威力，也足以将洞口给震塌。然而此时山洞外的耶律烈正在细细打量眼前崖壁，一名匈奴兵却飞快跑来：“大将军，不好了！大营遭遇袭击，粮草损失惨重。”
什么？耶律烈浑身猛然一颤，整个人犹如被一道惊雷劈中，当即再也顾不上什么山谷残兵了，立刻回营。他很清楚大营是他的根本，才是最重要的。一旦大营断了粮草，那可就是灭顶之祸啊！匈奴大军迅速撤离山谷，轰隆隆的声音自然也让躲在山洞里的沈清明听见。发现匈奴撤离，这一刻的他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至少躲过了眼前这一劫。断云谷山顶，林洛望着渐渐厚重的云层，脸上闪过了一抹担忧。大雨即将来临，到时候他准备好的火油罐多少会受到影响。虽然火油不惧水，但想要在山顶上点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还没等大雨降临，薛弘一便给他带来了好消息。将军，探子回报，已经发现匈奴大军正朝着断云谷而来。闻言的林洛顿时眼前一亮，当即便下达命令，让所有人做好准备，等匈奴进入山谷后立刻推下滚石。明白。薛弘一点头，随后转身对身后的人叮嘱道，让他们把石头上的绳子绑紧点，到时候才能一起推下去。山顶上的锐剑队士兵立刻就开始忙碌了起来，做着最后的准备。与此同时，耶律烈也已经率军来到了断云谷入口。停！突然，耶律烈抬手大喊了一声：“大将军，怎么了？”阿古斯立刻上前询问：“阿古斯，你留5000人在断云谷外，若有意外发生，立刻接应。”耶律烈一双眼睛凝视着断云谷，那种莫名的危机感让他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虽然这里已经距离大营并不远，但是耶律烈的谨慎让他做出了救他一命的决定。明白。阿古斯虽然满脸狐疑，但却依旧毫不犹豫地点头应允。随着耶律烈再次出发，山顶上的林洛也已经做好了十足准备，一双眼睛锐利地盯着山谷下面的动静，一旦匈奴兵走进埋伏圈，就是他下令攻击的时候。可就在这时，一名军卒慌忙朝他跑来：“林将军，匈奴留下了5000人在山谷外。”闻言的林洛当即神情一凛，第一反应就是匈奴察觉了他的埋伏。可随后林洛便推翻了这个想法，毕竟若是匈奴察觉了山谷里有埋伏，定然不会只留下5000人在外面，让探子看看匈奴那个大将军有没有跟随进入山谷。林洛反应很迅速，若是匈奴大将现在进入了山谷，那就代表对方并没有察觉山谷埋伏，而在外面留下5000人也不过是一种谨慎的安排。没一会，军卒便匆匆返回：“林将军，匈奴大将军进入了山谷。”这一刻，林洛的眼睛顿时一亮，心里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很快，山谷下面就传出了响动，匈奴已经进入了山谷。但此时的匈奴兵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两边山顶正有人已经朝着他们举起了屠刀。林洛看准时机，直接大手一挥，推！薛弘一立马与一群锐剑队的军卒用力地将堆放在一起的石头尽数推下了山崖。数千块石头顺着山坡滚落，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像一道泥石流般冲向谷中。巨大的声音立刻就引起了山谷里的匈奴兵注意。当他们抬头看去，只见满眼滚石正从天而降。匈奴兵们惊呼着想要躲闪，却根本来不及。前面的人被石头砸中，骨裂声和惨叫声此起彼伏，后面的人被堵住，只能眼睁睁看着石头砸向自己。山顶上的林洛看不见山谷里的情况，但却及时地下达了命令：丢火油罐。20坛火油罐在被点燃罐口的引线后，直接扔进了山谷。轰！巨响在山谷里回荡，火油罐直接在人群中炸开，火焰瞬间窜起，将山谷变成了一片火海。战马受惊，疯狂嘶鸣，有的冲进火里，有的撞向岩壁。匈奴大军的阵型彻底乱了。此时的耶律烈又惊又怒，若不是有着亲卫拼死保护，恐怕他也已经被刚刚的滚石给砸成肉酱了。到底是什么人再次埋伏？耶律烈怒声咆哮，但他的脑海里却顿时闪过了一道灵光，能够如此悄无声息地埋伏他，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正在寻找的那一群残兵。此时的耶律烈满脸惊骇，脑海里的想法让他完全想不通，为了这一群残兵会有如此胆魄，面对他亲率的2万大军不仅不逃，反而还敢如此发起偷袭。此时此刻，随着滚石落下和火油罐的爆炸，让匈奴兵瞬间陷入了混乱。没有了阵型，匈奴兵的伤亡更加激增。就在这时，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天而降，砸中了耶律烈的战马。一声哀鸣下，耶律烈的战马跪倒在地，就连耶律烈也被瞬间甩了出去。大将军，亲卫立马上前护住耶律烈。耶律烈捂着胳膊，看着谷中越来越大的火，知道再待下去只会全军覆没，咬牙下令：冲出去！耶律烈怒火滔天，哪怕恨得牙痒痒，可却也无可奈何。随即在亲卫的护送下，耶律烈朝着山谷外疯狂奔跑。与此同时，山顶上的林洛也及时召集起了锐剑队的所有人。耶律烈在上外留下了5000人，算是彻底堵死了他们的退路。原本林洛的计划是袭击了耶律烈之后，
他们便立刻返回山谷。现在却没办法按计划回去了，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反方向朝着匈奴大营而去。另一边的匈奴大营里，木木图看着眼前被烧得一干二净的粮仓，脸色惨白如纸。他深刻的知道，等大将军回来，便是无尽怒火笼罩向了他。大人，我们发现了这个东西。一名匈奴兵手里拿着一枚三角令牌，上面刻着一个清晰的赵字。这……木木图接过令牌，瞳孔骤然收缩。身为匈奴大营的后勤军需官，他自然认出了这是谁的令牌。大前监军赵真玉的令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大营被袭是赵真玉和大前人勾结干的？想到这里，木木图让父看到了一抹自我救赎的希望。若是能把粮仓被烧的责任推给赵真玉，他或许还能得到大将军的饶恕。没多久，木木图就接到消息，大将军即将率军回营。当即木木图便直接拿着手里的那枚令牌，匆匆地朝着大营门口跑去。在紧张和忐忑的心情下，木木图等候在大营门口。可他远远看到耶律烈的归来后，整个人都懵了。这还是他们的大将军吗？原本金灿灿的金甲，此时漆黑一片，甚至离开时的2万大军却只有寥寥几十人跟随在后面。完了！木木图不傻，立马就意识到了耶律烈遭受了败仗。现如今粮仓被烧毁，恐怕大将军滔天的怒火都要倾泻在他身上了。果然，当耶律烈来到木木图面前时，脸上立马涌出一抹怒意，毫不犹豫的就扬起手中马鞭，狠狠地抽在了木木图身上。木木图，你真该死！耶律烈咬牙切齿，大营粮仓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烧，与木木图这个军需官有着极大的责任。此时的木木图也深知自己再不做辩解，恐怕立马就要人头落地了。当即他就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地上。大将军，属下该死！木木图面色惨白，但却声音凄厉地大喊着：大将军，这一切都是大前监军赵真玉的阴谋啊！此时怒火中烧的耶律烈却是猛然一怔。赵真玉的阴谋？耶律烈眉头一皱，盯着跪在地上的木木图厉声质问道：说清楚！木木图立马将手里的三角令牌举过头顶，急忙说道：大将军，烧毁粮仓的人正是大前监军赵真玉派来的人，属下费尽前进纨绔才挖出一人，并在其身上找到了这枚令牌。此时的木木图也不忘了给自己揽功劳。至于耶律烈会不会亲自查看被他赵真玉派来的人，木木图丝毫不担心。毕竟昨夜的大火之下，被烧死的人不在少数，到时候随便丢出一个人充数就行了。赵真玉！耶律烈勃然大怒。虽然木木图一人之言不能全信，但是赵真玉的随身令牌却让他不得不相信。这一刻，耶律烈仿佛将原本的一些疑惑全部想通了。难不怪一支残兵能让他不惜一切代价的找他帮忙剿灭，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借着他与残兵纠缠，却暗地里派出人掏他老窝，这种手段确实够赵真玉。跪在地上的木木图小心翼翼地看着耶律烈，当他看见耶律烈不断变换的表情后，心里顿时就稳了。知道耶律烈已经将怒火转移的他，当即便大声哭喊道：大将军，这件事绝不能善罢甘休，一定要让赵真玉为此付出代价。木木图凄厉的哭喊声就仿佛是火上浇油一般。耶律烈气得浑身发抖，将令牌狠狠摔在地上，怒声咆哮地大喊了一声，立刻传信告诉赵真玉，若是3天内他不把粮顿的损失补上，本将军就亲自带兵去北关城找他算账。亲卫领命而去。耶律烈看着烧毁的粮仓，心中满是恨意。粮仓没了，只能靠剩下的残粮度日。更恼火的却是，就快进入冬季了，到时候若没有粮草，他这30万大军该如何度日？所以这一次若是赵真玉不给他一个合理的说法和补偿足够的粮草，他必定挥军兵临北关城。然而此时此刻的耶律烈万万想不到，不远处的山丘上，刚刚在段云谷袭击了他的林洛一群人正悄悄注视着他。从段云谷撤离的林洛，为了避免被耶律烈留下的5000人发现，只能尾随在耶律烈的身后。山丘上，林洛远远地看着暴跳如雷的耶律烈，嘴角忍不住勾起了一抹讥笑。虽然距离太远，看不太清楚，但林洛也猜得到，此时的耶律烈肯定已经看见了他故意留下的那一枚令牌。如果一切按照他的计划发展，恐怕短时间里那位监军大人恐怕不得安宁了。如此一招祸水东引，也算是给了他们一些喘息之机。将军，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薛红一在旁边轻声询问。前有匈奴大营，后有5000匈奴兵，现在他们还真没有地方可去了。闻言的林洛微微抬头看向了一个方向，既不是大前，也不是匈奴的草原。只见他沉声地从口中说出一句话：我们去黑水城。黑水城？薛红一闻言一愣，顿时眉头紧蹙。黑水城地处大前、匈奴和西夏3国交界，那可是大名鼎鼎的3不管地带。以前大前和西夏还为黑水城争得面红耳赤，
差点爆发大战。可随着后面匈奴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黑水城洗劫一空，大前和西夏便再也没有为此争执。毕竟一个被洗劫一空的破烂城市就是一个烫手山芋，谁也不想要。也正是因此，黑水城成为了罪犯天堂，里面各种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十分鱼龙混杂。不过这也成为了黑水城的特色，导致灰色产业十分发达。我们的身份去黑水城还不被生吞活剥了？薛红一十分不解，毕竟黑水城也有着规矩，各国正规军队不可靠近，否则一律视作敌军。我们什么身份？林洛微微偏头看着薛红一，脸上带着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以前身在女囚营，虽然是爹不疼娘不爱的炮灰，可那也是正儿八经的大前边军编制。现在他们还有什么身份？死字营好像现在并不隶属于谁吧。而且选择前往黑水城也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既可以暂避匈奴报复，更能让匈奴一时间摸不准他们的动向。而且死字营现如今的人手实在太少了，若是能够在黑水城招募起一群上过战场的老兵，那也能壮大死字营的实力。薛红一当即恍然大悟，随即又担忧道：可黑水城的势力盘根错节，就我们这点人恐怕不好混啊。黑水城里各种势力盘根交错，而且十分排外。放心吧，我自有安排。林洛淡然一笑，既然选择了黑水城，他自然不会打无准备之仗。黑水城混乱又如何？只要是城镇，那就得需要各种物资流通。身为穿越者的他早就想好了该怎么做了。随后在林洛的带领下，一群人悄然地离开了，朝着黑水城的方向飞奔。与此同时，北关城监军府里，赵真玉将耶律烈的书信狠狠摔在桌案上，脸色铁青。他看着书信上3日不送粮草便兵临城下的字眼，气得浑身发抖地低吼着：耶律烈就是一个蠢货，一枚令牌他就相信是我派的人。赵真玉捏紧了拳头，但在他的心里却又何尝不知道，这不过是耶律烈顺水推舟的托辞，目的就是想要在他这里狠狠敲一笔，来弥补损失的粮草。可尽管他心里清楚又如何，一旦他拒绝了耶律烈的要求，万一真的匈奴大军兵临城下，到时候惊动了皇帝，他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吩咐下去，最快速度准备耗10万担粮草给匈奴送去。赵真玉无奈地做出了决定，同时在他的心里很感到十分的疑惑，为何耶律烈亲率2万大军，不仅没有找到林洛和沈清宁那一群残兵，反而自己大营被偷？到底是哪一方势力敢如此胆大包天地偷袭匈奴大营？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不对，令牌！赵真玉突然想到了自己前面派出去的那一队精锐，因为他记得自己为了让那一队精锐避免与匈奴发生误会，特意给了一枚自己的令牌。难不成就是那一枚令牌？赵真玉心中骇然，因为若是他的猜想正确，那岂不是就证明偷袭匈奴大营而栽赃给他的人不就是林洛吗？想到这里，赵真玉瞬间脸色大变，顾不上其他的便立马换人。来人！当即屋外便立刻进来一名黑衣男子。大人有何吩咐？快！立刻派人去给我调查清楚袭击匈奴大营的人到底是谁。此时的赵真玉感到一种无比的紧迫，短短时间里林洛的发展如此出乎意料，若是再给他一点时间，后果不堪设想。2日后，林洛带着薛红一等人日夜兼程，终于来到了大名鼎鼎的3不管之地黑水城。黑色玄武岩砌成的城墙厚实威武，城门口络绎不绝的往来人群，可比外面的北境之地热闹不少。而驻守城门口的军卒虽是一副懒懒散散的样子，但若是仔细看，却能发现他们一个个双手生老茧，慵懒的一双眼睛更是不时闪过一道金光。这一个个守城军卒都是战场老兵。林洛微眯着一双眼睛打量一番，当即冲着旁边的薛红一说道：挑选几人随我进城，其他人城外等候。他先带人进城摸摸情况，就算有什么变故，也不至于全部人进城后被人一锅端。薛红一点点头，立马亲自挑选了几个机灵的人随林洛入城。黑水城城门口，林洛突然如变魔术般的从怀里掏出了一块麻布，递给了薛红一：你还是把脸遮住吧。林洛虽然并未来过黑水城，但像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好色之徒定然不会少。薛红一的俊俏，特别是身上那一股飒爽的气质，必然会吸引不少男人蠢蠢欲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还是遮一遮为好。薛红一当即就明白了林洛的意思，微红着脸的接过麻布，赶紧遮住了自己的脸。尽管林洛尽可能的避免麻烦，但依旧还是被麻烦找上了门。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一群守卫立马面露警惕地盯着林洛几人，毕竟此时林洛他们身上穿着的还是大前军队的制式甲胄，自然就引起了守卫的注意。各位大哥，能来黑水城，你觉得我们还能是什么人？林洛当即陪着笑脸的上前，虽然他知道此时若是有着银子开道，必然风平浪静，可奈何他也是囊中羞涩，别说拿银子了，就是一个铜板也没有。
大前边军又跟匈奴干架了。一名守军讥讽的上下打量着林洛，可当他的目光落在旁边的薛红衣身上时，顿时两眼放光了。这修长的身材，笔直的双腿，哪怕看不见容貌，也足以让不少色中恶鬼蠢蠢欲动了。你把脸露出来！守军抬手指向薛红衣，那双发亮的眼睛有着浓浓的探索欲。薛红衣眼底寒光一闪，当即就要拔刀，但却被林洛眼疾手快地按住了他的手。兄弟，大家都不容易，我们也只是想进城图个安稳。林洛脸上堆着笑容，想要给这名守军说好话，然而守军却直接冷哼一笑，目光阴冷地盯着林洛说道：谁跟你是兄弟？赶紧让这娘们把脸露出来，让大爷我好好看看。守军的话音刚落，周围几名守卫立马围了上来，眼神贪婪地盯着薛红衣，手里的战刀微微出鞘，透着几分威胁。薛红衣按在刀柄上的手更紧了，指节泛白，那一双漂亮的眼眸中透露着一抹冰冷杀机。若不是林洛按住他，他早就让这些人尝尝短刀的滋味了。此时林洛的目光也微微泛起冷意，沉声提醒了一句：兄弟，见好就收，事情闹大了，谁也没好果子吃。林洛想得很清楚，大不了就不进这个黑水城。闹大？守军冷冷一笑，十分不屑地盯着林洛说道：闹大又怎么样？这里可是黑水城，就算老子在这里把你杀了，也屁事没有。说完话的守军当即就拔出战刀，想要吓唬吓唬林洛。然而就在这一刻，林洛突然拔刀，他手中的战刀如一刀闪电从守军眼前掠过，叮的一声，在守军惊骇的目光中，他手里的战刀一分为二地断成两截。哐当，随着断掉的战刀掉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在喧闹的城门口格外刺耳。不少人在这一刻都是呆若木鸡，就连那名守军此时也是一脸呆滞地僵在原地，眼睛瞪得像铜铃，盯着手里只剩半截的刀柄，满脸不敢置信。他的战刀虽然不算精良，可也是实打实的铁料，怎么会如此轻易地被一刀斩断？周围的几名守军也懵了，握着战刀的手不自觉地收紧，却没人敢上前。林洛手中的唐横刀泛着冷光，散发的寒光有着极大的震慑力。那你想干什么？守军面色慌乱，紧张地盯着眼前的战刀，生怕一刀将他小命夺走。我若杀你，如屠狗。林洛冷冷一笑，缓缓收刀，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慑。城门口四周的人也被这边的动静吸引，纷纷停下脚步观望，却没人敢靠近。一名摆摊的老商贩悄悄对身边的人说：这刀好厉害，恐怕就连匈奴的弯刀也没法比。另一人却叹息地摇头说道：刀是厉害，可他也惹上麻烦了。如此好刀，定然会引起黑水城无数人的觊觎，到时候杀人夺刀也再正常不过了。这时的那名守军也反应了过来，感觉自己受到羞辱的守军当即发出一声愤怒咆哮：拿下他们，反抗者就得格杀。林洛目光一凛，身后的薛红衣几人也是迅速拔刀准备战斗。住手！突然一道呼喊声从城里传来，只见一名衣着华丽风度翩翩的男子步履匆忙跑出来。咦，这并不是慕容家的小少爷慕容白吗？城门口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男子是谁。黑水城三家独大，一里、二方、三慕容，三家共同主宰黑水城，财富惊人。兄弟，这把刀让给我，价格随你开。慕容白凑近林洛，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手里的战刀，就仿佛是看见了什么稀世美女一样。林洛看着眼前的男子，眯了眯眼，随即很爽快地说道：100两。嘶！林洛的开价直接让四周众人发出惊呼。一把刀开价100两，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但他们却并不知道，林洛是故意开高价，想要对方知难而退。不管怎么说，他手里的战刀可是独一无二的，让他就这么卖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旁边的薛红衣闻言，也是立马心中一急，想要阻止。林洛，你出门在外，林洛早就吩咐过薛红衣，称呼他名字就可以了。林洛微微摇头，示意薛红衣不要着急。然而令他想不到的却是，眼前男子丝毫不带犹豫的就答应了。没问题，100两就100两。林洛猛然一愣，操！狮子嘴扒开小了。此时看着林洛表情的慕容白顿时急了，立马掏出钱袋递给林洛，急切说道：你该不会要反悔吧？慕容白呼吸急促，脸上明显露出一抹紧张的情绪。之前他就在城里看着城外发生的一幕，特别是当林洛出刀斩断守军的战刀那一刻，他直接被林洛手里的战刀给震惊了。见过各种战刀的他，唯独没见过如此锋利的战刀，所以当即他便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的也要将这把战刀收入囊中。然而此时的林洛却有些迟疑了，因为他并不是真想卖刀啊。慕容白看见林洛脸上出现的迟疑，当即就着急了：喂，银子好说，100两不够，200两怎么样？
慕容白伸出手比划着，他还以为林洛是因为价格喊低了才迟疑的。四周围观的人闻言皆是齐齐倒吸冷气，轻轻松松的就让价格翻1倍，不少人都是目露火热，恨不得那把刀就是他的一样。这时的林洛也是一脸好奇地盯着眼前男子，虽然目前他还不清楚对方的身份，不过就凭对方的穿着打扮，还有周围人的表情，就不难猜出眼前男子的身份必定不一般。也正是因为猜到眼前男子的身份不一般，林洛才感到十分好奇。毕竟像这种公子哥，哪个不是无法无天的纨绔？像这种时候，不应该都是直接表露身份，蛮横抢夺吗？怎么偏偏眼前这人却依旧这般温和待人？若不是有着周围人的表情作证，他都要怀疑这是个假公子哥了。不过林洛却依旧没打算卖掉手里的战刀。就在林洛想着该如何拒绝对方的时候，一道清脆声音却从人群中传出：“这把刀我要了。”顿时所有人皆是循声望去，只见一群身穿匈奴服饰、骑着高头大马的匈奴人赫然映入眼帘。为首的却是一个身穿银白色衣袍、一副银色面具遮住了半张脸的俊逸男子。匈奴人！林洛与薛红衣几人当即如临大敌，眼睛里尽是一片警惕之色。这时，只见男子抬起手指向林洛手里的战刀，冷声说道：“500两，把刀卖给我。”四周齐齐惊骇，一把刀卖出500两，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要知道，500两那可是足够许多人生活一辈子了。然而此时的林洛却眉间一挑，眼睛里闪过了一抹诧异，因为他在男子的身旁居然看见了一个熟人——木木吉。没错，林洛意外遇见的正是他在匈奴大营的好朋友木木吉。不过他明明看见木木吉离开了匈奴大营，怎么现在也来到了黑水城？而且他身边这个面具男子又是谁？尽管已经认出了木木吉，但林洛却并没有主动戳破两人的认识，因为木木吉正在不停地给他使眼色。此时的木木吉也是心悬一线，他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这位煞神。这要是让他身旁的六殿下知道他与大前人认识，那还不直接把他8匹点天灯啊！500两，刀给我！银色面具下的声音冷得像冰，在他身后的匈奴兵们纷纷拔出弯刀，一股肃杀之气瞬间笼罩城门口。围观的人群吓得连连后退，生怕被卷入冲突。匈奴人在黑水城虽不算横行，却也没人敢轻易招惹，毕竟他们手里的弯刀和胯下的战马都是实打实的战力。慕容白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往前一步挡在林洛身前，表情冷滞地说道：“在黑水城的地界上抢我慕容白看中的东西，是不是太不给我慕容家面子了？”面具男瞥了他一眼，语气满是不屑：“慕容家，一个靠倒卖物资苟活的商贾家族，也敢跟我谈面子？识相的就滚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不客气。”慕容白笑了，身后的护卫们纷纷拔出腰刀，与匈奴骑士对峙。看着慕容白这般强硬，戴着面具的匈奴六殿下眼底瞬间闪过一丝冰冷杀意：“你当真要与我争这把刀？”冰冷的声音就如同最后通牒一般，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眼看火药味越来越足，林洛又感觉这个慕容白很对胃口，便当即主动上前一步，将手中战刀高举头顶。“卖！”林洛看着银色面具直言说道，一手交钱，一手给刀。“好。”银色面具下的那一双眼里的杀机在这一刻也缓缓消散，紧随着一个钱袋便丢给了林洛，同时站在一旁的木木吉也赶紧屁颠屁颠地走上前，将林洛手里的战刀给取走。“兄弟，你……”一旁的慕容白那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底啊！多么好的一把刀，就这样在他眼前飞了，他心底别提有多么不爽了。然而林洛却轻轻地朝着他摇了摇头，一把刀而已，若是他觉得这个慕容白值得深交，送一把刀又有何妨呢？驾！随着拿到战刀，银色面具便直接驾马进入了黑水城。但此时的林洛却目光悠悠地盯着银色面具，眼底更有着一种光芒在蠢蠢欲动。因为就在刚刚，木木吉已然将此人的身份透露给了林洛——匈奴六殿下。所以现在的林洛忍不住有着一种想法：若是他将这位匈奴六皇子给绑了，能不能迫使匈奴大军撤退呢？“兄弟，你怎么能这么草率的就把刀给卖了？”慕容白走上前，满脸遗憾地摇着头：“兄弟，我这不是怕给你招惹麻烦吗？毕竟对方可是匈奴人。”林洛扭头看向慕容白，真心觉得眼前这位与其他纨绔公子很不一样。“麻烦？你看我像是怕麻烦的人吗？”慕容白一脸没好气的冷哼一声，随即看着林洛无奈说道：“但凡你要是不主动卖刀，我最少能让你那把战刀多卖1倍价格。”闻言的林洛顿时一愣，好家伙，不愧是商贾家族的公子，这 TM 是钻进钱眼里了。就这么一会都能把利益最大化，简直就是人才啊！走走走，我与兄弟一见如故，喝酒去。慕容白一改之前的遗憾表情，
十分豪爽的就拉着林洛走进了黑水城。林洛正好也想通过此人了解一下黑水城，便顺水推舟的一同前去。万水楼，黑水城中最大的酒楼，但凡是倒卖货物的商贩都会选择在此吃上一顿。掌柜的，上好酒，切3斤酱牛肉，再来一盘卤羊蹄。慕容白一进门就嚷嚷，熟忍的朝着楼上雅间而去。像他这种家族公子，万水楼自然不敢怠慢。随着酒水吃食的上桌，慕容白也率先端起了酒杯。在下慕容白，不知兄台何名何姓？林洛。林洛也当即端起酒杯，报上姓名。林兄弟，那些匈奴人不一般，你还是别派人去盯着了。慕容白深深地看了一眼林洛，虽然话没说明，但提醒的意思却很清晰了。林洛闻言顿时一挑眉，果然能够混迹于黑水城这种三不管地带的人，没有一个是简单的。他刚刚入城的时候，便隐晦地让薛红衣派人去盯着匈奴人，没想到这些细微动作皆被这个慕容白给观察到了。慕容兄，何出此言？而且黑水城不是三不管吗？怎么匈奴朝廷的人还会来此？林洛看得出眼前的慕容白应该多少对那些匈奴人有所了解，准备先探一探底。咦？慕容白脸上出现一抹惊疑，看着林洛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匈奴朝廷的人？林洛当即心中一惊，暗骂自己说漏嘴了。然而慕容白却并不是多在意的挥了挥手，无所谓的说道：这些匈奴人还不是为了黑水城而来，而且这几日恐怕大前还有西夏朝廷的人也会陆陆续续的来到黑水城。慕容兄，这是为何？林洛闻言感到十分好奇，三大朝廷皆派人来到黑水城，恐怕是定有所图。而黑水城唯一能够引起三大朝廷图谋的，无非也就是黑水城的掌管权，还能为何？还不是都盯上黑水城这块肥肉了，都想占为己有，壮大自己的实力。慕容白端着酒杯自饮自酌，但在他的眼底却有着忧愁一闪而过。毕竟不管黑水城最终花落谁家，现如今黑水城里的势力恐怕都将会重新洗牌，慕容家自然也逃不过这一劫。随后林洛与慕容白两人都十分有默契的不再提此事，只谈风花和雪月。一顿酒喝得宾主尽欢，两人都是步履蹒跚的走出酒楼，甚至林洛还是依靠薛红衣的搀扶，一只手紧紧搂着他的细腰才能稳稳走路。林兄，但凡在这黑水城遇上什么麻烦，尽管来找我。慕容白醉意熏染的冲林洛拍着胸脯。好，我先谢过慕容兄了。林洛卷着舌头磕磕巴巴的双手抱拳。随后慕容白在家奴的搀扶下登上了马车，缓缓离开。然而就在马车消失在视线中的时候，原本醉意上头的林洛却陡然清醒了过来。红衣，查到了吗？看着林洛的模样，薛红衣顿时一挑眉，这家伙居然在装醉。查到了，就在另一条街的客栈里。林洛点点头，打算晚上便去将自己的战刀给取回来。与此同时，坐在马车里的慕容白脸上的醉意也是全然褪去，只有这一抹深思浮现。派人盯着他们，看他们要做什么。夜幕降临的黑水城依旧喧闹，在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城里，就是各种牛鬼蛇神的天堂。人满为患的酒肆，嬉笑不绝，莺莺燕燕的青楼。客栈里，匈奴六殿下手里拿着的正是白天所买下的战刀。噌，战刀出鞘，清脆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房间。拔刀有龙吟，当真是一把好刀。六殿下戴着银色面具的眼睛里尽是满意之色。若是能让匈奴大军人手一把如此战刀，何愁不能所向披靡？随着他缓缓放下手中战刀，一双眼睛却也落在了门口静静等候的木木吉身上。你认识卖刀之人？木木吉闻言顿时浑身一颤，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殿下，我与那人并不认识。木木吉满脸惶恐，但此时的他也不敢承认，否则那是要被点天灯的啊。不认识。突然六殿下当即拔刀，冰冷的刀锋径直朝着木木吉砍去。殿下饶命！殿下饶命！木木吉吓得魂飞魄散，这要是被一刀砍了，死了也是白死啊。然而下一秒，刀锋掠过木木吉的脖子，冰冷的刀气让他浑身冰凉。实话，当真不认识。六殿下凝目盯着木木吉，当时他可是亲眼看见木木吉与对方说了话。殿下，属下当真不认识。木木吉依旧咬紧牙关，绝不松口，只要没证据，打死都不认。滚出去！冰冷的声音响起，木木吉顿时如释重负，仓皇退出了房间。然而随着木木吉的离开，一名侍女也随之走进了房间。殿下，热水已备好，可以沐浴了。闻言的六殿下轻轻点头，随意将手伸平，任由侍女为他脱去衣物。然而随着衣物减少，一具肤若凝脂、白净无瑕的身躯赫然出现在房间里。特别是那一条长长的裹胸布被解开后，波澜壮阔的弹性十分惊人。殿下，
世人皆知六殿下您冷酷无双，却不知你的美艳同样无双。侍女在一旁轻声打趣着，看着眼前自家殿下完美的身材，眼底忍不住闪过一抹惊艳。六殿下没有接话，只是抬手取下银色面具，面具之下并非预想中粗犷的轮廓，而是一张极为美艳诱人的脸庞，眉如寒带，眼似凝星，高挺的鼻梁加上那双蓝色眼瞳，有着十足的异域风情。只是眉宇间带着一丝与柔美不符的冷厉，中和了过于明艳的五官，多了几分英气。别多嘴，这个秘密要是泄露出去，你我都活不成。他抬手拨了拨垂落在肩前的青丝，声音比之前少了几分冰冷，多了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属下明白。侍女连忙收敛笑意，躬身应道。只是属下实在不解，殿下为何要伪装成男子？以殿下的能力，就算是女儿身也能在王庭立足啊。立足。六殿下轻笑，修长的指尖划过自己那张俊美的脸庞，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低语着。信不信我若暴露女儿身，不死也得被送去和亲。她本名伽罗，是匈奴可汗的女儿。10岁那年，父王为了拉拢耶律烈的部落，打算将她嫁给耶律烈的侄子。为了逃避婚事，她母妃以死相逼才换来她父王的妥协。但为了给耶律烈所在部落一个交代，只能用五公主突然暴毙的理由来解除婚事。这也让她不得不女扮男装出现在外面，成为了那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六王子殿下。与此同时，林洛与薛红衣两人也离开了客栈，出现在了街头。后面有人。薛红衣警惕的目光扫了一眼后面，压低声音的提醒着林洛，应该是慕容白的人，不用理他们。林洛自然也是有所察觉，细细一想也就能够猜到后面人的身份了。两人一路弯弯绕绕，最终来到了匈奴落脚的客栈。看着客栈四周不间断巡逻的匈奴兵，可谓是严防死守，这也增加了林洛想要悄无声息摸进去的难度。不过好在客栈四周的几棵大树算是帮了林洛的忙。我进去，你留在外面接应我。薛红衣轻轻点点头，他也深知这种时候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暴露的风险，他还不如留在外面，若是发生意外也能从中协助林洛逃离。随即林洛跃身跳向一个老槐树，四肢并用，极为灵活。借着月光阴影，林洛葬身在一处枝桠，在他的对面便是匈奴六殿下的房间。随着一股夜风拂过，林洛趁机借着枝桠的弹性，一个跳跃飞扑了出去，双手扣住窗台，动作轻缓地推开窗户后，林洛一个翻身就钻进了房间。空气中弥漫的水汽与淡淡的清香，让林洛也是不由得微微一愣。这不像是一颗男子的房间，反而更像是女人的闺房。林洛刚落地，便听见屏风后传来布料摩擦的轻响，他下意识地躲到角落，目光却不经意间扫过屏风的缝隙。只见屏风后，一道白玉无瑕的身体带着水汽的映入眼帘，长发湿漉漉地垂在肩背，水珠顺着发梢滴落在白皙的脊背上，勾勒出流畅的腰线，翘挺的臀型更是十分饱满。此刻的林洛瞪大了双眼，暗道自己来的不是时候。他以为里面的女人是匈奴那位六殿下即将宠幸的女人，可偏偏他现在闯了进来，难不成等会他还要看一场春宫戏？然而当伽罗穿着一件素色衣裙走出屏风时，林洛顿时呆若木鸡。那一双蓝色眼瞳就如一道惊雷在他脑子里炸响，这哪是什么匈奴六殿下宠幸的女人，这分明就是匈奴六殿下本人啊！也正是因为极度震惊，林洛不经意间产生了一丝响动。谁？伽罗的听觉极锐，哪怕是林洛落地时几乎微不可闻的声响，也让他瞬间警觉。他猛地转身，内裙滑落至腰间，露出胸前未束的曲线。此时的伽罗蓝色眼瞳里满是惊怒，手忙脚乱地抓过屏风上的衣袍，胡乱裹在身上，同时弯腰抄起踏边的弯刀，指向门后。滚出来！伽罗冷声怒喝，一双蓝色眼眸中尽显杀机。且不说他女儿身的秘密不能暴露，就是这人看光了他的身子也该死。林洛屏住呼吸，手里却悄然握住了短刀，他在等时机，等出手后能够第一时间逃离的时机。就在这时，门外顿时响起一阵脚步声，紧随着便是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殿下，发生什么事了？伽罗眉头紧锁，虽然他很想让外面的侍卫冲进来将这个看光他身子的小贼抓起来，但又不想暴露自己的秘密。没事，你们退下吧。伴随着门外脚步声的退去，伽罗幽冷的目光落在了角落阴影处，再不出来，那就永远别出来了。话音刚落，伽罗手里的弯刀便直直地朝着角落砍去，破风声呼啸刺耳，由此可见伽罗的身手并不一般。等等！角落里的林洛眼见于此，也知道自己躲不下去了，便主动走了出来。不过走出来的林洛已经收敛了眼底的惊讶，透露着一抹随意的平淡。是你？伽罗一眼就认出了林洛，但随即面色一沉，冷声质问道：为何潜入我房间？林洛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指向了桌上放着的那把战刀，声音十分平静地说道：我来拿我的刀。此时的他
尽可能将脑子里刚刚看见的画面给丢掉，保证自己不露出丝毫异样。毕竟他看光了人家的身子，不找你拼命就怪了。拿你的刀。伽罗微眯着眼，脸上浮现出一抹冷意的说道：若我没记错，这刀你已经卖给我了。没错。林洛点点头，但随即却说道：可我反悔了。这一刻伽罗脸上闪过一抹诧异，那种耍无赖的语调直接把他给整不会了。刀是我的了，就算你反悔，我也不可能让你拿走。他十分喜爱这柄刀，自然不可能轻易让人拿走。那就算了吧。林洛面露遗憾，无奈地耸了耸肩，提脚就准备离开。但在他的眼底却闪过一抹窃喜，他完全没想到这个女扮男装的六殿下居然如此好忽悠。当他把话题拉扯到刀上面时，就是故意在牵着这位六殿下的思路走，从而为自己换得逃脱的机会。然而林洛却想得太天真了。怎么？我的房间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冷炙的声音传来，同时弯刀冰冷的刀尖直指林洛的咽喉。你刚刚看到了多少？伽罗那双蓝色眼眸弥漫杀机，若不是看在林洛是那一把战刀主人的份上，他早就一刀劈了对方。林洛闻言微微一愣，略带古怪地看了一眼眼前这位充满异域风情的女人。非得打破砂锅问到底吗？难道这种事不应该遮掩一下，避免尴尬吗？该看的和不该看的全都看了。林洛微微沉思，并没有选择隐瞒，毕竟刚刚他的的确确直勾勾地看得清清楚楚。与其谎话连篇引起这个女人的猜疑，还不如直接坦然承认。你真该死。伽罗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浑身都在剧烈颤抖。他女儿身的秘密藏了这么久，现在却被一个外人撞破，更看了一个精光。杀机涌动，他手里的弯刀又往前几寸，刀尖几乎都已经碰到了林洛的皮肤。想杀我？林洛目光一凝，随即面色淡然地说道：若你的刀不够快，只要我闹出一点动静，你的这个秘密恐怕就不保了。刚刚这位六殿下并没有第一时间让自己的护卫冲进房间，就足以证明他并不想暴露自己的秘密，所以他便用这个方式完全可以拿捏住这位六殿下。你！伽罗当即一阵气结，恨得咬牙切齿的低声怒骂了一句：无耻！放心吧，你的秘密我没兴趣。林洛淡然抬手轻轻拨开脖子上的弯刀，动作十分从容不迫地说道：把我的刀给我，从此以后你我桥归桥，路归路。我如何相信你会保守秘密？伽罗目光凝视着林洛，同时也收回了手中弯刀的说道：除非你留在我身边。刚刚他已经仔细观察过那一柄战刀，不仅十分锋利，刀柄的弧度、刀刃的重量都恰到好处，显然是为实战设计的。能造出这种刀的人，要么是最顶尖铁匠，要么是上过战场的人，否则绝无可能打造出这么厉害的战刀。所以他也想借此机会将眼前男子留在自己身边，若是他真会打造这种战刀，那对于他而言将会是一大助力。此时的林洛微微一愣，他完全没想到这位六殿下会提出这种要求。难不成这六殿下看上了我，想要把我留在身边当面首？一想到这个，林洛顿时一激灵，面首是不可能的。不过看在这位六殿下如此漂亮，他还可以留在自己身边。要不你跟我，想要什么我都能满足你。林洛挑眉戏谑的一番话，直接激怒了这位六殿下。放肆！当即手中的弯刀径直劈向林洛。破风声的呼啸让林洛内心一凛，第一时间做出了闪避动作。不过林洛也不是好欺负的，脚步交错，瞬间他整个人就靠近了此时愤怒的伽罗。右手前伸，他想要直接夺下这位六殿下手里的弯刀，可没想到意外偏偏出现了伽罗收刀闪避，绕开了林洛伸出的手，可这也让他胸前空门大开。一时间林洛没收住手，就这样直直地抓了上去。然而此时的伽罗身上仅仅只穿上了衣袍，里面可是空无一物啊。林洛的这一抓，那可是抓得十分精准。卧槽，一手握不住。虽然刚刚惊鸿一瞥，甚至这位女扮男装的六殿下十分有料，可也万万没想到如此有料啊！高耸的雄伟，弹性十足。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让伽罗猛然一愣，但随即便是一种无比羞怒，立马迅速后退，双手紧紧地捂着胸口。意外，意外！林洛讪讪一笑，虽然手感极佳，甚是怀念，可当他看见伽罗的铁青的脸色，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当即一把将桌上的战刀抓在手里，一个转身便脚底抹油地跑了。混蛋，混蛋！伽罗盯着空荡荡的窗口，紧握的拳头指节泛白，怒气爆棚的他更不愿意就这么轻易放过这个男人了。来人，立刻让木木吉来见本殿下。伽罗目光瞬间幽森，之前木木吉没有承认，但并不代表他相信。现在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他更要将这个看光他身子的男人给挖出来。很快木木吉就匆匆跑来，已经换好男装的伽罗目光如炬地盯着木木吉，发出灵魂拷问。木木吉，本殿下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当真不认识卖刀那人？”此时的木木吉浑身汗毛竖立，心中恐惧难以掩饰，但为了自己的小命，他还是坚持咬紧牙关不松口。“殿下，属下真不……”噌的一声，弯刀出鞘的声音直接打断了木木的话，凛冽的杀机如狂风般直接扑向木木吉。咕噜，木木吉惊恐难耐，当即就被吓得不敢再说假话了。“认识，认识，属下认识。”木木吉是真怕了，眼前的六殿下那可是杀人不眨眼啊！继续诓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伽罗冷冷地盯着木木吉，其实他心里也很好奇，为何木木吉会认识一个大前人。木木吉微微思索了一下，便开口把他所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不过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还是有所保留。就比如他配合林洛火烧匈奴大营这种事，那肯定是万万不能说出来的。可随着木木吉的讲述，伽罗那双蓝色眼眸越发明亮。林洛火烧耶律列大营，耶律列的领兵手段他可是一清二楚，能够让耶律列如此吃瘪，由此可见这个林洛非同凡响，既能领兵打仗，还有可能会锻造好刀。如此人才，他更加不能轻易放过了。当然，若是不能拉拢，那也就只能……随着林洛从匈奴落脚的客栈离开，消息也瞬间传进了慕容家。他不仅安稳离开，还带走了那把刀。慕容白瞪大着一双眼睛，充满不可思议地盯着向他汇报消息的人。少爷，我们的人亲眼所见。闻言的慕容白顿时挑了挑眉，匈奴的蛮横他又不是不清楚，怎么就这么轻易放过偷摸潜入客栈，还让他带走了那把刀呢？有点意思啊。他用手轻轻地在桌子上敲打着，脑子更是飞速转动。他主动结交林洛，最先的确是因为喜爱那把刀，但最后却发现刀不重要，重要的是拥有刀的人。能拥有此刀，多少也认识打造此刀的工匠吧。所以他其实就是想要通过林洛寻找到打造这把刀的人，到时候若是能够借机将此人招募，那么绝对能够极大提升慕容家的实力。现在看来，这个林洛的本事还真有点出乎他的意料。继续派人盯着。慕容白微微思索后做出了决定，他很想看看这个林洛能够在黑水城如此关键的时刻搞出什么动静。若是有价值，他不介意与其再加深一点关系。出身在慕容家这种商贾家族，无利不起早就是烙印在骨子里的印记。客栈里，薛红衣面色狐疑地盯着林洛，从返回后他就一直盯着自己的右手看，仿佛是发现了什么宝贝一样。终于薛红衣忍受不住心里的好奇，凑上前询问了一声：“看什么呢？好大，好软。”林洛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然后猛然一激灵，扭头盯着薛红衣说道：“没什么，没什么。”刚刚所发生的一幕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要说他还没开过婚，可他又和沈清宁有过鱼水之欢，但他又不得不承认，那位匈奴六殿下的身子却是太迷人了。果然啊，男人至死是少年，胃口永远填不饱。有古怪。薛红衣微微蹙眉地盯着林洛，突然想起林洛是从那位六殿下房间里出后来变得不正常的，难道那位六殿下的房间里有什么不对劲？这也让薛红衣不得不回想了一下。不过这一回想，却还真让薛红衣发现了一点异样。那个匈奴六皇子虽然戴着银色面具，不过面具之下的那双眼睛也太好看了，特别是那细细的腰肢，简直都快跟他差不多。咦，不对，100%的不对劲。难道……一个荒唐的想法瞬间出现在薛红衣的心底。当即薛红衣猛然扭头，惊异地看向林洛问道：“那个六殿下是不是女的？”嘶！闻言的林洛顿时倒吸一口冷气，心底更是万分错愕。果然女人的直觉十分恐怖啊，这都能让他给猜出来。林洛本想着守口如瓶，可在薛红衣的死缠烂打之下，最终还是点头承认了。那个六殿下真是女的？薛红衣满脸不可思议，但随即却是满脸狐疑地盯着林洛问道：“你是怎么发现的？”嗨嗨。林洛略带尴尬地笑了笑说道，一不小心刚好看见他在沐浴。闻言的薛红衣急忙追问着：“漂不漂亮？身材好不好？”林洛猛然一愣，看着薛红衣仿佛发现新大陆一样的兴奋脸上，不由得出现了一抹古怪，怎么薛红衣这么有兴趣？突然林洛猛地一瞪眼，脑子里瞬间窜出了一个想法，这娘们不会是那种取向吧？毕竟他可是知道薛红衣在女囚营的时候，不仅从没有找过男人，反而经常与沈清明单独在一起，还共同沐浴。怎么越想越感觉很刺激啊？林洛赶紧摇摇头，将脑袋里的遐想丢掉。快说啊！薛红衣急不可耐地催促着。漂亮。林洛的脑子里浮现出伽罗那张异域风情的面孔，还有那完美比例的曼妙身材。就在这一刻，林洛却紧急刹车地说道：“不过与你和清明相比，也算是各有春秋。”林洛眼神飘忽，在一个女人面前垮另一个女人，当他傻。果然
薛红衣脸上的好奇瞬间烟消云散，反而丢出了一个算你识相的表情。虽然他与林洛还并没有发生关系，但其实随着沈清明的认可，他也早已经将林洛当作自己男人了。不过林洛的话也并不是假话，三个女人各有各的特点。沈清明的落落大方、出水芙蓉的美丽，薛红衣英姿飒爽般的俊俏，伽罗则是一种不一样的异域风情。单独拎出来一个，都是妥妥的大美女。那接下来我们做什么？薛红衣并没有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结，直言问出了心底最大的疑问。毕竟林洛主张来到黑水城，并没有告诉他任何原因，而且青雾谷里沈清宁可还带着一群老百姓躲藏在山洞里，虽然安全，但也不是长久之计。接下来我们先赚银子。林洛抬头眺望窗外，青雾谷想要壮大，兵力不足就是最大的问题，而想要募兵，最关键的就是银子。赚银子，薛红衣脸上闪过一抹诧异，他还真没搞明白林洛到底要干啥。不过他也很洒脱，想不明白就不想，林洛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做。虽然有点很无脑，但这又何尝不是体现出了他对林洛的无条件信任。随即林洛将身上的500两银子交给了薛红衣，沉声地吩咐了一句：明天去寻一处院子，然而将黑水城里的酒水每样都买2坛。没错，林洛的想法就是酿酒，不管是在哪里，酒水就是暴利，就是白花花的银子。更何况前世他参军入伍之前，家里就经营着一个小酒厂，对于酿酒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不过他在黑水城人生地不熟，属于外来者，想要轰轰烈烈靠着酒水赚银子，还得需要一个合作伙伴。至于这个合作伙伴，首当其选的就是慕容白这位慕容家的少爷，毕竟有着慕容家的招牌，多少也能省去许多麻烦事。第二天，薛红衣便找好了一处院子，不算中心地带，也不偏僻。林洛来到院子，第一眼就看见院子里堆放的几十坛酒，这么多。他起初以为黑水城里的酒水恐怕也就几种，没想到却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这一眼看去，最少也有10几种不同的酒水。但随着他将这些酒一一品尝后，就发现这些酒水虽然是不同品种，但千篇一律的都是低度数的米酒，与他前世的白酒完全不能相比。而北境地处大前最北端，气候相比其他地方要低不少，所以林洛的想法就是搞出烈酒，必定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寒冷之中，一杯烈酒下肚，刺激的灼热瞬间就能让人从内到外的暖和起来。红衣，立刻带人去找些竹子回来。林洛当即便吩咐着薛红衣。纯正的酿酒需要的主要原料是粮食，而现在为了便宜行事，林洛只能先做蒸馏酒，将其他的酒水全部经醒高温蒸馏，转变为他所需的白酒。薛红衣带着2个人匆匆离开，而林洛则带着剩下的几名锐剑队的成员开始搭建酒棚，一个大灶台、一口锅和蒸笼。随着林洛所需要的东西陆陆续续完备，他的酿酒也正式开始了。灶台里的柴火噼啪作响，火光映得林洛脸上泛着暖红。他蹲在灶台边，丝毫不敢懈怠地盯着火候。蒸馏酒的关键在火候，火太急会让酒水带焦苦味，火太缓又出酒慢，这点他从小在家酒厂耳濡目染，早已烂熟于心。此时的薛红衣带着锐剑队的人员站在一旁，都是一脸狐疑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这就能酿出酒？所有人心里都有着疑惑，但随着时间慢慢流逝，一股淡淡的酒香味开始弥漫，让他们瞬间瞪大了双眼。好香啊！此时的林洛也站起了身，酒香四溢，也证明了他成功蒸馏出了烈酒。听见薛红衣的惊叹声，他也为此了疑惑。寻常酿的是米酒，我要酿的是烈酒。林洛笑着看向薛红衣几人，同时锅里的米酒开始沸腾，白色的蒸汽顺着主管往上冒，遇冷后凝结成透明的液体，一滴2滴，缓缓滴进陶罐里。一股不同于米酒的醇厚香气渐渐在院子里弥漫开来，带着一丝辛辣，却又格外勾人。一名军卒忍不住凑上前，抽了抽鼻子，带着一丝垂涎地说道：将军，这酒闻着就带劲，酒香味太香了。每名军卒的脸上都浮现出了一抹禅意，虽然部分是女人，可别忘了他们都是女囚营的战士，喝酒那都是家常便饭。一个个馋的口水都快流下来的模样，让林洛顿时笑了笑。这可是最纯正的蒸馏手法，绝对没什么科技与狠活，大家都尝得鲜。林洛将一个空陶罐放进去，替换掉已经装了一般酒水的陶罐拿出来，让众人都尝一尝。当即每个人都拿上一个碗，小心翼翼地倒上一点，生怕浪费一滴。看着碗里清澈透明的酒液，宛如琥珀，扑鼻的酒香醇厚浓香。此时的众人就只有一个想法：以前喝的那算是酒吗？随着酒液入口，辛辣口感划过喉咙，带着一股灼热的暖意，瞬间从胸口蔓延到四肢好久。众人皆是眼前一亮，从身体里散发出的暖意，简直就是冬日里最好的驱寒良药啊！这一刻，众人口腹中的酒香味让他们浑身舒坦。如此好酒入口后，
以前他们喝的酒全都白喝了。那哪叫酒？完全就是米汤。林洛看着众人的模样，摇了摇头，这还是简单的蒸馏方法。若是按照现代的酿酒方法，什么酱香型、浓香型，还有清香型，那还不馋死这些人啊？相对于这个世界的酒水，他捣鼓出来的白酒完全可以吊打一切。这还只是初酿，等再蒸馏提纯2次，度数能更高。林洛接过木勺，又舀了一勺，倒进嘴里，熟悉的口感让他想起了家里酒厂的味道。将军，那后面我们就在黑水城卖酒了。一名军卒好奇地望着林洛，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出的一个问题。不，林洛摇了摇头，随即缓缓说道：我们只酿酒，卖酒自然有人愿意做。慕容白、薛红一当即便揭露了答案。林洛点点头，随即看着薛红一说道：接下来你们就尽快多购买其他酒水，我们争取狠狠赚一笔，就立刻开始招募人手。黑水城里面不缺人，只要银子足够，大把的人可以招募。然而此时的薛红一却面露苦涩，我们的银子恐怕不足以大量购买酒水了。前面购买着几十坛酒水，外加租这一处院子，500两银子就花掉了300多两。现在要大量采购酒水，剩下的银子完全不够。没事，能买多少就先卖多少。随后林洛在薛红一不解的目光中，直接抱着一罐刚刚出炉的白酒来到了门外，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门口。你不是要酿酒赚银子吗？怎么坐在这里了？薛红一来到林洛身旁，蹲下身子好奇地问着。别急，鱼儿快上钩了。林洛嘴角微微一勾，嘴角出现了一抹神秘的笑容。他刚刚就已经看见外面有人神色匆匆地离开了，不用想肯定是回去向慕容白禀告了。果然没一会，慕容白的身影便匆匆而来。哎呀，林兄居然在此处啊！慕容白故作惊讶，仿佛根本就不知道林洛在此一样。哟，慕容兄，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啊？林洛面带一丝戏谑，都是千年狐狸，你搁这唱什么聊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是我刚酿的酒，慕容兄品鉴品鉴。林洛倒了半碗酒递过去，慕容白顿时两眼一亮，刚刚手下禀告说是林洛捣鼓出了很香的酒水，所以他这才带着好奇心而来。慕容白端着酒碗凑到鼻尖闻了闻，醇厚的香气里没有米酒的酸腐，只有纯粹的酒香，再看酒液澄澈如琥珀，跟他以往喝的浑浊米酒截然不同。顿时就感觉到这酒的不一般，同时心里的生意经也立马开始转动了起来。若这酒如闻到的酒香那般绝品，必定会成为门庭若市的酒。想到这里，他轻轻抿了一口，辛辣感鲜冲得舌尖发麻，可下一秒，暖意就从喉咙窜到小腹，连带着四肢百骸都舒展开来，通体的舒畅让他顿时忍不住大喊了一嗓子：好，够烈，够暖！这要是冬天给牧民士兵喝上一口，比穿2件棉袄都管用。林兄弟，你这酒要是拿出来卖，黑水城的人都得疯抢。他这话不是夸张，黑水城如今的酒最高度数也不过10多度，喝着像掺了水的甜浆，冬天根本顶不住寒。而度数稍微高点的酒，价格又贵，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喝得起的。可此时他手里的这酒，度数至少有30度往上，一口下去浑身发热，单是驱寒这一点就足以让北京人抢着买。林洛脸上浮现笑容，慕容白的表情就足以证明他已经动心了，接下来就看如何让他上钩了。林兄大才啊，不仅有着惊人的断刀手法，更有着如此绝世的酿酒之法。慕容白竖起大拇指，大肆夸赞着林洛，但他这番话却藏着深意，就是想要试探林洛会不会锻造他手里的那种战刀。林洛也不傻，自然秒懂，但有些事情藏着可比表露出来的价值更高。慕容兄说笑了，这酿酒之法不过是我以前机缘巧合下从别人手里得到的，算不上大才。林洛摆着手，避重就轻地说了一番话。他看得出来，慕容白很想摸清楚他到底会不会断刀之法，可你越是想要知道，我偏偏就越是不告诉你。慕容白眼角一抖，林洛口风如此之严，让他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无处发力。不过既然问不出个结果，但至少现在能确定眼前的酒是林洛酿造的，这酒的价值可是无法估量，若是能够经营好，哪怕后面的慕容家在黑水城待不下去，也能够凭借此酒屹立不倒。想到这里，慕容白的心里就已经有了决断。林兄，此酒可卖。此时的慕容白也忍不住提起了心，就怕林洛冒一句此酒只管自己喝，不售卖，那可就糟心了。卖？怎么不卖？林洛立马点头，心里却乐开了花。他正愁如何引慕容白上钩呢，结果他自己就一头撞上来了。若是林兄将此酒交于我来售卖，定然让林兄赚得盆满钵满。慕容白大喜过望，强忍着内心的激动，想要立马从林洛手里拿到此酒的售卖。慕容兄如此有兴趣，也不是不行，只是这价格。林洛用手摸着下巴，故意微微皱眉地盯着慕容白。他没有直接说出一个具体价格，就是想要坐地起价，
看看慕容白能够给出多少价格。闻言的慕容白也没有迟疑，当即便果断开口说道：“林兄你就开个价，兄弟我绝不还价。”林洛微微眯眼，他哪会看不出慕容白的小算计别，看慕容白如此干脆果断，其实就是在欺负林洛不懂黑水城酒水的行情。配合，但林洛又岂是那么好忽悠的人，当即便伸出了4根手指。根据他对 A 水池酒水的了解，这一坛酒顶多也就能卖出10两的价格，他要4两银子的价格，不过分吧？然而还没等他放下手，慕容白却是一脸难受的表情下，一咬牙的说了一句：“40两就40两，林兄的价格很公道。”林洛闻言都忍不住愣住了。我说4两，你给我40两，看来还是我格局小了。你这个冤大头还真是称职啊！与此同时，慕容白的心里也是乐开了花，40两买下，转手他最少能卖出60两的价格，从中赚取20两银子的差价，也是一笔不小的利润。若是能够卖到草原深处，拿出这种酒在那些匈奴手里100两高价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慕容白同样也很谨慎，当即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林兄，生意归生意，交情归交情，既然我用40两银子从你手里购买此酒水，对外卖多少那就是我决定，你可能不能货卖2家啊。”他提出这个要求，就是害怕等林洛看见他卖出高价后，另外再进行售卖，从而影响他的生意。没问题，这种酒我只卖给慕容兄。林洛满口答应，不过他却也给自己留了余地，只说了这种酒，而不是所有酒。毕竟酒水这种生意实在太暴利了，以后他可还想着捣鼓点什么酱香、浓香出来收刮银子呢。不过我也同样有3个要求。林洛目光直直地盯着慕容白，赚银子其次，这3个要求才是他选择慕容白合作的主要原因。闻言的慕容白顿时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感觉林洛有点太过分了。40两银子的高价还不满足，居然还要向他提出3个要求，你怎么不30个要求呢？不过他心里不爽归不爽，但这笔生意还是得做下去。林兄请说，只要我能做到，绝不二话。慕容白拍着胸脯的大声说着。林洛当即竖起1根手指头，沉声说道：“第一，在城外还有我一群兄弟，希望慕容兄能帮我带进来，毕竟此酒一旦出现，定然会引起不少人觊觎，所以我得保证自身安全。”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慕容白爽快点头，但其实他更想告诉林洛，安全他可以全权负责。但随即一想，两人交往并不深，林洛也不一定敢把自己的安全交给别人，便没提出来。而且带点人进入黑水城，对于他这位慕容家的公子而言，简直不要太容易了。第二，酿酒所需基酒和粮食，还有烧火所需木材，皆由你出。随着林洛提出第2个条件，慕容白顿时微微皱眉。出原料，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成本，让他赚取的银子就会少许多了。但为了不丢掉这个生意，他也只能忍痛同意。不过那所谓的基酒是什么东西？林兄，何为基酒？闻言的林洛顿时哑然失笑，他还真忘了这个世界的人并不知道基酒是什么东西，当即便开口解释了一下：基酒就是其他酒水，用作原料可以提纯。林洛丝毫不担心暴露提纯方法，毕竟这种方法可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能够一眼学懂的。什么酒都可以？慕容白瞪大了眼睛，显得十分惊讶。理论上是可以的。林洛点了点头。好，没问题。慕容白也不再迟疑，当即就答应了下来。紧随着林洛便提出了第3个条件，最后一个条件就是我需要慕容兄尽可能帮我招募一批人手，最好是上过战场的老兵，所需银子由我自己出。就这3个条件。此时的慕容白满脸不敢相信地盯着林洛，心底也忍不住松了一口气。3个要求并不是多么难办。没错，就这3个。林洛笑着点头。3个条件虽然很简单，可若是能够全部做到，对于他的实力将会是一个极大的提升。成交！慕容白兴奋的几乎脱口而出。此时的他仿佛已经看见了金山银山在向他招手了。对了，林兄此酒可有名字？慕容白开口询问。卖酒又怎么能没有名字呢？烧刀子。林洛张口就说出一个早已经想好的名字。此酒在于一个烈，原本他想过用二锅头、牛栏山这样的名字，但又感觉不符合北境这种环境，便决定用上烧刀子这个名字。至于以后若是酿出其他酒，什么茅台、五粮液等名字也是可以拿来用一用的。烧刀子。慕容白反复念了2遍，眼睛越发明亮，狠狠一拍大腿的喊道：好名字，够烈，够野，跟这酒的性子太配了，就爱这种带劲的名儿，一听就想掏钱买。他端着酒碗，又让林洛给他倒了一碗酒，抿了一口，辛辣的暖意顺着喉咙往下滑，只觉得浑身都舒坦，仿佛什么忧愁在这一刻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单是这烧刀子的生意，就足够让慕容家在黑水城赚得盆满钵满。林兄如此大义，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慕容白端着酒碗，语气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好兄弟。
林洛当即也端起酒碗与慕容白碰杯。至于兄弟之言，林洛也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当真。毕竟生意人有奶就是娘，别说让他喊你兄弟了，就是给他足够利益，让他喊你爹，他都会毫不犹豫。两人闷下一碗酒，慕容白白嫩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去为售卖酒水做准备了。林兄，鸡酒我今晚就给你送过来100坛，全是我家酒房里最好的米酒，不过就派人知会一声，我再给你送。慕容白拍着胸脯的说着，如此赚钱的生意他必须得积极，而且慕容家本就有酒房，想要调动100坛酒很轻松好。若是今晚能送来酒，最迟后天就可以出第一批烧刀子。林洛点点头，然后也不忘提醒了一句慕容白：慕容兄可别忘了我城外的人，不管怎么说还是得自己人在身边保护才能安心啊。你城外的兄弟，我让人晌午去接，就说是我慕容家的货队，没人敢拦。慕容白满口答应，随后两人又简单商讨了一下其他细节和事项后，慕容白便立马急不可耐地离开了。林洛看着他风风火火的模样，眼底闪过一丝笑意。慕容白的反应全在他的预料之中，商人重利，烧刀子能够带来的巨大利润，足够让他放下所有顾虑，全力配合。然而意外却往往来得很猝不及防。就在林洛带领着薛红衣等人在院子里又搭建了几个大灶台后，慕容白却匆忙跑来：林兄，你要的酒我给你送来了。慕容白乐呵乐呵地招呼着自己带来的人，将一坛坛酒水搬进院子。慕容兄动作够快啊！林洛笑眯眯地看向慕容白，眼神却敏锐地看见慕容白的嘴角有着一处淤青，心里一动，他并没有主动询问，反而追问起了另外一件事：慕容兄，我城外的人可带来了？闻言的慕容白表情顿时一僵，带着一丝讪笑地看着林洛说道：林兄，稍安勿躁，出了一点意外，不过我保证能把你的人带进城。慕容白带着遮掩地解释着，可他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可疑。出了什么意外？林洛目光一凝，声音瞬间冷滞地问道：若你不如实相告，那这酒不酿也罢。城外的人可是死字营的根基，若有什么意外，那他的损失可就大了。闻言的慕容白顿时就急了：晚一天酿酒，那就晚一天的收入啊！林兄，别生气，别生气。慕容白赶紧上前，急忙做出解释的说道：原本我已经把你的人接到城门口了，可没想到方城那王八蛋突然钻出来，非说你的人是一群逃犯，不许入城。你看我还挨了他一拳。说完话的慕容白立马用手指着自己嘴角的淤青，向林洛证明他没说假话。方城。林洛微微皱眉地盯着慕容白，沉声问道：黑水城方家？对于黑水城已经有了基本了解的他，立马就反应了过来。能够让慕容家这位公子如此吃瘪，恐怕也就黑水城3大家族之一的方家公子了吧？没错，那王八蛋一直跟我不对付，这一次也是故意在找我麻烦。慕容白点点头，颇为不忿地跺了跺脚地说道：不过林兄放心，无论如何我也会保证你的人顺顺利利进城。看着慕容白信誓旦旦的保证，林洛并没有相信，反而心底更多出了一份怀疑。因为在他总有着一种感觉，慕容白这小子另有目的，但到底有何目的，他一时间也猜不到。不过既然猜不到，那就不接招，以不变应万变。想到这里，林洛恢复了平静。好吧，那我就等你消息。这一刻，慕容白傻眼了，怎么事情的发展与他的计划不一样了？难道听到消息的林洛不应该着急上火，然后怒不可遏地随他一同前往城门口找方城要人吗？到时候只要林洛与方城发生冲突，那他就能彻底将林洛绑在自己的船上了。到时候不管是酿酒之法还是断刀之术，其他人谁也别想从他手里抢走。可现在林洛的平静淡然，反而让他心里没底了。林兄，你就不担心你的人？要不随我一同去看看情况？慕容白不死心地开口试探着。闻言的林洛抬眼看向他，露出一抹淡然的笑容说道：有慕容兄在，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毕竟我们可是要合作共赢呢。林洛一番话直接让慕容白哑口无言，自己的小算盘不仅没有打成，反而现在把自己架在了火上烤。林兄，这……慕容白心中焦急，却又不知该说什么。然而就在这时，薛红衣却皱着眉的抱着一坛酒走了过来。公子，这酒不对劲。林洛顿时眉间一挑，狐疑的看了看慕容白，随手接过酒坛，低头闻了闻，虽有米酒的香味，但却要比其他米酒淡了不少。林洛瞬间就明白了，这米酒掺水了。慕容兄，这就是你提供的米酒？此时的林洛眯着眼，冷笑不已，当即就将手里的酒坛摔在了地上。啪！清脆的响声，还有飞溅的酒水，顿时就吓了慕容白一大跳。林兄！慕容白表情一僵，急忙上前捡起地上破碎的酒坛，里面残留的米酒让他立马就看出了问题，转身就一脚踹在了身后的随从身上。怎么回事？我要得上好米酒呢？
在慕容白愤怒的咆哮中，随从吓得连忙跪下，颤颤巍巍地说道：“公子，这就是我们手里最好的米酒了。”“什么？你再胡言乱语，信不信我打死你？”慕容白的音调再次拔高，整个人也透露出了一抹凶狠之意。“公子，小人没有胡言乱语，这的确就是我们手里最哈的米酒了。毕竟全城酒水都被方家垄断，我们需要这么大数量的酒水。方家方成公子知道后，直接就放话不卖，所以我才从家族库房里提出了一些残次的米酒。”随从满脸恐慌的急忙解释着：“方成，又是这个王八蛋！”慕容白闻言，气得咬牙切齿，但若仔细看就会发现，此时的他注意力却在有意无意地观察着林洛的反应。“慕容兄，此事恐怕你得加紧解决啊，否则这个酒我可没法酿造出来了。”林洛不咸不淡地看向慕容白。此时的他心底多少也抓到了一些苗头，别看慕容白怒不可遏的样子，其实就是在打他的主意，如此挑唆的想要让他一同前去城门口，无非就是想要借此机会让他与其他人交恶。然而慕容白到时候再义愤填膺的出面保下他，这样就能轻而易举的让他们两人紧紧的绑在了一起。既然已经看穿了慕容白的小心思，林洛自然不会傻乎乎的上当。然而此时的慕容白也是满心无奈，林洛不管怎么样就是不接他的招，这让他根本无可奈何。“林兄，放心吧，我这就去解决，等我好消息。”慕容白碰了一鼻子灰，眼见无法按计划那般执行，只能讪讪的匆匆离开。这个慕容白恐怕没安好心啊。薛红衣走到林洛身边，一双美眸冷冽的看着慕容白离去的身影，小算盘打得哗啦啦的响，感觉除了他以外的人全是傻子。林洛讥讽的轻笑着摇了摇头，随即便看向薛红衣说道：“带上人，我们也去城门口瞧一瞧吧。”虽然他没有选择与慕容白一同前去，但并不代表他不会去。不管怎么说，锐剑队的人都是他的手下，一个也不能少。慕容白带着一群人匆匆朝着城门口而去，虽然因为没达到目的心情烦躁，可他也不能不管被堵在城门口的那一群人。真要是那群人出了意外，他也担心酒水生意落空。当他品尝到林洛所酿造的烧刀子后，心似的活络了起来。毕竟在黑水城，方家垄断了80%的酒水生意，若是他能推出烧刀子，不仅能够大赚一笔，更能够以此狠狠地重创方家。很快，当慕容白来到城门口，一眼就看见了方成，一身锦衣华服，手里摇着折扇，英质的面容别提有多么嚣张了。不过慕容白却并没有立马现身，反而躲藏在围观的人群中，静静地看着。若是能够让方成与林洛的人发生冲突，那他的目的自然也就达到了。本公子告诉你们，要么从哪来回哪去，要么就让慕容白那个傻子跪着求我。方成满脸戏谑地望着眼前的近100号人，虽然他身边带着的护卫只有区区20来人，可他却丝毫不惧。这里是哪儿？黑水城，只要他一声吆喝，还怕缺人吗？而且这些人还是慕容白的人，虽然大多数为女人，可一个个散发着杀伐气息，一看就不是善茬。他更不可能让慕容白带这些人进城了。这位公子，我们受邀而来，就算有问题，你也应该去找邀请我们的人吧。清脆的声音响起，锐剑队里走出一名女子，五官虽不惊艳，却也十分出众。面对方成这种纨绔公子，他也不卑不亢。女子名叫黎云菜，是林洛安排留在外面的负责人。哟呵，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娘们！方成嘴角一勾，摇动折扇，一步步朝着黎云彩走去。跟我如何？只要伺候好本公子，保你吃香喝辣，日子舒舒服服。方成伸出手想要挑起黎云彩的下巴。他玩过的女人何其多，但唯独像这种身上有着军武气息的女人还真没玩过。若是找上一套女将军的甲胄让她穿上，那滋味应该很爽吧。想着想着，方成脸上的垂涎之色越发浓郁。滚蛋！黎云彩可不是寻常女子，在战场上见惯生死的她，自然不会将眼前这种纨绔公子的调戏放在眼里，反而面带讥讽的上下打量了一番，口中发出一阵嘲讽的声音：啧，就你这种被酒色掏空的身板，还不够老娘玩尽兴？黎云彩以前可是跟随着乔珊珊身边的，自然也是那种荤素不忌的女子。哦，要不咱们去试试？此时的方成也被黎云彩这种别具一格的女子给勾起了浓厚兴趣，当即就要伸出咸猪手摸向黎云彩。啪！黎云彩手腕一翻，不等方成的咸猪手碰到自己，反手就扣住他的小臂，指节用力，疼得方成似的倒抽一口凉气。更让他心惊的是，一把寒光闪闪的短刀瞬间出鞘，刀刃贴着他的小臂皮肤，冰凉的触感让他浑身一僵，连嚣张的笑容都僵在了脸上。你敢动刀？方成又惊又怒，当即厉声呵斥道：知不知道我是谁？我是黑水城方家的公子，你要是伤了我，你会死得很惨。那又如何？黎云彩冷笑一声，短刀又往前送了半分，刀刃在方成的脖子上划出一道浅浅的血痕，冷笑道：但我可以保证，你绝对会死在我前面。
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上过战场的铁血煞气。周围围观的人都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连方家的护卫都不敢上前。他们看得出来，这个女子不是在吓唬人，她眼里那实质般杀意，让他们看着都心惊胆战。方成脸色惨白，疼得额头冒冷汗，却还硬撑着嘴硬：“你敢伤我？慕容白来了也保不住你。”“哦，我倒要看看，谁保不住谁。”一道戏谑的声音突然从人群后传来，慕容白带着10余名护卫快步走了过来。躲在人群中看戏的他，眼见双方冲突已起，可他还是觉得差点火候，这才选择走了出来，拱拱火。“哟，方成，你不是号称玉女无数吗？怎么现在却栽在了一个女人手里？”慕容白满脸尽是嘲讽，以前他可没少受到方成的打压，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报复一次，他又岂会放过这个机会？“慕容白，你来的正好，赶紧让你的人放开我，不然我饶不了你。”方成脸色涨红，怒声大吼着。然而慕容白却得意一笑，微微摇头地说道：“放不放你可不是我能决定的，他们是我请来的贵客，可不是我的手下。要不，方大公子，你向这位姑娘磕个头，认个错。”慕容白自然不会帮方成，他可是巴不得双方大打出手，所以他更是在不停地刺激方成。此时的方成也算看出来了，慕容白巴不得看见他吃亏，可他是方家公子，若是向一个女人磕头认错，以后还怎么做人了？但若不这样，这个女人又不会轻易放过他。一番犹豫后，方成终究还是选择了妥协，不过却并不是什么磕头认错。“姑娘，刚刚在下唐突冒犯了，还请姑娘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一马。”慕容白看着方成居然选择了低头，眼皮顿时一抖。这样下去，最后的结果恐怕并不会如他的意啊！当即，慕容白就准备再拱拱火。“姑娘，闭嘴！”然而没等慕容白把话说出口，黎云彩便冷声呵斥了一声：“你也不是什么好人。”黎云彩微眯着眼地盯着慕容白，虽然他知道这人是将军派来接他们进城的人，而且也验证了信物，明确表明了身份，可刚刚所发生的事情却让黎云彩对慕容白生了警惕心。如此拱火，就仿佛是生怕自己不弄死他手里这个人一样，不怀好意。黎云彩当即就给慕容白贴上了标签。此时的慕容白也是表情瞬间一僵，隐隐有着一丝温怒闪过。最后黎云彩在微微思索后便做出了决定，放了手中之人。毕竟现在他们还没见到林洛，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不适合闹事情。滚吧，再来招惹我，老娘捏爆你的蛋！说完话的黎云彩随手就松开了脸色煞白的方成。可身为方家公子的方成何时受过如此屈辱？就在他的2名护卫上前搀扶他的时候，方成的眼底瞬间闪过一抹狠辣，瞬间拔出身边护卫的长刀，转身就朝着黎云彩的脖子狠狠劈去。“小心！”噗！一道惊呼传出，黎云彩刚准备横刀抵挡时，一道温热的鲜血瞬间就洒在了他的脸上。啊！一道凄厉的惨叫声瞬间响彻四周。只见刚刚挥刀的方家公子方成，此时正捂着鲜血淋漓的臂膀满地打滚，一只断掉的手臂赫然在地上。谁？是谁敢伤我家少爷？方家护卫立即做出反应，将已经受伤的方成团团围住。一名护卫匆匆为方成包扎伤口，其他人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四周围观的人皆是面色巨变的倒吸冷气，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浮现出了同一个念头：完了，黑水城要出大事了。方家作为黑水城3大家族之一，实力深厚，不容小觑。现在方家公子被人砍掉手臂，这不仅仅是一场矛盾，更是方家的脸面。方家定然会雷霆反击。就在此时，一个阴沉的声音响起：“我的人，你也敢动？”循着声音望去，只见林洛带着薛红衣几人阔步而来。其实他们几人早就出现在了这里，没有及时出现，也不过是想看看慕容白会如何表演。然而刚刚方成突下杀手，林洛便出手了，甩出短刀本想击飞方成手中的刀，却不曾想出现了一点偏差，直接将方成的手给砍掉了。看见林洛出现，原本应该为此高兴的慕容白却完全懵了。他是想让林洛与方成发生矛盾，从而将林洛绑在自己身边，可他没想到林洛出手这么狠，现在可不是什么矛盾，而是要人命啊！方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甚至就连他也得受到牵连。此时林洛走上前，不急不缓地从地上捡起短刀，一边轻轻擦掉刀上血迹，一边冷声说道：“动我的人就要付出代价，给我杀了他！”护卫群中，方成满脸煞白，目光怨毒地盯着林洛，厉声咆哮。他从没想到过，在黑水城居然还有人敢伤他，而且还是直接砍掉了他的手臂。随着方家护卫立即行动，薛红衣当即便站在林洛身侧，手握战刀。与此同时，原本保持沉默的锐剑队成员也同时行动，近100号人齐刷刷地拔出战刀，汹涌的杀气顿时朝着方家护卫笼罩而去。尽管锐剑队女子占多数，
可这也让方家护卫一个个惊恐地顿住了脚步。你到底是何人？受伤的方成看见这一幕，瞬间就明白了，这一群被他阻拦的人是眼前这人的手下。此时的他深知自己示弱，定不能硬来，当即便暗中给自己的一名护卫使了眼色，让其回家搬救兵。我……林洛闻言，抬眼看向了慕容白，嘴角轻轻勾起一抹笑容地说道：“我是慕容兄的朋友。既然事情是慕容白搞出来的，他又岂会让慕容白躲在一边呢？”操！闻言的慕容白顿时头皮发麻，这要是解释不清楚，那慕容家和方家定然撕破脸了。林兄，你……慕容白神色不忿地走上前，刚想开口说什么，却被林洛直接给打断了。慕容兄放心，此事由我一力承担，绝不牵连你。林洛一番话说得大义凛然，但却也直接将慕容白给整懵逼了。他又岂会不知道，林洛此话一出，他慕容白就沦为了小人，以后谁还敢跟他打交道？沃日了个狗！慕容白心里恨得牙痒痒，可此时的他却也绝不能退缩。林兄此话可就将我推向了不义啊！慕容白悠悠说着，同时刻意大声说道：“林兄即是我朋友，我又岂能坐视不管？”此时的慕容白颇有一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只能尽可能的为自己找补。那好，你来处理他吧。林洛丝毫不迟疑，当即后退一步，目光带着一丝戏谑的盯着慕容白。慕容白顿时两眼一瞪，什么意思？怎么就突然交给我了？这一刻，慕容白凌乱了，同时也是骑虎难下了。不处理，那他之前说的话就是放屁；可处理，要他怎么处理？带着人跟方成拼杀吗？与此同时，不远处的茶楼楼上，正有人默默地看着这一幕。小姐，公子恐怕不好处理啊。一名侍女轻声说着，而在她的身旁，则是一名青衣女子，五官标致，面容秀丽，特别是那一双水润的眼睛，十分清澈明亮。她便是慕容家大小姐慕容清婉，也是慕容白的亲姐姐。空有想法却没有脑子的东西。慕容清婉知道慕容白的一举一动，自然也知晓自己这个弟弟打着什么算盘，但就是手段并不高明。身为旁观者的他一眼就看出来了，那个被慕容白视作目标的男人恐怕早就看穿了他的目的，也就慕容白还独自傻乎乎的乐呵。小姐，不帮公子吗？侍女在一旁担忧地看着外面，三方人马就属公子慕容白实力最弱，我为什么要帮他？自己惹的麻烦自己处理，别名字里面有个白，就真当白痴了。慕容清婉冷言冷语，丝毫没有前去帮忙的意图。另一边，慕容白也有些慌了神，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他的掌控，现在让他处理这个麻烦，他也没那个能力啊。毕竟方成是被砍掉了手臂，这可是生死之仇啊，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化解的。而且继续这样拖下去，方家的人定然会赶过来，恐怕就连慕容家的人也得来，到时候两家碰撞，不管结果如何，他定然要遭罪。所以眼下他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避免这场事端闹大。而能够避免事端闹大，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摆平罪魁祸首。尽管因此会让他损失掉可以赚钱的酒水生意，可这也是当前唯一的办法了。想到这里，慕容白深吸了一口气，放在背后的一只手也悄然地打出了一个手势。林兄，此事是我做的不地道，动了一些小心思，我向你道歉。慕容白转身面向林洛，主动弓腰表明态度。他看似是在道歉，但却是为了稳住林洛，想要出其不意地将其直接拿下。此时的林洛也是微微一挑眉，有点没看懂这位慕容公子的操作。慕容兄主动道歉，应该是有什么想法吧？林洛眯着眼，沉声问了一句。既然慕容白已经主动挑明，他也自然不装糊涂了。闻言的慕容白抬起头看着林洛，脸上露出一抹人畜无害的笑容，说道：“此事还需林兄才能解决啊。”随着慕容白说完话，站在他身后的护卫当即就要准备动手。可就在这时，一道清冷却又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声音顿时传来：“慕容白，还不带你朋友回府？”随着声音的响起，慕容白的身体在这一刻也是猛然一颤，脸上明显出现了一丝慌乱。只见一袭青衣的慕容清婉带着清冷气息走来，身后一左一右跟着两名侍女。“姐，你怎么来了？”慕容白看到慕容清婉，就如老鼠看见猫了一样，就连他身旁刚才准备动手的护卫，此时也是悄悄退到了一边，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啪的一声，慕容清婉扬手就是一巴掌拍在了慕容白的脑袋上，嘴里冷淡地吐出两个字：“白痴！”莫名其妙地挨了一巴掌，慕容白顿时觉得颜面尽失，当即梗着脖子吼道：“慕容清婉！”随着慕容清婉柳眉一挑，鼻腔中发出一个声音，慕容白瞬间就泄气了。没办法，来自血脉的压制让他完全生不起反抗的底气。林公子，小弟年幼不懂事，还请林公子见谅。慕容清婉将目光落在了林洛身上，神态温和，与刚刚面对慕容白时的清冷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林洛打量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女子，言语上他也知晓了眼前女子的身份。慕容小姐，见不见谅还是等你们处理好麻烦事再说吧。林洛平淡的话语让慕容清婉微微挑眉，她都已经主动服软，却没想到这个男人居然如此不给面子。但一想到那被慕容白吹嘘的天上仅有地上绝无的酒水，还有那坚不可摧堪称神兵的战刀，慕容清婉便忍下了这口怒气。一切就等时候再说，若是那个时候让他发现所谓的酒水并不是想象中那般好，所谓的神兵战刀也非坚不可摧，到时候可就别管他翻脸了。林公子稍等。慕容清婉点头轻笑后，便转身看向了不远处的方程。当他看见方程断掉手臂的样子，脸上闪过了一抹讥讽。以后的方家公子可就是一个残废了。方程，此事作罢，需要什么赔偿尽管提，我慕容家倾家荡产也给你。慕容清婉开口的一番话，直接引起了一片震惊，就连慕容白也是一脸惊愕的喊道：姐，闭嘴！慕容清婉毫不客气的呵斥着，随即平静的看着方程。至于什么倾家荡产，说说而已，只要不太过分，他自然可以赔偿。若是真要慕容家倾家荡产的赔偿，那就去做梦吧。此时的方程在看见慕容清婉后，在手臂的剧烈疼痛中，他的眼睛里也忍不住闪过了一抹惊艳和迷恋。毕竟慕容清婉的美名，那可是传遍整个黑水城，容貌与才气并存，被慕容家视作掌上明珠的存在。一直以来，方程对慕容清婉都存有觊觎之心，但奈何人家却从不给他任何好脸色。但断臂之仇，岂能说罢就罢了？既然慕容清婉要来冒这个头，那他也不会客气。慕容清婉，想要我作罢也可以，答应我一个条件就行。随着方程的话音落下，慕容清婉的眼眸中也随之闪过了一抹冷冽。说，方程是什么人，他又不是不清楚。如此轻易就答应，那么他的这个条件肯定没憋什么好屁。你嫁给我，此事我作罢。方程的眼睛里瞬间掀起一抹火热，虽然他很清楚此事慕容清婉绝不可能答应，但在他的心底却依旧有着一丝幻想。方程，你放什么狗臭屁？你也不好好瞧瞧你自己，以前健全的时候都不像个人，现在残废了，那更不是个人了。慕容白听见方程的话，当即就炸毛的跳起来了。他害怕慕容清婉是事实，可慕容清婉也是他亲姐啊，他又岂能让方程欺负？此时的林洛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眼前一幕。慕容白想坑他，可这位慕容家的大小姐却要保他，看来这位慕容家的大小姐着实要比慕容白聪明啊。商人逐利，这是本能。慕容清婉如此保他，无非也就是眼光比慕容白那小子要长远，看中了他手里的酒水和战刀。当然了，若是这位慕容大小姐把控不了局面的时候，他也自然不会在这里死磕，大不了带着人冲出黑水城。他还不相信这个方家还能满北京的追着他跑。不过现在他也想看看这位慕容大小姐想保他的决心有多大。面对方家公子这种无理条件，他又会如何决定？此时的慕容清婉面色骤然一冷。你也配？他的声音冷如寒冰，一双眼眸里的讥讽清晰可见。只见他微微上前两步，声音充满不屑地说道：如此条件，我看你不仅是断了手，连脑子也一起断了。这番话像巴掌一样狠狠抽在方程脸上，他脸色瞬间从青转白，再从白转紫，再加上断臂的疼痛，让他浑身发抖。羞辱，赤裸裸的羞辱。慕容清婉，我告诉你，今天要么答应嫁给我，要么我方家就跟你们慕容家不死不休。方程恼羞成怒地冲着慕容清婉嘶吼着。不死不休！闻言的慕容清婉冷冷一笑，轻轻抬起手示意身后的侍女上前。当即那名侍女瞬间拔出腰间短刀，交给了慕容清婉。慕容清婉接过短刀，看着刀刃泛着冷光，抬眼指示方程的说道：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方家绝不会找我麻烦。慕容清婉的声音很平淡，但却给人一种发毛的冷意。方程瞳孔紧缩，现在他处于劣势，万一慕容清婉这个女人发疯，当真要杀他，他还真没办法。慕容清婉，你别胡来！此时的方程艰难地吞咽着口水，内心紧张的一匹。方程，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提出你的条件。慕容清婉淡漠地看了一眼方程，手里的短刀挽出一个刀花后，直接插入了旁边侍女的刀鞘之中。这一手表演直接让不少人都为之震惊。没想到慕容清婉这么一个女子，居然如此会玩刀。就在方程纠结犹豫的时候，远处传来一阵轰隆隆的脚步声，只见近百护卫快步而来，领头的更是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伤我儿子，让你嫁他又如何？国字脸中年男人充满霸气的声音，让不少人都为之一颤，就连此时的慕容清婉也不由得微微蹙眉，因为走来的中年男人正是方程父亲，方家家主方元和。方家的近百护卫一个个手持战刀，空气中顿时充满肃杀之气。爹，我手断了，帮我报仇。方程看见自己父亲的到来，
瞬间底气十足。方圆和骑着马而来，脸上尽是寒霜，目光扫过地上的血迹与方成断掉的手臂，眼底的杀意几乎要溢出来。最后他的目光定格在林洛身上，语气冷得像淬了冰：就是你断我一臂，有问题？林洛丝毫不惧地对上方圆和压迫力十足的目光。好胆，在黑水城对我方圆和的儿子动手，你的底气从何而来？方圆和目光冷冽，随即抬手指向慕容清婉，发出质问：是你慕容家给的吗？方伯父，此事听我解释。慕容清婉看着暴怒中的方圆和，镇定的想要开口解释，但却被方圆和的一声怒吼给打断。解释？方圆和冷声大笑的盯着慕容清婉吼道：一句解释若能让我断臂恢复如初，那我可以听你的解释。慕容清婉目光一凝，虽然他明白随着方圆和的出现，此事就不好解决了，但却没想到如此棘手。爹，我要慕容清婉嫁给我。这时有了底气的方成再次提出了刚刚的条件。好，爹答应你。方圆和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一向宠爱自己儿子的他毫不犹豫的就一口答应，丝毫不顾慕容清婉这个当事人是否同意。清婉侄女，你我两家算是世交，若你嫁给我儿，今日之事便与慕容家没有丝毫关系，否则……方圆和抬眼看向慕容清婉，随即沉声说道：我也不介意试一试慕容家现如今的分量。威胁，赤裸裸的威胁。慕容清婉此时眉头紧皱，他也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到现在，居然把他自己给牵扯了进去。姐，不管了，我们走。慕容白早就吓得脸色苍白，眼看自己闯下的祸事要牵连上姐姐慕容清婉了，他当即就要拉着慕容清婉准备离开。闭嘴！然而慕容清婉却怒斥一声，挥手甩掉了慕容白的手，同时也压低了声音问了一句：你确定他酿的酒价值超乎想象？那把战刀也是他打造的？慕容清婉自然也是在权衡利弊，之前他并不确定林洛能够带来的价值有多少，可以适当出手帮助。现在事情已经闹到这个份上，方圆和显然是要准备死磕了，所以他也得确定林洛是否能够带来让他冒风险的价值。酒肯定错不了，那种酒一旦开始售卖，绝对碾压市面上所有酒水，不过战刀我就不能确定了。慕容白赶紧小声地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告诉给了姐姐。闻言的慕容清婉目光一沉，酒水的价值虽然大，可依旧没有那种战刀锻造之法的价值。面对慕容白这种模糊不清的回答，也让慕容清婉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心中微微有着一丝烦躁的慕容清婉当即怒斥了一声：没用的白痴！若是慕容白能够确定林洛有那种战刀的锻造之法，他会毫不犹豫地豁出一切保下对方。可现在他还真没办法做决定了，万一到时候慕容家都快拼完了，结果什么都没有，那可就亏大了。姐，算了吧，没必要冒险。慕容白了解自己姐姐，也知道她此时正在心里权衡利弊，可在他看来，为了这两样东西拿整个慕容家冒险完全不值得。慕容清婉沉默了，他心里也已经开始有了一丝迟疑。方圆和冷眼不语，等着慕容清婉的一个回答。空气在这一刻瞬间凝固，压抑的气氛让不少人心生不安。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沉稳的声音却打破了这一份沉寂。话下道：我奉陪。林洛目光淡然地盯着方圆和，表情十分平淡。慕容清婉的沉默让他多少也已经猜到了答案，与其慢慢等待，不如放手一搏。大不了他转身拉着队伍就跑呗，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方圆和皱眉不悦，眼看就能逼迫慕容清婉妥协答应了，却没想到被这小子给搅和了。当即方圆和抬手轻轻一挥，沉声说道：恒达，去陪他玩玩。是。方圆和身旁走出一名精壮护卫，这是他贴身护卫中的头领，身手不俗，曾经可是一人单挑5、6名匈奴，而将对方斩杀殆尽。名叫恒达的护卫头领上前走出几步，拔刀出鞘，一双眼睛充满杀意地盯着林洛说道：小子，不想死就拿出你全部实力。话音落下，恒达脚下猛然发力，整个人瞬间一下就窜了出去，他手中的战刀更是带着凌厉的破风声，朝着林洛当头劈来。此刻林洛目光一凝，站在原地的他猛然拔刀反手上挑，战刀出鞘的刀吟声宛如巨龙怒吼，所有人的目光瞬间便被林洛手中战刀吸引，就连慕容清婉此时也是忍不住一脸惊讶地看着林洛手中战刀。与此同时，劈出一刀的恒达眼底闪过一抹讥讽。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大小战斗无数的他已经在心中确定自己稳赢了。他这一刀不说力有千钧，至少也是力道十足，不是这么随随便便的一个上挑就能化解的。叮！下一刻，两刀碰撞在了一起，清脆的撞击声响彻四周。但紧随着出现的一幕，直接震惊了所有人。只见恒达由上而下劈出的刀，直直的从中间断裂，断裂的刀尖更是擦着林洛的脑袋，瞬间飞射了出去。不可能！
恒达瞪圆着双眼，脸上充满了浓浓的不敢置信。你不应该叫恒大，应该叫方大。林洛冷冽的目光下，轻声说出了一句话后，手中战刀去势不减，唰的一声，瞬间就划过了恒达的脖子。冰凉的感觉让恒达瞬间有种想家的错觉，但同时他还是一脸迷茫地看着林洛，疑惑为何要让他改名叫恒大。或许是看懂了对方的迷茫，林洛嘴角微微一勾地说出一句话：因为恒大死得早。随着话音落下，恒大的身体也随之重重倒下，在地上砸起了些许尘土。全场寂静无声，任谁也没想到战斗会如此之快的结束，几乎就是秒杀。林洛收回战刀，目光凝视方元和。还继续吗？林洛的声音和战刀入鞘的轻响在一片死寂中格外刺耳。恒达的尸体还保持着睁眼的姿态，脖颈上清晰可见的刀口处正流淌着鲜血，弥漫着一缕刺鼻的血腥味。而那截断刀还插在不远处的土墙里，刀身震颤的嗡鸣上未完全消散。所有人都被这一刀秒杀的场景镇住，连呼吸都下意识放轻。方元和坐在马背上，手指死死攥着缰绳，指节泛白。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最得力的护卫竟连都不是对方一招之敌，甚至连刀都被劈断。这一瞬间，他的目光越发阴鸷，如此强敌更是不可能留下了。杀心更盛，就连他也握紧了自己的佩刀。好刀！人群中不知是谁低呼了一声，瞬间打破了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林洛腰间的战刀上，刀身漆黑，刀刃泛着隐隐的寒光。刚才出鞘时那生龙吟般的刀影，还有无与伦比的锋利，都令人惊叹不已。慕容清婉的呼吸微微一滞，之前心底的迟疑瞬间烟消云散。他悄悄抬手，对身后的侍女递了个眼色，侍女会意，悄悄后退半步，手背在身后打出了手势，只要一声令下，四周慕容家隐藏的护卫便会立刻冲出来。好好好，断我儿手臂，又杀我护卫，今日不将你斩杀于此，我方家脸面何存？方元和满脸怒容，当即沉声大喊：方家所属，杀了他！慢着！就在这时，慕容清婉却开口大喊一声，随即只见他上前一步，目光直视方元和说道：方伯父，冤家宜解不宜结，此事我慕容家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赔偿。方元和闻言，脸上杀机愈发旺盛。慕容清婉如此力保此人，定然是有所图谋，他更是不会让慕容清婉得偿所愿。慕容清婉，你真要为一个外人跟我方家彻底撕破脸？方元和冷声质问，他不相信慕容清婉敢拿整个慕容家来赌。然而此时已经完全被林洛手中战刀所吸引的慕容清婉却是异常的坚定，他不是外人，是我慕容家的贵客。慕容清婉毫不退让，之前他的沉默恐怕已经给了林洛不好的印象，此时若是再不弥补回来，恐怕就更加不好挽回了。慕容清婉突然的强硬让不少人为之惊讶，但却没有一个人怀疑慕容清婉毕竟在慕容家，众所周知慕容清婉的话堪比家主命令。林洛微微诧异地看了一眼这个女人，眼底闪过一抹深思，随即便明白了过来，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战刀。果然，商人的眼睛不仅有利益，更有敏锐的观察力。慕容丫头，你当真如此决定？可别为了一时冲动而毁了慕容家。方元和铁青着一张脸，眼睛里散发着一种危险的光芒。我慕容家。慕容清婉再次开口准备声明，但此时的林洛却突然开口打断了他的话。等等。林洛淡笑地冲着慕容清婉点了一下头，随即将目光看向了方圆和，淡然地说道：我觉得自己的事还是应该由自己处理。他很清楚，一旦让慕容清婉不惜一切代价地保他，那么这一份人情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等到后面谈生意的时候，他可就只能低一头了。那种感觉他不喜欢，所以这才主动打断了慕容清婉的话。林公子。慕容清婉也没想到林洛会这般决定，这样不就是推开了慕容家的保护，独自面对方家怒火吗？他到底哪来的底气？方元和大笑，目光带着浓浓嘲讽地盯着林洛说道：小子，你当真狂妄啊？就凭你这点人手也想与我方家斗，简直就是蚍蜉撼大树。方元和非常高兴，一旦没有慕容家的阻拦，他想要收拾眼前这小子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到时候他定要活捉这小子，不仅要狠狠折磨，还要从他口中挖出为何慕容清婉这般看重他的原因。一棵无知树也敢称大树。林洛讥讽嘲笑，缓缓抬起手指向方圆和冷声说道：信不信我连树带根一块刨？小子，你死定了！方圆和顿时暴怒，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却轻飘飘地传来，并且打断了方圆和的话。谁说的？我说的。此时本就处于怒火中的方圆和当即大声咆哮吼了回去。方圆和当真好大口气！众人循声望去，顿时所有人皆是齐齐倒吸冷气。只见一群匈奴人簇拥着一名戴着银色面具、身穿黑色衣袍的人出现在视线之中。
今天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又一个的势力冒出来，这是要开启黑水城新赛季了。是他。林洛双眼瞳孔一缩，他也完全没想到伽罗会在此时出现。这一刻，林洛瞬间就打消了继续在黑水城逗留的想法，第一时间将薛红衣唤来身边，压低声音的说道：通知下去，随时准备撤出黑水城。薛红衣闻言点头，不过目光却狐疑地看了一眼林洛与远处的那位匈奴六殿下，难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不然林洛此时也不会像是老鼠遇见猫一样，当即就要赶紧撤离黑水城。与此同时，方圆和却犹如看见了最恐怖的人一般，立马翻身下马，神色惶恐地迎了上去。六殿下。方圆和凑上前，动作谦卑地低着头。看见这一幕的慕容清婉顿时面露担忧地叹了一口气，对抗方家，慕容家还有底气，可若是再加上一个匈奴，那算了吧，慕容家就是一坨肉，丢出去立马就会被吞下。不过慕容清婉却并没有立马划清立场，反而匆匆朝着林洛走去。林公子，赶紧带着你的人离开黑水城，不然恐怕就走不掉了。慕容清婉咽下了到嘴边的原话，临时改变了一套说辞，因为他想结个善缘，万一林洛这次逃脱，未来说不定还能有合作机会呢。感谢慕容姑娘提醒，该跑时我自会跑。林洛深深地看了一眼慕容清婉，心中却在惊叹这个女人有着常人没有的冷静理智，在这种时刻都不忘为利益铺路，当真是一个有头脑的女人，更是一个合格的商人。不过为何这方圆和对匈奴人这般恭敬？林洛平淡地问了一个问题，毕竟方圆和此时可就像一条狗一样在匈奴人面前。你不知道？闻言的慕容清婉微微有些意外，随即却也开口解释了一句：方家本就是匈奴人在黑水城培养的势力。林洛微微一愣，黑水城外大前西夏和匈奴虎视眈眈，而黑水城里却有三大势力。他心中一动，大概摸清了黑水城的路数，扭头看向慕容清婉问道：那你们慕容家又是谁扶持的势力？你猜呢？慕容清婉微微一笑，清冷的神态又带有一抹俏皮的眨了眨眼睛。林洛微微眯眼的盯着眼前女人，眼底闪动着一丝深邃。这女人收放自如，时而清冷，时而俏皮，很会拿捏男人的心态啊。可越是这样，林洛越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西夏。林洛眉头一挑，随即摇头说道：应该不是。西夏虽是女帝掌权，但国力鼎盛，就算要在黑水城扶持势力，也应该是你们三大家族中实力最强的李家，所以你们慕容家就只有一个选择了，大钱。闻言的慕容清婉顿时呼吸一滞，那一双漂亮的眼睛里闪动着一抹震惊。好厉害的分析能力！黑水城三大家族各自由大钱、西夏和匈奴支持，虽不是秘密，但也没有摆在明面上，能够凭借短短几日便能分析出各方势力所属，很不简单了。我真好奇，你到底是什么人？慕容清婉一双眼睛凝视着林洛，那一双明亮好看的眼睛里闪动着一抹好奇。林洛笑而不语，转头将视线落在了远处的匈奴六殿下伽罗身上。然而就在林洛抬眼看去的时候，却又与伽罗冰冷的目光撞在了一起。男人果然都是狗东西。伽罗面具下的脸色十分难看，握着缰绳的一只手捏紧了拳头，纤细的手指微微泛白。看着那个看光他身子的男人正与别的女人窃窃细语，他心里就有种背叛的感觉，若不是为了林洛手里的东西，他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里。心中怒火上冲，伽罗当即将冰冷的目光落在了方元和身上。方元和，你要杀他？冷炙的声音让方元和顿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难道六殿下与这小子认识？方元和一时间也有些拿捏不准，但一想到今日自己儿子被断手臂，护卫又被一道斩杀，若不做出点反应，那他以后还如何在黑水城立足？想到这里的方元和只能硬着头皮试探地说了一句：殿下，这小子断我手臂还杀我。然而不等他说完话，一根马鞭瞬间抽射而来。方元和顿时脸色大变，他刚想闪身躲避，可却又看见了六殿下那冰冷的眼神，猛然心中一颤，只能咬牙承受。啪！清脆的鞭响后，方元和胸前衣襟瞬间破裂，眨眼便出现了一道血痕。四周众人惊呼，匈奴的霸道人尽皆知，可方元和好歹也是黑水城一方人物，如此鞭打多少有些过分了。可令人更不解的便是，方元和哪怕疼得面部抽搐，却硬生生地忍受了下来。我不想听你的废话。伽罗面具下传出的声音冰冷而又毫无波动，只见他缓缓抬起手中马鞭，指向了林洛说道：他烧过我匈奴大营的粮仓，斩过我匈奴驻京官，现在他是我要找的人，就算死也只能死在我手里。这番话像一道惊雷，炸得全场死寂。每一个人都是用着一种无比惊骇的目光看向了林洛，他们怎么都想不到，这么一个人居然敢如此与匈奴抗争。烧粮仓，驻京官，这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吗？
就连此时的慕容清婉也是满脸惊骇，充满不可思议地看向身边的这个男人。他真没想到，这个男人居然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股强烈的敬佩之意油然而生。可同时他也很清楚，现在的林洛很危险，匈奴人不会放过他。一时间他的心里也纠结了，他想帮眼前这个男人，可一旦帮了，那就是与匈奴交恶，那么代价绝不是一个小小的慕容家能够承受得起的。此时的林洛也是不由得呼吸猛然一凝，伽罗的一番话让他既意外又不解。意外的是，自己的底细这么快就被挖出来了；不解的却是，伽罗此时说出这么一番话，到底是何意？另一边，骑在马背上的伽罗微微勾腰，压迫感十足地盯着方圆和。你要跟我抢吗？不。听见这话的方圆和立马不停摇头，跟匈奴抢人，他还没头铁到那个程度。而且，既然匈奴人盯上了那小子，下场会如何，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这样既报了仇，还不得罪眼前这位六殿下，何乐而不为呢？殿下若有需要，我方家愿为殿下冲锋陷阵。当即方圆和便立马后退一大步，让开了路。伽罗轻哼了一声，没再理会方圆和，而是骑着马缓缓朝着林洛走去。哒哒哒，清脆的马蹄声在一片安静中被放大了无数倍。走吧，林洛。伽罗勒马停下，一双眼睛深深地盯着林洛。有选择吗？林洛面带微笑，显得从容不迫地看向这位女扮男装的匈奴六殿下，但其实他却在暗中给薛红衣打出了撤退的手势。选择？伽罗银色面具下的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轻蔑的笑容，随即讥讽地说了一句：想跑吗？只见说完话的伽罗轻轻一抬手，顿时整个黑水城都感觉到了地面发出了震动，紧随着所有人目光惊骇地看向了城门外。只见战旗咧咧，铺天盖地的匈奴兵犹如神兵天将一般出现，迈着整齐的步伐，带着凌厉的气势朝着黑水城而来。城外3万精锐，你若能杀出去，我便放你离开。伽罗的声音带着一丝戏谑。3万精锐，眼前这个男人只要脑子没问题，绝不会选择去硬闯。殿下简直未卜先知啊！林洛心底一颤，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油然而生。他是真没想到，这个伽罗居然早已堵住了他的退路。六殿下，林公子乃我慕容家。突然，旁边的慕容清婉站了出来，本想借着慕容家的面子，看看能否为林洛换来一条活路，可还没等他说完话，便被伽罗的怒斥声给打断了。闭嘴！伽罗冰冷的目光如箭矢一般直射慕容清婉，隐隐闪动着一抹清晰可见的杀机。怎么，想拿慕容家来压我？讥讽不屑的声音从伽罗口中发出，随即只见他马鞭一扬，警告地说道：要么滚开，要么黑水再无慕容家。此话一出，慕容清婉当即脸色煞白。匈奴六殿下的话他自然不会怀疑，因为一旦这位六殿下率兵攻打慕容家，慕容家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覆灭。想到这里，慕容清婉心中的底气瞬间就被摧毁瓦解一空。无奈的他只能深吸一口气，满脸歉意地看着林洛。林公子，不好意思啊。没事。林洛很坦然地笑了笑，慕容清婉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让他感到很意外了。随着慕容清婉带着慕容家的人退到一旁，林洛也再次看向了伽罗。走吧，我也想尝尝殿下的美酒，是否如美人出浴那般醉人。闻言的伽罗原本冰冷的眼眸瞬间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愠怒，他又岂会听不出林洛在暗暗调侃自己。客栈里，林洛与伽罗同坐一张桌，四周的匈奴兵更是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然而此时的林洛却十分随意地端起桌上酒杯，慢慢品尝。说吧，你有什么目的？林洛抬眼看向对面的伽罗，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伽罗如此大费周章地将他带来这里，断然不会真如他所言那般要对付他，你倒是镇定。伽罗的银色面具下，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说道：真不怕我杀了你？说话间，他也同时在审视眼前的男人。虽然他收集了不少关于这个男人的消息，但耳听为虚，眼见才为实。烧粮草，筑金棺，他倒要看看眼前这个男人到底有何不同，居然连耶律烈那样的猛将都接连吃亏。杀我！林洛撇了撇嘴，随即猛然起身，双手撑在桌面，弯腰直视着伽罗。噌！林洛突然的举动让四周的匈奴兵当即拔刀，然而这时的伽罗却微微抬手，示意这些匈奴兵停止动作。你若再靠近一点，千刀万剐！伽罗凝目看着已经与他近在咫尺的林洛，带着一缕杀机的警告着。此时的两人面对面相视，中间的距离不过2拳左右，甚至这一刻的两人都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呼出的气息。好啊，我死，那殿下的秘密。林洛故意放轻的声音让伽罗的身体陡然一僵，仿佛生怕林洛说出了秘密被四周匈奴兵所听见一样，当即便怒喝一声：闭嘴！
林洛得意一笑，终究没把话说出口。毕竟他也知道什么时候适可而止，这可是他手里最大的把柄，一旦用了，那可就失效了。殿下，不如单独聊聊。被这么多人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害怕。我这人一旦害怕，就有可能口不择言。林洛得意一笑，坐回位置后，再次端起了酒杯。他这也算是一次试探，看看眼前这位匈奴六殿下到底对他有没有杀心。伽罗微微挑眉，短暂的沉思后，便直接开口下达命令：全部出去！殿下。站在一旁的侍女当场便急忙开口阻止，然而随着伽罗扭头冷冷看他一眼，顿时就让侍女闭上了嘴，最后只能无奈带着四周的匈奴兵退了出去。四周瞬间寂静，林洛见伽罗不主动开口，他也不着急，神态悠闲的自饮自酌。不过他的一双眼睛却在悄悄打量着眼前的伽罗，银色面具遮挡了女人的姿色，反而透露出了一种神秘的俊逸感。平坦的胸膛让林洛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了那一幕呼之欲出的惊叹，同时也让他忍不住暗自乍舌，这得多用力才会勒得如此之平。伽罗自然也是感受到了林洛放肆的目光，当即恨得咬牙切齿。砰！伽罗愤然拍桌，咬牙切齿地警告道：再乱看，挖了你的眼珠子！不看就不看，反正现在也没什么看头。林洛撇嘴无趣的表情，气得伽罗差点就要拔刀劈死眼前的混蛋。什么叫做反正现在也没什么看头？难不成这混蛋还真有什么龌龊想法？林洛，我警告你，别继续挑战我的底线，否则后果你承受不起。伽罗深吸一口气，目光越发冷冽地盯着林洛。七。林洛冷然一笑，随即挑眉说道：六殿下，不是我看不起你，想杀我，恐怕你还没那个本事。林洛自信的表情，再加上他狂傲的言语，着实让伽罗也不由得猛然一愣，一双眼睛浮现思索之意。明明他已经落在了我手里，为何现在还如此从容不迫，并且还能如此自信？难道他还有什么后手？但此时的伽罗却并不知道，林洛其实就是在猪鼻子插大葱，装模作样的唬他。林洛其实就是拿捏住了伽罗抓他，定是为了战刀而来。可现在他受制于人，可不想被伽罗随意摆布，只能出此下策，为自己多争取一点机会。然而令他意外的却是，伽罗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一双眼睛散发着危险光芒的冷笑道：既然如此，那就不知道连衣群手下是否也如你这般有底气。林洛闻言顿时神色一凝，原本散漫的目光也瞬间闪动，杀机地盯着伽罗。动他们，你也得死。林洛相信，若自己突然出手，拼死也能将眼前这个女人给一换一。行了，我们也就别相互试探了。突然伽罗语气一改，反而如刚刚的林洛那般悠闲举杯，沉声说道：林洛，你的底细我也调查清楚了，既然大钱不留你，那就跟我去匈奴。此时的林洛顿时眉头一皱，有些搞不懂眼前这个女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了，居然开口就要招揽她去匈奴。或许是感受到了林洛的疑惑，伽罗紧随其后的说道：放心，只要你愿意随我去匈奴，我保证满足你一切要求，金银珠宝、绝色美人，还有高官厚禄，我都可以给你。林洛深吸一口气，却不为所动地看着伽罗，开口问道：为什么？你是人才。伽罗坦然相告，并且继续说道：你的断刀之术世间罕见，我需要你为我打造出做好的武器。你的统兵能力甚至超越了耶律烈，对我而言能够极大增加我的实力。林洛心中一动，断刀之术被伽罗看中并不意外，可他的统兵能力被伽罗看中就有点奇怪了。增加实力。突然林洛脑子里灵光一闪，冒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难道这个女人有颗不安分的心？想到这里的林洛顿时带着一丝古怪的盯着眼前的女人，他还真没想到这个女人居然想要做草原女王。答应还是不答应，做决定吧。伽罗目光平静，但心里却做好了应对办法，一旦林洛开口拒绝他的招揽，那就别怪他下手无情了，甚至就连林洛留在城门口的那一群人一个也别想活。殿下如此抬爱，是不是有点太高看我了？林洛沉声开口，同时心里也在飞速想着应对办法。毕竟眼前这个女人可不是善茬，一旦她开口拒绝，鬼知道这个女人会不会翻脸。你只需回答我，答应还是不答应。伽罗显然不想继续兜圈子了，一个劲的想要林洛做出决定。林洛微微沉思，眼看绕不过了，只能开口说道：既答应也不答应。伽罗闻言顿时勃然大怒，一拍桌子的低吼着：你玩我呢？玩？林洛微微一愣，这个字好像有点不恰当吧，毕竟他可什么都没干呢。然而下一秒，一只穿着黑色银边靴子的长腿便如同鞭子一般狠狠地朝着他抽来。林洛面色微凝，闪身躲避，可长腿却极为灵活，一击落空，单腿直踹。啪的一声，林洛双手交叉，
将伽罗踢来的脚牢牢抓在了手里。殿下，玉足轻盈，可不要太用力了。林洛嘴角带笑，双手感受着伽罗小腿惊人的弹性。此时的林洛十足放浪的表情，就仿佛是一个快要菜花的大盗。然而却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这样无非就是想要激怒伽罗。毕竟愤怒中的人脑子都不会太清醒。混蛋！伽罗羞怒无比，一字马的状态让他也感觉到十分不雅，当即后脚一蹬，整个人凌空跃起，想要借此机会挣脱掉林洛的双手。林洛的反应也不慢，直接后退一步，同时双手发力，重重的往后一拉。啊！伽罗的惊呼还卡在喉咙里，整个人已重重撞进林洛怀里。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林洛也愣住了，条件反射的用手搂住了伽罗的细腰。柔软的布料下是纤细的腰线，紧实又弹性十足，扑鼻而来的更是一股草原青草的清香味。这一刻，林洛不由得心潮澎湃，搂住伽罗细腰的手忍不住紧了紧。松手！伽罗的声音又急又怒，然而当他抬头怒视的那一个，脸上的银色面具却突然脱落，露出了一张清冷且泛红的容颜。他抬手就想推林洛，却被林洛扣住了手腕，难以挣脱。此时的林洛目光紧盯伽罗，细腻的肌肤，精致的五官，的确够得上祸水级别的美女了。不过他却也发现，眼前的伽罗与他记忆中电影版《倚天屠龙记》里的赵敏扮演者很相似，男装时的飒爽帅气，女装时的清冷漂亮，简直就是如出一辙。殿下，你没事吧？屋外侍女急切的声音传来。来！伽罗张口就要大喊，眼疾手快的林洛直接一手抓住了他的衣领，脸上露出了一抹坏笑。修长的脖颈，白皙无瑕。殿下尽管喊人，不过到时候会看见什么，可就说不准了。伽罗惊怒交加，瞪圆着一双眼睛，充满羞怒地盯着林洛。卑鄙！林洛的威胁着实让他不敢喊人了，毕竟一旦被拉开衣领，他的秘密将再不是秘密了。没事。伽罗愤然地盯着林洛，随即怒斥道：还不松手！林洛的手指还扣在伽罗的衣领上，指尖能触到布料下细腻的肌肤。他看着伽罗眼底又急又怒的水光，嘴角的坏笑更浓。松手可以，但殿下的答应我，坐下来好好谈。他很清楚，不趁现在为自己博得一个机会，恐怕还真不好走出这里。好，松手！伽罗气得胸口起伏，咬牙切齿的模样，恨不得将林洛抽筋扒皮。身为六殿下的他，在匈奴那也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何时遭受过如此欺负？这才乖嘛！林洛眼底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缓缓松开手，但却在松手的瞬间，故意用指尖轻轻蹭过他的衣领边缘，白皙的肌肤如丝绒般滑腻。此时的伽罗像被火石烫到一样，猛地后退两步，立即抬手捂住衣领，冲着林洛怒目而视的低吼道：你干什么？不干什么，不小心碰到了一下。林洛依旧故意在刺激着伽罗，他可不敢让这个女人冷静下来。一旦女人冷静下来，恐怕她很快就能反应过来，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故意为之。林洛，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答案，否则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伽罗身体微微颤抖，压抑的声音充满了怒火。我可以把战刀锻造之术交给你，但你要与我交换。另外，随你去匈奴，断然不可能。这便是我所说的答应也不答应。林洛开口沉声说着，用锻造之术换自己和锐剑队的平安，并不算损失。而且林洛也没打算白送，并且就算他将锻造之术交给了伽罗，也不见得他能成功锻造出战刀来。毕竟煤炭这玩意儿，对于这个世界的人而言，可是很陌生的东西。交换？伽罗冷眼地盯着林洛，随即开口问道：怎么个交换办法？简单，你们匈奴每次打仗抓了我们大前不少俘虏吧？1万俘虏交换我手里的锻造之术。林洛掷地有声地说着。其实当伽罗找上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要从他手里换回来一些俘虏，毕竟那些可都是经历过生死，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兵，可比在外面临时招募的人要可靠不少。1万！伽罗双眼微眯，带着一丝狐疑地盯着林洛。匈奴境内大前俘虏不少，可他要这些俘虏有何用？尽管想不通，但伽罗却并不想这么轻易答应。1万不可能，太多了，最多1000俘虏。林洛瞪大着双眼，一刀砍了9/10，这也太狠了吧！果然，女人的战场实在菜市场，这砍价砍得嗖嗖快。5000！林洛伸出一只手，直直地等着伽罗说道：最大的让步，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然而伽罗却丝毫不为所动，缓缓从口中吐出2个字：2000。擦！林洛瞬间后悔了，为什么要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与女人较真？不行，太少了。林洛立马摇头，随即咬牙伸出深耕手指，一口气地说道：4000，最多2500，不要拉倒。伽罗看着记得抓耳挠腮的林洛，心里的恶心也微微出了一口，
嘴角也忍不住有了一丝上扬。好，一言为定。突然，林洛脸上扬起一抹笑容。原本他就想着能换多少就换多少，没想到现在能换回来2500人。到时候这些人进入死字营，那么死字营的实力将会大幅度提升。你耍我？伽罗猛然一愣，林洛脸上的得意让他瞬间明白了，自己恐怕又被这个男人给耍了。什么又是玩，又是耍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呢。林洛咧嘴一笑，趁着伽罗还没彻底爆发怒火，赶紧脚底抹油跑出了房间。不过在离开前，他还是留下了一句话：什么时候把人送来，什么时候我把锻造之术交给你。砰！随着林洛冲出房间，一个酒壶便被扔了出来，重重地摔在地上，4分5裂。林洛，你给我记住今天的事。伽罗咬牙切齿，双手握紧着拳头，十足像一头暴怒的老虎。回到院子，当林洛看见锐剑队的人一个不少的出现在眼前，这才如释重负的松了一口气。虽然那个六殿下脾气不怎么好，但至少没有为难他的人。将军，林洛的出现让原本死气沉沉的锐剑队人员全都精神一振。薛红衣立马快步上前，上上下下的仔细瞧了一遍林洛后，这才开口问道：没事吧？要不要我们现在就离开这里？没事了，我们也不用离开。林洛摇摇头，心里很清楚，此时的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呢。况且那位六殿下在没拿到东西前，岂会轻易的放他离开？那我们还酿酒。薛红衣扫眼看着院子里砌好的灶台，酿，必须酿。林洛点着头，随即将他从匈奴手里换回2500名俘虏的事情说了出来。2500名俘虏，而且还都是上过战场的老兵。薛红衣顿时眼睛一亮，有着这么多老兵加入，死字营的根基算是彻底稳了。所以这酒必须酿，银子必须赚，不然以后死字营这么多人怎么养活？林洛的语气格外坚定。若没有即将交换而来的2500名俘虏，现如今的死字营凭借之前抢夺匈奴的粮草还能支撑。可随着人数激增，整个死字营所需要的各种物资都会增长，所以他必须要为死字营缔造出一个外部来源，而黑水城很显然就是最合适的地方。与此同时，林洛安然无恙地从匈奴六殿下手中离开的消息也瞬间传遍，震惊了不少人。方家厅堂，方圆和脸色铁青，阴沉的目光看向自己儿子的断臂，闪动着浓浓杀机。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伤他儿子的人居然能够从六殿下手里安然脱身。可恶！越想越气的方圆和愤恨的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爹，难道我这仇就这么算了吗？方成满脸苍白，断臂的疼痛让他的脸上遍布痛楚。当他得到消息后，根本顾不上躺在床上休养，便飞奔找到了父亲。算了。方圆和的指节捏得发白，桌上的茶杯被震得嗡嗡作响。他盯着方成苍白的脸，眼底的阴鸷几乎要溢出来。怎么能算了？他断你一臂，又让我方家在六殿下面前丢尽脸面，这仇要是不报，我方家以后在黑水城还怎么立足？方成眼睛一亮，连忙追问：爹，那我们现在就带上人马去杀了他？闻言的方圆和紧紧皱眉，并没有立刻点头答应，因为他想起了之前六殿下说过，那小子的命只能他取。若现在他带人去杀那小子，会不会引起六殿下的不满？爹，你在顾及六殿下的态度？方成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着，随即不等他老爹回答，便直接说道：虽然我们不清楚他为何能够从六殿下手里安然脱身，但若是我们现在去杀他，六殿下肯定会做出反应，到时候我们就带人返回，也算是给了六殿下面子。若六殿下没有反应，那我们便……听了自己儿子的一番话，方元和也是顿时眼前一亮，这个办法可进可退，对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影响。这小子挨了一刀，脑瓜子一下就变灵光了。好，就按你说的办，你立刻去召集人手。当即方圆和便点头吩咐。可就在这时，一名方家仆人匆匆来报：老爷，六殿下派人传信来了。闻言的方圆和顿时眼皮一跳，立刻沉声询问：六殿下说什么了？老爷，六殿下说那人不可动。随着家仆的话音落下，方圆和瞬间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他这边都还没开始试探，六殿下就已经派人来传信了，很显然是防备着他呢。可心里清楚，又能怎么样？作为匈奴在黑水城扶持的势力，他也只能乖乖听从这位六殿下的吩咐。就在方圆和于方成两父子陷入愤恨无奈时，刚刚离去的家仆却去而复返。老爷！家仆刚开口，心中怒火难平的方圆和顿时怒声咆哮：又有什么事？家仆吓得瑟瑟发抖，结结巴巴地说着：老爷，耶律烈大将军传信，让我们留意是否有大批外来人出现，稍后他会派人送来画像。闻言的方圆和猛然一愣，耶律烈那可是匈奴最有实权的大将军，
手里30万大军更是压得大钱不得不低头。可一直以来，这位大将军都与他方家没有任何联系，现在却突然传信而来，还要他帮忙找人。想到这里，方元和顿时眼睛一亮。若是他方家能够与耶律烈大将军搭上线，以后便再不用惧怕六殿下。到时候他若想报仇，自然也不用害怕面对六殿下的怒火了。快，立刻派人留意黑水城是否有大批人马出。方元和立刻就要吩咐下去，可话还没说完的他却是猛然一愣，大批人马？那个断他儿子手臂的小子，不就是带着大批人马吗？难不成耶律烈大将军要找的人就是这小子？方元和顿时兴奋了，如果真如他所猜一样，到时候他不仅报仇了，还凭借此事能够顺利搭线耶律烈大将军。不过他也并没有着急动手，毕竟现在有着六殿下护着对方，一切等耶律烈大将军的画像送到，那个时候别说六殿下护着了，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阻拦他。另一边的慕容家，当慕容清婉得知林洛从匈奴六殿下手里安然离开的消息后，也是满脸惊讶。匈奴六殿下可是出了名的残暴，这还是第一个能够从他手里安然离开的人。惊讶之余，他也同时有了想法，既然林洛平安无事，那是不是还能找他继续合作？想到这里的慕容清婉片刻都不迟疑，当即就拉着慕容白匆匆出门了。现在他若不抓紧机会向林洛表明态度，恐怕以后就真没有这个机会了。没多久，慕容清婉便带着慕容白来到了林洛所在的小院。院子里正忙着酿酒的林洛，在得知通报后，脸上也出现了一抹笑容，因为他就是在等慕容家上门。虽然慕容白心有算计，小聪明不少，但慕容清婉这个女人却让林洛感觉是一个适合合作的对象。随着林洛同意，慕容清婉白嫩带着弟弟慕容白走进了院子。然而令人错愕的却是，当慕容白刚走进院子的那一个，旁边的慕容清婉便立马怒喝一声：跪下！慕容白的腿刚踏进院门，就被跪下二字定在原地，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难以置信地看向姐姐。姐，你让我给他下跪？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是慕容家的公子，就算之前算计林洛有失妥当，也不至于要当众下跪道歉啊。慕容白的脸色青一阵的紫一阵，然而此时的慕容清婉却看也没看他，反而一双眼眸直直盯着林洛，语气不容置疑。之前是他心思不正，想借方家的手逼你彻底靠向慕容家，险些让你陷入险境，这一跪是他应该的赔罪。随着他说完话，便直接一脚踢在了慕容白的小腿上，跪下向林公子道歉。慕容白被踢得一个踉跄，脸上尽是一片不情愿，可他却又不敢反抗，他知道姐姐的脾气，要是今天不照做，回去只会更惨。林洛看着眼前一幕，并没有开口说什么，因为他也需要一个态度，一个能够让他放心合作的态度。最终慕容白咬着牙，不甘心地弯下了膝盖，跪在地上，声音像蚊子细语：林兄，之前是我不对，不该算计你，我给你道歉。林洛看着他窘迫的模样，上前一步将慕容白搀扶起来。既然态度已经拿出来了，他也没必要真要这位慕容家的公子丢尽脸面，慕容兄快起来，为家族多谋些利益。要是我也会这样做，算不上大错，只是下次有什么想法，不妨直接开口，不用绕这么多弯子。这话给足了慕容清婉面子，也没让慕容白太过难堪。听见此话的慕容清婉眼底闪过一丝赞许，三言两语不仅化解了相互之间的尴尬，也让慕容白无法从心底升起一种对他的怨恨。如此手段和格局，并非常人所拥有啊！林公子宽宏大量，小女子感激不尽。若能得到林公子允许，后续我们的合作，我慕容家愿意让出一层力。慕容清婉上前一步，开口的一番话，直接让林洛都不由得愣住了。别看一层力不多，可量变引起质变啊！一旦酒水生意铺开了，到时候日进斗金，一层力那可是极为可观的。不过既然慕容清婉都已经开口了，林洛自然不会拒绝。好，既然慕容小姐如此有诚意，那我们的合作照旧。林洛脸上扬起笑容，当即拍板做了决定。闻言的慕容清婉顿时心底松了一口气，只要能够达成酒水生意的合作，还怕不能与林洛更深一步的合作吗？想到这里，慕容清婉便决定乘胜追击。林公子，小女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林洛抬眼看向慕容清婉，哪怕对方还没开口，他也知道他要说什么了。我给，你们敢要吗？林洛微微扬起的嘴角噙着一抹淡笑，目光直视慕容清婉说道：怀璧其罪的道理，我相信慕容小姐应该明白吧？知道我为何能够从那位六殿下手里安然脱身吗？他也要这锻造之术。慕容清婉当即就反应了过来，同时心中一颤。慕容家在黑水城算是一方势力，可面对匈奴这种庞然大物也根本不够看。如果让那位六殿下得知慕容家也掌握了这种锻造之术，恐怕会毫不犹豫挥兵覆灭慕容家。但就这样让他放弃，他心里着实有些不甘。如此锻造之术，
完全可以让慕容家的实力上升好几个台阶。慕容清婉脸上的纠结和不甘，清清楚楚地落在林洛眼里。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之前慕容白一心想要将他绑在一起，他又何尝不想把慕容家这种商贾家族绑在一起呢？不过前者是想要他为附属，而他则想要慕容家为他效力。眼看火候差不多了，林洛便也抛出了他的诱饵。不过，若是你们慕容家能够让我满意，这种战刀，你们想要多少，我就可以给你们多少。听见这话，慕容清婉豁然抬头看向林洛。战刀的锋利他亲眼所见，若是能让慕容家的护卫人手一把这样的战刀，慕容家的战斗力将有极大提升。不过同时，慕容清婉心底也很疑惑，既然林洛都愿意将战刀相送，为何不直接将锻造之术交于慕容家呢？虽然怀璧其罪的道理他懂，但一切真理皆在刀锋之上，只要慕容家实力强劲，怀璧那又如何？或许是看出了慕容清婉的疑惑，林洛轻笑地说道：其实就算我将锻造之术交于你们慕容家，你们也无法锻造出这种战刀。为何？慕容清婉皱眉不解，难道这种锻造之术极为苛刻，或者是所用材料极为难寻？不过以慕容家的实力，技艺高超的匠人再难寻找的材料也能筹齐吧。然而林洛却只是笑了笑说道：秘密。林洛并没有详细解释，毕竟煤炭这种玩意儿，这个世界的人不了解，可也不代表找不到，所以他还是决定先留一手。林公子，慕容清婉一阵错愕，如此吊人胃口，着实让他不知所措。行了，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我自然可以告诉你。林洛眼底闪过一抹狡黠，什么时候才算时机合适？当然是慕容家彻底为他所用的时候。眼见林洛不愿继续说，慕容清婉也只能压下了心中好奇。随后两人又针对酒水生意商议了些细节，敲定完一切后，慕容清婉才带着慕容白离开。这时的薛红衣走到林洛身边，低声道：将军，慕容清婉这么殷勤，会不会还有别的目的？别的目的？林洛轻笑着摇了摇头，缓声说道：这个女人不简单，她不愿意看见慕容家安于现状，甚至受制于人。她看得出慕容清婉深藏野心，而这个野心却并不是拿中国私人的野心，是想要壮大家族的野心。受制于人？薛红衣面色不解，毕竟慕容家在黑水城也算是一方势力，怎么可能还受制于人呢？红衣，事情不能只看表面。林洛扭头看向薛红衣，随即沉声说道：你知道为何黑水城属于三不管地带？为何只有这三大家族雄踞于此吗？难道其他人就不想在黑水城分一杯羹？三大家族各有倚仗，前面的方家是匈奴在黑水城扶持的势力，而慕容家则是大前扶持，另一个李家便是西夏所扶持。三个国家三方势力在黑水城相互角逐，也算是一种变相的争夺黑水城的掌管权吧。将军，那岂不是这个黑水城也快要不安稳了？薛红衣突然开口的一句话，顿时让林洛不由得微微一愣，带着一丝惊讶地看着薛红衣问道：为何这么想？薛红衣微微沉吟，像是组织了一下语言后，这才开口：匈奴的六殿下突然来到黑水城，恐怕并不是什么一时兴起，说不定大前和西夏的人也在来的路上，到时候三国相聚于此，肯定都是有所图谋。林洛看向薛红衣，脸上既有惊讶也有赞许，如此敏锐的分析能力，着实让他有些刮目相看。你的分析很对，黑水城恐怕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雨了。林洛抬头望着天，沉声说道：所以我们的动作必须加快，狠狠地捞一笔银子就赶紧离开。黑水城的漩涡可是三大国家的角逐，不是他们这样的小人物能够沾惹的。一旦被牵连进这个漩涡，想要脱身可就不容易了。2日后，整个黑水城都弥漫在了一股浓郁的酒香味之中。随着林洛带着人手不停歇的酿造，300坛烧刀子也开始经由慕容家开始售卖。慕容家的酒坊、酒楼隆重推出烧刀子。虽然最开始很多人都不理解慕容家为何会撇弃以往的酒水，改卖这种新酒，而且还是一坛30两银子，如此高价。可当揭开一坛烧刀子的封盖后，那一股醇香的扑鼻和琥珀色般纯净的液体，都让那些以往喝惯了浑浊米酒的人无不满脸震惊。随着一个个勇于尝鲜的人出现，烧刀子就仿佛一场龙卷风，瞬间席卷了整个黑水城。西街慕容家的一家酒坊门口，人群拥挤，无数人手拿影子，就想要购得一坛烧刀子。给我来2坛，我马队的兄弟还等着暖身子呢。我要10坛，这是300两银子。酒坊掌柜手忙脚乱的记账，伙计们抱着酒坛跑前跑后，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但脸上却笑得合不拢嘴。这才短短半天，分给他们酒坊的几十坛烧刀子就快要售卖一空了，赚取的银子更是比他们之前1个月卖酒所赚的银子多了不知道多少。与此同时，垄断黑水城酒水生意的方家此刻却是格外的压抑。慕容家，方元和表情狰狞，咬牙切齿。
他完全没想到慕容家居然在短短时间里就搞出了这种高品质的酒水。一旦方家失去了酒水生意的垄断，那简直就是灭顶之灾。慕容家如此做法，完全就是在挖他方家的根基。爹，咱们不能放纵慕容家如此肆无忌惮的抢生意啊！方成在一旁急不可耐，经过2天的调养，他脸上的气色也恢复了不少。现在立刻马上让所有人将市面上的酒水全部给我收回来。方元和深吸了一口气，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爹，全部收回来，这不是助长慕容家生意吗？方成十分不解，一旦他们将市面上的酒水全部收回来，那慕容家的酒还不卖疯啊？你懂个屁！方元和愤然怒骂。前几日慕容家四处购买酒水，他并没有在意，现在看来慕容家售卖的酒水定然与此事有关。若是让慕容家买不到酒，甚至全城人都买不到酒，会不会让慕容家也没酒可卖？甚至全城这么多人，到时候没酒可喝，他再稍微一引导，这些喝不到酒的人会不会将矛头对准慕容家呢？虽然方元和没有搞清楚慕容家酒水的来源，但他这一分析却刚好找准了关键之处。一旦他收回了市面上的所有酒水，林若蒸留酒水的办法自然无效。随着方元和下达命令，全城所有的方家经营的酒房立刻关门，酒楼里也挂出了酒水售罄的招牌。短短半个时辰，黑水城的市面上除了慕容家正在售卖的酒水，便看不到一滴酒了。好端端的怎么就没酒了？我还想给我家汉子买坛酒暖身子呢。听说是方家收走了所有酒，这不是逼着我们只能买慕容家的烧刀子吗？烧刀子30两一坛，哪里喝得起啊？突如其来的情况让黑水城的人议论纷纷。不过一些嗅觉灵敏的人也察觉出了这是方家和慕容家的一场交锋，同时抱怨声像潮水般蔓延，渐渐有人将矛头指向方家，毕竟是方家断了所有酒源，让百姓要么花高价买烧刀子，要么只能干熬。与此同时，得知此消息的慕容清婉也是脸色骤变，他想到过方家不会做事不理这种火爆情况，肯定会千方百计来抵制，却没想到方家居然选择了这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手段。当即慕容清婉便匆匆前去寻找林洛，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而此时的酿酒院子里，蒸汽依旧袅袅，蒸馏而出的酒水正不断滴落。林洛正站在灶台边指导士兵调整火候。听到慕容清婉匆匆赶来的脚步声，他抬头一笑。慕容小姐这么着急，是为了方家收酒的事，你都知道了？慕容清婉愣了一下，看着林洛那平静的表情，感到十分疑惑地问道：现在全城都买不到米酒了，那你怎么酿酒？谁告诉你我酿酒非要那些米酒呢？林洛淡然一笑，随即轻声说道：你忘了我让你送来的那些高粱米，之前需要用米酒蒸馏提纯，那是因为时间紧。这2日林洛可没有闲着，一边用米酒制作蒸馏酒，一边也同时在用高粱米来制作酒。你是说方家收酒对我们的酒丝毫没有影响？慕容清婉瞪着一双眼睛，隐隐闪动着一丝兴奋。如果真是这样，方家收酒的举动简直就是在帮慕容家。来，尝一尝这个酒。林洛笑了笑，随即抱起旁边的一坛酒给慕容清婉倒上一碗，酒香四溢，更加醇厚。慕容清婉尝了一口，入喉辛辣的暖意比之前的酒甚，顿时他眼睛一亮，脸上立马扬起了笑容。哈哈，方家此举是在自掘坟墓啊！没有了顾虑，此时的慕容清婉心情都舒畅了不少。而方家府邸里，方圆和正等着消息传回来，一旦慕容家开始减少售卖数量，他就立刻开始放话出去，到时候群情激愤，慕容家可就不好收场了。然而就在这时，一名护卫匆匆跑进来，脸色慌乱地喊道：老爷，慕容家不仅没有减少售卖数量，反而还增加了，并且外面的老百姓都在埋怨我们停酒的事情。什么？方圆和猛地站起来，手里的茶杯哐当一声摔在地上，碎片四溅。难道慕容家早有准备，囤积了大量酒水？此时的方圆和也有些慌了，一旦计谋不成功，对于方家而言也是伤筋动骨啊，甚至城里百姓的激愤还会牵连到方家其他的生意。爹，快想想办法，要是让慕容家一直这么卖下去，我们家的酒水生意就彻底完了。方成坐在一旁也急得满头大汗，方圆和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死死攥着拳头，指甲几乎嵌进肉里，咬牙切齿地说道：既然如此，那就让慕容家没有酒水可卖。方成听见自己老爹的话，顿时精神一振，随即笑容阴狠地说道：爹，要不趁此机会把慕容家一块收拾了？断臂之仇，丢脸之恨，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慕容白引起的。若是能够将慕容家给收拾了，到时候慕容清婉那贱人不就能够随他玩弄了？一想起慕容清婉绝美的脸蛋，还有那诱人的身段，方成的心底就瞬间升起了一团火焰。慕容家暂时还不能动。方圆和皱眉摇头，沉声说道：马上就是三国角逐黑水城了，
现在不宜闹出太大动静，只要匈奴人能够彻底掌握黑水城，到时候慕容家的人一个也别想跑。毕竟现在匈奴六殿下在黑水城，一旦事情闹大不好收场，最后方家也不会有好果子吃。方成闻言也只能强压下心底的不甘和躁动。另一边，林洛看着一坛坛新鲜出炉的酒水，嗅着空气中的酒香味，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满足的表情。现在白酒有了，什么时候能找到烟叶呢？毕竟烟酒不分家啊。身为穿越者，他可是很久没有品尝到烟草的味道了。然而旁边的慕容清婉此时的脸上却隐隐有着一抹担忧，毕竟方家做事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现在很有可能在谋划下一个手段。林公子，方家失利定然还会生事，难道你就不担心？担心？林洛闻言咧嘴一笑，随即云淡风轻地说道：狗上门咬人，把主人请来不就行了？说完话的林洛转身朝着薛红衣招了招手说道：去请六殿下过来，就说我要请他喝酒。是。薛红衣应了一声，立马转身朝着院子外走去。而此时的慕容清婉也瞬间恍然大悟，一旦匈奴六殿下在此，给方家10个胆子也不敢轻易在这里闹事。随着夜幕降临，方家门前护卫云集。为了能够断掉慕容家的酒水，这一次方元和不仅调集了方家的精锐护卫，更是要亲自出马，狠狠地给慕容家重重一击。方元和出现在方家门口，在他的身后则是失去了手臂的方成。出发！一声令下，方家护卫浩浩荡荡地朝着一个方向而去。如此阵仗，自然引起黑水城震动。原本应该热闹的大街也因此清冷不少。然而此时酿酒的院子里，林洛却端着酒杯，一双眼睛看着对面应邀而来的伽罗六殿下，尝尝我亲自酿的酒。你请我来，当真是为了喝酒？伽罗一身玄色劲装，银色面具下的眼眸清冷平静。突然接到邀请的他，并不清楚林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为了能够顺利从林洛手里拿到战刀锻造之术，他还是应邀而来。当然。林洛微微一笑，随即继续说道：我与六殿下也算坦诚相见的朋友，有好酒自然不能忘记你啊。闻言的伽罗顿时身体一僵，林洛口中的坦诚相见，他又岂会听不出其中深意？林洛，你在找死？伽罗的目光瞬间冷冽，闪动着一抹浓郁杀机。然而就在这时，外面却传来一阵响动，紧随而至的便是一道蛮横的吼声：给我踏平这个院子！随着声音落下，便是刀兵相撞的厮杀声。这一刻，刚刚还在发怒的伽罗瞬间眯了眯眼睛，银色面具下的嘴角微微勾起了一丝弧度。刚刚那一道蛮横吼声，他又岂会听不出正是方家主方元和的声音？这也让他瞬间明悟林洛为何突然请他喝酒的深意了。林洛，当真是好算计啊！明面请我喝酒，实则是想拿我做挡箭牌。伽罗悠然说着，同时也伸手端起了座上酒杯，浅尝了一口。好醇香，好烈的酒。伽罗眼底闪过一抹惊讶，入喉的辛辣与暖意让他瞬间感觉有着一团火在身体里燃烧，这简直就是御寒佳品啊！匈奴身处草原，早已饱受天寒地冻之苦，若是有此酒，定然能够缓解不少。殿下，你可是当众说过不许方家人找我麻烦，现在方家却不顾你的命令，是不听话，还是没把你这位六殿下放在眼里呢？林洛目光紧盯伽罗，言语中尽是挑拨之意。然而伽罗却淡然一笑，带着一丝戏谑地看着林洛说道：挑拨无用，既然想要我做挡箭牌，那也该让我看到你的诚意。林洛一挑眉，显然早已猜到了伽罗的反应，当即抬手指向座上的酒水说道：此酒殿下已经品尝了，应该知道此酒可谓御寒佳品，不如我送殿下20坛。20坛？伽罗轻笑摇头，随即目光看向林洛说道：最少50坛，另外再将锻造之术现在就交给我。相对于酒水，他更想提前拿到林洛手里的锻造之术。不行，锻造之术是我与殿下的上一个交易，若没送来那2500名俘虏，我不会将锻造之术交于殿下。林洛摇头拒绝，现在交了出去，到时候说好的2500名俘虏怎么办？看样子就没得谈了。伽罗摊了摊手，就准备起身离开。然而这时的林洛却重重叹了一口气，带着满脸无奈地说道：殿下稍等，锻造之术虽不能交给你，可我愿意拿出另一样东西。闻言的伽罗动作停顿，带着一丝好奇地看着林洛问道：什么东西？殿下可知我的统兵之术从何学来？林洛说着话的同时，缓缓地从身上掏出了一本书，沉声说道：兵书，我所会的统兵之术尽在此书上。兵书？伽罗的双眼顿时爆出一团金光，兵书的价值何其之高，他十分清楚。林洛能够随意碾压耶律烈那般猛将，就足以证明此兵书的作用。这书给我。伽罗声音微颤，若是他能得到此本兵书，学到其中兵法战术，何愁地位不稳固？哎，我虽不舍，但若殿下能助我，我也只能忍痛割爱。
林洛叹气摇头，显得十分无奈。然而低着头的他却在强行压制嘴角的颤抖。好，我帮你。伽罗毫不犹豫满口答应，当即便抬脚朝着外面走去。看着伽罗迫不及待的样子，林洛猛吸了一口气，这才让自己平静了几分。但旁边的薛红衣却在此时走上前，压低声音的说道：将军，你这样骗他，事后恐怕要爆炸啊。薛红衣满脸古怪表情，什么兵书？他刚刚可是亲眼看见林洛临时奋笔疾书，洋洋洒洒的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这不叫骗，这叫忽悠。林洛挑眉一笑，随即带着一丝狡黠的对薛红衣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顿时让薛红衣瞪圆了一双眼睛。这一刻的薛红衣心底就只有一个念头：将军好阴险。院子外，方元和看着自家护卫将对方压着打，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抹笑容。等他踏平这里，看慕容家还如何卖酒。住手！突然一道厉喝声响起，只见林洛从院子里走出，一双眼睛盯着方圆和质问道：方家主，为何带人强攻我住处？是你？方元和猛然一愣，当即眉头紧皱的大吼道：小子，这里与你无关，赶紧滚开！毕竟六殿下可是吩咐了，不准动这小子，若非必要情况，他也不敢违背。带人强攻我的院子，还让我离开，方家主当真横行霸道啊！林洛讥讽冷笑的话语让方元和恨得牙痒痒。不过随即方元和却感到十分疑惑，这里是慕容家酿酒之地，眼前这小子却又在这里。突然方元和猛然一惊，难道就是这小子在替慕容家酿酒？一通百通，方元和瞬间明白了为何慕容家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护他的原因了。好小子，原来根源在你这里。方元和目光阴鸷地盯着林洛，心里也是思绪万分。若解决掉眼前这小子，那才是真正的遏制了慕容家的酒水生意。可是这小子又有六殿下庇护，除掉了这小子，六殿下那里又无法交代。爹，别犹豫，趁机杀了这小子，到时候就算六殿下怪罪，我们也可以说不知道他在里面。旁边的方成立马靠近，眼神中充满了怨毒，压低声音地说着：不知者不怪。一番犹豫后，方元和脸上的表情逐渐镇定了下来，充满杀机地看向林洛小子：别以为有着六殿下的庇护，我就不敢动你，今晚就是你的死期。此时的林洛淡然一笑，匈奴六殿下就在后面的院子里，他想着该怎么才能好好坑一把方家。死期？难道你忘了我这条命是谁的了？林洛的话一出口，方元和顿时仰头大笑道：小子，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六殿下可不在这里，就算我杀了你，六殿下又能拿我怎么样？听见这话，林洛的脸上也顿时笑了。这方元和还真上道，还不用他怎么去引导，自觉的就把这些话说出来了。现在就看那位六殿下什么反应了。是吗？伽罗的声音从后面的院子里传出，冰冷刺骨。随着他从后面院子里走出来，清冷的眼眸让人不寒而栗。六殿下！方元和瞬间失声，脸色唰的一下惨白一片。他怎么也想不到六殿下居然在这里，想到自己刚刚说的话，他吓得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瑟瑟发抖的大声说道：小人不知六殿下在此，知道又能怎么样？不知道又能怎么样？伽罗冰冷的声音毫无情绪，方圆和表里不一的态度让他心生厌恶。匈奴王庭在黑水城服侍方家，并不是因为方家多么强大，而是方家听话。果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刻，伽罗的心里更是升起了一种替换方家的想法。殿下，小人知错。方圆和吓得浑身战栗，大气都不敢喘。他很清楚，方家能有现在的辉煌，都是靠着匈奴的支持。一旦失去匈奴这座靠山，他方家分分钟就要烟消云散。所以，他是真不敢得罪眼前这位六殿下。伽罗缓步上前，走到了方圆和面前，一脚狠狠地踹在了方圆和的肩膀上。砰的一声，方圆和的身体直接在地上翻滚了几圈，但他却不顾狼狈，动作麻利地从地上爬起，再次跪在地上。我匈奴王庭要的是一条听话的狗，而不是一条养不熟的白眼狼。再有下次，黑水城你们方家就没必要待了。伽罗目光如剑地盯着方圆和，发出了最后的警告。虽然有心想要替换掉方家，但毕竟方家这么多年为匈奴王庭服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小的记住了，小的记住了。方圆和满脸惶恐的连连磕头。滚吧！伽罗口中吐出两个字，没有丝毫的语气温度。是，小的告退。方圆和如蒙大赦，当即便连滚带爬的起身，招呼着方家护卫匆匆离开。看着方家落荒而逃的样子，林洛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弧度。驱虎吞狼，效果很不错嘛。兵书给我。伽罗转过身，面对着林洛伸出了修长的手。然而这一刻，林洛却笑了，而且笑得还非常的灿烂。我要是不给呢？当林洛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周围的空气瞬间骤冷，噌的一声。
伽罗腰间的短刀出鞘，散发着冷芒的刀锋瞬间抵在了绫洛的脖子上。你骗我！伽罗的声音在这一刻不仅仅是冷，更饱含无比浓烈的杀机。杀了我，那你什么都没有。绫洛挑着眉，脸上清清楚楚的写满了，我就算赖，你能拿我怎么样？好，好，好！伽罗怒极而笑，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人像这样把他当傻子玩，心中的怒火犹如燎原之势，汹涌燃烧。那你就去死吧！伽罗眼中寒芒乍现，手中的短刀瞬间抹向绫洛的脖子。叮！一声脆响，只见绫洛举起手中的战刀，不偏不倚的刚好挡住了伽罗手里的短刀。你这人怎么开不起玩笑？绫洛差点说漏嘴，赶紧改了过来，然后从怀里摸出了那本兵书，丢给了伽罗。给你。玩归玩，闹归闹，不能拿生命开玩笑。他刚刚戏耍伽罗，就是想看看这女人的底线在哪里。结果这女人完全没有底线。接过兵书的伽罗眼底瞬间一片火热，立马收回短刀，看向了手中兵书。孙子兵法36计。然而此时的伽罗却并没有看见绫洛眼里闪过的一丝狡黠。就在伽罗刚准备翻开兵书一阅的时候，绫洛却突然伸手按在了他的手上。别急，回去慢慢看。绫洛的话让伽罗微微一愣，随即也发现在这里看有些不合适。可就在他准备收好兵书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正被绫洛的手抓着。放开！冰冷的声音响起，绫洛这才讪讪地收回手，不过目光却忍不住多看了一眼伽罗的手。身处草原，而且还上舞刀弄枪，可这手怎么就那么娇嫩呢？哼！伽罗发出一声冷哼，随即便直接转身离开。然而绫洛在看着伽罗渐渐远去的身影后，便立马唤来了薛红衣。快，立刻带人赶紧走！绫洛很清楚，等不了多久，伽罗就会带着滔天怒火去而复返，不赶紧走，留着迎接怒火啊！伽罗用最快速度返回客栈，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了绫洛给他的兵书。激动的心情让他的呼吸都在微微颤抖。若他能够习得此书上的兵法，以后便不会被耶律烈压制一头，更不怕以后女子身份曝光的后果了。伽罗深吸一口气，翻开了第一页。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36计第二计，围魏救赵。36计第三计，金蝉脱壳。看着兵书上每一计，伽罗的情绪就越发激动。虽然只是名字，但充满了诡异莫测的变化，更是充满了大智慧。然而就在伽罗期待着后面更加详尽的解释时，整个人却愣住了。因为他不仅翻阅到了最后一页，上面留下的一句话更是让他有种抓狂的冲动。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兵书不完整。伽罗清清楚楚地看见兵书后面被撕掉的痕迹，颤抖，剧烈的颤抖。伽罗原本激动的心情在这一刻浑然成为了滔天怒火。绫洛，我要杀了你！愤怒的咆哮声从伽罗口中发出，随后在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中，伽罗直接带上自己的亲卫前去找绫洛。然而当他来到院子后，却傻眼了。黑灯瞎火，人去院空，哪里还找得到绫洛了？该死！砰！伽罗咬牙切齿，挥刀直接劈垮了旁边的一个草棚。另一边，此时的绫洛却已经带着人来到了慕容家。慕容清婉在得知绫洛上门的消息后，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妥善安排。不过在听见绫洛为何在躲避匈奴六殿下后，他的表情十分古怪。如此招惹那些凶名赫赫的匈奴六殿下，真的好吗？没等他问出口，旁边的薛红衣便率先问出了疑问：公子，你如此戏耍那位六殿下，就不怕他找到你啊？绫洛闻言却满不在乎地笑了笑说道：有什么好怕？答应给他的东西我给了，可我也没说全给啊。薛红衣，慕容清婉却心中猛然警惕，暗自想着这位林公子如此无赖，以后还是得多个心眼啊。夜深，绫洛却并没有休息，反而独自一人坐在院子里看着漫天星斗。一晃眼他来这个世界快1个月了，心理上已经逐渐习惯了这个世界，但多少心里还是挺怀念现代生活的。这时薛红衣缓缓走来：公子，按你的吩咐，我让慕容小姐将今日卖酒赚取的银子暂时存放在了他那里。闻言的绫洛点了点头，仅仅一天他所分得的银子就达到了3万两，由此可见在这个世界酒水是多么的暴利。不过这些还不够，死字营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这样一支独立于大前朝廷的军队是永远不可能得到任何军需支持，所以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而且后续他所构想的一些装备武器，那可都是需要大量银子，所以赚银子还得努把力。只是不知道这个黑水城他还能待多久。一旦3国朝廷的人全部到齐，黑水城便要开启赛季模式，到那个时候这里可就成是非之地了。另一边，慕容家的书房里，
慕容清婉的面前站着一名中年男人，两人的样貌有着7、8分的相似。中年男人正是慕容家主慕容长天，慕容清婉的父亲。清婉，你真决定把家族前程压在那小子身上了？慕容长天眉宇平淡，语气只有温和的询问，没有丝毫的质问，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女儿有多么的理智和聪明。这些年他有意放权给慕容清婉，也看见了慕容清婉的能力，所以他早就有打算将慕容家族交到慕容清婉的手里。至于什么传儿不传女传统，在他这里完全无用。毕竟在他眼里，儿子慕容白虽然能力还不错，但在女儿慕容清婉面前，那就是一个废物爹。他不一样。慕容清婉轻声地回应了一句，然而听见这话的慕容长天却顿时一挑眉，带着一丝古怪地看向自己女儿，那眼神颇有一种自家白菜要被猪拱了的感觉。你看上那小子了？慕容长天用手摸了摸下巴，自言自语地说道，长相还不错，能力也可以。爹，你想哪去了？慕容清婉翻起来一个白眼，不过脸上表情却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在他心里，林洛已经完全符合心目中的理想对象了。不过想归想，这也是以后的事情，眼下当务之急是要为慕容家寻找一条出路。慕容长天并没有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反而沉声说道，黑水城的局势越来越严峻，三国朝廷的争夺大前。说到这里的慕容长天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大前终究是差了一点实力，恐怕只能沦为看客啊。慕容家虽然是大前朝廷在黑水城扶持的势力，但慕容长天却很清楚，在这一场闪过争夺中，大前没有丝毫优势。匈奴兵强马壮，军力鼎盛，西夏国力强横，财富丰实，而大前呢，虽然整体还不错，但相比之下就要弱那么一分了。既然注定了结果，我们慕容家又何必在这里死磕呢？不管是匈奴支持的方家，还是西夏支持的李家，任何一家夺得黑水城的掌控，恐怕都会毫不迟疑地铲除其他势力，所以我们必须得提前谋划好退路。慕容清婉的话引起了慕容长天的侧目，随即问了一句，那你为何偏偏就选定了那小子？慕容清婉闻言却是莞尔一笑，淡然地说道，我也在等这个答案。慕容长天微微一愣，也就在这时，书房门口传来了敲门声，小姐，你要的东西到了，拿进来。随着慕容清婉开口，房门嘎吱一声被推开，只见一名护卫手里拿着一张画卷匆匆跑来，辛苦了，你出去吧。慕容清婉挥了挥手，护卫立即退出了书房。这是在慕容长天的好奇注视下，慕容清婉不急不缓地打开了画卷，上面是一个男子的画像，玉面银冠，模样十分俊俏。三皇子。慕容长天一眼就认出了画中男子，随即有些不解地看向自己女儿，等着她的解释。此时的慕容清婉却是凝视着手中画卷，细致的表情仿佛是在一丝一毫的细致观看。不过下一刻，他的脸上便出现了一抹释然的笑容。爹，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很相似？慕容长天凑近画卷，目光轻轻拂过画中男子的眉眼，瞬间瞳孔骤然收缩，那玉面银冠的轮廓竟与林洛有5、6分相似。只不过三皇子眉宇间凸显出一种贵气，而林洛却是一种从容不迫的锐气丝。慕容长天震惊之色难以掩饰，随即扭头看向自己女儿问道，你是怎么发现的？去年我随商队去了京城，见过三皇子一面，所以在看见林洛的时候便有着一种眼熟感，最后在看见匈奴六殿下的时候，无意间想起了三皇子，这才把他们联想在了一起。慕容清婉微微沉思地说着，当时他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的时候，把他自己也给吓了一大跳，所以为了验证自己这个荒唐的想法，他便派人暗中从京城寻了一幅三皇子画像回来。没想到这结果却实打实地证实了他的猜想，这便是你选择他的原因。慕容长天恍然大悟，这一刻他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女儿为何会做出这种决定了。差不多吧。慕容清婉点点头，随即说道，不过这件事万万不可声张。他很清楚事无大小，可一旦与皇室有牵扯，那都是随时有可能掉脑袋的事情。不过他自己知不知道呢？慕容清婉的心底浮上了一抹好奇。与此同时，方家厅堂里，方元和与方成两父子却陷入了沉默。捣毁慕容家酿酒坊的计划破灭，也代表着方家酒水生意将会一落千丈，甚至在黑水城的口碑也会因此跌落。成儿，明日让人把酒水全部开放销售，而且还要半价销售。沉思了好一会，方元和无奈做出了决定。方家那么多酒水，总不能一直存放着吧？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慕容家顺顺利利的卖酒赚银子。爹，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方成眼中闪动着一抹不甘，暂时消停一点吧，一切等三国争夺的结果出来后再做打算。方元和心中也很不甘，但那又能怎样？有着六殿下在黑水城，
他们就不能动绫罗一根毫毛。然而，随着一名家仆带来的消息，让原本很无奈的两父子瞬间元气满满。你说什么？耶律烈大将军要找的人就是帮助慕容家的那小子？方元和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得有些发懵，就连旁边的方成也是满脸不敢置信的冲上前，从家仆手中夺下了一张画纸。随着他将画纸打开一看，他整个人都激动了。爹，是他，是他，就是他！看着画像中的面孔，方成兴奋的差点手舞足蹈。真是船到桥头自然直，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林洛，林洛！方元和看着画像嘀咕着，随即一拍大腿的说道：“嗨，我早该想到就是这小子了。”此时的他才恍然大悟，之前六殿下可是明确说了，这小子烧毁大营粮草，坑杀匈奴，肯定就是耶律烈大将军要找的人啊！爹，这下我们要弄死那小子，六殿下可就没法阻挡了。方成激动不已，断臂之仇，他一定要让那小子生不如死。哼！方元和冷哼一声，随即带着不屑地说道：“有着耶律烈大将军给我们撑腰，六殿下还能翻起什么浪花？在他眼里，耶律烈可是手握30万大军，在匈奴王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将军。别说伽罗这个排行第6的殿下了，就算是匈奴排行第1的大王子，也得看耶律烈大将军的脸色。”想到这里，方元和立马迫不及待地冲着家仆说道：“快，立刻给耶律烈大将军传信，林洛就在黑水城，让他快快来捉拿。”而旁边的方成在听见此话后，却立马开口说道：“爹，与其让耶律烈大将军来抓人，不如我们先将这小子抓了，到时候直接送给耶律烈大将军。”他提出这种建议，其实也有着他的小心思。一旦耶律烈大将军亲自前来抓人，到时候他可就没法报断臂之仇了。若是有他们先一步抓了那小子，他还能好好折磨折磨，以泄心头之怒。方元和当即就采纳了自己儿子的建议，毕竟若是能够让耶律烈大将军满意，以后的方家在匈奴王庭可就有了一个大靠山。第二天的黑水城比往日要热闹不少，因为大钱与西夏的使团即将到来，慕容家作为大钱扶持的势力，自然要前去迎接。你真不和我们一起？城门口，慕容清婉看向身旁的林洛，再三询问。原本他是想要借此机会看一看林洛是否知道一些事情，因为此次前来的大钱使团正是由三皇子带队，可没想到林洛就是不愿与他们一同前去迎接大钱使团。我就不去了，等会我在旁边找个地方看看热闹就行了。林洛摇头拒绝，随即说完话之后便漫步进入了人群，让他一同迎接大钱使团，而且还有着一位三皇子。他去送死吗？林洛很清楚自己的身份现在可是不能曝光的，现在的他本就危机重重，在夹缝中求生，一旦暴露了身份，那可真就是十死无生了。此时的慕容清婉看着林洛离去的身影，眼底闪过了一丝不甘，但没办法，他总不能强求吧。很快，随着一队金甲禁军气势如虹地进入黑水城，一名玉面银冠、身穿紫色衣袍的男子立刻就吸引了无数目光。好俊美啊！他就是三皇子吗？没错，没错，他就是三皇子云啸。城门口拥堵的百姓议论纷纷，不少妙龄少女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骑在马背上的三皇子云啸。此时此刻，慕容清婉也同样目不转睛地盯着三皇子云啸。昨夜看见的是画像，现在看见了真人后，慕容清婉的心底更加确认了林洛与大钱皇室有关系。虽然粗看两人一个贵气，一个接地气，可细看两人的眉宇之间实在是太相似了。若说两人之间没什么关系，慕容清婉打死都不相信。甚至此时在他的脑海里还升起了一个荒唐的想法，找机会给两人做个滴血认亲。但随即他便立马抛掉了这个想法，这要是被发现了，他不被打死才怪了。然而就在这时，三皇子云啸也看见了迎接人群中的慕容清婉，当即就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清婉姑娘，好久不见。云啸下马来到慕容清婉面前，目光里闪动着一抹欣赏。自从1年前在京城见过慕容清婉后，云啸便对这个女人有着很深的印象。相对于京城里的其他贵阁千金，慕容清婉却带给他一种不一样的清新感觉。慕容清婉见过三皇子殿下，慕容清婉却不动声色，微微屈膝行礼，语气保持着得体的疏离。不知为何，此时的他在感觉到三皇子云啸眼中的欣赏后，心底竟然有着一抹反感。此时的三皇子云啸自然也察觉到了慕容清婉的疏离，眼底深处瞬间闪过了一抹不悦。此次率领大钱王朝使团前来黑水城，他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得到慕容家这位大小姐。不仅人漂亮，慕容家的财富更诱人，若是能够获得慕容家的支持，对于他夺嫡将有着极大的帮助。清婉姑娘依旧那般清新脱俗。云啸尽管心中不悦，但身为皇子该有的城府让他并没有表露出来。殿下，
路途奔波，慕容家已为您准备好了航馆，还请一步休息。旁边的慕容长天在看见三皇子盯着自己女儿的目光后，也是不由得心中一紧，赶紧上前2步挡在了慕容清婉的身前。好。云笑深深地看了一眼慕容长天，面带微笑的点点头。随后一行人离开城门口，但此时的慕容清婉却仿佛心有所感，抬头看向了旁边的一家酒楼，正好看见了2楼窗前正喝着酒的林洛。这一刻他的眼底闪过了一丝异样。就在大前朝廷使团队伍离开没一会，一个商队也进入了黑水城，一辆马车，30几名护卫。老爷，到黑水城了。一个白面无须的人凑近马车，声音微微有些尖锐地提醒着。使团离开了吗？马车里一道沉稳威严的声音传出。已经离开了。白面无须的人急忙做出回应。紧随着马车上走出一名中年男人，宝蓝色衣袍彰显着华贵之气，但若细看却能发现中年男人脸上的表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僵硬。白面无须的人第一时间上前，面带讨好的说道：老爷，路途奔波，不如先找家客栈落脚歇息。就在中年男人准备点头之时，空气中弥漫的一丝酒香味让他嗅了嗅鼻子，好香的酒。这一刻，中年男人仿佛被勾起了肚子里的酒虫一样，第一时间将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酒楼。走，先去吃饭喝酒。酒楼里，林洛淡然的抬眼看向旁边坐着的薛红衣。你与那位三皇子相识？刚刚薛红衣在看见三皇子云笑后，脸上明显出现了一丝激动。认识。薛红衣表情有些僵硬，目光闪烁，不敢想看林洛，可他越是这样，也让林洛感到好奇。毕竟他可是很少见到薛红衣如此模样。喜欢他？林洛微微皱眉的试探着。男人该死的占有欲开始攻击他了。不。闻言的薛红衣立马急忙摇头，随即一咬牙的说道：三皇子曾经与将军有过婚约。此时薛红衣口中的将军自然就是沈清明了。卧槽！林洛手中的酒杯猛然一抖，沉声的问了一句：然后呢？此时的薛红衣哪里还能感受不到林洛的不高兴，讪笑的说道：然后因为侯爷被定罪，婚约也就作废了。不过将军可对三皇子一直没有什么感觉。听见这话，林洛释然一笑，心想着前世电视剧里的那些狗血剧情还真不是凭空而来的啊。客官，2楼上座。就在这时，随着店小二一声吆喝，一群人走上2楼，为首的中年男人身着宝蓝色锦袍，腰系玉带，面容雍容华贵，显然不是什么普通人。身后跟着个白面无须，笑容憨厚，但眼神却是十分锐利。其余的则是一个个面色警惕的护卫，个个腰佩大刀，气势沉稳，一看就是精锐。原本林洛还并不在意，毕竟黑水城地理位置特殊，来往商队繁多，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出现。不过偏偏那名宝蓝色衣袍的中年男人对烧刀子的一番点评引起了他的注意。此酒醇香色如琥珀，闻其味，观其形，乃佳酿，唯独入喉辛辣太过于汹涌，反而让此酒落入了下乘。林洛猛然扭头看去，只见那中年男人手端自带银杯，边品边评。此时的林洛眼底闪现诧异，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见有人如此专业的点评，就仿佛是说进了他的心窝子一样。在现代，烧刀子只能算是中下级别的白酒，独特的口感和冲劲深受一些人抗寒所以。或许是兴趣使然，林洛突然端起酒杯走了过去。大叔，品酒行价啊。说着话的同时，林洛更是冲着中年男人竖起了大拇指。放肆！还没等林洛靠近，那名白面无须边立马厉声呵斥，周围的护卫更是第一时间准备拔刀。但同时，白面无须这人的脸上也瞬间闪过了一抹不可思议的震惊。慢着！中年男子及时开口，一双深邃的眼睛带着淡淡的威严盯着林洛，眼底深处更是闪动着一抹异样之色。眼前的一幕让林洛内心一震，好强的警惕，如此精锐，究竟是如何培养出来的？不过更让林洛感到疑惑的却是，眼前的中年男人不知为何让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甚至是亲近感。不过此时的林洛还是赶紧抱拳拱手的说道：小子无意打扰，只不过听闻大叔点评，心有同感，这才上前。哦，这么说来，你也是品酒行价？中年男人双眼锃亮地盯着林洛，上上下下将林洛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略懂。林洛谦虚摆手，中年男人的言行举止就能看出身份不一般，这种人品酒无数，他可不敢自夸，万一翻船了，那可就丢脸了。既然如此，尝尝我带的酒如何？此时的中年男人仿佛就像见到了知己一般，脸上流露着一抹浓厚的兴趣。那小子恭敬不如从命了。林洛上前坐在了旁边的凳子上，同时中年男人也抬手喊道：来财，倒酒。旁边的白面无须丝毫不敢迟疑，立马从旁边护卫身上的随身包裹里拿出了一个白瓷瓶子。
比巴掌大不少，瓶身更是描绘着一层极为雅致的图案。初入眼，林洛都差点震惊了，因为这个瓶子简直太像青花瓷了。单凭这卖相，林洛也猜测此酒非凡品。果然，随着酒水入杯，一股扑面而来的桂花香，顿时就有种让人心旷神怡、置身花海的感觉。尝尝我带来的桂花酒，让我听听你的评价。林洛端起那杯桂花酒，先凑到鼻尖轻嗅，浓郁的桂花香带着一丝自然的清甜，混着酒液本身的醇厚，层次分明。他浅尝一口，酒液入喉，没有烧刀子那股汹涌的辛辣，反而像温水裹着花香划过喉咙，落进胃里后才缓缓升起一丝暖意，回味间还带着淡淡的回甘。好酒，低温慢酿出好酒。林洛放下酒杯，眼底满是赞叹，同时内心更是震惊无比。因为在前世，他也不过是听家里的酿酒老师傅说过这种酿酒之法。低温酿酒不像猛火蒸馏那般简单，就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不等青蛙明白，就已经肚皮朝上了。这种低温酿酒十分考酿酒师傅的技巧，火小了酿不出酒水与花香交融的香甜味，火大了却容易让酒水浑浊泛焦味。林洛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在这里遇上如此酿酒手法。不错，不错，有点本事。中年男人面色惊讶，当林洛说出低温慢酿4个字的时候，他就知道眼前这小子的确会品酒。但同时，中年男人却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你说我这酒可好卖？闻言的林洛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反而抬眼看向中年男人，轻声问道：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大胆！旁边名为来财的白面无须当即怒斥，然而紧随着中年男子也同样怒斥了一声：你闭嘴！林洛皱眉看了一眼旁边的白面无须，真话如何？假话又如何？在中年男人目光颇有兴趣地看着林洛，一直以来可没有人这般与他有趣地说话。真话不行，假话更不行。林洛撇了撇嘴，毫不遮掩地表明了这种桂花酒在黑水城卖不走。此话一出，可让中年男人顿时眉头大皱。此种桂花酒在大前可是顶级佳酿，一坛售价高达文银100两，而且还不一定有钱就能买到，可现在却被说得仿佛一文不值的感觉。为何？中年男人十分不解地看着林洛，继续说道：此酒在大前京城可是炙手可热，深受文人雅士喜爱，为何在这黑水城却卖不走呢？林洛闻言就知道眼前的中年男人恐怕很少来这北境之地，不然也不会说出这种话。大叔，大前京城气候适宜，大家喜爱的酒水自然是温和顺滑，而此乃北境苦寒之地，抵御严寒才是首选，所以在这里烈酒才是佳酿。林洛的一番话顿时让中年男人恍然大悟，不由自主地用手捏了捏身上穿着的衣袍，厚实的手感，这才让他想起气温的不一样。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中年男人脸上展露笑颜，然而这一幕却让林洛微微有些愣神。不知为何，这一刻眼前的中年男人却给他一种十分亲近、熟悉的感觉。林洛赶紧端起酒杯，闷了一大口，将心底的莫名感觉给甩掉。自己一个穿越者，怎么可能有什么亲近的感觉？口鼻中充满着桂花的香甜，但也随即给了他一个启发。如此桂花酒都能在大前京城风靡，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捣鼓出一种酒去收割大前京城的银子？想法滋生，但林洛却很清楚，打铁还需自身硬，当务之急是要壮大自己，不然这个想法也就是想想而已。毕竟北关城都过不去，他又如何把酒卖去京城呢？随后，林洛与中年男人推杯换盏，畅饮数杯，两人的关系仿佛有种自来熟的亲近，丝毫不见生疏感。这让中年男人身边的那名白面无须眼底不时闪动着一抹惊异之色。没一会，一名要挎弯刀的匈奴兵却来到酒楼，大步朝着林洛而来。站住！中年男人身边的护卫仿佛对匈奴有种天生敌意，当即战刀出鞘，一个个面色警惕地看着匈奴兵。就连白面无须在这一刻也是立刻全身紧绷，十分戒备地靠近了中年男人。然而匈奴兵却看也没看这些人，目光直直地盯着林洛说道：林公子，殿下有请。看见匈奴兵是来找林洛，中年男人忍不住地皱了皱眉。林洛闻言无奈地用手摸了摸鼻子，他早知道这位匈奴六殿下不会善罢甘休，跑肯定是跑不掉的，只能起身朝着中年男人抱拳拱手说道：大叔，有机会再与你共饮佳酿。你与匈奴关系很好。中年男人声音微微有了几分冷意。闻言的林洛顿时一挑眉，随即咧嘴一笑地说道：我火烧匈奴大营粮草，砍匈奴人头住金棺，若是这都能算关系好，那我希望能够与他们关系更好一点。说完话的林洛转身便离开，留下了中年男人一脸错愕的表情。烧匈奴大营粮草，砍匈奴人头住金棺，这事是真的？为何如此壮举，他却没曾听说过？当即
中年男人便开口吩咐了一声：“来财，我要知道这小子所有消息。”是。旁边的白面无须当即应了一声，但随即却又面色迟疑地说道：“老爷，此人……”不等白面无须说完话，中年男人便立刻扭头看向了他，目光极其锐利地问道：“你也看出来了？”白面无须轻轻点头，压低声音地说道：“毕竟此人的样貌与陛下年轻时的样貌太相似了。”没错，中年男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前王朝皇帝天玄帝。玄文帝目光闪烁，这一次他特意易容后，微服私访出京，一路跟随使团来到黑水城，是想看看自己培养的三皇子能力如何，同时也是想要亲眼看看现如今镇守北境的边军到底有多么的混乱。身处京城皇宫，可他却隐隐感觉镇守北境的30万边军犹如脱缰野马，不受掌控。身为皇帝，他岂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却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林洛。其实当他第一眼看见林洛的时候，就已经认出了林洛的身份，毕竟他在林洛的眉宇间可是清晰地看见了静妃的样貌。当年静妃蒙难，他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静妃带着遗父子逃出皇宫，最终音讯全无。仿佛是心中有所触动，天玄帝眼神晦暗的小声嘀咕了一句：“静妃，是你将咱们的孩子送到朕面前了吗？”另一边，林洛跟随着匈奴兵匆匆来到伽罗所在的客栈，可此时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满脸错愕，因为方家的护卫正与伽罗的亲卫相互对峙，火药味十足。就在这时，伽罗那清冷温度的身影传来：“方元和，你三番四次的想要除掉林洛，真当我不敢灭了你方家？”然而此时面对伽罗怒火的方元和却是毫不在意的轻轻一笑：“六殿下，今日你护不住他。”伽罗眼中闪烁着冰冷杀意，方元和一改常态的样子让他心生恼意。“方元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伽罗冰冷的目光在银色面具下如一道利剑直射而出。当他得知方家出动大批护卫准备擒拿林洛时，就立马命人让方元和前来见他。本想再次敲打方元和，却不曾想这一次方元和却是底气十足，丝毫不给他这位六殿下面子。“六殿下，此人你也说过，烧毁大营粮草，砍头驻京官，如此践踏匈奴尊严之人，你为何还要护他？”然而此时的方元和丝毫不惧地盯着伽罗：“我做事还需你指手画脚？”面对方元和的质问，伽罗却是冷然一笑，随即怒声呵斥：“你算什么东西？”此时的伽罗心中怒火中烧，一条狗也敢与他叫板。若不是为了后面三国争夺黑水城之事，他真想一刀砍了这条狗。方元和脸上闪过一抹怒意，随即冷笑着拿出了昨夜刚刚得到的画像，讥讽说道：“这是耶律烈大将军昨夜传来的画像，此人烧毁大营粮草，斩杀匈奴勇士，耶律烈大将军有令捉拿此人。”说完话的方元和当即手腕一抖，手中画像瞬间打开，林洛的画像顿时出现在了所有人眼前。然而此时看见这一幅画像最为震惊的却是木木吉。怎么可能？此时的木木吉面色惊骇，满脸的不敢置信，因为这幅画像并不是他给耶律烈提供的那一幅画像，而是他照着记忆另外画出的林洛画像。当时他就是想要牢记林洛这尊煞神样貌，能躲就要躲开。完了完了！木木吉内心一片冰凉，甚至不用看也能感受到旁边传来的一道杀气。此时的林洛也是万分震惊，他怎么也没想到耶律烈不仅追来了黑水城，而且手里居然还有了他的画像。可是这一幅画像明明是放在他营帐柜子里的，怎么就会出现在这里了？突然木木吉脑中灵光一现，当即就反应了过来，如果他没猜错的话，恐怕这一切都是他那位叔叔在搞鬼。对于这一幅画像，林洛第一反应就是木木吉搞鬼了，毕竟匈奴那边知道他搞事和样貌的也就木木吉一个人。当然这位六殿下伽罗暂时不算，虽然他查到了烧粮草驻京官是他所做，但毕竟这位六殿下目前对他有所求，自然算不上危险。这一刻林洛心中念头急转，看样子黑水城是不能久留了，不然深陷泥沼，万一耶律烈再亲率大军前来，那可就真的完犊子了。方元和，你再拿耶律烈压我！伽罗银色面具下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冰冷的声音夹带着浓浓的杀气。此刻他很后悔之前当中说出林洛烧粮草驻京官之事，原本他当时只是想用这件事将林洛抓在自己手里，却没想到这件事传进了耶律烈的耳朵里，不然现在也不会有这样一个麻烦了。不敢。方元和微微低头，随即说道：“殿下，此事是由耶律烈大将军吩咐，所以还请殿下不要阻碍我奉命办事。”此时的方元和嘴角微微上扬，有着耶律烈这样一个大招牌在，他已经完全没将伽罗这位六殿下放在眼里。那我若非要保他，你是不是要对我出手呢？伽罗的手捏紧了刀柄，只要方元和敢口不择言，
他无论如何今日也要留下他的命。不敢。方元和微微一愣，立刻做出回答。他可以仗着耶律烈的身份与六殿下硬抗，却不敢对这位六殿下出手。且不说打不打得赢，若他真这样做了，那么匈奴王庭也容不下他。此时的伽罗闻言，心底微微松了一口气。然而方元和的紧接着的一句话，直接让他瞬间拔刀。殿下千金之躯，小人岂敢乱上？不过耶律烈大将军已经在前往黑水城的路上，到时候耶律烈大将军自然会亲自出手捉拿这小子。方元和目光闪动，耶律烈是否真来黑水城，他也不清楚。拿出耶律烈的名头，也不过是他让六殿下能够为之忌惮。刀尖直指方元和，伽罗咬着牙冷声道：“真当我不敢杀你？”话音刚落，伽罗猛劈一刀，犀利的破风声直接让方元和脸色大变。殿下，方元和的话卡在了喉咙，来不及反应的急忙后退躲避。噗，刀锋丝滑的带起一道鲜红的血液。然而这一刀却并没有劈在方元和的身上，而是劈在了方元和身旁的一名护卫身上。危急关头，方元和只能将身边的护卫抓来挡在身前。看着眼前软绵绵倒下的护卫，还有那刺眼的鲜血缓缓流淌，方元和双眼瞳孔骤然紧缩。此时的他后知后觉地想起，眼前的这位六殿下可是出了名的残暴，自己居然因为有着耶律烈这个依仗而跟他叫板。顿时浑身汗毛竖立的他再也没有了刚刚的狂傲。殿下，小人知错。方元和立马跪地求饶，虽然心有不甘，但眼下还是保命要紧。死了，那可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你，伽罗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方元和依仗耶律烈挑衅他的威严，已经完全激怒了他，这一刻的求饶他又岂会轻易放过？然而还没等他开口，旁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林洛却突然那开口打断了他。六殿下，不如就放过方家主。此话一出，不仅伽罗惊异，就连跪在地上的方元和也是一脸不敢置信。林洛居然主动帮他求情。兄弟，你这是喝了几杯？这要是没喝醉，能说出这样的话？伽罗眯着眼盯着林洛，沉声问道。为何？他不相信林洛这样的人居然会主动帮自己的敌人求情，这其中肯定有什么是他没看明白的。殿下，借一步说话。林洛挑眉一笑，上前一把搂着伽罗的肩膀，将他拉向旁边。然而此时男子打扮的伽罗猛然身体一颤，被林洛突如其来这样一搂，让他真有些措手不及。可当他刚想挣脱的时候，林洛的一句话直接让他愣住了。殿下，可缺银子？闻言的伽罗顿时不解地看向林洛。银子？谁不缺？别看他是匈奴六殿下，可想要积蓄自身实力，那也是需要大量银子作为支撑。而这一次他领命出来参与争夺黑水城，顺道去犒劳边关30万大军，其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在黑水城捞一笔银子。所以林洛的一句话简直就是说进了他的心窝里。林洛表情十分平静地看着伽罗，唯独眼底深处闪烁着一丝狡黠。耶律烈正在前来黑水城的路上，那他便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不过他可不想空手离开，所以他盯上了方家。方家盘踞黑水城多年，又有匈奴支持，掌握的财富定然不少。什么意思？说清楚。伽罗微微眯了眯眼，总感觉眼前这小子没憋着什么好屁不听话的狗，不杀了吃肉，留着过年。林洛轻声说着，同时目光也看向了不远处的方元和。刚好此时正盯着他们的方元和与林洛的目光碰撞在了一起。虽然他很疑惑林洛为何会替他说话，可当他看见林洛那双放光的眼睛后，心底顿时有种发毛的感觉。此时的伽罗在看见林洛的眼神后，也顿时反应了过来。好家伙，这小子是盯上方家这块肥肉了啊！伽罗心中一紧，立马开口反对。不行，方家可是我们匈奴的财富，不管怎么说，方家的一切都是匈奴赋予的，就算要拿回来，也得是他一个人拿，而不是与别人分享。更何况三国争夺黑水城即将开始，若没有方家助阵，在三国争夺中，他们的实力可就要弱上几分了。所以无论如何，伽罗都不会同意林洛打方家主意。21天作5，方家财富你一半我一半。林洛挑眉盯着伽罗，他没想到伽罗如此有原则，当即继续开口蛊惑地说道：殿下，你也说了，方家是匈奴的财富，可不是你自己的财富。伽罗闻言，呼吸忍不住一滞，一种心动的感觉瞬间浮现。看着伽罗脸上出现的犹豫，林洛眼底瞬间闪过一抹喜色，当即趁热打铁地说道：殿下深藏秘密，无非也就是想要壮大自己的实力，若是有着足够的银子，那殿下兵强马壮，指日可待啊。林洛的话直插伽罗最敏感的地方，让伽罗的身体剧烈一颤。此时此刻，伽罗不得不承认，他的确被诱惑到了。可突然，伽罗猛然一激灵，吃了方家，他的确获得了大笔银子，
可同时林洛也得了一大笔银子，就好比本来就是自己家里的东西，莫名其妙的就分给了别人一半。伽罗瞬间醒悟，当即一双眼睛讥讽地盯着林洛。林洛啊林洛，你这算盘珠子都奔我脸上了。伽罗的话直接让林洛无奈一笑。哦呼，没忽悠到。林洛瞬间明白自己的谋划被伽罗给看穿了，只能耸肩说道：殿下睿智啊。滚！伽罗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林洛，随即警告道：别打方家主意，否则我扒了你的皮。说完话的伽罗转身就走。然而此时的林洛却是挑眉一笑，既然没忽悠到伽罗一起玩，那他就自己一个人玩，反正都打算离开黑水城了，不狠狠捞一笔怎么能行？就算伽罗最后发现了，那又如何？有本事四处追着他跑呗。最后在伽罗的一番警告之下，方圆和狼狈的带着方家护卫匆匆离开。虽然没拿下林洛，还差点丢掉性命，可并不代表他放弃了。当即他也第一时间派出人手联系耶律烈。若是耶律烈大将军真来到了黑水城，到时候他还怕谁？那位六殿下，算了吧。在耶律烈大将军面前，六殿下也得乖乖低下高贵的头眼，看事情结束。林洛也准备借机开溜，毕竟他可没忘记前面他还戏耍了这位六殿下，继续留在这里，万一勾起了他的记忆，找自己麻烦怎么办？而且打算从方家捞一笔银子的事情，他还得赶紧回去好好筹划一下。站住！可就在林洛刚走出2步，身后就传来了伽罗冰冷的声音：殿下，事都已经结束了，我就没必要留下了吧。林洛带着一丝讪笑的转身看向伽罗，然而此时的伽罗却是冷冷一笑的说道：这里的事情结束了，可我们的事情还没结束呢。我们的事，殿下可得把话说清楚啊，我们之间可没有什么事情。林洛装傻充愣，自然不会主动承认前面戏耍他的事情。装，接着装。伽罗可不吃这一套，直接抬脚朝着林洛走来，冷声质问道：我的东西是不是该给我了？林洛好奇地盯着伽罗。什么东西？兵书。伽罗气得快炸了，咬牙切齿的模样，仿佛恨不得一口口地撕咬林洛身上的肉。给你了啊。林洛咧嘴一笑，显然是要无赖到底了。你！伽罗气结，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眼看伽罗已经处于暴走边缘，林洛也不想彻底激怒这位六殿下，这才慢悠悠地开口说道：俘虏到手，该给殿下的尽数给齐。闻言的伽罗微微一愣，随即深吸一口气地说道：好，明天就可以接人。他早已派人回去押送俘虏前往黑水城，明天差不多就能抵达。明天？伽罗给出的时间让林洛不由得精神一振。按照路程来算，耶律烈从匈奴大营赶来黑水城，也差不多是在明天。原本已经打算今夜对方家下手后就连夜出城的想法，在这一刻却不得不推翻了。不过为了2500人的俘虏，冒险也值得。当即林洛对伽罗点头说道：一手交人，一手交东西。随后林洛便带着人转身离开。然而此时的伽罗却站在原地，表情变幻不定地目送着伽罗离开，吩咐下去调动城外军队，明日埋伏在交换地点。伽罗沉声对着身边的侍女说着，一方面是他不相信林洛，另一方面则是他更想将林洛给抓在自己手里。这小子足智多谋，而且阴险狡诈，若是放任不管，迟早会成为匈奴的心腹大患。所以他打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明天直接拿下林洛。另一边，林洛也同样在给薛红衣小声吩咐着，明天交换俘虏肯定不会太平，所以我们都不能去，到时候派一个人传信过去，让那些俘虏自行前往北关城。林洛心里很清楚，依照伽罗的脾气，被自己这般连番戏耍，肯定会提前有所布置。若他傻呵呵地跑去接收俘虏，那可就完犊子了。所以还不如自己先行离开，在半路上等着那些俘虏，就算伽罗想阴他，等下辈子吧。返回酿酒的院子，林洛第一时间将所有人召集了起来。既然要对方家下手，那自然要做好充分准备。云彩，你立刻带上人去摸清楚方家公子的行踪，然后给我盯死他。红衣，你立刻全面调查方家消息，特别是方圆和那老东西在外面还有没有子嗣。其余人在天黑后随我悄悄埋伏在方家四周。林洛按照自己心里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他打算从这位方家公子身上打开突破口，若是方圆和还有其他私生子，那就一并抓在手里，到时候容不得方圆和不乖乖掏银子。然而就在这时，外面匆匆来人通报，慕容小姐来了。林洛赶紧让人请她进来。虽然他准备离开黑水城，可慕容家他哥不打算丢掉。术业有专攻，赚银子这种事还得让专业的人来做才行。没一会，慕容清婉便步履匆匆地走进了院子，眉宇间隐隐有着一抹担忧浮现。
林公子，听说耶律列吉将来黑水城捉拿你，你赶紧离开黑水城。闻言的林洛微微一愣，没想到消息传得如此之快。同时，他也对慕容清婉的态度感到十分满意。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是基本手段，相互协助才是根本态度。若是慕容家为了眼前的酒水利益而不顾他的危险，那么慕容家在他心里的评分可就要大打折扣。那么以后若是有其他合适的商贾家族出现，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将慕容家抛弃。慕容小姐不必担忧，至少目前耶律烈还并没有抵达黑水城。林洛满不在乎地笑了笑，随即从身上掏出了一张写满字迹的纸张，递向了慕容清婉。这是？慕容清婉满脸狐疑，不明白林洛给他一张纸是什么意思。这是烧刀子的酿酒法子，我若走欧来，你们总不能不卖酒了吧？以后我可等着你给我分银子呢。林洛的话让慕容清婉瞬间震惊无比。烧刀子的酿酒法子，这可是千金换不来的东西啊！毕竟只要掌握了这个酿酒法子，那可就代表招数不尽的财富滚滚而来。林公子，这……慕容清婉在震惊中有心想要拒绝，可却又想到慕容家现如今急需烧刀子带来的丰厚利润。行了，别扭扭捏捏了，我让你拿着就拿着吧。林洛毫不客气地将酿造法子塞到了慕容清婉的手里。此时的慕容清婉也是满心不敢置信，如此重要的东西，林洛居然说给他就给他了，当即也是一咬牙地说道：“林公子，这2日酒水赚取的银子，我慕容家分文不取，全部给你。”这也是慕容清婉唯一能够向林洛示好的办法了。别看虽然只有短短几日，可却赚取的银子却已经有了近10万两。然而这时的林洛却摇了摇头，沉声说道：“银子我就不要了，替我全部换成御寒的物品，比如棉衣、棉被等等。北境之地的天气即将进入严寒，青雾谷里还有那么多人，而且他有即将接收2000多人的俘虏回去，所以现如今最紧缺的便是各种御寒物资。”好，我这就去办。慕容清婉闻言毫不犹豫的便满口答应，随即转身匆匆离开。看着慕容清婉的离去，林洛脸上缓缓露出了一丝笑容。若他没猜错的话，此次3国争夺黑水城，慕容家已经心存退意。如果到时候大钱失利，那么慕容家定然会毫不犹豫地离开黑水城。所以林洛现在将烧刀子的酿酒之法交给慕容清婉，也不过是在提前布局。到时候慕容家在慕容清婉的主张之下，肯定会选择来投靠他。与此同时，一家客栈里，天玄地正满脸震惊地听着来才禀报。短短时间，来才发动了大钱几乎所有留在北境的探子，将林洛的信息一一挖掘了出来。这么说，这小子不仅聪慧过人，而且打仗还是一把好手。天玄地的脸上有着一片不敢置信。孤身进入边军，惨遭陷害，落入女囚营，却凭借自身本事不仅逃离了女囚营，更是靠着能力凭借女囚营的残兵拉扯起了一支队伍，而且还数次以少胜多，打了匈奴苦不堪言。烧粮草，筑金棺，如此壮举，放眼整个大钱军队，有谁能够做到此等扬眉吐气的事情？回陛下，林公子如此优秀，也定然是因为优秀的血脉。来才悄悄看着天玄地，哪怕心里已经确定了林洛的身份，可他也不敢言明，只能不轻不重地用着一记马屁来试探。老东西，天玄地扭头看了一眼来才，他又岂会不明白对方话中深意？他又何尝不想与林洛相认？可是相认容易，但带来的麻烦可不小。他身为皇帝，自然不怕麻烦，可林洛现如今自身实力还很弱小，面对一些有心之人的时候，恐怕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天玄地便打算先把关系隐藏起来，暗中将林洛培养起来。林洛的身份不能声张，一锤定音。天玄地的话也让来才明白了一切。老奴明白。来才立刻回应，但随即却想起了之前打探消息时所听闻的一件事，便又开口说道：“陛下，据说耶律烈正前往黑水城捉拿林公子。”耶律烈？天玄地微微皱眉，对于这个与大钱打了不知道多少场打仗的匈奴将军，天玄地可是恨之入骨。但奈何自身实力不行，也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只可惜定北侯沈千军已经不在了，不然哪还能让这个耶律烈如此嚣张？想起定北侯沈千军，天玄地只能无奈地重重叹了一口气。他只能用一句事与愿违来形容。来才立马命令魏无方调遣5万精兵出关，前往黑水城。多年边军不可出关的命令，在这一刻由天玄地亲自打破。当初静妃受害，他没有保护好，现在他绝不能让自己与静妃的儿子身陷险境。老奴遵旨。来才眼角一抖，边军不可出关的圣旨可是他当初传达的，现在居然陛下为了这个小子亲自打破，看来夺嫡之争又得增加变数了。不过同时他的心里也暗自决定，关键时刻他无论如何也得助林公子一臂之力。毕竟当初他能够留在陛下身边，
还是静妃帮了他。于情于理，他也得记下这一份情。随着夜幕降临，方家厅堂里方元和正兴奋大笑，因为他刚刚得知消息，耶律烈大将军的确已经前来黑水城，不仅亲率2万大军，更是在明日中午之前便能抵达。只要耶律烈大将军抵达黑水城，也该他方家扬眉吐气了。突然，方元和发现自己的儿子白天出门后，到现在还没回来，不由得皱眉询问着门外的家仆：“公子去哪了？怎么还没回来？”还没等他话音落下，一名家仆便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老爷，不好了，公子被人给绑了！”方元和暴怒地摔碎茶杯，啪的一声，碎片溅了一地。同时，方元和愤怒的咆哮声也瞬间响起：“谁干的？”家仆神色惊恐，当即双手捧着一封信和一块玉佩：“老爷，对方只在门口留下了信和公子的玉佩。”方元和健步上前，一把就从家仆手里抓过2样东西。玉佩的确是他儿子方成的玉佩，这也向他证实了方成被人绑架的事实。当即，方元和立刻打开了信，上面只有寥寥几个字：“10万2白银，只要银票，2个时辰后西城门，过时收尸。”好。方元和捏紧手中信纸，怒极而笑地说道：“真当我方家好欺负？什么阿猫阿狗都想咬上一口。”此时的方元和并没有联想到绑架他儿子的人会是林洛，立刻派出方家所有护卫，我要让这几个胆大包天之人死无葬身之地。方元和浑身杀气弥漫，方家的异动很快就引起了不少人关注。很快，方家公子方成被人绑架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人震惊何人如此胆大，居然敢在黑水城朝着方家下黑手。唯独客栈里的伽罗在得知此消息后，瞬间就想到了林洛。林洛，你还真是想什么做什么啊？伽罗冰冷的眼眸中闪过一道冷芒。他白天已经警告过林洛，让他不得对方家动手，没想到晚上林洛就行动了，这让他有种很不爽的怒火上冲，立刻派人给我盯着，我要知道林洛的一举一动。伽罗清冷的嗓音夹杂着汹涌怒火，若不是为了明日的计划能够顺利，他现在就想带上人拿下林洛了。与此同时，慕容清婉正指挥着伙计将一箱箱棉衣、棉被装上马车。堆积如山的物资整整装了20辆马车，几乎清空了慕容家这几天在酒水商所赚取的所有银子。不过虽然花费巨大，但慕容清婉却认为很值得，因为他已经隐隐意识到了一件事：慕容家在黑水城的时日不多了，若想要让慕容家继续发展，那就必须得另辟蹊径，而林洛便是慕容清婉选择的退路。小姐，都装好了。一名家仆擦了擦汗，恭敬地看向慕容清婉问道：“我们现在就送去城西吗？”不送去城西。慕容清婉微微眯了眯眼睛，刚刚他也已经得知方家公子方成被人绑架的事情，如果他没猜错，这一切都是林洛的手笔。既然林洛选择现在东方家，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林洛准备离开黑水城了。想到这里，慕容清婉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将这些物资全部送去城外10里。只要这些物资先一步出了黑水城，对于林洛才不会是一个麻烦事。不过这么多物资，他必须得选一个稳当的人跟随才行。当即慕容清婉便将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慕容白身上。慕容白，滚过来！闻言的慕容白当即屁颠屁颠的就赶紧跑了过来。没办法，姐姐的血脉太强大了，她扛不住。姐，各种物资都搞定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吧？就在慕容白乐呵的时候，慕容清婉却伸手抓住他的手臂，低声说道：“你不用回去了，跟随这批物资，安全稳当的交给林洛后，你就跟着他吧。”闻言的慕容白顿时就跳了起来：“姐，别玩我啊！我跟着他干什么？”慕容白打心底是不愿意跟随林洛，这要是离开了黑水城，他这位公子哥可就再也没有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了。慕容白，我命令你完成这个任务，否则逐出慕容家。慕容清婉眼眶微微泛红，眼前的是他的亲弟弟，若非必要，他又怎么忍心这般决定？让慕容白跟随林洛，哪怕最后关头慕容家都没有顺利离开黑水城，至少还有血脉在外面。姐，慕容白被一句逐出慕容家给震惊了，此时的他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这一刻的姐姐与往日有所不同。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要我离开？慕容白心中一紧，隐隐约约已经有所预感了。乖，听姐姐的话，只要你安全待在林洛身边，姐姐很快就会去找你。慕容清婉伸出双手轻抚着慕容白的脸颊，泛红的眼眶里滚落出了一颗晶莹泪珠。慕容白眉头紧皱，但却并没有犯浑的撒泼打滚，反而目光沉着地盯着自己姐姐，问了一句：“姐，这是我们家的退路吗？”慕容清婉强颜欢笑的点点头，她明白，终日看似纨绔的弟弟其实也是人间清醒，只不过是自己太耀眼了，才让他选择了悠闲度日。从这一刻开始，你就是我们慕容家的希望。慕容清婉选择让慕容白跟随林洛，不仅仅是为了保命，
也是在为慕容家铺路。好，姐，我等你们来找我。慕容白深吸了一口气，这一刻的他脸上褪去了平日纨绔的一面，眉宇间逐渐出现的则是一抹坚定，就如同洗尽铅华，焕然一新。很快，在慕容清婉的注视下，慕容白带着一群护卫和马夫悄然地朝着黑水城东城门而去。这也是慕容清婉选择的路线。西城门不太平，这一趟过去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从东城门离开，然后绕路出去，在城外10里等候林洛。另一边，身在客栈里的伽罗正听着一个又一个的消息传回，只不过此时的伽罗却是紧蹙眉头，因为任凭他的手下四处寻找，都没有打探到林洛的消息，就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殿下，刚刚得到消息，绑架方家公子的人要方家拿出10万两白银赎人。听闻侍女的话，伽罗精神猛然一振。之前他也只是怀疑这是林洛在搞鬼，现在实锤了，张口就是10万两，如此狮子大开口，恐怕也就只有林洛干得出来。突然，伽罗神色一凛，不好，林洛要跑！伽罗当即反应了过来，林洛如此大张旗鼓的勒索方家，不就是在为跑路做准备吗？快，带上护卫，随我去西城门。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让林洛就这么跑了，他所需要的东西还没拿到手呢。西城门下，火把的光芒将夜色撕开一道口子，方元和带着方家数百护卫，早已经将这一片给团团包围。10万两银子对于他而言不过9牛1毛而已，他想要的是借此机会拿下这几个敢挑衅方家的贼人。老爷，四周除了城门以外都安排好了人手。一名护卫来到方元和身边，沉声禀报。城门。方元和顿时目光一凝，当即反应了过来，立刻吩咐道：立刻派一队人悄悄埋伏在城外，他要切断贼人的一切后路，来一个瓮中捉鳖。至于他儿子方成还在对方手里，他根本就没考虑。方成断了手臂，对于他而言就已经不值得培养了，更何况他可不仅仅只有方成这么一个儿子。哒哒哒，寂静的环境，一阵脚步声伴随夜风吹拂而来。方元和当即扭头看去，他知道那些挑衅方家的人出现了。只见后室的城墙上，一道宛如翩翩公子的身影，在一群人的簇拥下缓缓走来下。林洛，是你！方元和在看清出现的人之后，顿时怒目而视。这一刻，他也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一切都是这个林洛在搞鬼。方家主，好大的阵仗啊！林洛停在了城门口，保持着与方圆和10几步的距离。尽管方圆和带着的护卫不少，可对于他而言，一切都不是威胁。毕竟在他的手里，可有着能够令方圆和不敢轻举妄动的底牌。林洛，我儿子呢？方圆和捏紧着拳头，眼底的怨毒毫不掩饰。林洛闻言，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抬手朝着身后挥了挥。2名锐剑队的成员立刻就压着被绳子捆绑、堵着嘴的方成从阴影里走出来，推到城墙下的火把光里。此时的方成头发散乱，满脸惊恐。当他看见方元和之后，顿时就激动地大喊了起来：爹，救我！爹！林洛用脚尖轻轻踢了踢方成的膝盖，看着方元和骤然紧绷的脸，语气带着刻意的轻松：你看我多守信用，收银子前先让你验货。看着林洛戏谑的模样，方元和气得快要爆炸的咆哮着：林洛，放了我儿子！好啊！林洛十分干脆地回答着，随即伸出一只手，冷笑地说道：一手交银子，一手交人。方元和微眯着眼，杀机四溢。林洛身边只有区区数十人，他这边可有着数百人的护卫，强行出手定然能将这个林洛给斩杀。想到这里，方元和悄然将手放在了背后，可就在他即将打出进攻手势的时候，林洛却开口了：方家主，我另外还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林洛的话让方元和猛然停下了动作。就在他感到十分疑惑的时候，旁边却再次传来了几道凄厉的哭喊声：爹，救救我！爹，我好害怕！一阵阵声音的传来，让方元和面色瞬间惊恐无比。扭头看去，只见几个衣着华丽的男子在锐剑队成员的推攘下踉跄走出来。此时此刻，方元和惊骇无比，放眼数去，1、2、3，他藏在外面的3个儿子尽数在此。林洛，你卑鄙！方元和失声怒喝，他怎么也想不到林洛居然将他的儿子全部给找了出来，这简直就是一锅端啊！然而林洛却淡然一笑地说道：方家主，10万两银子换4个儿子，换不换？换，我换。方元和咬牙切齿，之前他可以放弃方成，是因为他还有子嗣，现在自己的儿子全都在林洛手里，他还能怎么样？无奈之下，方元和只能将10万两银票乖乖交出去。银票给你，放了我儿子。看着自己护卫将银票乖乖交给了林洛，方元和这才急不可耐地开口大喊着，同时他心里也是一片紧张，
生怕林洛不讲信用，收了银子不放人。林洛也没有刁难方元和，拿到银子的那一刻便直接大手一挥，将方元和的儿子给放了。不过就在方成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林洛却对方成说了一句：看清你爹的真面目了吧，你并不是最重要的。林洛眯着的双眼里闪过一抹戏谑，他要给方家埋下一颗地雷，一颗随时都会爆炸的地雷。此时的方成在听见林洛的话之后，也是浑身猛然一颤，脸上虽无任何表情，但藏在衣袖中的手却悄然捏紧成拳头。一直以来，他都以为自己是方家唯一的继承人，却没想到自己爹暗中早已准备好了这么多儿子，原来他不过就是一个推到明面上吸收火力的挡箭牌。想到这里，方成的眼底闪过了一抹怨毒。无论如何，方家是他的，谁也别想抢走。林洛看着方成的背影，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弧度。地雷是埋下了，不过他管埋不管炸。方家主，咱们好聚好散，后会有期。林洛冲着方元和抱拳一笑，随即就转身准备从城门离开。杀！方元和突然大声咆哮，四周的方家护卫瞬间齐刷刷冲出来。林洛，真当我会这么轻易放你离开？方元和阴冷地盯着林洛，随即怒声说道：断我儿手臂，绑我膝下子嗣，辱我方家脸面，这一件事都足以让你死千万次了。林洛表情十分淡定地转过身，看着四周乌泱泱的方家护卫，他却笑了。方家主就这么自信吃定我了？林洛的话让方元和猛然一愣，这小子难道还有什么后手？在方元和的注视下，林洛抬手指向了天空，淡笑地说道：火烧云，烧红了一片天啊！方元和不由自主地扭头一看，红透的半边天让他顿时一挑眉，哪里起火了？可随即他却感觉不对劲了，因为那个方向不就是他方家的位置吗？方家主，快回去吧，不然今晚都没地方落脚了。混蛋，林洛你真该死！方元和两眼欲裂，提着手中长刀便要冲向林洛。可就在这时，一阵马蹄声传来，紧随而至的更是一刀清冷的呵斥声。方元和，住手！方元和动作为之一顿，随着马蹄声由远及近，便看见一身玄色劲装、佩戴银色面具的伽罗骑着马飞奔而来，在他的身后则是一群精锐亲卫。殿下，林洛欺人太甚，请殿下为我做主。方元和当即面朝伽罗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带着一种极为凄厉的声音大喊着。六殿下的出现让方元和心中一紧，每一次六殿下出现都替林洛这小子开脱解围，这一次他不能再让林洛从眼皮底下逃走了，所以他直接先一步将军，主动请求六殿下为他做主。若是六殿下依旧还偏袒林洛，那么对他的威望也将会是一种打击。毕竟自己人不帮，反而帮外人，那些跟随在六殿下身边的人又会怎么去想？然而伽罗却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便不再理会。此时的伽罗又岂会看不出方元和的小心机？他只是不想戳破而已。林洛，把我想要的东西交给我，我保你安全，如何？伽罗清冷的嗓音十分平淡，却又带着一种极为强势的感觉。他就是想要趁机从林洛手里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至于是不是真要保林洛一命，那就得看他的心情了。保我一命。林洛看着清冷傲慢的伽罗，脸上扬起一抹讥笑的说道：殿下就认为吃定我了，不是吗？伽罗冷漠一笑，随即缓缓抬手指向城门之外的说道：凭你城外的那点人，恐怕还不是我这些亲卫的对手吧。闻言的林洛顿时眼角一抖，这女人怎么知道我在城外安排了人？这一刻林洛内心凛然，正如伽罗所言，仅凭锐剑队的100号人，恐怕还真不是他手里亲卫的对手。看来这位六殿下是要撕破脸抢东西了。不等林洛着急，站在伽罗身旁的方元和却着急了。殿下不能放过。聒噪！伽罗眼中杀气一闪，扬手就是一马鞭抽了出去。啪的一声，声音清脆而又响亮，方元和也瞬间发出了一声惨叫声。只见他踉跄后退，同时双手紧紧地捂着脸颊，这一马鞭直接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狰狞的鞭痕。这只是一次警告，再有下次别怪我不留情面。伽罗冷滞的声音让方元和脸色煞白一片，浑身颤抖地低下头，眼底却闪烁着一抹浓浓的怨毒之色。六殿下如此待他，那就别怪他等耶律烈大将军到来后不给这位六殿下任何面子了。随即伽罗抬头再次看向林洛，冷声质问：想好了吗？给我一个答复。此时的林洛脸上却突然扬起了一抹笑容，目光直视伽罗说道：殿下如此逼迫我，就不怕我跟你鱼死网破，抖出那个秘密？鱼死网破？伽罗冷冷一笑，丝毫不见慌张，仿佛他早就预料到了林洛会拿这件事要挟他一样，云淡风轻地说道：你可以试试，看是你的人死得快，还是抖出所谓的秘密传播得快。随着伽罗的声音落下，他身后的亲卫就仿佛得到了命令一般，轰然散开，
眨眼间就将林洛和他身边的锐剑队军族全都给包围在了中间。最后问你一次，交还是不交？伽罗目光泛着冷光地盯着林洛，就仿佛是在下达最后通牒一般。林洛眉头紧皱，伽罗如此步步紧逼，完全有些让他措手不及，让林洛有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无力感。殿下，就算你杀了我，你也一样得不到东西啊。林洛深吸一口气，随即淡淡的说道，还不如放我离开，明日我们正常交易，到时候皆大欢喜，如何？但伽罗却嘲讽一笑，林洛啊林洛，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现在我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拿到东西，又何必等到明日用2500名俘虏来交换呢？伽罗的嘲笑声十分刺耳，也让林洛的表情顿时阴沉了几分。林洛暗自咬牙，千算万算，他终究没有算对伽罗深沉的心思。果然老话是真理啊，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啊。事已至此，林洛知道自己若是不拿出点东西，恐怕他还真不一定能够安然离开了。不过他若是就这样轻易拿出来，恐怕伽罗更加不会放过他。想到这里，林洛当即提出了一个问题，殿下，东西我可以给你，不过你得保证让我和我的人安然离开。没问题。林洛的话音刚落，伽罗便满口答应，同时在他的嘴角处也微微扬起了一抹得意的轻笑。但我现在把东西给你了，那明日我又如何换回2500名俘虏呢？林洛微眯着眼地盯着伽罗，心里隐隐感觉伽罗恐怕还有别的目的。果然，听到这话的伽罗冲着林洛微微耸了耸肩，轻笑地说道，那就看你还能不能拿出什么值得我交换的东西了。闻言的林洛顿时表情一僵，好家伙，这是连吃带拿啊！这女人居然如此趁火打劫，不仅要他手里的兵书和断刀之术，更是还想从他手里榨出其他东西。殿下，你这个就太为难我了吧？能拥有这2样东西都极为难得了，更别提还有其他东西了。林洛露出一脸苦笑，百分百地演绎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然而伽罗却摇了摇头，讥笑说道，若是其他人，我或许就相信了，可你林洛，我不信。嘶！林洛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满脸诧异地盯着伽罗，我招惹你什么了？不就是看光了你的身子，知道了你的秘密，有必要把我看作阴险小人？在一种十分无奈的表情下，林洛缓缓从怀里掏出了一卷纸，拿在手里，冲着伽罗扬手说道，这便是断刀之术，我可以先给殿下，明日交换2500名俘虏之时，我再将另一样交给殿下，如何？别看此时的林洛表面上一副心疼的表情，但心底却是暗自庆幸自己提前准备了一手，手里的所谓断刀之术，就是他提前准备好以防万一的。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不过就算伽罗拿去了，真正能够锻造出战刀，他林洛名字倒着写。与此同时，伽罗却微微皱眉，能够逼迫林洛现在拿出锻造之术，其实他已经很满意了。不过若是能够借机将兵书也给逼出来，他会更满意，到时候他就能趁机直接拿下林洛。想到这里，微微沉思后的伽罗冷声说出2个字，不行。你！林洛顿时一副怒不可遏的模样，扬手指着伽罗怒吼道，你别欺人太甚，逼急了我，让你什么也得不到。然而伽罗却丝毫不惧，冷笑地说道，那就试一试。然而就在伽罗的话音刚刚落下的时候，旁边却传来了一道打趣的声音，臭小子，遇上麻烦了。随着声音的出现，所有人都循声望去，就连伽罗都是面带温怒，目露杀机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漆黑的街道上，一辆马车缓缓出现，四周更有着近30名护卫，气势凌厉地跟随在旁边。什么人？伽罗目光阴沉低吼，眼看林洛就要被他逼入绝境了，却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杀出一个程咬金，他自然怒火中烧。然而马车里的人却丝毫不理会伽罗这位匈奴6殿下，径直地朝着林洛而去。感觉被无视的伽罗顿时大怒，拿下！一声命令，四周他的亲卫立马涌上前。然而马车四周的护卫却不是吃素的，当即拔刀迎敌。30人的护卫面对金百匈奴兵的冲杀，浑然不惧，巍然不动地挡在马车前，就如铜墙铁壁。杀！随着围中一名男子冷炙的杀声响起，30人瞬间动了，齐齐挥刀，犹如一把利剑，直接冲散了匈奴的冲杀阵型。明明只有30人，却杀出了300人的感觉。这一幕落入伽罗眼里，顿时让他面色大变，浑身汗毛瞬间竖立。这是大前皇室死位！伽罗瞬间双眼瞳孔紧缩，当即厉声大喊，撤！快撤！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大前死位的骁勇死战，但却听说过大前皇室死位万里挑一，每一个都是对大前皇室忠心耿耿的死士，而且每一个都是能够以一挡百的存在。伽罗完全想不懂，怎么这个时候会有大前皇室的人出现？难道是大前派来黑水城的使者团？随着伽罗撤退的命令，他的亲卫立刻便退了回来。
然而仅仅眨眼的事件，地上却丢下了数十具亲卫尸体。由此可见，那护卫着马车的30人实力是有多么的恐怖。此时此刻，林洛也是被眼前的场景给深深震撼。30人面对近10倍的敌人，不仅无惧，更是短短时间还斩杀了对方数十人，简直恐怖如斯啊！臭小子，跟人讨价还价也不看看场合。随着马车里传出一道声音，在众人的注视下，一位面色威严的中年男人缓缓走出了马车。大叔，怎么是你啊？林洛一眼就认出了，眼前从马车上下来的中年男人，正是他之前在酒楼里所遇见的中年男人。怎么就不能是我啊？中年男人正是天玄帝。一直关注着林洛消息的他，在得知林洛被匈奴6殿下堵在了城门口，便立刻带着人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天玄帝走到林洛身边，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带着几分打趣地说道：臭小子，需不需要我帮忙啊？闻言的林洛顿时眉头一挑，前不久还称呼小兄弟，现在就是臭小子了，这关系是不是拉得太快了？若是让天玄帝知道林洛心里的想法，定然会毫不犹豫一个暴力送给林洛。还小兄弟，怎么要倒反天罡跟他称兄道弟？与此同时，伽罗面色凝重地看着天玄帝，他没见过天玄帝，自然也不会认出眼前的中年男人就是大前皇帝。阁下可是大前？伽罗沉声询问，想要摸一摸眼前中年男人的底细，但不等他说完话，天玄帝便开口打断了他的话。别问，问了也不会告诉你。天玄帝眼神凝视伽罗，沉稳的声音带着一抹威严感，再次开口说道：这小子，你不能动他，明白吗？旁边的林洛顿时满脸不可思议，面对匈奴6殿下居然如此霸气，这也让他对中年男人的身份感到好奇了。伽罗身体微微一颤，虽然匈奴与大前交战不断，可现在面临3国争夺黑水城，而且对方还是大前皇室的人，若是爆发冲突，恐怕会得不偿失。而且耶律烈也即将抵达黑水城，到时候耶律烈得知此事，肯定会毫不犹豫告他一状。一番斟酌之后，伽罗无奈做出了决定，沉声说道：此事暂且作罢，不过他答应给我的东西必须得给我。伽罗抬手指着林洛手里的纸卷，显然是不打算轻易放弃断刀之术。伽罗如此重视林洛手里的东西，这反倒引起了天玄帝的注意，扭头看向林洛手里的纸卷，沉声问了一句：这是什么东西？面对天玄帝的询问，林洛也不遮掩，直接便开口说道：一种断刀之术，我手里这把刀就是此法锻造出来的。说着话的同时，林洛也将自己的战刀拔了出来。噌的一声，清脆的龙吟声瞬间让所有人精神一振，无不感叹一声好刀。同时天玄帝也是满脸震惊地盯着林洛手里的战刀，如此震撼人心的战刀，哪怕他身为大前皇帝也从未见过。而此时的天玄帝震撼之余，内心却是骤然一紧，如此厉害的战刀锻造之术，若是落入匈奴之手，本就是弱的大前定会岌岌可危。臭小子，此种锻造之术万不可给匈奴。天玄帝凝目盯着林洛，无论如何他不仅要保住林洛，更要保住林洛手里的锻造之术。大叔也想要？林洛微微诧异地看向天玄帝，对方的表情已经让他明白了，恐怕不仅是我想要，一旦传扬看你手里有着如此锻造之术，没有谁不想要。天玄帝丝毫不做作，直言相告，同时他也继续说道：如此厉害的锻造之术，若是给了匈奴，到时候大前可就危险了，所以你小子绝不能将其交给匈奴。最后一句话，天玄帝甚至不由自主地用出了一种命令的口吻。看见眼前大叔如此看重锻造之术，林洛却悄然一笑，压低声音的在天玄帝耳边轻声说道：大叔放心，就算给了匈奴，他们也打造不出这种战刀。林洛的话让天玄帝面露诧异，虽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他隐隐感觉这小子恐怕是在给匈奴挖坑。当即便也不再多说什么，直接转身看向了此时脸色已经十分难看的伽罗。带上你的人赶紧走吧，只要我在这里，你什么也拿不到。天玄帝心里虽然猜到了一点什么，但做戏要做全套吗？他不介意好好配合一下这小子，指不定能够狠狠地坑匈奴一把。你！伽罗气结，可打也打不过，稍不注意还会给自己惹上麻烦。无奈之下，他只能咬牙怒声大吼了一声：撤！随着伽罗匆匆离开，方元和尽管满心不甘，但也只能满含怨毒地看了林洛一眼后，带着护卫转身离开。连匈奴6殿下此时也不得不低头，他又能怎么样呢？大叔，大恩不言谢，以后若有用得上的地方尽管开口。林洛冲着天玄帝抱拳道谢，不管怎么样，眼前的中年男人算是帮他解围了，不然今晚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臭小子，我还需要用你。天玄帝乐呵一笑，不过随即他的目光却落在了林洛手里的纸卷上面，微微沉吟说道：臭小子，
把你手里的东西给我，如何？”林洛的目光微微一凝，此时的他也察觉出了眼前这位大叔的身份不一般，身边护卫如此厉害，甚至连伽罗这位匈奴六殿下都得退避3分。哪怕他反应再慢，现在也大概能够猜到眼前的这位大叔恐怕与大前皇室脱不了关系。想到自己敏感的身份，林洛只有一颗想法，那就是赶紧离开黑水城这一处是非之地。行啊，林洛毫不犹豫的便将手里的纸卷递给了天玄地。看见林洛如此洒脱，反倒让天玄地有些错愕。能够被匈奴六殿下如此看重的东西，这小子居然说给就给了。不过当天玄地接过纸卷一看，顿时双眼瞳孔一缩，哪怕仅仅只是粗略看看，他也看出了手里纸卷中所记载的锻造之术绝非凡品。如此油水淬火，提升战刀品质，简直闻所未闻。好东西！天玄地眼底闪过一抹激动。若是大前能够用此锻造之术打造出战刀，大前军队的战斗力将提升好几个台阶。想到这里，天玄地抬眼看向了林洛，忍不住心底暗想着，这小子难不成是静妃给我送来的副将？大叔，若没其他事，我就先行离开了。林洛微笑地看着眼前大叔，抱拳拱手地说着。不急，你送我如此宝贝，大叔我也不能小气。天玄地当即抬手一挥，喊了一声：“龙英，带着你的人从现在开始跟随他。”是。一名身形匀称、容貌普通的男子立刻应声走了出来，那一双锐利的眼睛却如利剑，令人不敢直视。大叔，这不合适吧？林洛也没想到，眼前大叔居然将自己的护卫送给了他。如此厉害的护卫，虽然让他有些狂喜，可就这样接受，让他也有些不好意思。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送你，你就接着。天玄地一瞪眼，眼底闪过一抹慈祥。现在他不能给林洛其他什么，但最基本的安全他必须得给。行了，带上你的人，快走吧。天玄地挥了挥手，催促了一句。匈奴大将军耶律烈正在来的路上，再磨蹭指不定两边就会撞上了。林洛点头，大叔后会有期。随即林洛便不再迟疑，直接带上人就往城门口匆匆离开。老爷，该回客栈休息了。来才走上前轻声提醒着。然而此时的天玄地却微微摇了摇头，派人通知老三立刻退出黑水城，返回北关城。天玄地的声音充满了毋庸置疑，这并不是他心血来潮做出的决定，而是匈奴大将军耶律烈即将抵达黑水城，匈奴的实力将会大大提升。最重要的便是，到目前为止，西夏的情况他们依旧一无所知。与其把人耗在黑水城，还不如主动示弱退走，让匈奴与西夏斗一个你死我活，最后若是有机会，大前再出场捡个便宜。明白。来才虽然心里很疑惑，但作为奴才的他自然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很快，大前使团落脚的客栈里，身为三皇子的云啸便收到了来自父皇的指令，退出黑水城，返回北关。云啸眉头紧皱，他这刚带使团进入黑水城，就要让他离开。此时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父皇一直乔装打扮跟随在后面。殿下，陛下如此安排，难不成是准备将黑水城拱手相让了？云啸身旁说话的人一身儒雅打扮，正是他的幕僚齐先生。可就这样轻易放弃黑水城，不仅毫无利益，更是对我们大前国威的一种影响啊！云啸心中十分不甘，若这一次他能亲自将黑水城收回大前，不仅能够让他在其他皇子中脱颖而出，更能够凭借黑水城的巨大财力，让他自身的实力飞跃一个台阶。殿下，陛下的旨意不能不听。被称作齐先生的男子微微沉思后，便继续说道：收回黑水城意义重大，可殿下收回黑水城的目的在于什么？得到陛下的重视。若是殿下为了眼前之利而违背陛下的旨意，恐得不偿失啊！齐先生的一番话让云啸顿时醍醐灌顶，整个人一下就从死胡同里面惊醒了过来。是啊，父皇的重视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还可以徐徐图之，慢慢谋划。若是令父皇不喜，那可就真的晚了。想到这里，云啸便不再迟疑，当即吩咐了一句：齐先生，立刻通知所有人，我们连夜离开。是，殿下。齐先生应了一声，当即就要转身离开。可就在这时，云啸却再次开口喊住了他：齐先生，等等！闻言的齐先生顿脚停下，转身不解地看向云啸。三皇子还有何吩咐？这样，齐先生再派人问一声慕容家小姐，可否随本殿下一同离开？此时此刻的云啸依旧想要为自己增强一份实力，若是能够带走慕容清婉，那么慕容家也将成为他的助力之一。闻言的齐先生却在这时冲着云啸摇了摇头，沉声说道：若是殿下有意，何不亲自登门邀请呢？亲自登门邀请。云啸顿时挑了挑眉，
瞬间明白了齐先生的意思诚意。他堂堂三皇子亲自登门，那可是诚意十足，不仅给了慕容家极大的面子，更能让慕容家感受到他的重视。好，那本殿下就亲自登门。当即云啸便直接起身，大步朝外走去。只要他能拿下慕容家，以后在财力这一块可就能够让他立于不败之地了。慕容家此时的慕容清婉正与父亲慕容长天等待着外界消息。林洛被堵城门的消息他们早就得知，却并没有伸出援手。并不是他们不想，而是林洛早就派人传信而来，让他们不得伸出援手，以免被匈奴秋后算账。林洛是想保存慕容家，哪怕是暂时的也行，但他却并没有想到慕容家已经有了退出黑水城的打算。爹，你就这么放心让我来决定慕容家的未来？慕容清婉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当他做出决定要带领慕容家离开黑水城的时候，父亲居然毫不犹豫地便答应了。你是我女儿，是慕容家大小姐，以你的聪明才智，岂会让慕容家走向毁灭？慕容长天显得十分洒脱，这种洒脱更像是对慕容清婉的无条件信任。只见慕容长天淡然一笑地继续说道，而且凡事皆有定数，若我慕容家走不过这一劫，也是命数，不过我更相信破而后立。就在这时，一名家仆匆匆跑来，老爷，小姐，三殿下来了。闻言的慕容长天与慕容清婉皆是猛然一愣，大晚上三殿下跑来慕容家是什么意思？父亲，我回避一下吧。慕容清婉轻声说了一句，三殿下对他的觊觎之心清晰可见，为了避免麻烦，他还是躲一躲吧。随着慕容清婉离开后，慕容长天的眼底闪过一丝沉稳。三殿下半夜而来，绝非单纯拜访，就不知道是有何目的了。一阵脚步声之后，三皇子云啸便已阔步而来。小民见过三殿下。慕容长天当即迎上前就要跪拜，三皇子云啸立马快步上前，伸出双手扶住了慕容长天的肩膀。慕容家主不必如此大礼，我可是以私人身份而来，无需多礼。闻言的慕容长天心中一紧，如此温和态度，还表明是以私人身份而来，恐怕目的不小啊。多谢三殿下。慕容长天立刻客气抬手，迎接着三殿下云啸走进了厅堂，随即家仆端茶送水，整个厅堂中茶香四溢。然而当云啸环顾四周，却并没有看见慕容清婉的身影后，忍不住沉声开口说道，慕容家主，不知慕容小姐在何处？慕容长天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眼底飞快闪过一丝不悦。大半夜的登门，开口就问他女儿，真不知这位三殿下是真不懂礼节，还是假不懂。虽然心中不舒服，但慕容长天却依旧笑呵呵地做出了回答，城外粮仓出了些许问题，小女前去处理了。慕容长天随意找了一个理由敷衍着，但他心里多少已经有些猜测，这位三殿下半夜登门，恐怕是司马之心啊。如此深夜，清婉姑娘一个女子出城，会不会太危险了？不如本殿下派禁军前去帮帮忙吧。云啸的语气带着十足的关切，这也让慕容长天笃定了心中猜测，这位三殿下果然就是冲着他女儿来的。多谢三殿下关心，小事而已，就不劳殿下费心了。慕容长天深深地看了一眼云啸，为了堵住他的嘴，他也急忙开口询问道，不知三殿下深夜登门，可有什么要事？云啸张了张嘴，本还想争取一下派出禁军区保护慕容清婉，以此彰显他的重视，可慕容长天的话却又让他不得不转移了话题。实不相瞒，本殿下深夜登门，除了拜访，还有一件事想要与慕容家主商谈。云啸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语气带着几分凝重地看向慕容长天，继续说道，有消息传出，匈奴大将军耶律烈即将抵达黑水城。说到这里的云啸故意停了下来，就是想要看看慕容长天的反应。耶律烈抵达黑水城，他的确是听闻过，但至于何时抵达，他却并不知道。此时说出来，也不过是想要增加慕容长天心中的危机感。尽管慕容长天早已知晓耶律烈即将抵达黑水城的消息，但面上却依旧流露出了一抹凝重表情。那殿下可有计策？慕容家是大钱扶持的势力，本殿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陷入险境。前不久本殿下收到父皇旨意，令我等退出黑水城，返回北关，所以我想邀请慕容家随我一同离开。云啸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慕容家跟他走，就等于彻底绑在他的船上，慕容家的财富和商路自然也归他所用。只可惜慕容清婉不在，说不定他还能借此机会抱得美人归呢。慕容长天的呼吸微微一顿，脸上却没露出激动的神色，反而叹了口气，殿下的好意，小民真的感激不尽。只是慕容家在黑水城扎根几十年，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表面上慕容长天流露出为难之色，但气势心里却早已经将眼前这位三殿下骂得狗血淋头了。小王八羔子，居然还惦记上我慕容家的家业了。然而此时的云啸却不悦地皱起了眉，目光阴沉地盯着慕容长天问道，这么说来，慕容家主是不愿与本殿下离开了？
慕容长天顿时就察觉到了云啸声音中的冷意，当即做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急切说道：“殿下误会，慕容家能得到殿下庇护是慕容家的福气，可临时撤离，丢下家产，慕容家也得元气大伤啊。”慕容长天知晓云啸是盯上了慕容家的家产，便直接用家产那堵云啸的嘴。然而云啸却轻轻一笑，直接开口说道：“慕容家主可不要因小失大啊，只要慕容家根基还在，一些损失以后定能弥补回来，更何况一旦耶律烈抵达，到时候匈奴势强，慕容家的产业还能存留几分呢？”云啸步步紧逼，就是想要慕容长天妥协。殿下多虑了。慕容长天笑了笑，语气依旧恭敬，却带着几分坚定。我慕容家在黑水城经营多年，为商公正，我相信到时候匈奴也不会过多为难我们。不过若是到时候的确如殿下所言那般举步维艰，我慕容家定然前来投靠殿下。这话把姿态放得极低，却也把话堵得死死的，既领了云啸的人情，又明确拒绝了跟他走的提议，还没把关系闹僵。云啸看着慕容长天油盐不进的样子，知道再劝也没用。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袍，语气恢复了几分温和。既然慕容家主已有打算，本殿就不再强求，只是若是遇到危险，一定要派人去北关城找本殿，本殿不会不管。尽管云啸心中非常不悦，但只要没有撕破脸，他也得继续装下去。多谢殿下。慕容长天连忙起身相送。送走云啸后，慕容长天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眼底满是凝重。他知道匈奴势强，却没想到情况如此严峻，就连大遣使团都不得不退避三舍，选择离开黑水城。一旦大遣退走，那么就只剩下匈奴与西夏争夺黑水城。可西夏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动静，反倒是匈奴大将军耶律烈即将抵达。看样子以后的黑水城就得是匈奴的黑水城了。这一刻，慕容长天也不得不赞叹自己女儿眼光的长远。照此情况发展下去，慕容家只有离开黑水城，否则要么成为匈奴的赚钱工具，要么家破人亡。与此同时，三皇子云啸走出慕容家之后，原本温和的表情瞬间阴沉。不知好歹的东西！云啸怒骂着钻进马车，两手紧捏着拳头。慕容家如此推诿，让他着实有些难堪。殿下，既然慕容家如此不识趣，不如派人找到慕容小姐，令其同行离开，到时候慕容家自然会主动上门找殿下。跟随在云啸身旁的齐先生沉声说出了一计。闻言的云啸也是顿时眼前一亮，只要将慕容清婉抓在手里，还怕慕容家飞了不成？就如先生所言，去安排吧。闻言的齐先生立刻点头说道：“殿下英明。”此时的慕容长天神情十分凝重，三皇子云啸的登门邀请，还有大遣使团退出黑水城，都让他感觉到了危机来袭。爹，连夜离开黑水城吧。慕容清婉来到父亲身旁，刚刚他一直在旁边静听，自然知晓一切。如今黑水城的危机迫在眉睫，慕容家若不及时撤退，恐怕就会深陷泥潭了。不行。慕容长天叹了一口气，随即扭头看向自己女儿说道：“一旦我们家动作太大，定然会引起注意，到时候不管是匈奴还是西夏，都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将慕容家的财富顺利转移。那就不要了。正如三皇子所言，不要因小失大，再大的损失，只要我们慕容家的根基还在，都能弥补回来。”慕容清婉的脸上透出一抹果决，只要根基还在，一切皆可重来。可若是连根基都没有了，那就是真的全完了。然而此时的慕容长天却面对着慕容清婉，露出了一抹温和慈祥的笑容。虽然我不能走，但你可以走。听见此话的慕容清婉瞬间就明白了他父亲的意思，他父亲要留下来扰乱视线，给他离开寻求机会啊。当即慕容清婉便急忙拒绝：“爹，不行，要走一起走。”慕容长天笑着伸手拍了拍慕容清婉的肩膀，温和说道：“听话，从小到大你都有着同龄人没有的冷静和理智，这一次我也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赶紧去安排，然后带上家里最精锐的护卫去寻找你弟弟，然后一同跟随林洛，为以后的发展寻求生路。”爹！慕容清婉眼眶泛红，当即就扑进了自己父亲的怀里。他很清楚自己父亲一旦做出了决定，不会轻易更改，这一点他就随父亲，所以他也没有过多纠缠，只不过心底却决定，只要等与弟弟会合后，便立刻带人回来救父亲。再多财富，到时候也留不住，还不如直接丢弃。随后两父女开始了紧急安排，将能够携带的财富分成了2个队伍出城，哪怕其中一支队伍出了问题，也不至于损失过大。而慕容清婉则为了低调不引起注意，便只随身带了10名护卫，悄悄朝着城外而去。然而此时的慕容清婉却如何也想不到，这一切都被暗中的一双眼睛看着。与此同时，林洛也带着人来到了城外10里，与慕容白带领的物资队会合了。数十车的物资满实满载，300慕容家护卫手在四周严防死守。而当林洛看见慕容白之后，脸上也是微微露出了一抹惊讶。
你怎么在这里？这种押送，慕容家应该不至于派出公子爷来办吧？林兄，家姐嘱咐让我以后跟随林兄，还望林兄成全。慕容白双手抱拳，脸上表情格外平静。林洛顿时挑了挑眉，立刻就明白了慕容清婉的意思，这是在给慕容家留退路啊！好聪明的女人啊！林洛忍不住在心中感叹着，但随即却不由得叹息了一声。如此退路，却把自己留在了危险之中，真不知他是否能够带着慕容家从黑水城这一出泥潭中全身而退。既然如此，那慕容兄就安心留下，等会我便安排人随你一同先行返回。林洛的答应也让慕容白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他其实心底也有点害怕林洛因为之前的事情记恨他，从而驱赶他离开。虽然之前的事情在姐姐的调和下已经说开，一笑泯恩仇了，可毕竟现在姐姐可不在，谁知道林洛有没有记恨在心了。眼下林洛的答应也让他彻底将心放进了肚子里，但随即便疑惑地看向林洛问道：你不一同返回？因为我还有事没办。林洛挑眉一笑，并没有具体解释，随即便让慕容白好生休息，他则立刻将天玄地送给他的护卫召集了过来。此时的他不得不承认，有了这些护卫的加入，对他的战斗力有着极大的提升。同时薛红衣与黎云彩也走了过来。云彩，你带上一些人随慕容白一同返回。林洛扭头看向黎云彩，做出了吩咐，随即又看向了薛红衣说道：红衣带着其他人随我返回黑水城。返回黑水城？薛红衣面露惊讶，毕竟现在的黑水城危机四伏，若林洛突然返回，恐怕那位匈奴六殿下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他。2500名俘虏，我可舍不得丢下。林洛嘴角微微上扬，伽罗在布局，他也同样有着小算计。擒贼先擒王，若是他能出其不意地拿下伽罗，那么一切阴谋诡计都将不攻而破。随后整个队伍一分为二，一队人马押送着物资朝着青雾谷的方向而去，一队人则直接朝着黑水城返回。另一边，慕容清婉带着10名护卫刚刚离开黑水城，便被附近树林里发出的响动给吸引。小姐，不对劲！一名护卫匆匆跑过来，压低声音说道：树林里有动静，像是有人在靠近，人数不少。慕容清婉心里一紧，面上却依旧镇定，提高警惕，快速冲过去。这一片树林并不大，只要冲了出去，不管对方是谁，也拿他没办法。就在他话音刚落时，树林里就冲出数十名身着禁军服饰的军卒，手里握着长刀，直奔慕容清婉而来。为首的一名禁军厉声喝道：慕容小姐，殿下有请，请跟我们走一趟。闻言的慕容清婉顿时眼眸一沉，看样子三殿下云笑明着拿慕容家没办法，现在开始出阴招了，想要将他抓在手里，以此来威胁慕容家。殿下有请。慕容清婉冷笑一声，随即冷声说道：三殿下深夜邀我，为何不派使者，反而派带刀的禁军？是请还是抓？领头禁军脸色一沉，不再废话，敬酒不吃罚酒，给我拿下！禁军们蜂拥而上，慕容家的护卫立马迎了上去，双方瞬间厮杀在一起。慕容家的护卫虽精锐，却只有区10人，架不住禁军人数多，没过多久就渐渐落了下风。一名护卫的手臂被长刀划破，鲜血直流。慕容清婉往后退了一步，手按在腰间的短刀上，他虽会些防身术，却不是眼前这些禁军的对手。小姐，我们拖住他们，你快走！一名护卫嘶声大喊了一嗓子。慕容清婉深吸了一口气，孰轻孰重他很清楚，就算他留在这里也不过是负担，还不如赶紧逃跑，或许还能寻得一丝机会。然而就在这时，树林里突然射出5支冷箭，精准地射中5名禁军的手腕，长刀哐当落地。领头禁军一惊，还没反应过来，就见10名身着黑衣、面色冷峻的男子从阴影里冲出来，动作快如鬼魅，手里的短刀寒光闪烁，眨眼间就放倒了3名禁军。若是三皇子云笑在这里，定然会一眼认出这些人正是皇室死卫。冰冷的刀锋在树林中闪动，眨眼间便有数名禁军以捂着脖颈倒在地上，刀锋凌厉，刀刀致命。尽管这些人是皇室死卫，面对的也是大前禁军，可他们却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执行命令，绝不手软。领头禁军看着黑衣死卫眼中的寒光，吓得满脸苍白。撤！快撤！这一刻，领头禁军被吓破了胆，嘶吼着转身就跑，丝毫不敢再继续恋战。眼看领头的都跑了，其他禁军也是立马撒腿就跑。此时的慕容清婉握着短刀的手缓缓松开，看着眼前的黑衣死卫，眼底满是疑惑。这些是什么人？为何会出手相救？多谢各位出手，不知各位是？慕容清婉上前一步，语气带着谨慎的试探。然而就在这时，后面却传来了一个声音：慕容小姐，为何半夜在这里？熟悉的声音让慕容清婉立刻转身看去，只见林洛带着一群人缓缓出现，
面带微笑的看着此时笑脸微微有些发白的慕容清婉。林公子。慕容清婉带着一丝惊讶的喊了一声，随即带着感激的说道：多谢林公子，多不是你及时出现，恐怕我现在已经落在三皇子云啸手里了。三皇子。林洛闻言顿时挑眉，怎么三皇子突然对慕容家出手了？慕容清婉自然是看出了林洛的疑惑，当即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听完之后，林洛也顿时笑着说道：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啊，连吃带拿，这是要吃绝户，所以我慕容家以后可就要仰仗林公子了。慕容清婉面带笑容的看着林洛，言语虽然洒脱，但却充满了坚决。林洛表情严肃，但眼底的一丝放松却透露出了他心情的愉悦。慕容家的投靠也算是让他这一次的黑水城不虚此行，而且有了慕容家的投靠，未来商业这一块他也不必犯愁，捣鼓出什么就交给慕容家去售卖。慕容小姐放心，有朝一日我定然会让慕容家成为受其他人仰望所在。林洛沉声做出保证，但他却也同样留了一手，因为他只保证让慕容家成为受其他人仰望所在，而不是成为最强家族。身为穿越者，世家门阀之毒瘤他又岂会不清楚，甚至现如今的大钱就是深受世家门阀祸害，所以他又岂会造就出一个世家门阀呢？随后在林洛的安排下，分出一队人护送慕容清婉前去与慕容白会合，而林洛也将薛红衣和锐剑队的人给留在了树林里，他则带着死卫悄然进入了黑水城。夜幕散尽，初升的阳光洒满大地，黑水城外的匈奴军营此时却已经列队整齐，随着一身银甲银面的伽罗骑着马出现，在场的3万匈奴精兵随即高声大喊着：参见殿下。伽罗捏着马鞭的手微微上抬，看着眼前一幕尽是满意。这3万精兵实打实的属于他的军队，也是他在匈奴王庭最大的底气。8旦木，俘虏可送到。随着伽罗清冷的嗓音响起，一名身穿银色甲胄、满脸络腮胡的匈奴将军立刻走了出来。回禀殿下，2500名大前俘虏已于昨夜送达。好，按我的吩咐去安排吧。伽罗点点头，随即放眼看向四周。昨夜他不得不放走林洛，而今日只要林洛想要这2500名俘虏，那他就别想再离开。然而此时的伽罗却并没有发现，在他身后的亲卫队里面，一个低着头的军卒正在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而这个贼眉鼠眼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昨夜返回黑水城的林洛。原本他是打算依照之前的方式溜进伽罗的房间，然后将其控制带走，却不曾想伽罗为了防止上次的事情发生，直接加强了守卫，就连客栈旁边的那棵大树都被砍掉了。无奈之下，他只能混进了伽罗的亲卫队，寻找时机。随着时间缓缓流逝，不远处一队人马的出现，也让等候已久的伽罗嘴角微微扬起了笑容。然而当那一队人马靠近后，伽罗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因为出现在他眼前的人马中，他并没有看见林洛的身影。林洛人呢？伽罗骑在马背上，冷冽的目光愤然一片。公子有事，命我等前来接受俘虏。领头的薛红衣看着伽罗满脸气急败坏的样子，嘴角就忍不住微微上扬。还想接受俘虏？伽罗怒不可遏地盯着薛红衣，银色面具下的那双眼睛更是充满着怒火，冷声说道：林洛不来，休想带走这些俘虏。此时的薛红衣面对伽罗的愤怒，却也丝毫不慌，直接拿出了林洛昨晚交给他的锻造之术。六殿下不想要锻造之术了？薛红衣强行忍着想要大笑的冲动。什么锻造之术？昨夜他可是亲眼看见林洛临时凑数所写的。闻言的伽罗却是冷冷一笑。锻造之术虽然他很想得到，可若是拿下了林洛，还怕得不到这锻造之术吗？只见伽罗抬眼冷声提醒地说道：半个时辰，若是半个时辰之内林洛没出现，那就别想带走这些俘虏。伽罗的不为所动，让躲在亲卫队里的林洛气得差点跺脚。这女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可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一名匈奴兵匆匆跑来，大喊道：殿下耶律烈大将军的先锋营到了，离营地只有3里地。闻言的伽罗浑身一震，耶律烈来得好快，可同样耶律烈即将到来，也让他感到了时间紧迫。林洛和锻造之术还有那神奇兵书断然不能落到耶律烈的手里，否则对他甚至对匈奴王庭都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就在伽罗深思该如何应付耶律烈的时候，却并没有发现他身后的一名亲卫正在悄无声息地靠近他。就是现在，假扮成亲卫的林洛抓住这一瞬间的空隙，猛地从地上高高跃起，如猎豹般扑向马背上的伽罗。大胆！四周的亲卫瞬间反应，可也已经为时已晚。林洛眨眼间便出现在了伽罗身后，与他同乘一匹马，而且林洛手中的短刀也放在了伽罗那修长的脖子上。伽罗刚想反击挣脱，林洛戏谑的声音便贴着他的耳朵响起：殿下别动。耳朵上传来的酥麻
让伽罗银色面具下的脸瞬间红了一片，但同时他也察觉到了身后之人是谁了。林洛！伽罗咬牙切齿地低吼着，他怎么都想不到林洛居然如此胆大地混进亲卫队。殿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林洛感受着伽罗身体的紧绷，嘴角微微扬起了一抹笑意。拿下了伽罗，事情就好办了。林洛，放了我，否则你是走不掉的。伽罗深吸一口气，强压下了心中慌乱，沉声地说着。可以啊，不过殿下还是先把俘虏交出吧。林洛说着话的同时，更将身体贴紧了伽罗的身体，感受着那一抹惊人的弹性，林洛都忍不住有种心猿意马的冲动。伽罗的身材实在是太有料了，哪怕是隔着布料，林洛都能清晰感受到伽罗臀部的翘挺。林洛赶紧深吸一口气，这才压下了心中的躁动。而此时的伽罗却是浑身僵硬，耳根发烫。他心里很清楚，林洛不敢伤害他，但这种突如其来的身体紧贴让他不由得慌了神。林洛，你别太过分。伽罗双手紧捏，从牙缝中挤出了一句话：放了我，留下锻造之术和兵书，你带走俘虏。如此情形，伽罗还不忘他势在必得的2样东西，对吗？温顺点才乖嘛。林洛看着伽罗的妥协，嘴角微微噙着一抹笑容，然后靠近他的耳垂，轻声说道：不过可还得殿下护送一程呢。在四周的匈奴看来，两人是在马背上交谈，只有伽罗心里最清楚，林洛就是故意在调戏他。好，我答应你。伽罗咬牙切齿，银色面具下的双眼怒火中烧。耶律烈即将到来，他必须在这之前摆平这件事，不然很有可能耶律烈会拿着这件事背后捅他一刀。让你的人把俘虏送过去。林洛的一只手搂紧着伽罗的柳腰，两人的身体贴得更加紧密。巴旦木，把俘虏全都送过去。伽罗低吼了一嗓子，感受着后背的异样感，一种羞怒的感觉让他快咬碎了银牙的怒斥着，还不把你的武器收回去。闻言的林洛微微一笑，伽罗已经落在他手里了，有没有武器都一样，当即就将放在伽罗脖子上的短刀给收回了。然而伽罗却并没有罢休，呼吸粗重地低吼着。还有，这让林洛有些懵了，刀都收了，怎么可能还有武器？你到底拿什么东西顶着我？伽罗扭动身体的一句话，直接让林洛身体一颤。别动，这武器容易走火。林洛急忙开口，伽罗那浑圆的翘臀让他忍不住的倒吸凉气。走火？听见这话的伽罗反倒不明白了，什么武器还能放火？不过同样也把他给吓着了，他可不敢引火烧身。与此同时，伽罗麾下3万军队的统帅巴旦木此时却是满脸铁青的让人释放俘虏。无论如何，他也得保证殿下的安全。随着2500名俘虏被匈奴兵驱赶着朝着薛弘一而去，林洛的心底也微微松了一口气。远远望去，林洛与薛弘一的视线在空中交汇，不用言语，两人早就有着部署安排。薛弘一接到俘虏后，立马安排手下的锐剑队将所有俘虏全部细分为小队。好在这些俘虏有的是边军，有的甚至是以前的定北军。面对调整队伍的命令，很快就执行了起来。仅仅一盏茶的时间，原本凌乱的2500名俘虏便队形统一的撤退了。看见这一幕，伽罗心中猛然一惊，如此强的执行力让他不由得有种后悔放掉这些俘虏的想法。现在可以放了我吗？伽罗冰冷的嗓音响起，犹如3尺冰封的寒冷。还不行，等他们走远一点吧。然而林洛却轻笑着拒绝了，他又不傻，现在放了伽罗，他能跑掉，可那些俘虏却不一定能跑掉。一旦伽罗派兵追上去，有一个算一个都得被抓回来。另一边，薛弘一带领着锐剑队和2000多名俘虏用最快速度离开。他虽然心里很担忧林洛，但他也知道此时的林洛正在为他们争取离开的时间。快，都快一点！薛弘一大声喊着，只要他们能够早点远离，那么林洛就能早点脱身。与此同时，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也迅速传进了黑水城。此时的天玄帝自然也是收到了消息。好小子，逼迫匈奴6殿下送还我大前2500名俘虏，此等功绩该重赏。天玄帝的脸上有着藏不住的高兴。要知道，之前被称为大前战神的定北侯，可也没有一次能够从匈奴手里换回俘虏，没想到现在却被林洛给做到了。陛下，那该如何赏赐林公子呢？旁边站着的来才趁机接上了话，现在能够为林洛争取一点赏赐，也算是还尽非一丝人情。然而闻言的天玄帝却是猛然一愣，他高兴才随口说的重赏，现在来才这么一问，反倒把他给难住了，究竟该怎么重赏呢？这可是一个难题啊！你个老东西，挖着坑等朕呢！天玄帝并没有不高兴，反而笑骂着看着来才问道：说吧，你有什么想法？来才在他身边伺候这么多年了，他又岂会猜不到来才的想法？陛下英明，奴才这点小心思还真瞒不过陛下。
来才笑呵呵地望着天玄地，他很清楚，身为奴才在皇帝面前，就算有小心思，也要让皇帝能够看穿他的小心思，不然也就离死不远了。别说废话，赶紧的！天玄地转身坐在椅子上，用手轻敲着扶手。其实他很想借此机会带林洛回京城，可他又担心林洛面对皇室里的勾心斗角，活不过3天，所以他便想着退而其次，让林洛留在边军。若有本事，用军功来夯实自己的底蕴，增强自己的实力。等到一定时候，他再与林洛父子相认，便没有什么麻烦事了。站在一旁的来才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天玄地后，这才开口轻声说道：“陛下可以给林公子在边军某个职务。”来才的一句话算是说进了天玄地心窝里，当即天玄地眉眼一抬地问道：“何等职务最合适？”“不用太高，但也不能太低，边军校尉应该是最合适的。”来才脱口而出，显然是早已经考虑周全了。边军校尉，天玄地轻声嘀咕着，心里也觉得很合适，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毕竟林洛手下有着一批人马，而且战力不俗，边军校尉这个职务就很合适。想到这里，天玄地当即便做出了决定，就这么安排，派人去通知魏无方，让他不用过来了，直接去办这件事。说完话的天玄地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看向来才问了一句：“老三呢？现在离开了吗？”闻言的来才立马做出回应的说道：“陛下，三皇子昨夜已经连夜离开了黑水城。”此时的林洛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一名边军校尉，因为他正在策马扬鞭。飞奔的战马，林洛一手紧抱伽罗柳腰，一手紧拽缰绳，身后则是掀起漫天尘土的匈奴追兵。“林洛，你放了我，我保证让你从耶律烈手中安稳离开。”伽罗面色急切地大喊着。就在刚刚，耶律烈率领大军而来，林洛为了逃命，只能挟持着伽罗跑路。“闭嘴！”林洛低吼一声，随即身子一趴，直接将伽罗给压在了身下。嗖的一声，就在这一刻，一支箭矢瞬间与他们擦肩而过。“你干什么？”伽罗惊怒交加地怒吼着。然而林洛却丝毫不理会他，只管骑着马朝着一个方向而去。当一片矮松林出现在视线中，林洛的脸上终于出现一丝缓和。早在昨夜他潜入伽罗亲卫队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龙鹰带人等候再次接应他。“快到了！”林洛淡淡吐出3个字，手臂却悄悄收紧，将伽罗护得更稳。刚才一支流箭擦着伽罗的肩胛飞过，若不是他及时俯身，恐怕已经伤了他。伽罗愣了一下，后知后觉地发现林洛的动作，耳根瞬间又热了起来。他想推开他，却被颠簸的不得不再次抓住他的手臂，只能咬着牙，任由他带着自己冲进矮松林。“林公子！”林洛骑着马刚进松林，龙鹰就带着10名死卫从树后冲出。看见龙鹰等人，林洛松了口气，立马拉紧缰绳，让战马停了下来。“殿下，感谢你的护送，咱们就此别过。”林洛抬头看向满脸阴沉的伽罗，随即扬手一巴掌想要抽在战马屁股上面，让其带着伽罗离开。可意外却往往来得让人猝不及防。林洛的手一滑，这一巴掌直接抽在了伽罗的翘臀上，啪的一声，格外清脆响亮。“林洛，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林洛满脸古怪表情，一双眼睛却又透露着真诚。天地良心，他真还不是故意的。不过这手感还真挺不错。“我信你个鬼！”伽罗心中的怒火压制不住的爆发了，马背上的他翻身就是一个侧踢，狠狠地朝着林洛脑袋而来。砰的一声，林洛用手臂挡下了伽罗踢来的脚，当即迅速侧身一个后退，转身就跑。现在的伽罗显然怒发冲冠了，再不跑还等什么呢？龙鹰几人反应也是十分迅速，林洛前脚刚跑，他们便立马跟了上去。不等伽罗反应过来，林洛就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这可把伽罗气得浑身战栗，忍不住咬牙切齿地低吼了一声：“林洛，今日之辱，来日必定让你千百倍偿还。”好好的一场计划，不仅没有达到目的拿下林洛，反而还让林洛占尽便宜的跑了。伽罗心里别提有多么窝火了。而且现在耶律烈也已经到来，从刚刚穷追不舍的匈奴兵就不难看出，耶律烈恐怕是巴不得他这位6殿下遭遇不测啊。想到这里，伽罗也不再迟疑，赶紧调转马头朝着自己的军营而去。他怕自己再不回去，麾下的3万兵马就要被耶律烈给掌握在手里了。也正是因为顾忌着耶律烈的存在，所以哪怕伽罗与追来的匈奴兵相遇后，也没有选择带兵去追林洛。果然，刚到营地外，就见耶律烈带着亲兵守在了门口，阴沉的目光直视伽罗。“6殿下，你私通敌人，不该给个解释吗？”耶律烈率先发难，直接将私通敌人的罪名扣在了伽罗头上。闻言的伽罗目光一冷，随即扬起手中马鞭，指着耶律烈的鼻子，厉声呵斥道：“耶律烈，别玩这种构陷之事，没意思。”面对伽罗的呵斥，耶律烈的脸上顿时一片阴沉，
语气十分不善地说道：“林洛连续袭击我军大营，殿下身为我匈奴皇子，却在得知敌人身份后，不仅没有第一时间拿下，反而还与其交好，难道这是本将军的构陷吗？稍后我会亲自书信一封，向父王说明缘由，所以这一切就不劳大将军费心了。”伽罗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后，便大步朝着军营里面走去。此时的耶律烈微眯着一双冷冽的双眼，一直以来他与伽罗这位六殿下不和，伽罗从不给他丝毫面子，而他也一心想要将伽罗打倒。这一次他亲自前来黑水城，不仅仅是因为林洛的原因，更是因为黑水城的财富。若是他能寻到机会让伽罗失去使团领队之职，那他便能从而代替，到时候黑水城的财富不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吗？所以刚刚他才会在得知伽罗被林洛劫持后，不顾一切的派兵追杀。明面上虽然说的是解救六殿下，但其实他却恨不得趁机弄死伽罗。与此同时，伽罗刚踏入军营，当即便看见营中跪着两人，一个正是他麾下3万大军统领巴旦木，另一个便是木木吉。此时的两人浑身鲜血淋漓，显然是才挨了鞭子。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伽罗瞬间怒火中烧的爆发了。耶律烈如此肆无忌惮动他的人，完全就是在挑战他的底线。耶律烈，你找死！伽罗转身就从旁边军卒腰间拔出弯刀，朝着营门外的耶律烈走去，浑身杀气，目光冷冽。随着伽罗这番举动，四周本就属于他麾下的亲卫也立刻跟随了上来。而耶律烈这边也不甘示弱，一群匈奴兵立马涌上前，挡在了耶律烈的身前。殿下，你这是何意？耶律烈看着怒发冲冠的伽罗，脸上却微微扬起了一抹笑容。他岂会不知道伽罗为何发怒，不过是现在故意装糊涂而已。耶律烈，为何要动我的人？你若给不出合理解释，此事我绝不会善罢甘休。殿下，巴旦木是你麾下3万大军统领，可却让你被歹人挟持，此乃失职。难道我身为征北大将军不能惩罚？耶律烈缓缓走上前，显得十分从容不迫，随即再次开口说道：至于木木吉，他本就是我征北大军的人，勾结敌人，篡改军情，难道我不能惩罚？面对耶律烈的质问，此时的伽罗也是顿时哑口无言。没办法，耶律烈完全掌控了主动权，连丝毫挣扎的机会都没给他留。伽罗无言以对，尽管捏紧着拳头，眼中闪动着愤怒的不甘，却也无可奈何。殿下若没有其他事，本将军便离开了。耶律烈盯着伽罗，脸上露出了一抹嘲讽的笑容后，转身便十分洒脱地离开了。然而随着耶律烈的离开，原本表现得十分愤怒的伽罗却瞬间平静了下来，立刻吩咐了一声：召集所有千夫长以上将领集合。耶律烈的目的实在太明显了，他必须得为之做出应对之策。穿过大片矮松林后，林洛勒马停下，回头看向身后那一望无际的矮松林，面色隐隐浮现出一抹古怪。他并不是担心身后的追兵，而是刚刚的意外让他有些哭笑不得。原本他是想着赶马松伽罗离开，却不曾想手滑抽到了不该抽的地方。这下他与伽罗算是彻底结下仇了。公子，后面没人追上来。停留在旁边的龙鹰还以为林洛是在观察身后的追兵，便忍不住开口提醒着。然而林洛却轻轻摇了摇头的开口说了一句：不出意外，不仅现在没有追兵，后面也更不会有了。只要伽罗返回，那么他与耶律烈自然会有着一番权力争夺，自然是顾不上他。更何况他之前可是埋下了一颗地雷在黑水城，一旦地雷被引爆，不管威力大还是小，都会让匈奴无暇顾及他。走，我们该去找大部队会合了。林洛紧握缰绳，当即便策马而去。然而林洛却永远也想不到，他埋下的地雷威力大的超乎他的想象，甚至让他成为了最大的获利者。黑水城方家如今最难受的便是方成。以前他是高高在上的方家公子，可现在他却是连一些家仆都不会多看一眼的存在。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方成头发散乱，面目狰狞的在房间里歇斯底里的嘶吼着。他不就是断了一条手臂而已，又不是真的成为了一个废人，为什么整个方家都仿佛将他放弃了一样？父亲横眉瞪眼的无视，甚至责令他不许出门。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让他一时间完全接受不了。公子，该喝药了。正在这时，房门推开，一名老仆手里端着药丸走了进来。滚！方成猛然怒喝。以前他身边丫鬟侍女成群，现如今却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仆来照顾他。我爹呢？我要见我爹！方成怒声质问的声音让老仆多少有些害怕，面色惊恐的忍不住后退了2步的说道：老爷在书房。不等老仆说完话，方成便一个箭步冲出了房间。这可让老仆顿时脸色大变，毕竟老爷可是吩咐过不准方成离开房间。任凭老仆在后面急切呼喊，方成却飞快地朝着书房而去。然而当他来到书房门外时，里面传出来的一番话
却让他犹如雷击。方明、方亮，你两兄弟从小就很聪明伶俐，所以为父希望你们两兄弟能够同心协力，一起挑起方家的重担，千万不要像方成那样没有脑子，最后只能成为一个废物。书房里，方元和面色严肃地看着他身前站立的两个儿子。方明和方亮是他在一番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选择，毕竟现如今的方成，一个断臂之人已经完全配不上方家公子的身份。孩儿谨记父亲教导，定然全身心为方家付出一份力量。方明和方亮两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后，便立马跪在了方元和面前。这一刻，两人的眼里都有了一道光彩，因为他们都不会再是外面躲躲藏藏的私生子，而是正大光明的方家大公子和二公子了。书房门外，方成浑身颤抖不止，脑子更是一片空白。刚刚他所听见的一番话，就如一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地刺在了他的心脏上，窒息般的疼痛让他有些喘不过气。哈哈哈哈！突然呐，方成就如癫狂了一样低笑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凄厉的嘶吼声。书房里的方元和也被这一刀突如其来的笑声所惊动，当即怒容满面地冲出了书房，阴冷的目光盯着门外站着的方成，怒吼着：“没用的东西，你在这里发什么疯？”然而此时的方成就像彻底挣脱了束缚，放飞了自我一般，用着一种极为轻蔑的眼神盯着方元和。没用的东西，到底谁才是没用的东西？当初是谁像狗一样的在我娘面前摇尾讨好？当初是谁像狗一样从我外祖父手里接过家业，才有了现如今的方家？混账东西，你给我闭嘴！方元和就像是被揭开了伤疤一样，顿时怒发冲冠，扬手就是一巴掌，狠狠地抽在了方成脸上。啪的一声，这一巴掌力量十足，直接将方成给抽飞了出去。方成趴在地上艰难撑起身体，嘴角流淌着鲜血的发出凄厉的笑声，吼道：“你就算打死我也改变不了你曾经所做的一切。”此时的方元和气得浑身颤抖，方成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无情地撕开那一层他极力想要掩盖的遮羞布。曾经的他可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方家之主，而是一个为了上位的赘婿而已，最后在得到匈奴王庭的扶持后才有了如今的地位。但往事不堪回首，以前他低头的摇尾乞怜就是一段黑暗历史。来人，把这个废物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他出来。盛怒中的方元和顿时厉声大喊，当即便有家仆匆匆跑进来，将方成拖着就要离开。方成如同死狗一般被拖行，但他却将目光投向了站在方元和身后的方明和方亮身上。你们两个也别得意，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方元和看着空荡荡的门框，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旁边姗姗来迟的老仆颤巍巍地站在一旁，手里还端着那碗没送出去的药，大气都不敢喘。以后都不用给他送药了，这样的废物东西不配浪费方家资源。方元和冷声丢下一句话，眼底杀机闪动，触碰到他底线的人都得死，哪怕这个人是他的儿子也一样。随着方元和转身走进书房，此时的方明与方亮两人的脸上同时露出了一抹得意的冷笑。方成以前不可一世的样子，如今在他们两人的脑海里可还是历历在目。只可惜现在他们两人站起来了，而方成却跪了。另一边，方成被家仆拖着丢回了房间，他趴在冰冷的地面上，嘴角的血迹早已干涸，可眼底的疯狂却越来越旺盛。他要报复，他要让方元和知道自己并不是废物，更要让方元和为之后悔。方成挣扎着爬起来，靠在墙角，眼睛里的怨毒之色越发浓郁。深夜，方家后院突遭大火，熊熊烈焰的肆虐之下，方元和那双阴鸷的眼睛十分冷漠，因为这一场大火就是他亲手点燃的。然而此时的他却并没有发现，黑暗中一名家仆打扮的方成正满脸怨毒地盯着他。既然你无情，那就别怪我无义。方成强忍着断臂传来的疼痛，溜出了方家，然后径直地朝着城外而去。想要报复方家，仅他一人之力根本无法办到，所以他必须得找一个强有力的盟友，而匈奴六殿下便是他最理想的盟友。哪怕他知道方家与匈奴的关系，可他却并不认为这一份关系有多么牢固。匈奴需要方家，只是为了在钱粮上的供给。若是他能够替代方家，相信那位匈奴六殿下会非常愿意为他提供帮助。为此，他可是准备好了一份超级大礼，不相信六殿下不会心动。与此同时，慕容家的厅堂里，慕容长天正听着下人汇报的消息。有意思，方圆和心很沙子，却不知道他这个儿子已经跑掉了。慕容长天得知此消息也并不奇怪，毕竟黑水城的三大家族可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除非特别隐秘的事情，不然几乎都不会是什么秘密。派人盯着那位方家公子，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慕容长天沉声吩咐了一句。方家的事情让他看到了一个契机，一个能让慕容家全身而退的契机。搅浑黑水城，到时候慕容家便能用最小损失离开黑水城。
黑水城外，伽罗身在军营，眉头紧皱地坐在椅子上，在他的面前站着的便是今日遭受了鞭打的木木吉。殿下，你可要救我啊！若我返回，耶律烈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木木吉苍白的脸上流露着一抹恐惧。当初他忽悠耶律烈有多么高兴，现在就有多么害怕。如今耶律烈的征北大军，他是回不去了。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眼前的六殿下，只要六殿下愿意保他，那他就不用害怕耶律烈。然而此时的伽罗却是满心烦躁，哪里能够听进去木木吉的话，当即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说道：想留下便留下吧。木木吉看着伽罗并不上心的样子，心里顿时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他已经得到消息，耶律烈不会放过他，所以他才会如此慌乱地寻求六殿下保护。可现在按照六殿下的态度，一旦耶律烈态度强硬，恐怕他就会第一个被抛弃。想到这里，木木吉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底牌了。殿下，我知道绫罗在哪里。说完话的木木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六殿下，果然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伽罗顿时猛然起身，目光直直地盯着木木吉质问道：说他在哪里？绫罗三番四次地戏耍他，让伽罗恨不得将其抽筋扒骨，只可惜任凭他如何打探消息，都没找到绫罗的下落。木木吉看着六殿下的反应，顿时心中一喜，知道自己赌对了，当即开口说道：殿下可否保我一命？伽罗顿时目光一凝，保木木吉他不是不可以，但为此他却要与耶律烈再次发生冲突。刚刚之前他会认为没这个必要，毕竟木木吉对于他而言并不重要，所以可留可丢。但现在木木吉却丢出了这么一个消息，让他不得不考虑是否该保护木木吉了。一番思索后，伽罗做出了决定：好，我可以保你一命，不过你得保证你给出消息的准确性。伽罗终究还是答应了木木吉的要求，毕竟绫罗手里的锻造之术和兵书是他最想得到的东西。小人谢过殿下。木木吉顿时喜笑颜开，当即便对伽罗说道：殿下，绫罗所在的地方还需我亲自带路才行。他也不傻，绫罗的消息如今可是他的保命符，又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说出来呢？所以他不得不留一个心眼，才能让六殿下全力保他性命。你耍我！伽罗顿时怒声呵斥，吓得木木吉连忙磕头否认地喊道：小人不敢，实在是因为那一处地方太过于隐蔽，小人只知道地方而不知道地名。木木吉咬牙辩解，弄死就是不松口。闻言的伽罗目光狐疑地盯着木木吉，虽然不相信，但他现在也只能选择暂时妥协。然而就在这时，身为3万大军统领的巴旦木却走进了营帐。殿下，耶律烈派人过来，要带走他。闻言的木木吉还没放下的心瞬间又高高悬了起来，满脸恐惧地看向伽罗大喊道：殿下，救救我！看着木木吉满脸惊恐的表情，伽罗的眼底瞬间闪过了一丝戏谑。救你也不是不可以，可仅凭绫罗的下落，恐怕还不值得让本殿下为了你与耶律烈发生冲突吧。伽罗心里很清楚，眼前的木木吉就是想要拿着绫罗的下落，让他不得不保护他，可这种与他玩手段的做法让他很不喜欢，所以他想借此机会看能不能从木木吉口中逼出绫罗的下落。这一刻，木木吉瞬间陷入了慌乱，怎么结果与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可他并没有因此失去方寸，依旧紧守着绫罗下落。不过他却另外抛出了一件事：殿下，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征北大军军需官，也就是我叔叔以权谋私，大量贪污各种军需，私自运送回部落。木木吉很清楚，这一次耶律烈能够得知他的蒙骗，这其中肯定是他那位叔叔在搞鬼，既然如此，那就互相伤害吧。此话当真？伽罗顿时挑了挑眉，若是能够趁机拿下征北大军的军需官，对于耶律烈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可以用性命保证，而且我还知道我叔叔贪污军需的证据藏在哪里。木木吉言之凿凿的话让伽罗深吸了一口气，当即沉声说道：木木吉，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伽罗的话让木木吉顿时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小命算是保住了。随着伽罗的点头，等候在一旁的巴旦木立刻转身走出了营帐。既然六殿下要保下木木吉，那他也就要出去应付外面耶律烈派来的人。营帐外，一名身穿铜甲的匈奴兵面色傲慢地站在那里。若是木木吉此时出来，定然会认出此人正是他叔叔的亲信巴图。此时的巴图正暗自想着，等会将木木吉带回后该怎么羞辱才最合适。可还没等他幻想结束，走出营帐的巴旦木直接飞起一脚就将他给踹了出去。殿下有令，让你滚！巴图满脸不可思议，强忍着身上的疼痛从地上爬起来，冲着巴旦木说道：巴将军，你我都姓巴。原本巴图还想借着同一姓氏与巴旦木拉关系，询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样他回去也好有个交代。可还没等他说完话，就被巴旦木冷声打断：跟我同姓不代表跟我同族，你以为你是开心果啊？
巴图蒙头蒙脑的被丢出了军营后，转身就匆匆返回了耶律烈的军营。大将军，巴图先连进入耶律烈的营帐，声音带着委屈的哭腔喊道：“属下无能，没能把木木吉带回来，还被六殿下的人给打了。”耶律烈抬头见巴图狼狈的模样，顿时勃然大怒：“废物，连个人都带不回来，还被人打了！”吃了亏的巴图可不会放过这么一个添油加醋的机会，当即便开口愤慨地说道：“大将军，六殿下蛮横不讲理，不仅让人打我，还说木木吉从今以后是他的人，谁也不能动，这摆明就是不给您面子啊！”听着巴图的煽风点火，耶律烈的脸色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双手紧紧的捏成了拳头。好一个六殿下！耶律烈愤怒的低吼着，对伽罗这位六殿下的不爽也达到了顶峰。可就在这时，营帐外的守卫跑了进来：“大将军，营门外有一个名叫方成的人想要见你，他自称是方家公子。”方成，方家公子。耶律烈微微皱眉，他自然很清楚方家在黑水城的存在，这一次能够得知零落踪迹，方家功不可没。想到这里，耶律烈便挥了挥手说道：“带他进来。”这时的巴图也很识趣，当即便主动退出了营帐。没一会，随着营帐掀起，方成脚步踉跄，一身狼狈模样的进入了营帐。原本他是想要去主动找六殿下投靠，可临近六殿下的军营时，他却犹豫了，因为他有种感觉，六殿下恐怕不会轻易答应他的请求，而且六殿下与林洛的关系看着还挺不错，会不会答应帮他也不一定。所以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方成带着一种赌博心理，调转目标，主动找上了大将军耶律烈。草民方成，见过大将军。方成只有一只手，所以在跪下的时候显得十分不方便。方成，你是方家公子？耶律烈脸上闪过一抹狐疑，特别是当他看见方成缺失的手臂后，更加怀疑眼前的人到底是不是方家公子。心中狐疑的他，当即微微看了一眼守在旁边的亲卫，他不调查清楚，是绝不会相信眼前这人的一句话。那名亲卫也是瞬间明白意思，转身便走出了营帐。大将军，草民如假包换，的确是方家公子方成。此时的方成内心也是一片紧张，但此时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怯场。既然如此，那本将军就派人将方家主请来，到时候是真是假自然知晓。耶律烈可不会这般轻易的就相信了，当即便开口小小试探了一下。然而此时的方成又岂敢与方元和见面，当即便脸色大变，十分惊慌地看向耶律烈说道：“大将军，你与我父亲的书信上皆有着你的私印，上面有着雄鹰图案。”闻言的耶律烈目光顿时一凝，他的私印知晓的人不算多，可眼前的这人却一口就说了出来。难道他真是方家公子？本将军暂且不管你到底是谁，先说说你找本将军的目的。耶律烈面无表情地盯着方成，他心里多少也有些好奇，这人来找他有着什么样的目的。闻言的方成深吸了一口气，心里很清楚，此时若是不能打消耶律烈的疑心，恐怕自己的目的不仅达不到，还会惹祸上身。想到这里，方成也不再犹豫，当即看向耶律烈，开口问了一句：“大将军，若我说我愿意奉上方家全部财富，你可相信？”此时的耶律烈也不由得微微一愣，方家那可是黑水城三大家族之一，财富惊人，若是他能得到方家全部财富，对他而言将会极大提升自身实力，甚至就连他所在的耶律部落也会一跃成为王族之下最大的部落。这一刻，耶律烈的眼底闪过了一抹贪婪，但他的心底却依旧充满着怀疑，不仅怀疑眼前的人到底是否真是方家公子，还怀疑此人到底有何目的，居然甘愿拿出方家全部财富。好在耶律烈派出调查方成身份的亲卫，这时匆匆返回，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一番话，当即耶律烈的双眼顿时爆发出了一团夺目光芒。这一刻，他也瞬间明白了眼前这位方家公子为何这般狼狈。方公子，据我所知，你现在可是一个死人了，又谈何奉上方家全部财富？耶律烈微眯着双眼，目光审视地盯着方成，嘴角隐隐掀起一抹冷笑。本该已经葬身火海的方家公子，现在居然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他的营帐里，这其中应该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不过现在最让耶律烈有兴趣的，还是方成刚刚所言奉上方家全部财富的话。大将军明鉴，草民现如今虽然是一个被方元和所抛弃的弃子，但我在方家这么多年，方家财富藏在何处，有多少我一清二楚。此时的方成心里很明白，当耶律烈说出刚刚这句话的时候，就代表耶律烈已经确定了他的身份。耶律烈突然仰头大笑，随即不屑地盯着方成说道：“你也说了自己是个弃子，我凭什么相信你？”面对耶律烈的质问，方成并不慌乱，反而沉声说道：“方家这么多年所聚财富，金银、字画、古董少说也有白银100万两。”方成不相信眼前的耶律烈在面对这么庞大的财富还不动心。这一刻，
耶律烈的呼吸有了几分粗重。白银100万两，如何不让他心动？你要什么？耶律烈虽然心动，但他却也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方成既然愿意奉上方家全部财富，那么他所求定然也不会小。闻言的方成心底忍不住一阵激动，他知道自己距离说服耶律烈就只有最后一步了。报仇！方成双眼流露出浓浓怨恨，咬牙切齿地说道：我要方家彻底消失。好，我可以答应你。不过，耶律烈十分爽快，但也随即面露狠厉地盯着方成问道：你是不是应该先说说计划呢？答应是一回事，是否相信又是另一回事。计划，方成心里早就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当即他便开口说道：5天后方圆河寿诞，到时候还请大将军派人助我摆平所有人。耶律烈手指在岸上轻轻敲击，目光如鹰隼般盯着方成，他也在考虑此事的可行性。寿诞动手，倒是个好时机，不过你怎么保证会成功？说完话的耶律烈缓缓抬手指向方成，冷声说道：若你失败了，我又派人助你行事，到时候本将军的名声可也就毁了。方成微微沉吟，缓缓开口说道：大将军，风险与利益并存，就看大将军愿不愿意赌一把。赌？耶律烈突然放声大笑了起来，随即笑声收敛地说道：我耶律烈一辈子征战无数，不就是在赌吗？听见此话的方成顿时心中一喜，他明白自己的计划成功了。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紧接着继续开口说道：若大将军信任我，到时候在我的计划之下，不仅仅可以得到方家财富，甚至就连慕容家的财富也能唾手可得。哦。闻言的耶律烈猛然一惊，当即抬手示意让方成坐下后说道：细细说来，我听听。然而此时的方成却缓缓摇头地说道：大将军还请允许我暂时保密，容我布置好一切之后再给大将军一个惊喜。方成心中的怨恨可不仅仅是方家，还有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慕容家和那个绫罗。好，本将军就静候佳音。耶律烈显得十分洒脱地点头答应，随即在他的安排下也让方成留在了军营之中。不过这个不代表耶律烈对方成彻底信任了，当即便换来自己的亲卫沉声说道：派人盯着他，若有问题便杀了。明白。亲卫当即点头应着，转身便走出了营帐。然而此时的耶律烈却也陷入了一种沉思，若只是方家财富也仅仅是让他心动，可加上了慕容家财富，那可就令他有些冲动了。一个方家就能轻易拿出白银100万两，再加上一个慕容家，财帛动人心，如此惊人的财富足够他做出一点疯狂的事情了。原本他来黑水城就是打着趁机霸占黑水城的想法，不过现在6殿下的存在让他多少有些不能实施计划，所以若是能够带走方家、慕容家的财富，这一趟也不虚此行。就算会因此引起王庭震怒，他也有办法去解决，大不了最后拿出一部分财富上交王庭，剩下的也足够了。不过这件事他必须得防备着那位6殿下，若这位6殿下在黑水城凭借着他手里掌握的3万大军，很有可能会在他行动的时候搞出幺蛾子，要么他直接将其控制，可这样也会让他招来王庭的怀疑，多少有些麻烦。最后在他的一番思索下，想到了一个最佳办法，那就是借用王庭的名义将这位6殿下给调离黑水城。有了想法，耶律烈当即便喊来一名亲卫：你连夜出发，用最快速度返回王庭。耶律烈表情十分严肃地盯着亲卫，然后将手里的一枚令牌和一封信交给了他，叮嘱道：把这封信交给左贤王，就说大前北关城异动，望能调动6殿下前去坐镇。亲卫接过令牌和信纸，躬身应道：属下明白。耶律烈算准了左贤王与他素有交情，并且还一直想要将他拉入阵营，又忌惮伽罗母妃的势力，定会答应帮他。只要伽罗离开黑水城，方家、慕容家的财富就都成为了他的囊中之物，到时候就算伽罗知道了一切都是他的部署，也奈何不了他。而另一边的慕容家，慕容长天迟迟没有休息，就是为了等候一个消息。终于一名护卫匆匆而来：老爷，我们的人看见方家公子进入了匈奴大将军耶律烈的军营。护卫的禀报让慕容长天心中一凛，方成进入了耶律烈的军营，这个结果多少让他有些想不明白。方家发生的事情他已经一清二楚，这个已经被方家抛弃的公子为何不第一时间逃命，反而进入了耶律烈的军营？难道这是方家的一个阴谋？目前的黑水城犹如暴风圈，令慕容长天不得不多想几分。尽管一双儿女已经带走了慕容家半数家财，可他心里多少还是想要保留下一个完整的慕容家。按我的吩咐做2件事，第一，让所有人暗中分批次的将家产向城外转移；第二，让所有探子给我盯紧整个黑水城的风吹草动。慕容长天还是十分谨慎，他从方成的反常举动隐隐察觉到了不同寻常。做出后吩咐后，慕容长天却突然神情一动，既然目前有些搞不明白方成为何会进入耶律烈的军营，
那为何不直接把水搅浑？只要黑水城乱起来了，那他慕容家想要脱身也能容易点。想到这里的慕容长天立即再做出了吩咐，让人把方成没死，反而还进入了耶律烈军营的消息给我散播出去。第二天，整个黑水城便知晓了方家公子方成意外葬身火海的噩耗。但紧随着方成没死，反而藏身在了匈奴大将军耶律烈军营的消息，在一些人的推波助澜下传开了。消息很快就传进了方家。什么？那逆子没死，还藏身在匈奴大将军耶律烈的军营之中？方元和愤然起身，脸上尽是一片不敢置信的表情。昨夜他明明亲自监督放火烧了方城的院子，并且还在大火熄灭后亲自看见护卫从灰烬之中抬出了尸体，尸体缺失手臂，这也让他笃定方城葬身火海了。可现在外面流传的消息又是怎么回事？此时的方元和犹如身处迷雾一般，有些分不清方向。但一向小心谨慎的他，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还是决定亲自前往耶律烈的军营打探一番消息。毕竟耶律烈抵达黑水城，他也该前去拜见。来人，立刻准备一份邀请帖。几日后便是他的寿诞，他前往军营打探情况，若消息有误，他也能用自己寿诞之名邀请这位匈奴大将军赴宴。很快，方元和便带着人匆匆来到了耶律烈的军营之中。对于方元和的到来，耶律烈并不意外，毕竟外面流传的消息他也自然知道，所以早就有所准备了。所以耶律烈不仅热情迎接了方元和，更是与其相谈甚欢的推杯换盏，共饮美酒。感觉时机差不多的方元和也随之抛出了他的目的。大将军，现在外面流传我儿身在你的军营之中，不知此事。方元和轻轻放下手中旧杯，一双眼睛注视着耶律烈。胡扯！耶律烈面色一沉，随即沉声说道：方家主，你的儿子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军中？如若不信我，立刻集合全军，让方家主一一查看。闻言的方元和眯了眯眼，心里也在分辨着耶律烈话中的真假。至于让他一一查看，那就大可不必了。这一次耶律烈可是带来数万兵马，那他不知道要看到什么时候去了。然而此时的方元和却千想万想都想不到，就在他进入军营的时候，方成却已经悄然地带着一队人马进入了黑水城。营帐里，耶律烈气定神闲地望着方元和，缓缓开口说道：方家主，虽然本将军不知道为何会有如此流言传出，但将你家公子藏于军中又有何好处呢？若是你家公子真在我营中，我为何要藏着掖着？本将军与你合作，岂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方元和看着眼前一脸坦诚的耶律烈，心里的疑虑渐渐淡了几分。他心里暗自点头，耶律烈说的有道理，他若真藏了方城，对他没半点好处，反而还会影响相互之间的合作。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他相信耶律烈肯定做不出来。大将军所言极是。方元和端起酒杯，对着耶律烈举了举，随即拿出准备好的邀请帖说道：几日后便是我的寿诞，届时还请大将军赏脸，来府中喝杯薄酒。耶律烈眼底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表面却故作豪爽的满口答应。好，方家主的寿诞，本将军定然到场。到时候我再带几坛匈奴的烈酒，咱们不醉不归。两人相视一笑，杯中酒一饮而尽，只是这笑容之下却是各有心思。方元和想借此机会用耶律烈的威势稳固方家的地位，耶律烈则想借寿诞之名霸占整个方家。与此同时，此时的林洛也在一路狂奔之下追上了早已离去的薛红衣一群人。此时2500名俘虏已经与慕容家押送物资的姐弟俩汇合在了一起，队伍十分庞大。林洛勒马停下时，刚好看见薛红衣站在一辆粮车旁，眉头紧锁地看着地图。而在他的不远处，则是满脸挂着忧愁的慕容清婉与弟弟慕容白。将军，薛红衣最先发现林洛，快步迎上来，语气带着几分急切。人太多了，而且这些被送回来的俘虏身上大多有伤，不仅行走速度过慢，而且沿途已经发现3波匈奴的斥候了。再这么走下去，恐怕会被匈奴人彻底盯上。薛红衣面色担忧，稍有不慎，一旦引来了匈奴大军，那可就是毁灭性的打击啊！我知道了。林洛点头，目光扫过所有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显然这些俘虏都处于一种长期营养不良的状态，若是不处理好，恐怕还不等回到青雾谷，这些人都得倒在路上。慕容小姐，林洛扭头唤来了慕容清婉。林公子有何吩咐？慕容清婉一双眼眸亮晶晶地盯着林洛，他刚刚就已经看见了林洛，只不过见到正在与薛红衣谈论事情，便没有主动上前。慕容小姐，物资里可有足够食物？特别是肉食。物资全是慕容家准备的，所以林洛也只能询问慕容清婉。虽然我主要准备了御寒物资，但食物也有所准备，只不过就是饮用水有点不够了。北境之地分为2个极端，有的地方水草丰盛，有的地方却又干旱无比。水的事情我来安排。
林洛转身对着身后的龙鹰吩咐地说道：“你带上人去寻找水源，然后多装点水回来。”是。龙鹰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声，随即翻身上马，带着他的人便飞快离去。对于龙鹰始终保持面无表情的模样，林洛都已经适应了。特别是这一路上，他多次想要从龙鹰口中打探那位大叔的身份，却都被龙鹰以沉默化解。林公子，我慕容家。慕容清婉站在一旁看着林洛，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同时听见此话的慕容白也迅速走了过来，急切地问道：“林兄，你可知我家怎么样了？”“我父亲。”“你是想问慕容家现在的情况吧？”林洛看着眼前的两姐弟，随即轻声说道：“在我离开前，黑水城一切都很平静。”闻言的两姐弟却并没有因此而松一口气，反而更加担忧自己的父亲了。毕竟林洛已经离开了黑水城，现在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不过此时的林洛却在考虑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他一路上都在思索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让慕容家彻底归顺于他。直到现在，他想到了答案。眼前的慕容清婉与慕容白都如此担忧着他们的父亲，若是他能够将其救出黑水城，那么对于慕容家归顺他，绝对将是一大助力。想到这里，林洛当即将薛红衣换了过来，红衣立刻把所有送回来的俘虏分为两拨，身体健全健康的为一队，身体不好的为一队。闻言的薛红衣微微一愣，随即看向林洛问道：“公子是要分开前进？”“没错，是要分队，不过是你带着身体不好的人还有物资继续返回青雾谷，我则带上锐剑队和另一拨人返回黑水城。”林洛很清楚，现在的黑水城不仅有着伽罗，更有着耶律烈，两方人马6、7万，可不是他能够单枪匹马就能闯回去的，所以他需要足够的人手。“什么？公子，你要带人返回黑水城？”薛红衣不可思议地惊呼一声，随即急忙摇头说道：“不行，公子这太危险了。”然而林洛却微微一笑，随即将目光转移到了慕容清婉和慕容白两姐弟的身上。慕容家如此全力支持我们，我又岂能眼睁睁地看着慕容家受难呢？林洛的一番话当即就让慕容清婉和慕容白两姐弟浑身一颤。虽然慕容清婉刚刚就已经猜测到了林洛返回黑水城的目的，但现在听到林洛亲口说出答案，依旧让他心中一片感动。“林公子，虽然我的确很想挽救慕容家，但你是我们整个队伍的主心骨，我不能因为私心让你去面对危险。”慕容清婉目光真诚地看着林洛，丝毫不像是在说着一些违心话一样。但林洛却坚定地看着慕容清婉说道：“我这人优点不多，但重情义。”林洛的话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慕容清婉，但却表达出了他要返回黑水城救慕容家的决心。此时的所有人都看明白了，林洛心意已决。清婉再次谢过林公子，以后慕容家定然以林公子马首是瞻。慕容清婉表情十分严肃地看着林洛，随即在察觉慕容白海直愣愣地站在旁边，当即便踢出一脚，呵斥道：“还不赶紧向林公子道谢！”慕容白被姐姐一脚踢得一个趔趄，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对着林洛深深一揖：“林兄，大恩不言谢，以后你就是我慕容白的亲大哥，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林洛微微一笑，心里暂时并没有把慕容清婉的话当真。马首是瞻不如利益捆绑，当慕容家彻底依附于他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马首是瞻。所谓的恩情，在利益面前不值一提。随后在林洛和薛红衣的挑选下，从2500人的俘虏队伍中选出来了900人，再加上锐剑队的100人，林洛凑足了一支1000人队。然后在林洛的安排下，每一个锐剑队的成员带领10名原本的俘虏兵。不过眼下却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武器不足。就这样返回黑水城，真要遇上什么战斗，那还不是被人砍瓜切菜啊？为此林洛赶紧找到了慕容清婉想办法。得知情况的慕容清婉却立马给林洛出了一个主意：“林公子，方家在黑水城外有一处农庄，那里面有着方家倒卖的武器。慕容家虽然没有多余的武器，可是黑水城的方家有啊。方家平时的生意往来中就有贩卖武器，刚好慕容清婉就知道方家在黑水城外存放武器的一处地点。”闻言的林洛顿时眼前一亮，当即就决定先在方家身上薅一把羊毛。一切安排妥当后，队伍一分为二，林洛带着1000人朝着黑水城而去，薛红衣则带着其他人朝着青雾谷而去。一天后，林洛带着人回到了黑水城的城外，看着远处伫立的2座军营，林洛忍不住微微皱眉。虽然这一次他只是为了救慕容家离开黑水城，但稍有不慎，恐怕就要遭受匈奴的穷追猛打。毕竟现在可不仅仅是耶律烈想要杀他，就连那位6殿下恐怕都恨不得吃他肉喝他血啊！云菜，你带上人去方家城外的农庄，拿到武器后便隐藏在农庄里，随时准备接应我。林洛带上这么多人，可不是为了直接大摇大摆地进入黑水城，这么多人只是为了能够在救出慕容家后能够一个安全保障。将军，
那你的安全怎么办？黎云猜面色担忧地询问着。公子的安全，我负责。不等林洛开口，旁边的龙樱却在这时候做出了回答。那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再加上双手抱着刀的动作，着实给人一种装13的感觉。7，黎云才翻了一个白眼，没好气地警告道：要是将军出现了任何意外，我一刀劈了你。黎云才丢下一句话后，立刻带着人便匆匆离去了。此时的林洛也忍不住有些古怪地看了一眼龙樱，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怎么突然间愿意主动说话了？另一边，伽罗所在的军营帐篷里水汽弥漫，竖立的屏风后，水生秘密一双修长如白玉般的双手捧着水微微抬起，缓缓倾倒的水流发出一阵悦耳动听的水流声。没有了银色面具的遮挡，那一张充满异域风情、倾国倾城的绝美容颜，有着令人窒息的感觉。白皙娇嫩的脖颈上，水珠丝滑流淌而下，掉进了那一抹隐藏在水面之下的傲然风景之中。殿下，奴婢给你捏捏。一双娇嫩的双手出现在了伽罗白皙如玉的肩膀上，轻缓的捏揉让伽罗不由自主地放松了身体。随着那双蓝色眼瞳的缓缓闭上，原本清冷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慵懒。蓝心，安排在那群俘虏里的人有消息传回吗？伽罗红唇微张，轻柔的声音入耳极为舒畅。别看他那么爽快的便将俘虏交还给了林洛，其实他在就留下了后手。俘虏里有着他提前安排好的人，这样他也能随时掌握到林洛的动向。殿下，还没消息。被叫做蓝心的侍女开口回应着，一双眼睛却不自觉地望向浴桶中的水面，那一抹饱满的形状在水中若隐若现。他羡慕了。相比于他自己的大小，殿下的大小才是真正的傲立群雄啊！这一刻，蓝心不自觉地吞咽着口水。自家殿下的魅力简直举世无双，连他一个女人都有些馋了。只可惜殿下终日女扮男装，否则裙摆之下不知该有多少男人为之倾倒。就在这时，营帐外传来一个声音：殿下，王庭传来消息。闻言的伽罗顿时轻轻皱眉，此时王庭传来消息，让他隐隐感觉不对劲。去看看。伽罗轻声吩咐了一声，蓝心立马便走出了营帐。而随着蓝心的离开，伽罗也在这一刻从浴桶中翩然起身。哗啦的水流声中，一具白玉无瑕的娇躯赫然出现，完美的线条凹凸有致。伽罗赤足踏出浴桶，身上流淌的水珠更是一颗颗的砸落地上。殿下，不好了！蓝心慌乱的声音传来，伽罗随手抓起旁边的一件墨色衣衫包裹在身上，秀眉微蹙的冷声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殿下，王庭传信，命你即刻率军前往征北大军营地坐镇，防止大前突袭。蓝心的话让伽罗顿时感到十分不解，调他前往征北大军营地坐镇，那耶律烈这位大将军干什么？耶律烈会愿意他去坐镇征北大军，就不怕他连吃带拿，直接把他30万兵马给全部吃了？而且大前连连被匈奴大军压着打，什么时候有胆子敢主动突袭了？带着满心狐疑，伽罗缓缓坐在了椅子上，一双修长晃眼的长腿从衣衫之下露了出来，顿时让站在一旁的蓝心两眼放光。突然，伽罗想到了之前的一则消息，本该葬身火海的方家公子藏身在耶律烈军营之中。当时听闻这个消息的他还并没怎么在意，但现在回想起来就有些不同寻常了。难道耶律烈与方家联手，想要吃掉黑水城？想到这里的伽罗心中猛然一惊，黑水城的财富那可是让无数人眼馋啊，甚至就连他也是心心念念的想要将黑水城抓在手里，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钱粮支持。蓝心，替我寻一套普通衣服来。这一刻，伽罗心底有了决定，他不能离开黑水城。不过王庭的命令他又不能违抗，所以只能让3万大军千万征北大军营地，而他则乔装打扮留在黑水城。没一会，蓝心便找来的一套衣服却让伽罗顿时有些傻眼。青色长裙虽然普通，但却让伽罗不敢穿上身。他要的是普通男装，却没想到蓝心直接给他弄来了一套女装。伽罗直接目光一凝，泛着冷光地盯着自己侍女。蓝心，你故意的。此时的蓝心心底也有些发毛，他就是故意找的一套女装，就是想要看看自家殿下穿上女装后当会有着何等的倾国倾城。殿下，既然乔装打扮，那自然就要彻底改变一下啊！蓝心急忙为自己做出辩解。然而伽罗却是挑眉盯着蓝心，仿佛是在说，我咋感觉你在忽悠我？一番纠结后，伽罗的目光落在了青色长裙上，眼底翻涌着一抹复杂。自从改变身份成为六皇子，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久没穿过女装了。蓝心眼底的那点小心思，他一眼就看穿了。虽然他可以坚持拒绝，但心中的那一丝悸动让他不再拒绝。仅此一次，再有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伽罗警告地看了一眼蓝心，伸手拿起了长裙准备穿上。蓝心连忙点头，眼底有着一抹藏不住的喜悦，急忙上前想要帮伽罗整理衣裙。
我自己来。伽罗拒绝了蓝星的帮忙，但许久没有穿过女装的他，动作略显僵硬。平日里系银甲腰带只需3秒，此刻对付这根轻飘飘的丝带，却让他有种手忙脚乱的感觉，还不小心扯开了领口，露出了一抹雪白的细腻。殿下，领口歪了。看见的蓝星急忙开口提醒，但一双眼睛却仿佛钻进了伽罗的衣领口。好不容易穿好衣裙后，旁边的蓝星直接看呆了。青色长裙衬得伽罗的肤色更白皙，长发松松挽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颈线。若是忽略那双冷得像冰的蓝瞳，倒真像个温婉的珊瑚女子。替我找个面纱吧。伽罗看着铜镜里的自己，微微皱眉，总感觉自己这副模样太显眼了。蓝星连忙取来一张白色面纱，随着伽罗戴在脸上，瞬间收敛了那一份独属于他的惊艳感。白色的纱帘垂落，刚好遮住伽罗的大半张脸，只露出线条清晰的下颌和淡色的唇。伽罗满意的点点头，随后将一把短刀藏在了腰间。就算穿了长裙，他也能随时出手。去把巴旦木叫来。伽罗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清冷，在一身女装的衬托下，仿佛犹如天上谪仙下凡。闻言的蓝星顿时一激灵，急忙说道：殿下，可你现在……蓝星担心伽罗女儿身的身份被巴旦木看见后有暴露的风险。放心吧，巴旦木是我母妃安排的人，值得信任。听见这话的蓝星这才放心了下来，转身走出了营帐。片刻后，巴旦木在蓝星的带领下大步走进营帐，刚要行礼，却只见营帐里并没有殿下身影，而是一名戴着面纱的女子。一个念头在巴旦木的心底浮现，当即神情急切地说道：殿下，你这是……很显然，巴旦木认出了伽罗，同时心里也很震惊，殿下为何会换上女装。伽罗伸手摘下面纱，这也让巴旦木立马低下头，不敢多看。王庭调令我去征北大军营地坐镇，但我怀疑耶律烈在黑水城有所图谋，所以我不能走。闻言的巴旦木猛地一皱眉，沉声说道：殿下怀疑调令是耶律烈在搞鬼，除了他，没人会在这么短时间里让右贤王说动父王下令。而且征北大军可是耶律烈的老巢，若没有他同意，父王也不可能下达这种调令。伽罗嗓音清冷地分析着，同时他心底也有这一种猜测，恐怕要不了多久，父王的密令也该来了。毕竟调他前往了征北大军，对于匈奴王庭是多么好的一个契机。若是能够趁机掌握30万征北大军，对于耶律烈而言将会是一记重创。那殿下是想由我带领3万大军前往征北大军营地，制造假象？巴旦木很快就明白了伽罗的意图。没错。伽罗点头，随即继续说道：你要切记营造出我在军营的假象，最好是安排一个替身，同时你抵达征北大军营地后，要立刻摸清楚他们内部关系。是，属下明白。巴旦木立刻做出回应，但同时也带着一丝担忧地说道：殿下您的安全怎么办？我自有安排。伽罗既然敢做出这样的安排，自然也不会忽视掉自己的安全问题。其实在他的身边不仅仅只有亲卫，更有着一支隐藏在暗中的护卫队，虽然只有100人，但实力却不容小觑。随后巴旦木便退出营帐，立刻开始集结军队，做好离开的准备。而伽罗也趁着军营忙碌的同时，悄然带着蓝星朝着军营外走去。军营后门，一支队伍静静地等候在这里。随着伽罗的出现，这些人纷纷单膝跪地：属下参见殿下。都起来吧。伽罗目光平淡地看着眼前的这些人，他们都属于匈奴王庭的黑狼卫，也是他父王特意安排在他身边进行保护。从现在开始，我们是一支商队，对我只有小姐称呼。伽罗开口提醒着所有人。明白。众人做出回应，随即其中一名中年男子来到伽罗身边，从怀里掏出了一份密信交给伽罗。殿下，大汉密信。伽罗伸手接过密信，拆开一看，果然如他所料，父王要他趁机夺下30万征北大军的军权。走吧，进城。伽罗收好密信，登上了一辆马车，朝着黑水城的方向而去。与此同时，伽罗3万大军准备离开的消息也很快就传到了耶律烈这里。听闻消息的耶律烈脸上扬起了一抹不屑的笑容。就算是六殿下又如何？只要他略施小计，就能让其被牵着鼻子走。等六殿下这一走，黑水城就是他的天下了。到时候就只有一句话：顺者昌，逆者亡。至于什么伽罗这位六殿下会不会夺走他的30万征北大军军权，他丝毫不担心。30万征北大军从下至上皆是他一手安排的人，他既然敢这么安排，自然就不会害怕。别说伽罗这位六殿下会不会夺走军权，到时候他要是能够调回一兵一卒，他都得朝着这位六殿下竖起大拇指。想夺他30万大军的军权，做梦去吧。就在这时，一名亲卫快步走进营帐。大将军，方元和派人传信，邀请你过府一叙。闻言的耶律烈嘴角掀起一抹笑容，看来这个方元和也察觉到了六殿下3万大军的动静了。
既然如此，他便去看看方圆和想做什么吧。随即耶律烈便大步走出了营帐，率领着自己的亲卫队朝着黑水城而去。与此同时，嘴巴上粘贴着2撇胡子的林洛也进入了黑水城。不过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前去慕容家，毕竟谁敢保证现在的慕容家没人盯着，就算要去也得等到晚上再说吧。然而就在林洛刚寻了一家茶楼，准备喝茶等待夜晚降临的时候，一支商队的出现顿时吸引了他的注意。茶楼2楼的窗边，林洛微眯着双眼地盯着这支商队，近100人的护卫，一个个身形健壮，步履一致，而且这么大的一支商队却没有货物，只有1架马车。林洛不管怎么看都感觉不对劲。龙鹰，你看看这支商队是不是有问题？林洛用手摸着嘴巴上粘贴的假胡子，沉声说着。闻言的龙鹰扭头看向窗外，只是扫了一眼便开口说道：他们是匈奴军中的人，虽然换了衣服，但走路的动作却没法改变，而且他们都是精锐。龙鹰的分析让林洛的心灵猛然一沉，匈奴2支大军都在城外，为何还要乔装打扮的进城？就在这时，马车却突然停了下来，一名侍女掀开了门帘，对着外面的护卫说着什么。然而当林洛远远看见马车上的这名侍女后，2眼瞳孔瞬间紧缩。是她。林洛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震惊，若是他没认错的话，这个侍女正是伽罗身边的那名侍女。难道马车里的人是伽罗？林洛摸着胡须，眉头紧锁。若是马车里的人是伽罗，可他为何又要乔装打扮的进城？难道是有什么不可见人的秘密？想到这里，林洛顿时有了好奇心，当即起身招呼着龙鹰等人起身离开。可就在这时，一阵马蹄声和吆喝声的传来，却又让林洛停下了动作。扭头看向窗外，只见一队匈奴骑兵，而且还是最精锐的狼骑兵，正呼啸地冲进城里。城门口的百姓匆匆躲避，虽然愤怒，但却敢怒不敢言。然而当林洛看见领头的人之后，他却顿时挑了挑眉。有意思，居然连耶律烈也进城了。林洛一眼就认出了领头之人，正是匈奴大将军耶律烈。此时的耶律烈策马奔腾，丝毫不顾四周的百姓，脸上扬着一抹傲慢的冷笑。看着四周百姓的惊恐，还有那种敢怒不敢言的表情，让他十分享受。因为在他的看来，除了匈奴人，其他人都该是匈奴人的奴隶。突然，耶律烈在看见前面的一支商队后，目光顿时一凝。身为匈奴大将军的他，又岂会认不匈奴人？更何况这一支商队的护卫让他隐隐有着一种熟悉感。猛然间，他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名字：黑狼卫。匈奴王庭的暗卫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耶律烈眉头紧锁。王庭暗卫只会出现在王室之人的身边，难道又有哪个王室之人来到黑水城了？可是他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啊！突然，耶律烈捏着缰绳的手猛然一紧，他想到了那位正在准备离开的6殿下，派人给我盯着这支商队。耶律烈立马对旁边的亲卫做出了吩咐。这一刻，他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如果他没猜错的话，伽罗并没有离开的打算，反而还想隐藏在黑水城中。既然如此，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早就想除掉伽罗的他，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深深看了一眼商队，耶律烈带着亲卫离开了。与此同时，马车里的伽罗在看见耶律烈带着亲卫离开后，那颗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刚刚耶律烈突然出现，可让他立马紧张了起来。这要是被他发现了自己，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快，赶紧去落脚点！伽罗急切催促。现在耶律烈进城了，他在外面的危险实在太大了。尽管伽罗十分小心，可他却忽视了身边黑狼卫的特性，太容易被人给分辨出来了。就在伽罗所在的队伍匆匆离开时，后面却有着几人暗中尾随。而此时刚好走出茶楼的林洛，自然将这一幕尽收眼底。蠢女人，被发现了都还不知道。林洛讥讽地嘲笑着，随即也带着人远远地跟了过去。随着夜幕降临，此时的耶律烈正在方家享受着方元和的热情招待，好酒好肉，莺歌燕舞。但随着耶律烈看了一眼时辰后，却抬手招来了自己的亲卫，沉声说了一句：动手吧。白天所见到的商队让他猜到了伽罗没有离开，所以等天黑之后，他便派出人要动手了。不管他有没有猜错，也不管伽罗是否在那支商队里，他都要铲除掉那一支商队，宁杀错，不放过。另一边，林洛带着龙鹰等人悄然隐藏在一棵大树上，目光却盯着不远处的一处院落。他们一路尾随，亲眼看见那一支商队进入了院落。不过这些护卫着实厉害，将整个院子保护得密不透风，所以林洛也没有看见伽罗是否在队伍中。就在这时，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从附近传来。公子，来人了！龙鹰压低声音的提醒后，只见大批匈奴兵杀气腾腾而来。真有意思啊！林洛脸上浮现出一抹戏笑，
匈奴人居然自相残杀。原本他可以坐山观虎斗，但此时林洛看着汹涌而来的匈奴兵，而且人数不少于2000后，便改变了主意，不能让这位六殿下死在了耶律烈手里。两者相斗，总好与一家独大吧。一旦耶律烈杀掉了伽罗，他就可以全身心的来对付他了。救下伽罗，多少还能牵制耶律烈。想到这里，林洛当即便扭头对旁边的龙鹰吩咐了一句：“等会我去救人，你们在外面寻找突破口接应我。”闻言的龙鹰微微一愣，他怎么都没想到林洛居然会主动去救人，但他并没有阻拦，而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很快，下面的战斗一触即发，厮杀声响彻四周。此时院子里的伽罗也是满脸铁青的捏紧着拳头。可恶！伽罗一拳重重地砸在桌子上，他从没有小觑过耶律烈，但却没想到耶律烈居然如此厉害，这么轻而易举的就发现了他的踪迹。殿下，我们为你杀出一个缺口，您突围吧。黑狼卫的那名中年男子面色冷峻地站在伽罗身前，外面的战况他刚刚已经看过了，对方最少派出了2000人，尽管黑狼卫是精锐，可面对这种人数悬殊极大的情况下，也只能无可奈何。伽罗心里愤恨不已，同时也暗暗有些后悔，早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就不该进城，而是留在城外打探消息。终究是他自己太自大了。在一声种种的叹息下，伽罗无奈地开口说道：“突围吧。”院落外的厮杀声极为惨烈，杀气腾腾的2000匈奴兵一手举着燃烧的火把，一手挥舞着弯刀，潮水般涌向院门。黑狼卫们拼死抵抗，手中长刀劈砍的寒光四溅，每一次挥刀都能带起一片血花。可对面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前赴后继地涌上来，让他们不得不节节败退。殿下，从后院走！一名黑狼卫凄厉大喊，他的身上鲜血淋漓，胸前甚至还插着一支箭矢。伽罗站在房门口，看着眼前惨烈的景象，蓝色眼瞳里满是冰冷的怒意和杀气。可他也清楚，现在不是悔恨的时候，一旦被耶律烈抓住，不仅王庭的计划会落空，他自己也必死无疑。走！伽罗咬牙，转身朝着后院走去，蓝星紧紧跟在他身后，手里握紧着一把短刀。可当伽罗带着人刚走到后院，就听见墙外传来一阵弓弦颤动的轻响，嗖嗖嗖，箭矢铺天盖地的落下。殿下小心！一名黑狼卫眼疾手快，将伽罗护在了身后。噗噗噗！尽管这名黑狼卫挥舞着手中战刀抵挡箭矢，可箭矢实在太多了，眨眼间就插满了他的身体。黑狼卫，全力冲锋，为殿下杀出一条路！伽罗身边的中年男子突然厉声大喊，随即紧身的几十名黑狼卫就像是发疯了一般，将伽罗护在中间往外冲。黑狼卫的人数越来越少，但却为伽罗杀出了一条血路。殿下，快走！随着黑狼卫最后一次全力冲锋，终于为伽罗打开了一处缺口。此时的伽罗满脸铁青，蓝色眼瞳里闪过一抹痛楚，因为他的失误导致了这些黑狼卫尽数丧生，这个仇他记住了，耶律烈他必杀之。当即伽罗也不再迟疑，转身就朝着外面飞快跑去。可就在这时，空中响起了一阵箭矢射出的破空声，伽罗顿时脸色大变。殿下小心！身后的蓝星这时朝着伽罗飞身扑来，直接将伽罗重重地撞倒在了地上，而蓝星虽然没中箭，但却在倒地的瞬间脑袋磕在了墙角上，直接晕了过去。然而尽管如此，伽罗依旧没有躲过来的箭矢，随着噗的一声，两支箭矢径直地落在了他的身上，一支扎进了他的肩窝，一支扎在了他的大腿上。剧烈的疼痛让他浑身一颤，紧随着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让他更是心凉半截。箭矢上有毒！伽罗那双蓝色眼瞳里一片绝望，浑身的力气仿佛一瞬间就被抽空了一般。可就在这时，黑暗中却突然杀出了一队人，虽然仅仅只有10人，但每一个出手都十分凌厉，眨眼的时间便突破了匈奴兵的防线，最后动作迅速地扛起地上已经快陷入昏迷的伽罗和他身边的侍女，飞快地离开了。随着伽罗被救走，震耳欲聋的厮杀声也骤然停歇。随着一群匈奴兵出现，一名身穿银甲的匈奴兵满脸阴沉的大步走来。废物！银甲匈奴一脚踹翻了一名普通匈奴兵，愤怒地大吼道：“给我找！哪怕是将黑水城掘地3尺，也得给我找到人！”银甲匈奴很清楚，若是让大将军知道伽罗逃走了，定然不会让他们有好果子吃。另一边，林洛肩膀上扛着伽罗，龙鹰背着伽罗的侍女蓝星，飞快地跑进了之前他酿酒的那一处院子。随着慕容清婉和慕容白的离开，酒水生意也停了下来，院子自然也就空着了。进入院子后，林洛迅速将伽罗放在了地上，扭头对龙鹰说道：“快去打点水来，另外你让人照看一下他。”林洛看了一眼侍女蓝星，除了额头上的伤口看着鲜血淋漓，但并无大碍。最让他感到棘手的便是伽罗的情况，原本白皙的脸蛋此时通红一片，刚刚扛着他的时候，他
他就察觉到了伽罗体温的异常。林洛皱眉看着伽罗，青色长裙已被鲜血浸透大半，肩窝处的剑杆歪斜着，大腿上的剑矢则深深嵌进肉里，只露出半截尾羽。公子，剑矢有毒。龙鹰端来一盆水，一眼就看出了伽罗的异样。中毒。林洛猛地一皱眉，若是一般的外伤，他还能用前世在部队里学到的医疗手段进行治疗，可让他解毒，他也没学过啊。同时林洛心底也暗骂耶律烈士在太阴险了，对付一个女人不仅派出了2000人跟在剑矢上抹毒。突然伽罗的呼吸变得急促，身体更是微微的开始抽动着，蓝色眼瞳半睁半闭，意识早已模糊。龙鹰立马上前，伸手搭在了伽罗的手腕上，立马面色十分凝重。公子，他的脉搏越来越快了，毒性怕是要攻心了。闻言的林洛瞬间捏紧了拳头，心脏像是突然漏了一拍。他与伽罗虽然认识不久，而且两人时常针锋相对，可他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伽罗死在自己面前。龙鹰，带上2个人去慕容家寻找解毒药材，其他人四周警戒。林洛立刻沉声吩咐。这一刻，这些死卫的令行禁止充分体现了出来，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龙鹰却在离开前递给了林洛一瓶药粉。药粉的作用林洛不知道，不过这个时候龙鹰能够拿出来，肯定是能治伤的东西。林洛蹲下身，双眼盯着伽罗，深吸了一口气，嘀咕地说了一句：我这可是为了救你，可不能找我算账。说完的林洛便直接伸手准备撕开伽罗肩窝处的衣裙。他本想撕开碍事的布料，却没想到衣裙质地本就被血浸透变软，这一下力道没控制住，刺啦一声，不仅外层的青色长裙被撕开，连里面贴身的白色肚兜都露了大半，露出肩头一片细腻的肌肤。林洛双手一颤，眼角忍不住一抖。虽然明知道现在有些不合时宜，但那晃眼的白腻却让他忍不住的多看了几眼。好在肩窝这一处的剑矢并不太深，不过微微有些发黑的肌肤和流淌出来的暗红血鲜血都让林洛不能犹豫了。随即深吸一口气，左手按住伽罗的肩颈固定，右手攥紧剑杆，猛地一把。伽罗的喉间溢出一声微弱的痛哼，原本漂亮的一张脸此时更是紧皱成了一团。看着伤口里流淌出来的暗红色血液，林洛直接低下了头。他没其他办法，想要控制毒素，最快的方法就是将毒血吸出来。嘴唇刚触碰到伤口，除了发烫滑嫩的肌肤，就是一股腥甜苦涩的味道。林洛嘴巴包住伤口，用力一吸，毒血瞬间冲进了他的口腔。伤口疼痛的刺激让伽罗的身体产生了剧烈反应，身体躬身一僵的同时，双手更是条件反射地抓住了林洛的脖子，指甲瞬间深入皮肉，疼得林洛也是不由自主地在伽罗的伤口上用力一吸。随着林洛一口一口地吸出毒血，伽罗却也在茫然中微微睁开了双眼，那一双漂亮的蓝色眼瞳充满了痛楚，但同时他也在隐约中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正趴在自己的肩头。你！伽罗大惊失色，当即就要挣扎，然而此时的林洛也无暇顾及他，只能用手按住他的身体。不过这只手却不偏不倚地按在了伽罗的胸口上，这一刻两人的身体都不由自主地猛然一颤。砰！或许是受到了刺激，伽罗原本虚弱的身体猛然爆发出了力量，直接一抬腿，直接撞在了林洛的大腿根。你神经病啊！林洛没好气地怒吼一声，刚刚那一下要是差点就要他老命了。怎么是你？这一刻伽罗才看见眼前的人居然是林洛，难道是他救了自己？伽罗呼吸沉重地想着，但浑身的无力还有伤口的疼痛都让他有着窒息般的难受。怎么就不能是我了？老子好心救你，你却要让我断子绝孙！林洛瞪眼怒视伽罗，心里也是一阵后怕。闻言的伽罗微微蹙眉，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尴尬，他也知道是自己误会了，只好缓缓开口说道：谢谢。原本清冷的嗓音在这一刻不仅沙哑还很柔软，让林洛的心里不由自主的就升起了一抹怜惜。行了，赶紧躺好。林洛拿出刚刚龙鹰给他的药粉，走上前轻轻地撒在了伤口上。褐色药粉一接触伤口便瞬间凝固在了一起，原本还在渗透出鲜血的伤口瞬间便止住了血。这一幕直接让林洛不可思议地眨了眨眼睛，如此厉害的药效，难道这就是以前他听说过的变态版的云南白药？处理好了肩窝上的伤口，林洛便转移到了伽罗大腿上，仅留着半截剑羽的伤口，而且还在大腿上，可要比肩窝这里要难处理很多。看了一眼伤口的林洛又将目光看向了伽罗，那个这里也要把剑矢拔出来，然后把毒血吸出来才能上药。看着自己大腿处的伤口，哪怕冷若冰霜的伽罗在这一刻也不由得羞红了整张脸，毕竟大腿处的伤口距离他的隐私部位实在太近了。一时间伽罗的心里也十分慌乱。邻里间金爱罗迟迟不回答，只能皱眉说道：要是不方便你自己处理也行。
自己处理。闻言的伽罗猛然一愣，就算他身体的柔韧性很好，可也不至于在受伤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做出高难度动作吧。一气之下，伽罗直接两眼一闭，直接囫囵说了一句：“你来吧。”林洛看着伽罗紧闭双眼，面色羞红的模样，顿时觉得一阵好笑。这种感觉就仿佛像是他要对伽罗做什么，而伽罗有无力反抗，只能认命一样。你调整一下动作，别绷那么紧，不好拔出来。林洛蹲下身体，微微查看了一下伽罗大腿上的剑矢。伽罗没睁眼，只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声音，声音轻得像蚊子叫。他努力放松身体，可一想到林洛要在自己大腿上动手，甚至还要像刚才那样吮毒，心跳就不由得一阵加速。从小到大，他何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林洛深吸一口气，伸手轻轻捏着伽罗大腿处的裙摆，随着他双手小心用力，长裙缓缓被撕开了一条口子。他生怕自己像刚刚拿下，一不小心撕开过大，毕竟这里是裙摆，这要是撕开过大，那看见的地方恐怕就不一般了。细腻白皙的肌肤，修长浑圆的大腿，赫然映入了林洛的眼底。虽然同样有点黄眼睛，但此时的林洛却并没有为此分心，因为大腿上的剑矢入肉太深了，想要拔出来可不容易。你忍着点，我拔出来。林洛叮嘱了一声，这才伸手攥住了那半截剑矢，随即手腕猛地发力，往外一拔。撕心裂肺的剧痛让伽罗口中忍不住地发出一声低呼。躬身紧绷下双手，下意识地抓住林洛的胳膊，指甲狠狠掐进他的皮肉里，剑矢拔出时带起一片黑血。林洛没犹豫，俯身便将嘴凑了上去，刚触到温热的皮肤，就感觉到伽罗的身体剧烈一颤，抓着他胳膊的手也猛地收紧。别动，林洛含糊地说了句，一边吮出毒血，一边快速吐在旁边的干草上。伽罗紧闭着眼，能清晰地感觉到林洛温热的呼吸落在大腿上，那种陌生的触感和心中的异样让他浑身都不自在。可他也清楚，林洛是在救他。他咬着唇，强忍着想推开他的冲动，指甲却在林洛的胳膊上掐出了深深的印子，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一口、两口、三口，直到吸出的血渐渐恢复成淡红色，林洛才停下动作，直起身时嘴角还沾着血渍。他没顾得上擦嘴，连忙掏出龙鹰留下的药粉，均匀地撒在伽罗的伤口上。褐色的药粉一碰到伤口就瞬间凝固，很快止住了血。好了，林洛松了口气，伸手想帮伽罗盖好裙摆，却对上伽罗突然睁开的眼。他的蓝色瞳孔里满是复杂，有羞愤，有感激，还有一丝他看不懂的情绪在闪动。林洛的手顿在半空，有些不自然地收回，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的血渍，说道：“你先躺着别乱动，我安排人去找解毒药了，应该快回来了。”林洛很清楚，毒血虽然被吸出来了，但伽罗体内的毒却并没有完全解除。伽罗没有说话，一双蓝色眼瞳就那么静静地注视着林洛。空气瞬间陷入了一种凝固，就连林洛在这一刻都感觉到了些许的不自在。好在怪异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伽罗开口便被瞬间打破了。你跟我回王庭吧。伽罗轻咬着嘴唇，他的心里第一次有了想要收面手的想法。虽然就算他将林洛带回王庭不能让外人知道，他也宁愿将林洛给藏在自己的府邸。毕竟眼前的林洛对于他而言实在太特殊了，第一个看光他身子的男人，第一个亲吻了他身子的男人，虽然只是为他吸出毒血，但那也算亲吻了。如此特殊存在的一个男人，他岂能让他离开呢？闻言的林洛顿时一瞪眼，这个女人在想屁呢？让他跟他去匈奴王庭做什么？做匈奴的大汉王吗？林洛轻笑地摇了摇头，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伽罗的想法，但他的身份就注定了永远不可能。女人，别想了，我是你得不到的存在。林洛嬉笑打趣地调侃了一句，也算是照顾伽罗这位六殿下面子，委婉地拒绝了。你……伽罗张嘴还想说什么，但这时龙鹰却返回来了。公子，解毒药拿来了。龙鹰手里拿着一个药瓶递给了林洛。林洛接过药瓶，从里面倒出2颗药丸交给了伽罗。吃吧。伽罗看着眼前的药丸，然后又看了一眼林洛，嗓音低沉地说道：“你不再考虑一下？”林洛抬眼看着伽罗，沉声说道：“有些事不可强求，有些人同样也不能强求。”伽罗身体一颤，眼底尽是一片复杂。他不明白为何林洛会如此干脆地拒绝。跟他去王庭，财富、权势他都能给，总比他在这里打打杀杀搏命要强吧。与此同时，刚从方家走出来的耶律烈一手抱着一个舞姬，表情十分爽快。然而随着属下的将6殿下逃跑的消息告诉他之后，耶律烈的表情顿时阴沉了下来。一群废物！耶律烈低声怒骂了一声，随即抓着2名舞姬钻进了马车，在一阵惊呼声中发泄着心中的不快。与此同时，之前连夜离开黑水城的三皇子云啸
也在半路上与北关城前来支援的5万精锐汇合在了一起。脸面的军帐，守卫严密。此时的三皇子云啸正与前来支援的5万精锐将领正在军帐里饮酒作乐。殿下为何会如此轻易地放弃黑水城？说话之人身穿软甲，面容温润如玉，一副翩翩公子模样。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边军监军赵真玉。原本天玄帝的旨意是令魏无方亲自率领5万精兵前往黑水城，然而得知消息的赵真玉却极力要求由自己率军出征。首次北关城开关出征，赵真玉也想要抢夺这个头彩，对于他在边军中的威望也是一种提升。并且前不久三皇子率领使团刚刚出关前去黑水城，现在陛下便下旨派遣5万精兵前往黑水城，这不用想也知道是去为三皇子保驾护航。而且三皇子云啸可是他亲姐姐赵皇后的儿子，身为舅舅的他在这个时候岂能不出面？所以边军统帅魏无方魏大将军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无法领军出征，只能让他代替出征了。然而令赵真玉意想不到的却是，大军刚走一半的路程，就再次接到天玄帝旨意，不仅令其返回北关城，还同时有着一份册封信，信上明确写明让边军授予林洛校尉之职。当赵真玉看见这封信之后，整个人瞬间汗毛竖立，第一反应就是天玄帝知道了林洛的身份。那一刻，赵真玉如坐针毡，一种莫名的恐惧在心底油然而生。但随即他却又突然想到，若是林洛身份当真曝光了，为何天玄帝仅仅只给了一个边军校尉的职务，反而不将其召回京城呢？满心疑惑中，赵真玉渐渐地有了一个猜想：陛下身处京城，而且他又将林洛的消息封锁得十分严密，陛下如此旨意，恐怕与魏无方那个老东西脱不了关系，肯定是魏无方从中搞鬼，眼看不能给沈清宁正式军职，便以这种迂回手段误打误撞给了林洛军职。有了猜想的赵真玉越想越觉得是这种情况。不过陛下开始关注林洛可不是什么好情况，他必须在这之前以绝后患之可惜。前几日他得知消息，林洛出现在了黑水城，否则凭借他现在手里掌握的5万精兵，完全可以直接灭掉林洛。不过虽然眼下灭不了林洛，可沈清宁那一群人还在啊，他若是荡平了那一处藏身的山谷，也算是毁掉了林洛的根基，以后恐怕也别想翻起什么浪花。然而就在他即将率军进攻青雾谷的时候，却遇上了匆匆返回北关城的三皇子一行人，这才暂时停下了行动。此时的三皇子云啸也是万分郁闷，走一趟黑水城不仅什么没做，还什么也没得到，拿下慕容家的想法也没有落实。舅舅有所不知，父皇的旨意来得十分突然，就好像黑水城即将遭遇什么大变故一样，令我必须连夜离开黑水城。云啸的声音显得有些沉闷，仰头喝下一杯酒后，便看向了自己的舅舅问道：舅舅，你常年在北境，可知其中缘由？闻言的赵真玉也是皱了皱眉，黑水城有什么变故，他还真没得到什么消息。不过既然陛下下旨让其返回，肯定是有陛下的考虑，不是他们能够猜透的。想到这里的赵真玉便立马开口安慰地说道：殿下不用苦恼，既然黑水城的功劳拿不到，那不如舅舅这里送你一份功劳如何？什么功劳？云啸当即眼前一亮，来了兴趣。他宁愿冒着危险的前往黑水城，不就是想要捞一份功劳，便与他那位太子哥哥做斗争吗？定北军余孽。赵真玉抬头看向云啸，缓缓从口中说出一句话：定北军余孽。三皇子云啸当即惊呼一声，立马急切说道：定北军当年不是已经全军覆没，而且定北侯府还被抄家了吗？怎么还有定北军余孽？殿下有所不知，当年定北侯沈千钧的女儿沈清宁被流放到了北境，而且还进入了女囚营，可这女人不仅没有死在战场上，反而还凭借一身武力成为了女囚营统领。前不久匈奴突袭女囚营，结果沈清宁带着一部分残兵躲过一劫，现如今还让他召集了一群流民，组建起了一支名为死字营的军队。若是殿下能够率军铲除，定然会让陛下龙颜大悦，获得封赏。赵真玉想帮一把云啸，可他却又不敢将林洛的事情说出来，毕竟他姐姐赵皇后可是严令他任何人都不能泄露林洛的消息。他手下多少人马？闻言的云啸立马精神了，当年定北侯府反叛的事情可是掀起了一片腥风血雨，若是他能够亲手铲除余孽，定然大功一件。不足2000余人。赵真玉当即开口回应。云啸当即站起身，不足2000人，凭借他舅舅手下的兵马，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拿下这些人。舅舅，机不可失，现在我们就出发如何？赵真玉微微一愣，轻笑着对云啸说道：你可真是一个急性子，不过舅舅喜欢，这就下令全军突袭。随着赵真玉的军令下达，整个军营立马就开始行动了起来。然而此时的两人却并不知道，远处正有着一队人正悄然地注视着这里。这一队人不是别人，正是跟随在使团后面的天玄帝。夜晚大军拔营，乃兵家大忌，
魏无方现在的领兵能力就是这般糟糕了。宝蓝色衣衫随风而动，但天玄帝脸上却浮现着一抹怒意，并不知道出关的5万精兵是由赵真玉率领的，他还以为是魏无方在领兵。但随着军营里军旗竖立，天玄帝顿时猛然一愣，咦，怎么不是魏无方的将旗？天玄帝眉头紧皱，远远地看着那迎风招展的军旗，却发现并不是边军大将军魏无方的魏字军旗，而是写着赵字的军旗。陛下，会不会是边军监军赵真玉在领兵呢？旁边的来才立马接上话，小心翼翼地提醒着。赵真玉，天玄帝的眉头皱得更深了几分，甚至就连眼底深处都闪过了一抹寒意。朕的旨意不是让魏无方亲自领兵出关吗？怎么是赵真玉这个监军领兵了？北境虽距离京城路途遥远，可并不代表他这位皇帝对边军的事情一概不知。赵真玉仗着背后赵家和皇后的权势，在边军中大肆揽权力，明里暗里都在与大将军魏无方争夺军权。这件事天玄帝很清楚，但也正是因为赵真玉的背后有着赵家和皇后的撑腰，让他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赵家乃是世家，底蕴深厚，就连他这位皇帝都不敢轻易撼动。世家凌驾于皇权之上，这一直都是整个大前王朝的心病。奈何这些世家根深蒂固，不仅各自霸占着朝堂，手中私军更是无数。所以哪怕天玄帝一直想要瓦解大前王朝的这种困境，却迟迟不敢动手。一旦与这些世家撕破脸，大前王朝必将陷入动荡。立刻传旨让赵真玉滚过来见朕。天玄帝倒想看看这位皇后的亲弟弟倒是有多么的胆大包天，居然连他的军队都敢染指夺权。陛下不可！旁边的来才立马急切说道。陛下别忘了，您是易容后偷偷离京的。来才的提醒让天玄帝顿时惊醒。他为了离开京城出来走一走，不仅没让任何人知道，更是特意易容掩盖了原本模样。可若是现在他召见了赵真玉，恐怕他出现在北京的消息立马就会传遍整个大前，到时候谁能保证没有一些胆大包天的人做出过激的事情？要知道现在的大前王朝可是有着以为刚刚上位的太子了，一旦他出了意外，那么太子可就顺理成章的荣登帝位。想透彻的天玄帝吐出一口烦闷之气，沉声说道：那我们就看看这位赵监军深夜拔营到底要做什么。此时5万精兵集结完毕，随着火把凌厉，宛如一条火龙一般朝着青雾谷的方向而去。青雾谷当初林洛离开后，耶律烈亲率大军踏平山谷，整个山谷被毁于一旦。好在随着秦钟带着先锋队返回后，第一时间就挪开了封堵着后面山洞的巨石，这也让被关在山洞里的所有人得以解脱。在沈清明的带领下，所有人重建了一座座木屋，山谷里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景象。此时山谷里的一座木屋前，身穿青甲的沈清明手握战刀挥舞，轻灵的身体动作迅速，那双本应该动人的眼眸此时却十分凌厉，乌黑的长发随风而动，露出了那一张美得令人窒息的容颜。沈将军，沈将军！突然一道惊慌失措的声音急切传来，闻言的沈清明动作猛然停顿，立马收刀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一道身影飞快而来，最后停在了沈清明面前。杜鹃，发生何事了？沈清明微微皱眉的看向斥候队统领杜鹃。将军，外面斥候传回消息，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正朝着山谷而来。杜鹃喘着粗气，急切说着。当他得知消息后，便立刻马不停蹄的跑来找沈清明了。什么？难道是匈奴又来了？沈清明当即面色一沉，表情十分凝重。数万人的军队，凭借现在的青雾谷根本就没有一战之力。据斥候传来的消息，不是匈奴，而是边军。杜鹃的表情也是十分凝重，数万大军可不是他们现在1000余人能够抵抗的。边军，沈清明脸上闪过一抹不可思议。边军不出关，天玄帝当年下达的圣旨他可是一清二楚，不然也不会有着女囚营这样特殊的存在。怎么可能是边军？会不会看错了？沈清明眉头紧锁，多少还是有些不相信边军出关了。而且就算边军出关了，匈奴也不可能不管不顾。领军旗帜上写着一个赵字，杜鹃多少也知道一点沈清明与边军监军赵真玉的仇怨，特意提出了这个关键点。赵真玉，沈清明握着战刀的手猛然捏紧，脸上瞬间闪过一道浓浓的杀气。看见这一幕的杜鹃生怕沈清明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失去理智，立马开口说道：将军，现在不能意气用事，得想办法如何带领山谷里的老百姓躲过这一劫。就在这时，一道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只见身穿甲胄的秦钟正快步走来。沈将军，我愿率先锋队为大家争取转移时间。秦钟在得知消息后，也深知青雾谷又面临一次生死存亡了。上一次有着林将军在，军心稳固，而且林将军那层出不穷的作战方式，也让所有人有着充足的底气。可这一次，
林将军不在，若是硬拼，恐怕整个青雾谷的人都得倒在刀兵之下。沈将军，我也愿率领斥后队，为大家争取转移时间。杜鹃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秦钟，脸上有的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坚定。此时的沈清宁捏紧着刀柄，强行压下了心中的仇恨。他也知道，现在不是他报仇的时候，毕竟整个青雾谷还有这么多人需要他来带领。深吸一口气的沈清宁渐渐地恢复了冷静，那双杀气十足的双眼再次清冷了几分。杜鹃，立刻派出所有斥候，我要知道外面的一切风吹草动，包括数万大军临近青雾谷的准确时间。沈清宁当即对杜鹃做出了吩咐，随即又扭头看向了秦钟，吩咐道：秦统领，你负责率领先锋队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同时单独安排人把你们带回来的黑色石头用最快速度转移出去，送往黑水城。沈清宁格外看重秦钟带回来的那些黑色石头，因为那是林洛十分看重的东西，所以他认为不容有失。是。秦钟与杜鹃两人立马做出回应，随即便转身匆匆离开。随着两人的离去，沈清宁也在这一刻缓缓地坐在了一块石头上，内心深处隐隐有着一丝恐慌弥漫。以前身在女囚营的时候，他内心坚定，生死不顾地杀敌，可自从有了林洛的出现后，他那坚如磐石的心却仿佛松动了一样。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林洛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希望。山谷里的所有人都开始行动了起来，能带走的随身携带，带不走的就地掩埋。此时的沈清宁站在谷口的哨塔上，清冷的眼眸远远眺望着看不清的黑夜，夜风吹拂，掀起了他脸颊旁的一缕青丝。这时秦钟和杜鹃齐齐朝着他走来。沈将军，黑色石头已经安排提前运走。将军，敌军距离我们还有半个时辰路程。两人的禀报让沈清宁清冷的表情瞬间坚定，立刻让百姓按计划撤离，先锋队垫底断后，斥候队保持10里距离游走。沈清宁有条不紊地做出部署，凭他们这点人手，想要与赵真玉的数万精兵对抗，无异于是鸡蛋碰石头。所以沈清宁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撤离山谷。既然林洛在黑水城，那么就去找他。是。秦钟和杜鹃两人同时做出回应后，便立刻转身去做安排了。看着两人的离去，沈清宁原本清冷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担忧。放弃山谷也算是兵行险招，一旦被敌人给咬上，偌大的北境将没有任何躲避的地方。不到一盏茶的时间，山谷里的老百姓便迅速通过谷口，从旁边的山林小路匆匆离开。老人被年轻人背着，妇女相互搀扶，小孩更是目光坚定，步履踉跄地走着。这一刻，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因为他们都知道，能不能继续拥有安稳生活，能不能活下去，都要靠他们自己。沈清宁站在谷口，看着最后一名百姓消失在视线之中，这才准绳看向了旁边的秦钟，沉声说道：秦叔，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吗？为了能够让百姓顺利离开，沈清宁毅然决定由他亲自带领一部分从先锋队和斥候队里挑出来的人，阻拦敌人，为百姓多争取一点逃离的时间。为此，他还特意让人把这几天准备的一些滚石和原木给搬运了出来。只可惜火油已经被用完了，否则还能成为一大利器。将军，我留下就行了，你还是赶紧离开吧。秦钟面色急切，留在这里阻拦敌军，九死无生。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沈清宁死在这里，不安哪怕他死了也没法向侯爷交代啊。不用劝我了，我意。还不等沈清宁说完话，秦钟便突然一记手刀劈在了沈清宁的后颈上。秦叔，你……沈清宁瞪大双眼，随后软软地倒在了地上。将军，你是侯府的希望，你不能倒在这里。秦钟深吸了一口气，随即扭头看向旁边的树林里，沉声说道：将军交给你了，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随着秦钟的话音落下，杜鹃便从树林里带着几名女军卒走了出来。打晕沈清宁是秦钟的主意，但也得到了杜鹃的赞同。秦统领保重。杜鹃深深地看了一眼秦钟，随即便带着人将晕倒的沈清宁搀扶着离开了。而此时的山谷外，随着一道火光出现，一条由火把连成的火龙缓缓出现，数万人的脚步声还有马蹄声在寂静的夜晚传向了四周，弥漫的肃杀之气更是让附近的动物都停止了吵叫声。殿下，监军大人，前面就是那一处山谷了。一名军卒飞快来报。闻言的赵真玉则是立刻抬手大喊一声停，这也让旁边跟随的三皇子云啸很不解地问道：舅舅，这个时候不应该直接派兵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吗？然而赵真玉却微微皱眉地摇了摇头。虽然他带领着5万大军突袭一个1000人山谷，本应该是手到擒来，可偏偏他的心里总有着一丝不安。不对劲，赵真玉沉声说道：就算是夜晚，我们这么多人不可能没引起对方的注意，可现在却太安静了。闻言的云啸却并不在意，反而脸上闪过了一抹嘲讽。
他认为舅舅肯定是在北京待太久了，做什么都小心翼翼了。舅舅不过就是一群残兵而已，我们5万精兵，难道还怕他们翻天不成？殿下，小心驶得万年船。赵真玉表情严肃，耶律烈都在这里吃了亏的事情，让他不敢掉以轻心地说道。沈清宁是定北侯的女儿，手里有几分本事，不能大意。云啸撇了撇嘴，却也没再反驳。先锋营派出500人前面探路。随着赵真玉一声军令，先锋营立刻便派出了一支500人的队伍，朝着漆黑的山谷而去。与此同时，正在远处眺望的天玄帝却眉头紧皱，带着一丝不解的沉声说道：赵真玉在搞什么鬼大半夜的对这里搞突袭？陛下，或许是这里有什么隐藏的敌人，而赵监军又是三皇子的舅舅，有可能是想借此机会让三皇子练兵。来才站在一旁做出了猜测。然而随着远处爆发出一阵厮杀声，火光闪动之下，哪怕距离很远，天玄帝却依旧看见了面临大前边军突袭的一群人。哪是什么敌人，而是一群身穿布衣的流民，拿老百姓练兵。天玄帝顿时勃然大怒，若不是此时不方便，他真想上去给赵真玉两脚。此时的山谷，赵真玉看着远处爆发的战斗，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冷笑，随即再次下令，先锋营调派2000人上去冲破他们的防守。随着先锋营的2000人加入战斗，山谷口的战斗动静渐渐微弱了下来，到最后陷入了一片沉寂，空气中飘散着一抹淡淡的血腥味。此时的山谷入口却是一片狼藉，横尸遍地，留下来阻拦的几十人没有一个活口。而先锋队统领秦钟更是跪伏在地，浑身上下刀伤无数，鲜血淋漓。监军大人，山谷中的敌人已被尽数斩杀。只是一名传令兵飞奔而来禀告，表情有些犹豫地说道：山谷里的其他人恐怕已经逃离了。跑了？赵真玉微微挑眉，他就是感觉这一场仗打得太轻松了，丝毫没有沈清宁的打仗方式，原来是早就跑了。寻找踪迹，给我追！赵真玉岂能放过这么一个痛打落水狗的机会，当即便下达了追击的命令。而另一边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发生的天玄帝更是气得浑身颤抖。保卫边疆的边军居然向平民百姓挥舞了屠刀。来才，给我记住这件事，等朕返回京城后，定要让赵真玉为此付出代价。是，陛下。听着天玄帝愤怒的低吼声，来才虽然回应着，但神色却有着一丝黯然。身为天玄帝身边的人，他又岂会不清楚京城赵家的权势？天玄帝就算想要借此事情向赵家问罪，恐怕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啊。